啊，别碰本宫！叶修你个混蛋，我可是你皇姐，你竟敢强辱玷污！勾栏上房中一阵尖叫猛然荡开，惊醒昏沉的叶修。他只觉浑身无力，脸庞枕在软绵的枕头上。待视线重合后，只见一女子依在床榻角落，宫裙松垮堆叠腰际，原该附着酥胸的丝缎肚兜已然滑落，偏被左臂横掩，指缝深陷的肌肤上淤痕蔓延隐现。裙下长腿微颤蜷曲，足上悬着绸履，将坠未坠，如同受了侵犯。而他此刻正咬唇怒视着自己。最离谱的是，自己身下还躺着另一个黑发如瀑但看不清真容的曼妙女子。刚主动穿越，就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甜蜜3排。不对劲啊！他正要撑起身子，一股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让叶修差点晕死过去。大昆王朝8皇子意外撞破太子与武阳公主奸情，生母乃前朝公主，行宫中因搜出太子指人，终畏罪自缢，其被罢黜皇子身份，贬为庶人。离宫之后，受刺激而日夜流连勾栏瓦舍，醉至金泥，花光了仅剩的钱财。随着记忆融入，叶修渐渐理清了前因后果，人都妈了。他为了弥补爷爷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奶奶的遗憾，精心策划了整整10年，才跟着一本年代久远的野史记载的办法，在9星连珠的夜晚跳入腾格里沙漠的乌兰湖中，穿越到抗日时期，但明显失败了。幸运的是，他夺舍了历史书上毫无记载的大昆王朝开国皇帝第8子，不用死了。但这昆8皇子是个人物，在母妃出事前，还在竭尽全力的为前朝遗孤求情，身负2朝血脉，没能力还敢替前朝遗孤求情，圣母心泛滥呢。你妈的，在宫中还有贤王之名，不是太子，名声搞得那么好，是准备跟那一群老六预备自己要谋反吗？我去，还撞破皇室丑闻 ，buff 直接叠满，难怪害死母妃，自己都离死不远了啊！等一下，皇室丑闻！叶修猛然抬头望向对面衣衫褴褛的女人，脸色一冷：武阳公主，我的好姐姐，你真了不起，竟以身入局来陷害我。没错，眼前的女人正是已经嫁人，却跟太子有一腿的武阳公主。据叶修所知，这女人乃是太子的狂热粉，为了自己的弟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包括嫁人也都是为了稳固太子根基。所以，为了避免苟且败露，他不仅亲自来勾栏，更做了一场局，意图借机除掉叶修。毕竟，凌辱同父异母姐姐这种罪大恶极的罪名，一旦坐实，皇帝震怒，皇后不会善罢甘休，就连驸马家族都会想方设法弄死他蛇蝎，好狠！你放肆！见动机暴露，武阳公主叶兰不慌不忙地扯着松垮宫裙，泪珠说落就落。昨夜本宫听闻你流连勾栏，原想着姐弟一场，来劝你振作，谁料你竟在酒中下药。说完了，叶修收拾了一下心情，从床上撑起。那该让我来说了。叶兰错愕，什么情况？那王八蛋不应该六神无主，慌张地下跪求饶吗？怎会那么平静，让他有种挫败，被真侮辱了的感觉。叶修已经站了起来，继续开口：你那么喜欢陪太子舞棍，那我就赏你吃个够。叶兰，叶修抓住衣横一踹一扯，硬生生扯下木棍。叶兰，叶修猛然抡起木棍，在叶兰瞳孔倒映中挥下。叶兰，木棍裹挟着破风声，狠狠抽在他的左颊上，砰！玉簪应声崩飞。他披头散发的跌坐妆台前，镜中映着肿成猪头的侧脸，真像被蹂躏过似的懵了。为人和善的老八，居然敢用棍子抽自己的脸，一个被罢黜的废物，怎么敢呢？她可是公主啊！你敢打本宫，打你就挨着，你罪加一等，父皇定会将你处死。哦，处死我！叶修停在他的面前，双眼一眯，马上让他处死我。老子倒想瞧一瞧，他会不会护着一个不知廉耻、不守妇道、跟自己弟弟苟且的贱人而处死我。叶兰瞳孔骤缩，随之疯了一般，歇斯底里的凄厉尖叫着：闭嘴！叶修，你个杂种，本宫会让你明白，你就是蝼蚁，敢反抗，那就像你娘一样会死。现在开始，你每多骂一句，我便敲断你的一颗牙。叶修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宛如俯视蝼蚁。来，继续说说我娘的事。砰砰砰，心跳仿佛要跳出喉咙，叶兰浑身刹那湿透，恐惧地大喊了起来：来人！湖光骤然闪过，叶修一棍打断施法，棍子应声而碎。叶兰的脖颈重重挨了一击，当场双眼翻白地晕了过去，倒在昏迷女子身上。哼！酥麻入骨的娇吟传来，叶修终于看清女子的真容，那轻纱帐内玉体横陈，墨发蜿蜒于雪缎间。她黛眉轻蹙，朱唇微起，素纱自天额颈滑落，凝脂沟壑随呼吸起伏，若隐若现。而与之相呼应的是那如月般的细腰，诱人的臀线更似蜜桃一般压住了身下的马面裙。首府之女，肌如雪。叶修来不及欣赏，眼前便是一黑，
局势雪上加霜。姬如雪，大昆第一美人，叶兰的闺中密友。传闻此女七不成诗，弹琴能引百鸟朝凤。更觉得是菩萨心肠，专捡落魄之人救济，惹得全京城的才子恨不得日日在他府门前可写装病，就连太子都为之倾慕。可半月前，他以烟锁池塘柳的上联成功拒绝皇上赐婚。想赐婚，可以，那就按照文化人的方式来。结果太子答不出完美的下联，整个翰林院也无人解出，又因大昆风雅盛行，才不了了之。可未曾想，竟会被自己的闺中密友背刺。叶兰怕是对姬如雪拒绝婚事而怀恨在心，意图报复，顺便让昆八皇子彻底翻不了身妈的他都想抡棍子抽醒那贱人，再敲上10遍8遍了。等等，叶修脑海灵光乍现，蓦地抓住一个关键，首辅之女，那其他大臣不也有孙女和女儿？他如今的处境很危险，太子公主都想让他死，哪怕这一次能逃过一劫，可下一次呢？在家被贬，又身份敏感，更不得随意离开京城，等于死局诞生。当他见到姬如雪时，却想到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破局方法，那便是以庶人的身份去接近文武百官的闺女、孙女，然后再利用现代人的脑子，到时候子孙满堂，看那群老登敢不敢不倒戈。妙啊！突然，姬如雪晃晃悠悠地爬起，将叶修拉回现实。少女的雪景已染上一片胭脂潮红，不等反应，她扑倒叶修。姑娘，男女7岁不同席啊！叶修单手撑住床榻的雕花围栏，大义凛然地推开姬如雪。热，好热！美人眼尾带着桃花晕，再次扑了上来。叶修手疾眼快地扣住姬如雪的皓腕，指腹下的脉搏如金鹿撞钟，三阴交穴更是突突乱跳靠。中春药了，加倍的那种。不愧是好闺蜜，太狠了，她若放任不救，估计才女醒来的变白痴。既然是春毒，那只能用那个办法来解毒了。等事后可别怪我，这是你的好闺蜜给你造的孽。叶修欺身压下，伸手挑起美人潮红的下颌，拇指碾过她那湿润的朱唇，刹那间，两指并拢朝前猛送，一下子破开小嘴，直达深喉，然后往上一掏。哦！姬如雪的美眸一睁，恶心感从喉咙深处爆发，致使她无力伏在叶修的膝头，干呕着叶修顾不上怜香惜玉，掌心附上她的后颈，就着暗头凉透的茶汤往阴唇里渡。下一秒，清茶顺着下颌浸透前襟，在锁骨处激出水光，仿佛能养鱼儿，想不到吧？他不干，他只催吐，以此将未吸收的春毒逼出。虽说过程很不雅，得不停掏嗓子眼，掏完再灌茶水继续掏，但奈何破局的关键就在姬如雪身上。姬如雪的意识渐渐清醒，但她唯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有人在拼命捅她的嗓子眼。恶心，狂吐，人都快要疯掉，可偏偏自己又不争气，身子发软还滚烫，好像要燃烧了以至于只能默默承受，一直到胃都要吐出来时，姬如雪猛然弓起腰肢，掌心抵住叶修胸膛，水雾氤氲的眸子带着又惊又怒又无助的神色。登徒子，你怎敢捅我？声音都被捅嘶哑了。醒了。叶修平静地松开手，指着一旁的人影，姬姑娘若有力气骂人，不如先回忆一下自己的处境。姬如雪的美眸顺势望去，记忆顿如潮水回溯。昨夜叶兰邀她至勾栏听曲，想倾诉驸马的劣迹，顺便借酒消愁。身为大家闺秀，本不该来此，但闺中密友哀求，只好答应了。可他仅一杯温酒入喉，便昏沉过去。如今刚被贬为庶人的八皇子出现在这儿，武阳公主被殴打昏迷，再结合地上的呕吐物以及体内残余的燥热，所有线索串成了一线，刺得他心口发凉。那一个自幼相识的闺中密友，竟用最肮脏的局将他做饵，不仅能除掉叶修，更能毁掉他能成为大昆第一美人才女。他不傻，他清楚叶兰看不起叶修，时常私下骂其前朝贱种。如今三人聚在一屋，除叶兰能做到，还有谁？而叶兰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太子。嗨，他自嘲一笑，笑得眼角淌泪。好一个一箭双雕！砰！话音刚落，上房的门被人踹开，一伙官兵鱼贯而入。叶修，你好大的狗胆！一个身着蟒袍的青年随即踏入，双方隔空相对，气氛陡然一滞。来人九皇子叶青，太子党派一员。他刚看清楚四周，就被眼前的画面吓了一跳。叶兰倒在地上，原本姣好的面容竟肿成了猪头黄姐，乃是妙人。不愧是太子最亲近的姐姐，为了太子，那妆容整得好逼真。那作为弟弟的自己，不也得跟着表现一下？叶青双拳握紧，演技狂飙。叶修，你居然敢凌辱皇姐以及首府小姐，简直十恶不赦！你可认罪？叶修转身认罪。叶青一喜，没想到这小子那么不中用，被自己的一句话吓得认罪了。他刚想下令缉拿，
岂料叶修又接上了一句：“你妈逼！妈是什么？你娘的意思？你敢骂本王母妃？”叶青脸色一寒，不演了，真怒了，都给本王上，乱刀砍死！一名官兵为了表现，率先踏前掠出。等一下！叶修大手前推，冷不丁喊停：“你们有没有内力？”那官兵一脸懵逼：“什么事？内力？不知道内力？那等于没有，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也没有，但拥有着前世特意练了整整10年的格斗技巧，看老子不将你们打出屎来！”他双臂一沉，咏春起手式问路手已摆开架势全场。这家伙干嘛？咋突然摆出一个潇洒不已、气势不凡的姿势？虚张声势！冲在最前的官兵反应过来，狞笑着挥刀砸下，结果叶修身形未动，反而一招摊手挡住他落刀的手腕，另一手冲拳直捣喉结。啊！官兵五搏跪地，叶修旋身袭向第二人插眼。我的眼睛！惨叫未落，叶修的掌心已朝又一人的下颚上推去。咔嚓！颌骨应声脱臼。咏春，叶修。叶修咧嘴一笑，顿如脱缰野马，冲入剩余的人群中，速度慢了点，力量弱了些，但格斗技巧早已形成肌肉记忆，让他如鱼得水。望着这一幕，肌如雪凌乱了。一个传闻见狗都会笑着点头的贤王，居然有那么好的身手，叶青同样懵了。这王八蛋一直受他们欺辱，也未曾像今日凶猛过啊！正当两人愣神间，官兵已尽数倒下，而叶修来到叶青身旁，当着姬如雪的面脱下鞋子，然后朝着叶青的脸庞甩了过去。啪！叶青脸一歪，头冠都飞了，后世的巴掌声更是回荡在上房中。全场石化，痛哼的官兵都没声了。他们看见了啥？被罢黜的八皇子居然用鞋子甩了九皇子的脸，那无疑是甩了天界的脸面啊！你敢打本王的脸？叶青披头散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可叶修一些把子又抽了过来，让叶青两侧的脸颊整整齐齐，才问：你笑吗？本王没笑。叶青被抽懵了，叶修又抽了过去，让他留下了2行鼻血，再问：你大笑吗？本王没大笑啊，还说没笑，都急着跟你主人摇尾巴了。叶修将鞋子塞入叶青刚张开想反驳的嘴里，附耳一笑，告诉太子，他想玩，我陪他玩，老子烂命一条，但他可是太子，要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一个被罢黜的废物不仅敢抽他，还威胁起太子。反了！叶青猛然将鞋子从嘴里拔出，你放肆！砰！不等说完，叶修迎面一拳砸下，将他砸晕过去。晕死的那一刻，他才明白黄姐压根不是演的，是真被打成猪头，和他一样。叶修平静地穿上鞋子，跨出门槛，头也没回。姬如雪，不是这家伙，真的是那一个被罢黜的昆巴殿下，嚣张的让他芳心乱颤。小姐，一绿衣少女提着裙摆跌撞进门，绣鞋刚跨过门槛便僵在半空。五阳公主衣衫褴褛，九皇子鼻血横流，官兵横七竖八躺着，满侍郎介如遭洗劫。发生啥了？姬如雪猛然惊醒，勉强撑起娇躯。阿罗，谁带我进房的？是五阳公主，她说您喝高了，得歇息。阿罗如梦初醒，慌忙搀住小姐颤抖的手臂，却瞥见她衣襟上斑驳的茶渍与秽物，眼眶顿时红了。您没事吧？果然是他。姬如雪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冷冽。八殿下救了我。八殿下？那个被贬的废庶人？阿罗瞪圆了眼。不会吧？眼前这一幅场景，莫不是那位八殿下造成的？太离谱了！姬如雪拢紧凌乱的衣襟，目光凝视着叶修离去的方向。查清他的住处，我要见他。阿罗呆了呆，他从未见过小姐如此狼狈，却也从未见过小姐眼中燃起这班主人的光枝呀。叶修一脚踹开破败的院门，木门歪斜倒地。这八皇子混得真够惨的，不仅家徒四壁，连个看门狗都没有。他拍了拍衣摆上的灰，径直走向书案，然后研墨提笔。如今的危机并未解除，需从首辅之女的身上入手，从救姬如雪开始，再到强势横扫，最后一声不吭离开，其实都在他的精心策划中。根据研读的心理学角度，姬如雪必然会查他的住所，并过来找他。因为两人都是受害者，所以第一个想法将是抱团取暖，而姬如雪乃大才女，自己再投其所好，引他入局，助自己破局。超市泡妞虽不厚道，但逆局先活命，再谈风骨。他笔锋落下，一首接一首的诗词被写出，墨迹淋漓。叶修接旨。等停笔时，一道尖细的声音刺入院中，一名面白无须的太监甩着拂尘踏入，身后跟着2名带刀侍卫。陛下口谕，命你即刻入宫觐见。叶修放下笔，一声不吭，
径直朝外而去。那便宜亲爹召见，8成是叶兰与叶青告了黑状。不过他瞥了一眼书案上的诗稿，嘴角微微上扬。咱们慢慢玩。当叶修一等人前脚刚离开，姬如雪主仆便踏入未关门的小院。来迟一步，屋内已空无一人，唯有微风卷起案头诗稿，哗啦作响。姬如雪诧异，拾起一张：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若是命中无此运，孤身亦可登昆仑。字里行间的孤独与坚韧，在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道登上昆仑的孤影，让他心疼他玉唇轻咬。再翻，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来敢与君绝。她顿如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心如鹿撞。八殿下刚与自己分别，便写下这等情诗，是因为自己吗？他满怀期待地继续翻开下一页。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诗稿接连入眼后，沉沦中的姬如雪呼吸一滞，美眸震颤，每一句诗词皆可成为传世之句。他竟有如此惊世之才，以诗明心，以词传情，又字字剜心。哪怕诗圣清灵都无法连续写出这么多诗词绝句出来，可八殿下却手拿把掐，自己都未干透，简直像是诗仙。阿罗探头一瞧，嘀咕道：小姐，这字丑得像鸡爪巴的，你懂什么？姬如雪惊醒，将诗稿紧紧按在酥胸上，粉色的光泽爬满雪颈，显得娇艳欲滴。字丑又如何？此等文采，太子给他提鞋都不配。说着，他忽然瞥见压在案头最下面的7部诗稿，美眸蓦地一眯。阿罗，备教，准备入宫面圣。他保我名节，我便生死与共。阿罗懵了。啊！金銮殿上，满堂肃杀。父皇！叶兰扶得痛哭，脸上淤肿醒目。儿臣昨夜念及手足之情，冒险去勾栏劝诫八弟，谁料他下药凌辱儿臣与姬姑娘，若非九弟及时赶到，儿臣的清白就要葬送在这畜生手中。双颊同样肿成猪头的叶青叩首，恨意滔天。这逆贼不仅辱没皇姐，殴打官兵，还用鞋子抽儿臣的脸，甚至对父皇出言不逊，求父皇将这狂徒千刀万剐，以正天界威仪。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文臣武将满脸吃惊。八殿下素来懦弱，怎会做出此等丧尽天良之事？勾栏之地秽乱至此，公主与姬家小姐的清誉怕是要毁了。晋升，首辅大人在旁边呢。首辅姬无涯面色铁青，死死盯着跪在大殿中央的人影叶修。龙椅上的帝王终于开口，声如寒铁：你可认罪？叶修抬眸看向高座之人，龙袍加身，眉目凌厉，这便是他的父皇昆帝。当年借前朝公主之事夺权，登基后却将发妻生生逼成畏罪自缢的罪妇，连亲生骨血亦贬为庶人，何其讽刺！父皇！一道清朗声音骤然打破死寂。太子叶昭撩袍出列，望向叶修时，眸中悲悯如观蝼蚁。八弟自幼仁孝，岂会行此悖逆之举？儿臣斗胆谏言，其中必有误会，还请彻查到底，莫让八弟含冤。太子党派一个个出列，高呼太子仁慈，此案必有隐情。他们清楚，那是太子拉拢人心的伎俩，自然要配合不是？结果没有含冤。叶修嗤笑出声：儿臣就是拿鞋抽叶青，还凌辱了叶兰。全场不是这就承认了？不应该挣扎几下吗？这完全不符合逻辑。阿叶昭也跟着懵了，他假意为叶修说情，除了拉拢人心外，还打算将叶修玩弄在股掌间，等叶兰与叶青拿出更多人证物证实，再让其乐极生悲。可如今人家直接承认，无异于是抽了他一巴掌。所有人都在震惊，唯独昆帝正用冷漠的眼神望着叶修。叶修，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若你觉得承认罪名能让朕念及秦青留你一命，那你错了。父皇误会了。叶修嘴角一扬，嘲讽更甚。儿臣不仅凌辱皇姐，殴打皇帝，打趴了所有官兵，还准备集结前朝余孽，造反。大殿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瞪大双眼，震惊地望着叶修，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了。啥？准备造反？一个被贬为庶人的皇子，居然失心疯一般的口出狂言。昆帝能够坐稳大昆，靠的就是杀伐果断，但凡有一点点异心存在，不灭你9族，只灭10族。他怎么敢的？大胆！叶昭率先惊醒，顺势护在昆帝跟前：你可知道意图谋反，让你有取死之道？叶修反问：那不随了你们的意？你！叶昭脸色一僵，刚想怒斥，可昆帝一把推开他，一步步朝叶修走来。大昆建国以来，株连前朝遗孤3万人，流放边关1万有余。大昆的边疆更是用血堆砌，固若金汤。朕倒想知道，就凭你要如何造反？叶修昂首挺胸，不卑不亢。就凭儿臣，如同买通勾栏凌辱皇姐，
买通所有父皇潜在的敌人。昆弟冷冷一笑：“你真当真的场位是摆设，任凭一个被罢黜的皇子乱来？别说乱来，叶修都离不开应天城。”文武百官望着叶修，宛如看一个小丑。叶兰姐弟更是对视，眼里尽露疯狂。今日的叶修必死无疑，因为就凭这些话，足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然而，叶修却笑了，随之语出惊人：“是啊，您就是大坤的天，谁能在您的眼皮底下搞事？既如此，儿臣是如何买通勾栏，如何以庶人的身份让黄姐与姬小姐进儿臣的房间，又是如何在好几个官兵的面前殴打了平日里只会欺辱臣的九弟？”全场窒息，全场汗毛直竖，因为叶修的反击堪称绝杀，让人无法回击。昆弟都微微愣了几许，才恍然大悟，老八是想告诉自己，除非是叶兰他们配合，否则绝无可能凌辱一个公主，打趴好几个官兵，再将老九给揍了。至于谋反，那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说辞，为的就是做出最有力的反击。老八何时有这等脑子？昆弟很意外，也有些怒意，因为身为帝王的他也被绕进去了。叶兰和叶青更是恼羞成怒，老八就是揍了他们啊，如今反而倒打一耙。他们刚想争辩，一名侍卫匆匆跑进大殿，跪地禀报：“陛下，首府之女求见。”姬如雪来了。昆弟压住心中不快，随之挥手示意传见。侍卫离开没多久，姬如雪手持一卷宣纸，脚踩帘布地踏入大殿。所有人的视线汇聚，只见他血腮凝脂，阴唇不点赤，烟纱抹胸眼不住酥胸的挺拔，丝绦锦束的腰肢下绸裙微绷，透出蜜桃似的圆润弧度。臣女拜见陛下。他盈盈下拜，声音沙哑，却不失温婉动人。此次求见是因八殿下。恼怒的叶兰和叶青顿时大喜。当时醒来时，姬如雪早已不在，他们以为那女人是受不了刺激跑了，如今却主动现身，又说是因为叶修才来，那就是妥妥的来告御状。只要首府千金认定叶修凌辱过自己，外加他们两人的证据，那刚刚的绝杀将不攻自破。毕竟作为大才女，不会拿名节开玩笑，而昆弟也会为了平首府之怒，顺理成章地放弃一个废物。昆弟双眼一眯：“朕听闻昨夜你夜无归宿，可是老八所为？”“回陛下，正是。”姬如雪抿唇轻语：“好，妙！叶修啊叶修，这回看你不死。”叶兰跟叶青亢奋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姬如雪的小脸酡红，含羞带怯了起来。臣女昨夜与八殿下一见钟情，促膝长谈。叶兰的表情僵硬了，叶青更是瞪大自己的双眼啊！姬如雪疯了吗？她居然不是来状告叶修的，那来做什么？羞辱太子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太子，却见叶昭的脸已经涨成猪肝色。半月前，这女人用对联拒绝成为太子妃，如今居然敢当着众人的面说跟老八一见钟情。她不要脸，自己要啊！叶昭气得脸色发青。姬小姐是何意？臣女的意思是……姬如雪微起朱唇，耳朵都烧红了，请陛下赐婚。轰！所有人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脑子里更是一片混乱。他们疯了，还是这两个人疯了？一个喊着造反，一个喊着赐婚，太入他娘的疯狂了啊！首府一哆嗦，惊吓的刚要出列，姬如雪却已摊开手中的卷纸。另外，有人托付臣女赠太子殿下、武阳公主以及九殿下一首诗。何诗？昆弟若有所思。姬如雪顺势起身，踏开帘布。且听：煮豆持作羹，录书以为汁。其在府下燃，豆在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间。他踏出第7步，继而转身望向太子三人和太极。朝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浸在姬如雪所带来的诗句冲击中。这诗竟如此精妙，一老臣忍不住低声赞叹，可话一出口便惊觉不妥，偷偷看了一眼太子三人，赶忙闭上嘴巴。好一个本自同根生，相间和太极，这不是公然指责太子他们容不得兄弟吗？叶昭的脸色由青转红，怒了：放肆！是何人写出的逆诗？姬如雪不着痕迹地瞥了眼叶修，才嫣然一笑：一位朋友，臣女唤他。失仙，失仙！朝堂之上，群臣哗然，就连昆弟都为之动容。要知道，称仙乃逆天之举，更是挑衅天下文人墨客。若无真材实料，轻则杀头，重则株连九族。叶昭死死盯着姬如雪。大坤自立朝以来，文道鼎盛，却从未有人敢以仙自居。姬小姐口中的朋友，莫不是欺世盗名之徒？他配？姬如雪的美眸里夹杂炽热，高耸的酥胸情不自禁上挺。她随手一首诗词，皆能称为绝句。全场呆若木鸡，有人更是张大嘴巴，久久无法闭上。哪怕想捧一个诗坛前辈，也不能那么捧吧？这他娘的已经不能叫捧，
而是准备让对方的九族在天上飘啊！难不成姬大才女中邪了？然而，人群中唯独叶修满脸的古怪，和计划中的一样，姬如雪来了，而且还念出事先准备好的七步诗。但他当时一口气写出10几篇诗稿，似乎用力过猛了，不仅让大才女请婚，更被奉为诗仙。逆女！姬无涯惊醒过来，刚意图阻止女儿胡闹，结果昆帝忽然开口，目光幽深，朕倒想听一听那一位诗仙如何随口成绝句。陛下容禀。姬如雪墨发垂落肩，高声吟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首诗一出，全场死寂。翰林院的老学士瞳孔猛缩，大昆第一河竟能被描绘的这般气势磅礴。诸位在听。姬如雪昂首，徐徐在吟，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吹角连营。整首词落下，武将队列震动，老侯爷虎目含泪。好一句可怜白发生，老夫半生戍边，终是未能踏破突厥王庭，此恨难平啊！若说这些还不够，姬如雪长裙一甩，玉手指向殿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当第3首回荡朝堂中，顿如掀开一片惊涛骇浪，文武群臣纷纷惊呆。3首每一首皆都堪称流芳百世的绝作，谁都无法想象这竟是出自一人之手。无视全场，姬如雪的美眸落在昆帝身上，臣女斗胆一问：他配吗？配吗？配！太配了！翰林院老学士林鸿鹄激动的面色潮红，姬小姐，那一位诗仙究竟何许人也？全场惊醒，目光灼热的齐齐落在姬如雪身上。来之前他就想明白了，7步诗是双刃剑，既能戳穿太子党的面目，也会得罪太子党，作诗之人更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但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姬如雪顿时一脸从容。那位朋友性情孤傲，曾言诗成不求帝王赏，只待山水有相逢。不过家父也曾赞此人惊鸿一笔，可镇文坛100年。姬无涯，不是自己都不知道那人是谁，咋还称赞上了？闺女这话无疑将她架在火上烤否认。姬如雪等于犯欺君之罪。不否认，那不是裴大孝女欺君，造孽啊！权衡利弊间，他只得硬着头皮咳嗽一声。这个却有此事。吼！首府都承认诗仙的存在，那必然跑不了。太子叶昭的脸黑成炭，叶青与叶兰更是憋屈。操！诗仙都骂他们，他们必须找回颜面。正当他们要联合声讨姬如雪时，却听大殿下方传来一个无奈的声音：那个，你们是不是忘记正事了？全场一愣，这才反应过来，他们在审问叶修一案呢。不等反应，叶修再一次和昆帝对视，继续问道：所以儿臣有罪吗？气氛凝固，良久，昆帝才大笑一声：好一个诗仙，好一个一见钟情，既是两情相悦，朕便成全你们，也算补偿这一桩冤案。父皇，叶昭急了：太子，你身为兄长，该为手足的玉良缘而喜。昆帝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转而看向姬无涯，首府以为如何？姬无涯的脸色阴沉如水，却只能叩首谢恩，因为他无路可退。昆帝的语气不容置疑，不行，回去得先收拾大逆女，女戒都被他学到狗身上了。昆帝面无表情，传朕旨意，庶人叶修择日与首府之女姬如雪完婚，首府留下商议婚事，其他人退朝。望着昆帝的背影，叶修心中冷笑，自己的好父皇这是要用姬家来堵悠悠众口，免得臣子都觉得太子党派咄咄逼人，皇上也容不得前朝余孽针对自己这个庶人。同时太子党派才女追求者也都不会善罢甘休，反而叶兰与叶青的诬陷被不痛不痒的盖去喝，虎毒还不饲子呢。但游戏才刚刚开始。叶修退下时，叶昭也回了东宫。一个贱种，一个假清高的女人，竟敢让本宫当众丢脸。他掀翻桌案，怒不可遏地咆哮。半月前自己刚被拒绝，半月后被贬为庶人的叶修竟跟姬如雪有了婚约，世人该如何看待他这个太子？皇兄息怒。鼻青脸肿的叶青跟了进来，谢衣丁前已经应招，今夜就能入应天城为您所用。丁前。叶昭双眼一眯，丁前在江湖5人中赫赫有名，做事干脆利落，并且只认钱不认人。他曾经接过血清单，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雇主给的实在太多了，就把血清剁碎了喂狗想致辞。叶昭皱眉望向叶青，你何时有这般能耐，让一个只认钱的亡命狂徒应招？叶青尴尬，无他，加了钱。加多少？黄金10000两。本宫最不缺的就是钱，今夜亲自接见他。叶昭满脸阴鸷，另外诗仙也得找出来，本宫倒要看看谁敢骂本宫。青石长街，马车悠悠前行，姬如雪端坐车内，
低头不语。叶修懒洋洋靠在软垫上，打破沉静。姬姑娘今日当众求嫁，不怕首府大人打断你的腿。家父平生最敬君子风骨，必会明白如雪这番深意。姬如雪垂眸轻语，倒是殿下那些诗稿，抄的。什么？我说是抄的。叶修坦坦荡荡，李白、杜甫、白居易，随便挑了几个人的存货，还好姑娘没有说是我，否则就收不了场。姬如雪怔住，旋即气得发笑。殿下当如雪是3岁孩童，这些诗词若早有流传，我岂会不知？一篇诗词可能属于漏网之鱼，他未曾研读过，可10几篇齐聚一堂就不一样了。他不傻，你不信？叶修轻身逼近，手指挑起他一缕青丝。那本树人再送你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姬如雪目光呆呆，心中渐渐恼了，又是未曾听过却可流芳百世的绝句，竟还狡辩不是自己所作。他气急而笑，这又是哪一位大家之作？李商隐。叶修咧嘴一笑，不过现在他姓叶了。姬如雪，让你编，你还真编呀！这时外面蓦地传来一阵嘈杂声，两人闻声先连望去，却见一人影在人流密集的街道上，特别扎眼。那是一名双眼蒙着玄布的女子，她绛纱裹酥胸，赤鳞软甲束蛇腰，黑绸长裤紧绷在长腿上，勾勒着蜜臀曲线，墨发飞扬间。她正坐在一处酒摊上，独自饮着酒。看桌上的酒坛，明显已坐许久，但老板上酒时身体哆哆嗦嗦。叶修诧异，季如雪似乎看出他的好奇，声如丁泉般响起。他叫宁红叶，6岁家道中落，家人被仇家屠杀，而他虽逃过一劫，却哭瞎了双眼。12岁当乞丐，被前锦衣卫指挥使，如今的剑道大师云游子收为弟子。16岁那年，他打赢了不用剑的云游子，自此一鸣惊人，无数势力、权贵、家族豪阀都有招他之意。但此人性格古怪，一一拒绝应召。如今消失2年，居然在应天城出现，着实奇怪。叶修摸了摸下巴，是个人才，我要了。他眼下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搞钱、搞人，执行计划。如今一见人，他饥渴难耐。他在大殿上没说出太子通奸一事，便是因为没权没势。毕竟私下里吓唬一下还好，若真说出来了，掉脑袋的就会是他。姬如雪抿了抿唇，微微摇头。他不为钱，不慕权，连权贵都搞不定他，你没有机会。他承认叶修是诗仙，但不等于谁都会因为诗词而倾慕。叶修微微一笑，满含意味深长。有机会，因为我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什么，往下看你就知道了。起初时，姬如雪以为叶修打算上前跟宁红叶先接触，结果叶修没去摊位，反而在路过集市时花了全身仅剩的32个铜板，买了一把锄头，只因老板吹嘘说那锄头乃整个集市除草最利索的。姬如雪人都愣住了，你别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一把锄头？不是。叶修摇了摇头，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不过你得先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付酒钱。姬如雪，他满脸迷茫的被叶修带回那家街边小酒摊，寻了一个位置坐下。宁红叶依然在那儿。叶修招来掌柜，点了几壶酒，一碟花生放着，随后让姬如雪付账。姬如雪付了1两碎银后，又一次想问，不料那家伙朝他眨了眨眼。多谢未婚妻款待，回头我请你。然后将锄头丢一旁，开始喝小酒，吃花生米，有点饿了。姬如雪却妈了，叶修不会是为了骗自己一顿酒钱才故弄玄虚的吧？可一个能出口成章的皇子，不会那么没修养才对他好奇了，便让阿罗去马车上等候。他想等等看叶修到底要做什么，可这一等便让他们等了整整5个时辰。阿罗来劝姬如雪回去好几次，别跟叶修发疯，但一生要强的首府之女拒绝了。他跟叶修卯上了期间，宁红叶从未离开过小摊，叶修也没去出宫过，但换来的仅仅是宁红叶的耳朵一动就动一下。还是因为阿罗第一次来劝姬如雪时引起的那么一点点波澜，直到子时摊位的掌柜实在熬不住先收摊跑路时，街头一名大汉骑马奔来。原本正喝着小酒的宁红叶放下酒杯，一条长鞭横甩出去，那马前蹄被鞭子缠住，朝前一跪。精明间，大汉从马上飞滚而出，随之单膝跪地，拔出大刀，震怒无比。谁？丁乾。宁红叶甩着长鞭，迈开长腿，朝丁乾一步步走去。还记得12年前的那一夜，你图我宁府满门。丁乾从地上站起，双眼盯着宁红叶那凹凸有致的娇躯。宁家，原来你就是宁家遗漏的那个人头，害得老子当年被扣了不少钱，不成想居然长成了蜜桃臀。你娘肚都被老子砍成2截时，腰身可没你这般浪。如今
你自己送上门来，是想让大爷这大刀再伺候你宁家女儿一回。这次保管捅得比12年前更尽兴。不等说完，宁红叶已甩着长鞭袭来，快、准、狠，每一鞭都很干脆利落，没有多余的动作，但鞭影如龙，令人眼花缭乱。只是丁乾也不愧是一个狠辣的老江湖，次次都可招架住宁红叶的强攻，还有闲暇之余展开反击。你来往我间，两人脚下的青石路面已裂开一片蛛网，听着丁乾的污言秽语，在教养中熏陶的姬如雪一阵恼羞成怒。阿罗，他刚想喊来是女婿巡场卫的人，结果被叶修一把捂住了粉唇，别声张，不然我的计划就泡汤了。姬如雪小脸一红，倏然警醒地瞪着叶修，你早就料到有仇杀，不然呢？叶修松开他，低声耳语，我总不会为了一顿酒打自己未婚妻的秋风吧。当姬如雪说出宁红叶被灭满门，萧氏又出现，他就猜出对方要报仇的意图，所以就在这儿蹲守，只是真的给对上了。姬如雪恍然大悟，原来叶修说的宁红叶所要之物是报仇。他美眸圆睁，那你准备了一把锄头，总不会是给他埋尸用的吧？首富千金的脑洞真大。叶修嘴角一扯，什么洞？漏洞，等丁乾的漏洞。姬如雪，他明白了，叶修要搞偷袭，但他更加的一头雾水。既然要帮忙，为何买一把锄头？没钱。叶修目光不移地盯在那两人身上，而且买兵器必然惹来锦衣卫的注意，一旦被盯上，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姬如雪，前朝血脉买兵器，确实等于找死。只是未曾想到叶修的心思这般的细，他真的是传言中的贤王。他甚至有一种错觉，这家伙难怪会被罢黜，会被自己的兄弟算计，因为太危险了。叶修不再言语，武术本就是杀人技，每一招都得用尽全力。他经营在武道中整整10年，哪怕没有前世的反应、力量、速度，但也能一眼洞悉每一处的可能性。他很清楚，一个身经百战的高手，在疲惫时、爆发时都会有破绽出现，所以他默默地握紧锄头，等待时机。场中的二人身上都挂了不少彩，但鞭影如电缠住刀锋刹那，丁乾猛然撕开衣袍，3枚铁环急射而来，震得宁红叶的虎口崩裂。猝不及防间，大刀趁势劈落，刀锋卷起满地青砖碎屑。小娘屁等你死了，老子会趁热。碎石宛如暴雨般袭来，宁红叶踉跄后撤，左肩绽开血花，鞭子脱手翻飞，刀光再起，刀锋用尽全力的直刺向宁红叶的心脏。机会来了。陡然间，叶修在姬如雪一脸震惊、错愕、不敢置信的表情下，挥舞着锄头冲了上去，然后以一个刁钻到令人发指的角度，在长刀即将触及宁红叶的胸口刹那，一锄头掏向了丁乾的屁股沟。嗷！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地。丁乾的大刀落地，屁股血溅3尺，继而双腿一跪，脸颊掀着地的撞在大地上，眼里泪水狂飙。姬如雪不是他想了好几百种画面，唯独没想到叶修的锄头是这样用出来的。绝境中的宁红叶猛然惊醒，顺势从蛮腰间拔出利刃，瞬息切过失去战斗力的丁乾喉咙，将其一击毙命，结束罪恶的一生。紧接着，他的脸蛋朝向，精确地捕捉到叶修的位置，冰冷的声音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公子等了这么久，就为了帮我？是。你是如何知道我要报仇？叶修微微一笑，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需要我帮你，而我也需要你帮我。宁红叶沉默片刻，猛然单膝跪下，宁家血脉一命抵一命，但我乃是瞎子，若公子不嫌弃，此生将是公子的人，任由差遣。姬如雪目瞪口呆，真成了。但不等反应，街头巷尾传来一阵动静，鸡鸣狗吠不断。阿罗疾步跑来，焦急大喊：小姐，锦衣卫来了！姬如雪惊醒，下意识望向叶修的方向，却见那家伙已经带着宁红叶狂奔而去，留下2道背影以及一句话：麻烦未婚妻帮忙善后。姬如雪绷不住了，她好像被人给卖了，还帮某人输了钱。九皇子府大厅前后摆满酒席，用来为丁乾接风洗尘。太子、武阳公主都已亲临，甚至还来了一群同龄的太子党派共同吃席，好让丁乾见识一下太子的强大底蕴。但酒席一直未开，备好的佳肴都已凉透，因为丁乾已经迟到了半个时辰。四周鸦雀无声，他们都清楚太子最厌恶不守时的人，可丁乾已经迟到了那么久，老久。叶昭冰冷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子时都过了，这就是你给本宫的惊喜。他最恨别人给他摆架子，他可能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丁点事。叶青擦了一下冷汗，耽搁了。这话说的他都没底气。正当蒙着面纱
挡住淤青的叶兰要打圆场谟地。殿下，出事了！殿下！一个家仆连滚带爬地跑进来。叶青怒斥了一声，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有事慢慢说。操！太子因丁前未按时到场而不爽，若又见他的家仆如此没定力，恐怕会将他弃用也说不定。家仆一脸崩溃，可殿下慢不了啊！丁前被人杀死在了西市，全场家仆双腿都软了。而且他是意图对姬小姐不轨，才被姬小姐的贴身侍女阿罗用锄头锄爆了屁股，再抹猴给杀了。全场家仆想到了什么，擦了一把冷汗，才道：因为是武林通缉要犯，所以他的尸体已被锦衣卫拖走，说是准备严查来历。全场哈！一直以来，太子党派中的能人异士稀少，九殿下花了黄金万两招贤纳士，已是下了血本。哪怕是一个通缉要犯，只要入了太子党，黑的都能洗成白的。可万万没想到，这还没见到人，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最离谱的是，还被首府千金的贴身丫鬟用一把锄头给处死了。那阿罗竟是隐藏的高手？不可能！叶青猛然惊醒，一脸抽搐的上前揪住家仆的衣领，低吼不停。那阿罗平日里连杀鸡都不敢，怎能杀人？还是丁前那种曾被几十个锦衣卫围杀都可以逃跑的高手？够了！叶昭满脸低沉，仿佛都能滴出水来，都给本宫滚！他怒啊！先是设了计，却没能除掉叶修，反而被一个诗仙和姬如雪联合羞辱了一顿。如今特意出了一趟宫，以为有一个能人异士要被自己收入麾下，好缓解憋屈感，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具尸体。众人一听，急忙撤席离去，唯独叶青想开口狡辩：“你也滚！”叶青，不是，这是他的府邸啊！但太子气头上，他哪敢顶嘴，只能朝叶兰递去讨好的眼神，让他帮自己多说好话。等人一离开，叶兰来到叶昭身旁，为其倒了一杯酒。昭帝莫气，能不气？叶昭握紧拳头，眼神寒煞。叶修若不死，本宫心难安。能安心？老八多活一天，他们姐弟的秘密就多一丝危机啊！叶兰直呼得手腕一顿。明日让夫家赵国公府派几个家臣去挑事，妾身乔那庶子住在城东的一个小院落。无缘无故的，叶昭的脸色更加铁青。5成兵马司都盯着本宫呢。妾身已有一计，说夫家家中有一下人，他父亲乃前朝遗孤，可用来做局。叶兰压低声音，指腹轻轻抹撒太子的衣角。而且首府当时在朝上对婚事明显不满，只是迫于姬如雪一意孤行，所以绝不会为了救一个废物让自己陷入漩涡。事后您再与其打明牌，他必然会被您彻底拉拢。叶昭恍然大悟，老八经常替前朝遗孤求情，那他们可以借此来让其死无翻身之地。到时候老八会因逆谋而被处死，姬如雪的婚事也就跟着告吹。首府若不表示立场，甚至将女儿嫁给自己，那姬如雪必会因为叶修受牵连，导致身败名裂。一箭三雕。叶昭大喜，顺势擒住叶兰的下颌，拇指碾过嫣红唇脂。你当真是本宫的解语花，此事就交由你去办。酒气扑在耳际，叶兰的眼里充满炽热。谁敢挡你的路，谁就必须死。首府府祖祠，逆女。首府姬无涯怒目圆瞪，望着蒲团前的倩影，气得胸痛。你想气死你爹？今早先将你爹推坑里，不仅要嫁给一个庶人，还搞出什么诗仙？你爹认识个屁的诗仙？你老子被坤弟喊去问话1个多时辰，你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吗？姬如雪面朝瓷牌，情绪很稳定。您湿了，湿了，老子都快吓尿了。姬无涯指着他的手都在不停地抖。如今你又夜不归宿，更被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莽夫给盯上，你可知道他是谁的人吗？是九皇子。可你却说阿罗是你的贴身侍卫，丁前是他杀的。你明儿是打算睁眼说瞎话？你爹准备谋权篡位？姬如雪不语。丁前是九皇子的人，的确让人意外，但说阿罗乃高手一事，他也是迫不得已。谁让叶修那家伙将一个难题丢给了自己？当时叶修一跑，锦衣卫就出现了，他才明白自己跟着那混蛋干等一天的作用不仅是付账，还要擦屁股。姬无涯气不过，再问：你真要嫁给那个庶子？姬如雪闻言坚定颔首，除他之外，女儿宁可死也不嫁。你疯了！姬无涯来回走动。那诗仙呢？那一个老子说过惊鸿一笔，可镇文坛100年的诗仙，又他娘的是谁？姬如雪摇了摇头，不能说。姬无涯脚步一顿，差点气炸了。不能说？你宁可得罪死太子，也不愿意说出那一个王八蛋是何人？没错，自己的闺女算是得罪死太子了。先是拒太子的婚，又执意嫁给一个愣头青，如今还与一个狗屁诗仙联手骂太子容不得兄弟，
惹得陛下都不好继续责罚叶修，这不是将自己往火坑里推吗？恐怕都不用等太子上位，他的位置都要坐不住了。姬如雪眼里流露出一抹不屑，得罪他，他不过是一个小人。姬无涯闻言，下意识要扯出腰带勒死这一个大孝女。太子能乱骂的吗？女诫真就学到狗身上去了。然而不等发难，姬如雪已是清冷再道：勾栏一事乃叶兰精心策划。姬无涯，姬如雪的眼中爆发出一丝厌恶。若非八殿下相助，女儿早就受奸人摆布。而叶兰所做的这一切究竟为了谁？姬无涯。姬如雪渐渐恢复了平静。您觉得若没有太子授意，叶兰会那般做吗？太子不是小人，又是什么？八殿下与其相比，何等英雄？姬无涯，他未曾想到此事竟隐藏着另一个真相，而且还差一点让自己的女儿身败名裂。怒不可遏，他的眼里迸发出滔天怒火。好一个太子，好一个武阳公主，竟敢把如此龌龊手段用在我姬无涯女儿的身上。他忠心耿耿一辈子，换来的却是女儿被算计。而且此事一结，太子若登基，姬家必先被抄，绝不能坐以待毙。父亲不是很想知道诗仙是何人？姬如雪抿了抿唇，女儿现在可以告诉您了。谁？叶修？什么？姬无涯呆若木鸡，怎么会是他？他对诗仙的猜测有很多种设想，唯独没有跟八殿下那一个窝囊废联系上。这答案颠覆了他数十年阅人无数的认知。就是他。女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望着父亲那见鬼似的样子，姬如雪嘴角一扬。若非他，女儿今日便不仅仅是受辱，而是身败名裂，甚至可能香消玉殒。他不仅救了女儿，更以诗明志，以诗破局。那份才情，那份临危不乱的胆识，岂是池中之物？姬无涯猛然惊醒，目光如炬。所以丁前一事也是他。好一个八殿下，藏得够深，做得够绝。姬无涯的眼中金光爆射，如同利刃。明日老夫要亲自感谢他。翌日一早，叶修打着哈气推开破旧的房门，却见宁红叶的倩影落入眼帘。她一身玄色劲装，裹着玲珑曲线，红绸遮眼，如瀑黑发伴随长鞭破空而飞扬。每一次扬臂，饱满的胸线随动作绷紧；每一次旋身，水蛇腰肢便扭出惊心动魄的弧度；每一次甩鞭，那挺翘的蜜臀便在薄绸下绷出饱满圆浑的肉浪，配合长腿踏出的轨迹，令人血压攀升。叶修的喉结滚动，微叹一声，可惜是个瞎子，双眼若不失明，或许能更强等等。自己穿越前准备了整整10年之久，医术手段更是必备。自己也许能治，因为哭是不可能哭瞎的，那是民间的夸张说法，其中显然另有原因。恩公，你说什么？宁红叶压边停下，黛眉一蹙。我说。叶修回过神来，朝宁红叶走去。你想重见天日吗？气氛一致，宁红叶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重见天日，那是他可望不可及的想法。曾经师父亲自托人帮他找了许多名医问诊，但都治不好。如今叶修先说了一句瞎子，又用简单的4个字戳中自己的痛处，岂不是？宁红叶神色黯然，抿唇轻语：恩公，您是嫌弃我是瞎子？嫌弃你个锤子！我的意思是能治。谁能治？叶修语出惊人。我。宁红叶。他昨夜便已经知道叶修的身份，一个被贬为庶子的皇子，哪懂医术？可不待开口，叶修踱步上前。但医道讲究望闻问切，你得先让我看一看你的眼睛，我才能给你一个诊断。原来如此。叶修是想一睹他的真容，才会拐弯抹角的用眼睛说事罢了。命都是他的，看一下自己的脸又何妨？宁红叶扬手一扯，红绸滑落。下一秒，一张明艳夺目的俏脸呈现在清晨微光下，柳眉如黛，鼻梁挺秀。当他缓缓睁开双眸的刹那，绝美五官的轮廓刻画出莲花一般孤傲清冷的冰美人模样。虽然眸子无神，却让他多出几分楚楚动人。那气质颜值一点都不输姬如雪，但叶修已经没有心思去在意这些，因为仅瞥一眼，他便摸清宁红叶的问题根源。虎眼凝睛，不是叶修不是为了看容颜找借口，而是玩真的。宁红叶震惊了。师父曾带他去拜访的名医中，有一位非常厉害的神医，就提过虎眼凝睛之症的说法，但最后依然束手无策。万万没想到，这4个字居然会出自叶修的嘴。叶修无视他的震惊，继续解释：这是一种奇症，非寻常眼疾，更不是枯伤所致，其根源在喉间。你小时候可是偶尔会眼胀、畏光，视物稍显模糊。若是那家族出事，便是诱发病根的源头，从而导致你哭瞎了眼。虎眼凝睛其实就是甲状腺问题。
同时，宁红叶的甲状腺从小就有问题，加上身子骨弱，情绪突然一爆发才会伤了眼。患这等眼病概率很小，但冷美人因凄惨身世而中奖了，你应该也找过不少名医，但他们估计只盯着眼睛本身，未曾想过根源在别处，故而无药可医。当然，就算知道了病因，估计也没人能治，除了我。又对了，症状都对上了。宁红叶的芳心宛如被巨锤狠狠击中，呼吸都乱了。症状都对上了，但你真的能治？不信？叶修耸了耸肩，那就将衣服脱了。退衣。宁红叶人妈了，惊愕与羞赧的红霞漫上脸蛋，双手下意识护在胸前。纵然也有托付性命之心，但这般赤裸相对太羞耻了。难道叶修说了那么多，就为了骗取自己的信任？其实目的是身子部？不可能。若真如此，他为何会知道虎眼凝晶，还能对上症状？好死不死的事！叶修催促了。愣着做什么？脱掉才能帮你治。宁红叶娇躯一颤，缓缓闭上了眸子。无论真假，都已经不重要了。自己已起誓过，此生乃叶修的人，若非叶修出手相救，自己不仅无法报仇，还会死。顿时间，宁红叶解开衣带，外衫滑落，止于素色抹胸，光洁的肩颈、锁骨与紧绷的胸膈区域都暴露在微凉的空气中。他侧过头，紧咬着下唇，做好了一切准备。叶修微微一愣，没想到冰美人那般配合，但很快他收敛心神，伸手按在宁红叶的喉骨旁1寸半的人迎穴上。指力爆发，宁红叶闷哼出声，强烈的酸胀麻感如电流直冲头顶，眼前居然金星乱炸等等。他不是缠自己身体，而是真的在治疗。宁红叶心乱了，但叶修无视他的表情，手指下移，按在胸锁乳突肌前缘凹陷的穴位，加大的力量。刺痛与穴位的酥麻感扩散，使得宁红叶浑身无力，绯红的迷离色彩爬满玉颈，竟染向全身上下的冰肌玉骨。可不待缓过来，叶修的手指再一次下移，点在了胸骨上窝正中凹陷处的天突穴。窒息般的压迫感混合着更强烈的酥麻席卷而来，宁红叶被迫仰头，娇柔婉转的呻吟带着不自知的妩媚风情荡开。下一秒，全身脱力，全靠叶修扶持。叶修的手指继续游动，最后按在甲状腺位置的阿是穴上。宁红叶终于失控，带着哭腔的呻吟冲破唇齿，香汗顿时浸湿鬓角，喘息声娇媚入骨，整个人都湿透了。可当叶修淡定地将衣服给他罩上时，宁红叶骤然发现，原本应该漆黑的双眼居然有了光。他扭头望向身旁，更隐约瞧见一道荧光的身影。他刚想去碰，可视线猛然又陷入了无穷的黑暗。叶修淡淡地问道：看见了？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你的影子。宁红叶猛然惊醒，清冽的声音都颤抖了，虽然模糊，但那是颜色，是影子。他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见到光，那对自己而言是奢望啊。然后呢？又消失了。消失就对了。叶修忍俊不禁，方才只是确定一下病症根源而已，果然如我所料，但想治疗得配药跟银针才行。恩公。红叶有眼无珠，竟敢质疑恩公。方才心念龌龊，以为恩公欲借由玷污红叶的身子，红叶罪该万死。宁红叶猛然挣脱叶修的搀扶，双膝跪下，冷若冰霜的小脸上竟已泪痕交错。红叶此生愿为恩公做牛做马，结草衔环以报，只求恩公赐我光明。叶修摆了摆手，掏出兜里仅剩的1文钱。赐你光明简单，问题是我已经没钱了。你有钱没？买银针，买药材，哪一样都要用到钱，可偏偏他那仅剩的钱财都花到勾栏去了。宁红叶俏脸浮现出一抹尴尬，泪痕都干了。此前红叶为报仇已做必死准备，钱财都给了街边乞丐，所以他摸索了一遍衣服，最后摸出了2枚铜钱，够吗？叶修，好，2个人全身就3枚铜钱，别说用来买针买药，估计吃饭都快吃不上了。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叶修无语了几秒，随之抓住那2枚铜钱，3枚就3枚，今儿带你去生大钱。宁红叶错愕，3枚铜钱能生什么大钱？叶修并未解释，而是找来破旧的斗笠，一人一顶戴上，然后拉上刚合衣的宁红叶朝门外踏去。叶修2人沿着坊间取向深入，停在一家悬挂着赌字锦帆的场所外面。这儿乃应天城最大的赌场，同时也是魏国公儿媳李氏家族掌控的合法赌场里头传出豪赌声，让宁红叶斗笠下的俏脸抽搐了一下。3枚铜钱靠赌生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叶修的回答使宁红叶一头雾水。单什么？什么摩托？就是拼3文铜钱，
博白2文银的意思。等会儿输了，咱们连馒头都吃不上。放100个心，说能生钱就能生钱。叶修信誓旦旦，拉他就往里面钻。在一穷二白的古代，自己来钱最快的方式，无非就是赌。所以，穿越前的那几年，叶修利用超能力和赌王学了一手听头变数的本领，以防不时之需。结果这回真要用上了。掀开门帘，周围人声鼎沸。一个穿着短褂、腰缠缎带的中年男子，脸上堆笑的迎来。小的姓刘，是这钱塘的管事，不知二位想玩点什么？一般而言，他接待的都是非富即贵，但眼前这对男女的行头着实扎眼。瞧瞧那男子，明明一身锦衣，却戴着斗笠，让自己变得朴实无华，一眼就是在低调中装逼。而那女的更绝，虽同样戴着斗笠，导致看不清脸蛋，但无形的气质、热火的身材，以及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是装不出来的。妥了，绝对是某家的大少爷带着心仪的大小姐来赌场找刺激，装逼，绝对的大客户啊！一个老伙计用胳膊肘子顶了顶身旁的新伙计，低声道：“好好看，好好学。”果不其然，给本少换一点筹码。叶修老练的开口：“一点。”说话都如此低调。刘管事的眼神骤亮：“您打算换多少？”小的马上给您办妥了。3文。多少？3文。叶修掏出兜里仅有的3枚铜板。刘管事，他没听错，没看错吧？就换3枚。老伙计都绷不住的揉了揉眼，极为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头一回遇见有人拿着3枚铜板来赌场的。3枚铜钱，赌个屁啊！刘管事的脸都黑了。您认真的？包认真的？你耍老子呢？望着刘管事恼羞成怒的样子，叶修很淡定。咋？3枚就不能赌？你们号称应天第一赌场，连这一点钱都输不起？靠！一上来就扣屎盆子，明明是以为你乃低调的富家公子哥，谁知你丫的真穷了个叮当响，如今还倒打一耙，说他们输不起，简直该死啊！刘管事刚想破口大骂，叶修却抢先一步将铜板拍在桌上。若你们不敢赌，那本少就离开了，可回头万一传出点谣言来，就怪不了本少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赌场开设至今，第一回遇到拿着3枚铜板来赌钱，还敢威胁他们的狂徒。他怎么敢的？好得很啊！刘管事气得直哆嗦，一把甩出3片划着1的竹筹。今儿本管事倒想看一看，你这一个数字怎么让本赌场输不起的？多谢。叶修接住竹筹，转身朝赌桌而去。你为何激怒他？宁红叶闻声跟上。没错，他算是明白了，叶修从第一脚踏入这儿开始，就是在故意激怒刘管事。叶修撇撇嘴，一赢等于1000铜，3铜板丢这儿都未必有人捡。如今拿到赌场赌博，人家没踹你出去就不错了，所以要嚣张一些，自信一点，激起那人想看咱们笑话的心理后，才能顺利上桌，不然怎么捞钱？这叫情绪操控，是一种心术。宁红叶恍然大悟，难怪武林传言玩心术的那些人心都脏，如今叶修就蛮脏的，就是不知道能否赌赢。不等多想，叶修已经挤入一张赌桌前，正巧有一个庄家在窑中。他耳朵一动，骰子的每一次落点声都落入耳朵。当头中放下时，庄家开口，开始下注，时息内买定离手。赌客们争先恐后的下注，可叶修却将筹码都压上小。哼！刘管事见状，冷冷吩咐身旁护场的大汉，等下那小子一输，你们就上去忽悠他借贷，我要让他输得倾家荡产，再当他的面玩弄他身旁的那一个女人。话音未落，庄家喊出买定离手，随之打开中132小。叶修的筹码立马翻了1倍，3变6。刘管事傻了，脸都有点疼。巧合？可很快他才意识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因为叶修接下来的一顿骚操作，直接将全场都给干懵了。继续投小，全压221小，换成头大，再次全压456大，压豹子，全压666豹子，滑！全场沸腾了，所有人目瞪口呆。豹子啊，10倍的赔率啊！那小子太厉害了。那人我亲眼看见，从3枚铜钱的筹码，一把没输的赢到整整3两银子，不会是来砸场子的老千吧？老千个锤子，他都没碰中，哪牵得动啊？是个高手啊，跟他压准能赢。不少赌客闻风而来，赌桌更加拥堵，赢3两银子在赌桌上其实不算多，甚至赌大小能全中也可能是气运加深，哪怕一个普通人都能在偶然间出现连胜的情况。但是能在连赢后还精准压中豹子的，那戴斗笠的小子绝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更别说赌资直接翻了整整1000倍靠，难不成是赌圣转世？
无视全场，叶修一脸淡淡的望着庄家，麻烦快一点结算，我等着下一轮呢。卧了个大槽，被他给装到了。新伙计整个人都绷不住了，咱们是不是犯天条了？居然把一只洪水猛兽给放进来！洪水个屁！刘管事一巴掌甩在新伙计的后脑上，怒不可遏，马上去喊人。那小子是来砸场子的，他绝对出千了。新伙计刚一跑出去，刘管事发现自己猜对了因为那人又开始压住了，且接下来的几把都次次压中。最离谱的是，四周跟着压住的赌客越来越多，导致赌场一下子输了好几百两的银子。够了！他勃然大怒地推开人群，一巴掌拍在桌上：臭小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天宝坊当老千！上一回敢那么做的人，坟头草都已经比你还高，你想成为下一个？四周的气氛一致，许多赌客纷纷避让，见好就收。曾经有人的确不怕死的出千，最后被抓了一个现行，导致车裂而死，那事情闹得很大，但平息得更快。因为赌坊的背后不仅有一个李氏家族，还有魏国公作为依仗。魏国公究竟何许人也？10年前，大昆建国初期遭受骚扰，魏国公横空出世，率领千军万马，一举击退匈奴，逼得对方割让大半江山。这种狠人，谁敢招惹？何况传闻太子也一直在拉拢魏国公，那更没人敢惹了。别急，叶修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说本少出千，你可有证据？你，刘管事一听，那个怒啊，他就是没证据才会那么急，但不等开口，叶修继续说道：既然你们没有证据，本少又觉得来钱太慢，不如咱们来玩一把大的，累死累活才赚10几两银子，和目标的100两纹银差距太大，虽然够用，但也只是够用而已。所以冷捞一笔是一笔，得罪赌场，斗笠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而且每年赌场害得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劫富济贫一下怎么了？但四周纷纷错愕，哈，他居然还嫌慢，那都够普通人好几年的花销了。刘管事忍不住了，彻底大怒，刚想发作蓦地，他一阵脚步声从2楼传来，引得全场望去，只见楼梯处一袭黑色罗裙裹紧的妖娆娇躯款款而下，女子28年华，云鬓斜簪，媚眼如丝，酥胸的曲线随步轻颤，圆润如满月。罗裙下的玉腿若隐若现，臀线更是紧俏勾人，简直像是勾栏里养出来的燕葵，骨缝里都渗着勾魂摄魄的毒药。四周赌客只能暗暗吞口水，不敢直视，因为这女人乃是李氏族长的孙女李诗诗。别看名字温婉，貌若娇娥，就以为好勾搭，实际上她天性顽劣，不修琴棋书画，妩媚只是她的伪装色，本质好赌、好酒、好打人。上回有人在赌场赖账，就是被她亲手甩着锤子砸断两臂。恍惚间，李诗诗已经来到赌桌前，妩媚的声音悠悠响起：赌大的，小女子只怕公子得，不够大呢，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叶修打量了李诗诗一眼，在他眼里，眼前的李家大小姐就是一座行走的小金库，以至于一个极为不成熟的想法在脑海中逐渐成熟的浮现。李诗诗并不晓得自己被盯上了，只是莞尔轻笑。连赢未败的人，小女子从未见过，敢挑战天宝坊的人，你更是第一个，不如玩一玩更刺激的。洗耳恭听，赌命！轰！这一刻，全场彻底沸腾了。赌命啊，那是赌界最高的筹码。那小子从进来到现在，一把都没输过呢。李家大小姐着实有一点拖大了。你刚入赌坑的吧？告诉你，李家大小姐乃是赌界的第一老千，明目张胆出千的那种，跟她赌的基本都没赢过。不是废话吗？都出千了，谁能赢她？她甚至有一个称号，女赌圣。当然，那只是市井的戏称。李氏家大业大，外加应天成的赌场被垄断，没人能奈何得了。最主要的是，李诗诗一般不参与普通赌局，若非那小子敢那般踢场子，挑衅天宝坊的底线，恐怕也不会出手。就是不知敢不敢接局呢？正当全场心惊时，叶修却淡定从容地问道：意思是本少若赢了，让你当丫鬟，你就得当丫鬟，可对？四周蓦地死寂无声，所有人顿感被挤一片发寒傻。让李家大小姐当丫鬟，这等话都敢说出口，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庶子敢耳！刘管事猛然惊醒，愤怒朝着四周的看护摆手，将人抓起来。不等说完，李诗诗打断他，美眸随之凝视着叶修：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清楚。那你不怕死？叶修压了压斗笠，比起死，我更喜欢刺激。疯子，绝对的疯子，就差没将我就是来砸场子的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全场绷不住了，但李诗诗竟同意了下来。小女子也喜欢刺激，
今日便与你玩个痛快。赌命即押上全部身家，败者生死荣辱皆由胜者定夺。真赌了，有好戏看了。赌客们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继而变得格外兴奋。但大部分人都不看好叶修，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必定出千的女老千，这不妥妥的送人头，等着死翘翘吗？唯独宁红叶很是无奈，恩公就不怕玩得太大，导致收不住场吗？尤其是他通过耳力已经察觉到了赌坊里外3层都被密密麻麻的看护给包围了。刘管事更是开始亲人，赌桌前很快只剩2人。李师师打开中具，从肚兜的沟壑间掏出3枚骰子，然后光明正大的替换掉原先的骰子，才妩媚轻笑：本小姐坐庄，玩你最擅长的骰子，直接一局定胜负，如何？不是换成冠签的骰子，是只字不提，真就不把他们当外人，直接出签。四周的人纷纷面露古怪地望向叶修，他不会也一声不吭吧？结果叶修真就只是点了点头，随意。全场错愕，继而对这一场出签赌局满是期待。突然，唰！李师师一甩中具，便带动着骰子开始摇动，全场的视线陷入一片波涛汹涌中，同时无人能够看清李师师摇动中具时所产生的轨迹。但叶修很平静。冠签作弊，抱歉，当初的超能力不仅教会了自己如何当老千，还教会了如何对付一个老千，所以老千碰老千，手上见真章。他只是静静看着李师师的波涛汹涌，听着骰子在中具中的落点声，砰！当中具落桌，李师师的蜜臀顺势落在身后的太师椅上。开始你的表演，给你1炷香考虑。一个香炉被拿了上来，上面插着1根香。刘管事得意洋洋一笑：小子，若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否则等会儿开了钟，你跪下求饶都没用。你嘴巴的大蒜味太冲，赶紧闭上，不然一会儿揍你。叶修淡淡的声音让刘管事刚要发怒，可那小子却瞥了一眼李师师，不需要1炷香，马上就能有答案。哈，他真的已经猜出来了吗？还是因为对方出签彻底摆烂了？不等众人多想，叶修继续说道：但公平起见，本少先将答案写下，再同时公布。那女人都出签了，那自己就得留一个心眼，要不然对方动一动手脚就能改变骰子的面数，导致自己失败，那就得不偿失了。好，李师师自信地招了招手，让刘管事的去拿文房4宝。在自己熟练的签术面前，这小子必输无疑。这就是一个老千的自信。文房4宝很快送了过来，叶修背着所有人写下答案。揭晓吧！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齐齐落在中具上。下一秒，刘管事掀开中具，3合1点，一柱擎天。叶修跟着打开字条，3合1点，一柱擎天。全场猜对了，答案居然一模一样，所有人都懵了。说少年没出签吧，可答案却准到吓死你，让人怀疑人生。可问题是，李师师才是真正出签的那一个人，少年甚至都没碰一下古具，这太他娘的匪夷所思了。老千都赢不了他，难不成少年是赌圣转世？人群中，李师师的表情僵住了，妩媚动人的小脸上写满了震惊。他堂堂的一个老千，竟输给了一个踢场子的少年，合理吗？合理吗？马上清场！刘管事当场惊醒，震怒地扯着嗓子大吼：有人砸场，无关人等，马上滚出去！看护的大汉顺势将赌客一一驱赶出去，然后关上赌坊的大门，将这一对戴着斗笠的古怪男女给包围了起来。叶修平静地问道：你们真就输不起？狗屁！你小子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我家小姐赌术通天，你究竟是如何出的签？刘管事一脸阴沉如水。叶修哑然失笑：明明是你家小姐出签又输了赌局，你不应该问问她是不是故意输给本少，就为了当丫鬟？胡说八道！刘管事恼羞成怒的下令动手，给老子打断他的双手，看他还敢不敢出签。看护大汉一拥而上，朝叶修2人掠来。哼！宁红叶冷哼一声，闪电般抬脚猛踹赌桌边缘。轰！赌桌应声翻飞旋转，撞向冲在最前的几人，一个个立即人仰马翻。他继而一把挡在叶修身前，斗笠微抬，低促道：恩公，我开一条路，为你断后。断什么后？叶修微微一笑，抓住一把椅子。天塌不惊都有我，不慌，不慌你妹！都给老子上，往死里打啊！刘管士气的跳脚，不料叶修在所有人一脸错愕、震惊、傻眼的表情下，将椅子砸了下来。砰！刘管事被砸得一屁股坐下，眼冒金光的分不清东南西北，鼻血更是如注般狂飙。叶修拍去手上的灰尘：我刚刚已经说了，你嘴巴特臭，再乱叫就揍你！刘管事懵了，他掌管赌场钱塘已经有好几年了，什么人都遇到过，
唯独没遇到过像叶修这等泼皮，说打就打，还他娘的敢用椅子砸他脸。他一擦鼻血，怒视着叶修：“你简直该死啊！”够了！话音未落，李诗诗已并拢着圆润的美腿，突兀间从太师椅上站起，都给本小姐住手！全场一致。刘管事捂鼻望了过来：“小姐请放心，这小子绝对走不出赌坊，你们都出去！”不等说完，李诗诗冷冷指着外面：“我李诗诗愿赌服输。”刘管事脸色一白：“不是小姐，您乃李家千金，不能当丫鬟啊！”操！万一让太老爷和魏国公知道了，他们身上的人皮都不够扒的。我说了，愿赌服输。李诗诗的脸上没了妩媚，只剩冰冷，马上滚出去。刘管事心知大小姐动真怒了，只好铁青着脸喊上四周的看护，离开了赌坊。10秒不到，人去楼空，只剩3人。李诗诗深吸一口气，望着叶修：“愿赌服输，但本小姐身为李家的大小姐，魏国公的外孙女，绝不可能当你一个无名之辈的丫鬟。他们若是知晓，你和你的家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咱们私了，对你，对本小姐都好。虽然她好赌、好酒、好打人，但是不等于她会耍赖，是一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叶修故作沉吟，才点头：“也行吧，请开价，500两雪花银。”李诗诗望着李诗诗错愕的目光，叶修一副诧异的模样：“太多了，那减半，来一个250两。”李诗诗见李诗诗的俏脸开始涨红，叶修故作无奈：“还是太多了，可不能再少了啊！李诗诗不是自己，乃是李家千金，魏国公外孙女啊！什么档次，什么身份？那个王八蛋居然敢开那种价格！”怒不可遏的他抬手猛拍桌面：“你侮辱谁呢？本小姐在你眼里就值500两，500两白银，可以在应天城买下一座小毒院了，甚至让普通百姓吃喝一辈子。但是对李家大小姐来说，那不过是随随便便一间赌坊几个时辰的收益而已。何况一个歌姬赎身都不止500两白银，太侮辱人了。原来少了。”叶修憋住笑，脸色一正的说道：“那不如小姐自己开个价。”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从李诗诗出现，他就开始打主意。当然，打主意并非真让李诗诗当丫鬟，而是借用不可能完成的赌约以及大家族的自尊心，让对方自己开价。而在心理学中，这叫锚定效应。李诗诗的脸黑了，她发现自己中计了，对方压根没想收她当丫鬟，就是在等她自己开价。最让人不爽的是，说低了会觉得被侮辱，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说高了又像是自己被耍弄了，很是憋屈。李诗诗天人交战后，银牙一咬，10万银票。叶修纵然已经有了很足的心理准备，但依然吓了一跳。靠，一大笔巨款，让不成熟的想法一下子成熟了，他都快压不住唇角了。成交！一旁的宁红叶已经错愕了，一开始他以为叶修快兜不住局势了，以至于他都做好杀出去，甚至牺牲自己的准备了。可如今一看，自己太小看恩公的本事了，哪怕他行走江湖数载，都没见过那么多的银子。结果叶修直接靠着一场赌给拿下了震惊，太震惊了。可不等反应过来，李诗诗已经铁青着脸，命人拿来10张万两银票，东西可以拿到任意的钱庄兑换现银。多谢。叶修将银票塞入怀中，然后拉着宁红叶往外而去。咱们有缘再见，到时候没准还会再赌。再赌，真将自己当冤大头了。等等！李诗诗气急，却忍不住朝叶修的背影喊道：“叫本小姐赌术，钱不是问题。”她很不甘心，自己究竟输给什么样的赌术，竟连当老千都望尘莫及。想学？叶修脚步一顿，斗笠下的唇角上扬，那就要真当本少的丫鬟才能学到了。你放肆！李诗诗恼了，甩着长腿袭来。宁红叶娇躯一紧，刚要动手，结果叶修一只手按住她，另一只手抓住李诗诗袭来的长腿，然后手指用力一按腿弯的麻穴。李诗诗只觉长腿一麻，力道顿失。叶修微微一笑：“李小姐这腿丰润且长，乃是极品，用来踢人应该会很爽。”李诗诗全身酥麻，半边身子酸软，却挣脱不得。如今又听那一个王八蛋还敢品评自己引以为傲的双腿，她气得浑身发抖，脸颊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登徒子，放开我，本小姐要剁了你的手。叶修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可惜力道有余，技巧不足，空有架子，火候还差得远。”你！李诗诗气得眼前发黑，几乎吐血。这王八蛋不仅轻薄她，竟还敢如此轻蔑地评价她的功夫。可不等李诗诗再次爆发，叶修已随意将长腿向外一甩，紧接着在李诗诗娇躯旋转，华丽裙摆旋开又落下间，
踏出赌坊外正围着一大群赌客，他们想目睹那个少年的下场。可当叶修带着宁红叶从赌坊出来时，全场瞪大眼睛，宛如见鬼一般。他们见到了什么？要让李家小姐当丫鬟的少年，居然完好无损地拉着一个女瞎子出来了。难不成他真是赌圣转世，让李师师都认命了？然而叶修两人无视全场，径直拐入一条小巷。下一秒，全场彻底沸腾了。赌圣，他绝对是一方赌圣。别挡路，老子要追上去拜师。对，马上去拜师。一旦被赌圣看上，以后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啊！赌客一个个惊醒，狂热地追上。赌坊的看护见状，也急忙追入巷中。可在一阵七拐八拐后，他们一群人竟将两个人给追丢了。这儿的巷子他们很熟，咋会跟丢？赌圣还会仙术，直接凭空消失了。这一刻，赌圣的名号炸了好几条街。消息很快传入李师师的耳中，气得他酥胸剧烈起伏。废物，他带着一个瞎子都能在你们一群人的跟踪下溜走，你们干什么吃的？看护们缩了一下脖子，不敢吱声。李师师更气了，赌局输得太彻底，让他好奇心爆炸，自己到底是如何输的？岂料没弄清情况，自己不仅被调戏了，人还跟丢了，甚至对方的长相都没看清楚。唯一知道的是有一个女瞎子，最离谱的是那家伙还被一个个赌徒奉为赌圣。有人甚至已经画出戴斗笠的画像，准备天天拜一拜，好让自己有一个好手气了。刘管事见状，急忙卑躬屈膝：“小姐，那小子不是要让您当丫鬟吗？为何会离开？难道您……”啪！回应他的是一个巴掌。李师师怒不可遏地斥道：“本小姐没告诉你，就闭嘴！”刘管事刚擦没多久的鼻血又喷了出来，他满脸惶恐。小的多嘴，小的马上命人挖地3尺，也要将其碎尸万段。啪！回应他的又是一个巴掌。刘管事肿成猪头，人麻了。小姐，小的又说错了吗？错了。李师师咬牙切齿，人要活的，本小姐要他教赌术，若非如此，我疯了会给他10万两银票息事宁人。刘管事合着自己被抽是活该。李师师的美眸随之一眯，找，必须将人找出来。另外命人埋伏在帝都的所有钱庄外面，人一出现就给本小姐抓过来。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外祖父给我的禁卫。刘管事汗流浃背。是，魏国公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对这一个外孙女极为溺爱，以至于派了一支贴身禁卫过来，任由李师师差遣。一旦动用，应天城将不太平了。回去的路上，宁红叶彻底怀疑人生了，他第一次体会到何谓步步惊心。两人拐入小巷时，叶修带着他将追上来的人都给甩了，那藏形匿影的能力比他这一个真正在江湖上飘啊飘的人还要厉害无数倍。最令他绷不住的是，叶修一边甩着那一群人，还一边有条不紊地为他解说，说这一番骚操作叫反侦查手段。为了让他听明白，期间的每一个步骤都给出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让他内心一片地震。不是无论医术还是赌术，亦或者那藏形匿影的手段，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大坤八皇子能展现出来的。咱们到了。叶修的声音传来，惊醒了浑浑噩噩的宁红叶。等避2天风头，咱们就想办法将银票给兑了，再为你治眼睛。银票兑成银两，需要去钱庄。但凡李师师不傻，肯定会让人去蹲守。这一会儿过去是不理智的。宁红叶微微颔首，问道：“那吃饭问题呢？”叶修，靠！他算天算地，装了一个大逼，却漏算了最基本的饭碗问题。眼睛治疗能等，可肚子温饱等不了啊！他无语了几秒。算了，不行就去找未婚妻兑了银票吧。正当叶修在心中盘算时，蓦地，吱呀，破旧的木门被人拉开。殿下，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中年人涕泪横飞地冲了出来，紧接着扑倒在叶修脚边，激动得语无伦次：“真的是您，真的是您，苍天有眼，终于等到您了。”叶修懵了：“你谁啊？”“我徐三啊。”“徐三谁啊？”徐三愣了一下，随即用力抹了一把眼泪：“殿下不认识小的正常，家父乃前朝鸿胪寺寺丞徐茂，小的冒险潜入帝都，只为寻您。不久前因惊闻噩耗，前朝永宁公主殿下已死证清白，您更是被罢黜成了庶子。家父与诸多前朝忠臣在聚会商议后，觉得您身负2朝血脉，更为他们求过情，正是复国明主，请殿下随小的离开这儿去见他们，准备返昆赴前。”宁红叶的俏脸骤然大变。返昆赴前，那意味着什么？谋逆，那是诛九族的大罪。然而叶修的心头已经警铃大作，忠义来得太巧太猛太不合时宜，他嗅到了陷阱的味道。电光火石间，叶修一巴掌甩了过去，啪！
耳光很清脆，抽得徐三歪倒在地。宁红叶懵了，徐三更是傻了，他捂着脸茫然望着叶修。殿下，您为何要打小的？叶修还是大坤八皇子的时候，经常为前朝遗孤说情。按理来说，出现一个前朝遗孤，哪怕大势已去的被赶出宫，至少也会来上一句从长计议不是，咋就直接一个大逼兜子？为何打你？叶修咧嘴轻笑，大手猛然按住徐三的身体，继而一拳又砸了下去。去你妈的，老子像傻逼吗？再一拳落在面门，说是哪一个畜生让你过来陷害老子的？换成脚揣向对方的腰子，今儿不说出来，老子废掉你的命根子，让你变成前朝太监。一顿暴揍下，徐三压根招架不住，当场鼻青脸肿，嗷出杀猪叫。一旁的宁红叶都听懵了，说好的为前朝遗孤说情的贤王呢？怎么就一言不合打起来了？等等，宁红叶猛然回忆到了叶修方才的话，有人打算利用前朝遗孤一事陷害他。没错了，再中意的人也不会因为脑子一热就跑出来在大街乱喊有问题。果不其然，住手！一声厉喝炸响，巷口处一对手持铁齿锁链的捕快猛然冲了出来，当场将叶修三人围住。下一秒，徐三趁机挣脱，连滚带爬扑向捕快，指着叶修嚎啕大哭：大人，您要为小的做主啊！小人徐三，家父是前朝的一个芝麻小官，大人早就已经死了，小人如今是一个合法的普通百姓。可这疯子非逼着小人和他谋反，说什么要反坤付钱，小人不答应，他就往死里打。他鼻血糊了满脸，再配上一阵嗷嗷叫，太像真的了。这不，捕快头子眼神骤冷：叶公子，需要让我们请您吗？栽赃陷害，赤裸裸的要置于死地。宁红叶惊怒交加，刚欲动作红叶，叶修一脸平静，打断他的行动：清者自清，我叶修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在家等我，哪里都不准去。话语一顿，叶修的目光扫向捕快头子，冷冷一笑：衙属煌煌天威，自然公正严明，是吧？捕快头子的眼神闪躲了一下，旋即色厉内荏的喝道：少废话，速随我等回衙署受审，若无罪愆，自会放你。记住你们的话。叶修不再多言，转身大步而去。他步履沉稳，背影如孤峰峙立，竟将一众捕快凛凛官威生生压下了半头。捕快心中不爽，但也只能先将人带走再说。很快，当听到队伍的脚步彻底消失时，宁红叶的脸色阴沉如水。在构陷面前，他太清楚权力碾压下所谓的清白是何等脆弱，否则他的家族不会在失势之后被灭门，却无处申冤了。但恩公是在赌渺茫的机会，还是真的有什么后手？他的心从未如此焦灼，绝不能坐以待毙。宁红叶想了一会儿，心乱如麻，几乎要不顾叶修叮嘱，强行行动蓦地。哒哒哒，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打断了他的冲动。紧接着，一辆被8匹纯白骏马拉动着的马车停在了青石路上，车帘随之被人掀起，一名素衣女子走了下来。她满头青丝，只用一只白玉簪松松挽着，素衣却难掩惊心动魄的曲线，胸前的饱满颤巍巍地勾勒出致命弧度，而那张俏脸更是夺尽天地造化，无需任何雕饰，已是令万物失色的绝世容颜。来人正是姬如雪。她一下马车，另一个身着便服的身影也从马车内钻了出来。宁姑娘。望着孤身独立的宁红叶，姬如雪的美眸中掠过一丝诧异，发生了何事？叶公子人呢？宁红叶闻声一下子认出姬如雪的声音，也感知到旁边还有一道颇具压迫感的存在，以至于心中一喜。恩公身陷囹圄，而姬如雪不是他那位位极人臣的父亲，当朝首辅姬无涯，或许便是唯一能救恩公的人。想至此，他急切地开口：姬小姐，恩公不久前刚被衙署的捕快带走了。什么？姬如雪的俏脸顿时一变，所犯何罪？快说！宁红叶不敢耽搁，当即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原委道出，末了屈膝一礼：恩公清白，天地可见，定是奸人构陷。姬小姐，求您救救恩公！姬如雪听完，胸中怒意翻涌，刚想开口，结果他身侧那如山岳般的存在已然发出冰寒刺骨的冷哼：呵，好一个人赃并获，好一出指鹿为马。被叫，老夫倒要看看应天府尹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连老夫的女婿都敢抓。首辅姬无涯怒了：衙署地下刑房，四周漆黑，冷水滴答，铁链捆满了墙。叶修冷静地坐在石床上。没错，他压根没后手，因为诬陷来得太过突然了，只希望姬如雪这一个未婚妻给力一些，会去破屋找自己，再通过宁红叶的相告请首辅出手。毕竟
自己好歹是首府的未来乘龙快婿不是？突然，吱嘎，沉重的铁门被人粗暴推开，几只明亮的火把瞬间涌入。一个中年人身着深飞官袍，在几个膀大腰圆的衙役簇拥下踏入了刑房。他正是应天府尹赵德明。望着叶修，他一脸讥讽，倒是好胆色，身陷囹圄还能如此镇定。清者自清。叶修语气平淡，目光迎向府尹。倒是大人亲临这污秽之地，怕不是受人之托要来屈打成招。他想了很久，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太子。他知道太子的丑事就像悬在太子脑袋上的一把利剑，估计让其每晚睡觉都不踏实。赵德明的脸色一黑，能不黑？被戳破心事了。他今日过来的确是来逼迫叶修认罪的。稍微压住心中不快，赵德明冷哼了一声：“清者自清。叶公子，本官劝你莫要嘴硬不识抬举。你犯下的乃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大罪，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岂容你狡辩？”叶修挑了挑眉：“那么快，人证物证都有了？自然。那行吧，我配合你们便是。烦请赵大人将罪状呈上来一观。”赵德明，全场衙役，不是方才还喊着清者自清，咋转眼就愿意配合上了？靠！他们来时想好的说辞以及准备动用的刑具都已经安排好了顺序，结果用不上了。不过也好省得麻烦自己，算你识相。赵德明笑了，随之朝一旁的衙役使了一个眼色。下一秒，衙役会意离去。等回来时，将一张罪状放在叶修跟前的桌上，旁边还放着文房四宝与一盒印泥。叶修紧瞥一眼，眼皮立马跳3跳。那状纸上的内容字字歹毒，竟将他与前朝遗孤谋逆之事捆绑得严丝合缝。但凡认了，他不仅十死无生，就连那些遗孤都会跟着一块被清算。可谓一石二鸟。叶修抬头望着赵德明：“赵大人，签署之前，我有一个小小请求，可否成全？念在你这般配合的份上，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情，本官都能满足你。”赵德明用施舍的口吻同意了，说出你的请求。叶修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要1条布，越厚越好。”赵德明一行人又懵了，哈，就要1条布，还要厚的，是要用来上吊不成？不过转念一想，叶修就算自杀又如何？只要签下罪状，死了更好，直接死无对证啊！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让人拿来1条质地厚实的棉布，丢在桌上。可以签了吧？可以。叶修拉扯几下棉布，结实程度让他很满意，然后才执笔一顿走笔疾书。完事后，他将笔丢一旁，便拿着棉布在手腕上缠绕了起来。赵德明几人满脸错愕地凑上前一观，小脑陡然萎缩了。罪状上没有任何的签署名字和按压指纹的痕迹，只有一个十分写实的中指涂鸦。没错，中指朝天。赵德明的脸色一片铁青，望向从位置上站起的叶修：“你耍本官？一个已经丢掉皇子身份的废物，居然敢对自己竖中指，甚至将他们戏弄得团团转，大胆！太他娘的胆大包天了！”不！叶修一脚踹翻了桌子，几步来到赵德明的跟前，一手按住他的肩膀：“我还要打你！”赵德明，叶修疯了，可不待反应过来，叶修已经用包裹棉布的拳头一个上击拳，精准打在他的右肋下。赵德明的脸色一白，肝区骤然传来一阵剧痛，痛到叫不出来，痛到呼吸困难，痛到弯不下腰。可叶修没停，反而开始惨无人道的持续殴打。每一次拳头落下，不仅避开致命位置，更避免留下证据的可能性。没错，他将现代法医的知识都用在了赵德明的身上。很快，短短几息，赵德明已经宛如一条死狗般趴在地上，双眼翻白，身体抽搐，却愣是叫不出一个字。四周的衙役猛然惊醒了过来，勃然大怒：“狂徒，居然敢殴打朝廷命官，找死！拿下！”他们一拥而上，朝叶修扑了过来。可叶修一个咏春起手，如法炮制的对这群衙役展开了暴风般的殴打，一拳一个，迅疾猛浪，一个个衙役都在一击之下丧失战斗力。打人，叶修是专业的。当衙役尽数面带痛苦面具，蜷缩成虾米后，叶修一屁股坐回石床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奶奶的，身体太虚了，方才只算热身运动而已，这就出了不少汗。看来出去之后得锻炼身体了。不过，眼下的局势应该够拖延时间了吧？不行就再打一遍。想至此，他饮了一口茶，爽，衙署大堂，老夫要见赵德明。一声沉喝，如同惊雷炸响。紧接着，一人影在好几个禁卫的开道下径直踏入，却无人敢挡，因为来人正是当朝首辅姬无涯。而在他的身旁，
还有一个天下第一美人姬如雪。堂内顿时大乱，一个身着青袍的官员几乎是连滚带爬的从后堂跑出来，深深作揖：“下官府丞王禄叩见首府大人，不知首府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赵府尹他此刻正在处理紧急公务，实在不便。”“不便。”姬无涯冷哼一声打断：“是忙着审问老夫未来的好女婿吧？正好，老夫今日有空，想目睹一下你们衙署是如何提审嫌疑犯的。”王禄一直以来，他们都觉得首府大人对姬如雪的婚事极为不爽。毕竟，一个位极人臣的大臣要跟一个被罢黜的皇子绑定在一起，是很影响未来的。所以，他们笃定首府不会插手。可首府刚刚的只言片语间，似乎是对这一个废物皇子很满意，连好字都用上了。扑通，他脸色发白，双腿一软地跪了下来。首府大人息怒，都是赵大人一意孤行，与下官无关啊。他们人呢？姬无涯脸色阴沉，王禄一脸为难。赵大人方才带人去提审叶公子了，就在后衙的地牢里，若按律法，旁人不得擅闯。地牢？姬如雪顿时失声惊呼，俏脸煞白如纸。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而是衙署用来屈打成招的宝地。万万没想到对方居然那么心急，直接将人送入地牢去了。他慌了，急忙望向父亲，却见姬无涯眼中寒光爆射。律法，老夫的话便是律法。你王禄是想尝尝构陷当朝首辅亲眷的滋味？不敢，下官万万不敢啊！王禄差一点吓尿，不敢继续作死，请首辅大人息怒，下官马上带路。这就带路。说着，他快速召集人手，带着姬无涯一行人来到的牢刑房外。岂料，刑房里骤然传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姬如雪脸色大变，姬无涯神色一沉，他们来迟了。王禄悬着的心有一点死了，都他娘的别愣着了，快开门啊！衙役急忙上前，一把推开了牢门。刑房大门被推开，众人刚一闯入，当场就傻眼了。他们见到了什么？叶修一点事都没有，正坐在石床上泡着茶，反倒是府医和衙役都倒在了地上，蜷缩成了一只只虾米。哈，这场面倒反天罡呢，究竟是谁在提审谁啊？望着闯进来却陷入呆若木鸡的人群，叶修放下杯子，暗暗松了口气。他原以为是又来一批人，正准备给对方上强度呢，结果是未婚妻拉着老丈人来了。感情好啊！他朝姬如雪眨了眨眼，随之对着姬无涯行了一礼。岳父大人，这群人一进来就想对小婿屈打成招，但小婿不从，他们就一个个不知道怎么的倒下了，不会是想讹小婿吧？你……赵德明绷不住了，他强忍着窒息的痛，泪流满面的痛诉：“庶子，放屁！明明是你殴打本官，殴打我们啊！赵大人，你这话有一点过分了哈！”叶修一点都不慌，随手捡起地上的罪状递给姬如雪：“我有证据，各位来瞧一瞧，这便是赵大人逼我签署的罪状。但我傲骨不折，宁死不屈地画了一幅画来控诉他们的恶行，结果他们一个个恼羞成怒，开始玩诡计，想讹我。”姬如雪的美眸瞥了一眼罪状，结果发现了那朝天纸，当场没绷住，扑哧一声的笑了出来。好好好，中指朝天，的确傲骨不折啊！他本来还担心叶修会被屈打成招，没想到人家在这儿玩的挺花，姬无涯也见着了那幅画，眼角微微抽搐了几下。饶是他心性过人，也被这离经叛道的嘲讽噎得不轻。难怪女儿会对这小子如此上心，难怪这小子能从被罢黜的绝境中搅动起帝都的风雨。这哪里是什么废物皇子，这分明是一头懂得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撕咬猎物的狡狐。赵德明却被气得浑身发抖。你胡扯，明明是你，还狡辩呢！叶修故作无奈的打断，朝姬无涯又一次作揖：“岳父大人，赵大人依然想讹我，那小婿建议请仵作验伤，但凡有一点是被人殴打的痕迹，小婿甘愿受罚；反之亦然。请岳父大人还小婿一个公道，让诬陷我逆谋的徐三出面对质。疑似打人的人喊着让仵作验伤，好家伙，诚意满满了不是？若是验了，其中一方总没话说了吧？”姬无涯顿时大手一挥，传仵作。是。王禄哪敢怠慢，亲自去找人。很快，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仵作被拉了进来，在姬无涯的示意下，他上前检查起赵德明的肋下、腹部、腰背那架势，那模样简直精细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可赵德明被那么一折腾，疼得浑身冷汗直冒，但他的眼中却充满了希冀，但凡找到一丝淤青，一点破皮，他就能咬死叶修那个王八蛋。然而当老仵作检查完赵德明，又一次检查了那几个蜷缩在地的衙役后，一脸迷糊的对姬无涯深深一揖：“回禀首辅大人，小人仔细查验了赵府尹
及诸位差役全身，未见明显外伤，更未见破皮、淤血、青紫肿胀，甚至府尹大人所诉剧痛之处，体表却无受外力击打之表象。建议请太医，请太医来治一治脑子，恐怕是集体癔症。什么？赵德明宛如雷劈，瞪着双眼，显得难以置信。不可能，那庶子明明打了本官无数拳，每一拳都痛彻心扉啊！你这庸医定是看错了。再验，给本官仔细验啊！他怒吼着，意图扑上去抓仵作，却被剧痛扯得一阵痉挛，以至于吓得老仵作闪到角落里瑟瑟发抖，以为府医大人的癔症真犯了王禄等在场的官员，也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验不出伤。这简直匪夷所思。赵府医那痛苦的模样绝非伪装，可仵作的话又板上钉钉，莫非赵府医他们真的集体得了癔症？姬如雪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他看着叶修，美眸中异彩连连。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把人打得痛不欲生，却连个红印子都不留，这比直接打伤更显手段诡谲。他心中对叶修的认知再次被刷新了。这时叶修一脸无辜地走出来，赵大人，你是想继续嘴硬，诬陷我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吗？可这讹诈实在成立不了啊！你，赵德明指着叶修，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气晕过去。屈辱、剧痛，还有那无法辩驳的狗屁无伤结果，让他感觉像吞了100只苍蝇，憋闷得快要爆炸。他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够了！姬无涯一声断喝，威压笼罩全场。赵德明，仵作查验已毕，那便是无可辩驳的铁证。你口口声声说叶修殴打于你，如今铁证如山，你这剧痛从何而来？难道是凭空臆想，装腔作势不成？首府大人，下官冤枉啊！赵德明涕泪横流，憋屈炸了。还不死心？姬无涯神色更冷了，将徐三带来，马上安排。王禄又一次亲自去办，徐三没一会儿就被拖了进来。但徐三哪见过这般阵仗，他一进来就先见府尹老爷和衙役们全在地上抽搐，又见当朝首辅姬无涯因沉着脸坐在太师椅上，魂儿瞬间就吓飞了一半。结果再一瞅叶修，这位正主好整以暇地坐在旁边，还朝他和蔼一笑着一笑。徐三剩下的那一半魂儿也被吓散了。扑通，双膝一软，他重重跪倒在地，额头渗出豆大的冷汗。发生什么事了？首府大人饶命啊！什么事？那要好好问问你了。姬无涯双眼一眯，徐三，告诉本阁，谁指使你诬陷叶修的？若老实交代，可从轻发落。徐三对上赵德明那责人而视的目光，下意识刚想否认。没，叶修乃本阁未来的乘龙快婿。姬无涯不急不缓地补充了一句。乘龙快婿，这4个字如同惊雷在徐三耳边炸响。他哪会知道自己招惹的竟是首府大人的准女婿？恐惧笼罩全身，赵德明威胁的目光也被他无视了。饶命！首府大人饶命啊！徐三当场磕头如捣蒜，再也不敢有丝毫隐瞒。小人招，小人全招。小人乃王家府邸的一个贱奴，是府上一个管事，许诺事成之后便还小人奴气，放小人自由。小人因此猪油蒙了心才敢，求大人开恩，求大人饶了小人这条贱命啊！王家驸马都尉府。叶修心中一冷，王家乃是好姐姐叶兰的夫家，上次的那几棍果然轻了啊，看来真得上一点强度了。想至此，叶修微微一笑，望向脸色一片煞白的赵德明。赵大人，您说的人证物证好像都没了，反而您结党营私，构陷忠良，此罪一；滥用职权，私设刑狱，意图屈打成招，此罪二。身为京畿府尹，不思律法公正、百姓福祉，反行此等卑劣龌龊之举，栽赃构陷忠义清白之人。话语猛地一顿，叶修豁然转身，面向姬无涯，一身凛然正气沛然勃发，声震刑房。敢问岳父大人，依我大坤律法，构陷宗亲血脉，乃为大不敬，意图欺君罔上，实动摇国本，此等滔天大罪，该当何罪？当斩！姬无涯一字一顿的话语，吓得赵德明的脸色比墙还白。完了，彻底完了。可他不想死啊，他乃应天府医，有着大好前程等着他，一旦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赵德明的心理防线破了，当场恐惧的磕头求饶。首府饶命啊！下官该死，下官糊涂，下官罪该万死。可下官根本不敢违逆上面的意思啊！求首府大人开恩，留下官一条贱命，下官愿做大人脚下的一条狗，大人让咬谁就咬谁。为了能活下去，他脸都不要了，但那也是唯一活命的机会。姬无涯无动于衷，说：你背后的人是谁？
老实交代，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赵德明一听，宛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哽咽着刚想将幕后主使说出来谟地。圣旨到！一声尖利高亢的声音荡开，刑房大门随之被人破开。紧接着，一对身着玄黑色飞鱼服的西厂番子走了进来，为首之人乃是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而他正是西厂掌印太监王德发。他手持一卷明黄圣旨，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叶公子，首府大人，接旨吧。”西厂插手，事情变得复杂了。姬无涯的眼中金光一闪，面沉如水，率众撩袍跪下：“臣姬无涯恭临圣谕。”王德发展开圣旨，宣读而起：“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朕闻京畿府衙有诬陷宗亲、滥用私刑之事，甚为震怒，则西厂统领王德发即刻查办，并宣正议。其一，刁奴徐三构陷皇室血脉，其心可诛，即刻拖出杖毙于府衙之外，以儆效尤。其二，府尹赵德明欲下不言，听信谗言，现交由西厂彻查到底，一旦查实，择日当斩。其三，庶人叶修无端受辱，朕心甚悯，念其未失皇家体统，特赐丹书铁券一道，勿负朕望。钦此。”圣旨宣读完毕，一张丹书铁券送到叶修的面前。叶修接住，但心却渐渐发冷，果然是他的好父皇啊！杖毙徐三，彻查府医，看上去很是公平公正，却只字不提幕后人。至于丹书铁券，看似尊荣无比，能抵死罪，但在这一个节骨眼里刺下，其意明显是在警告叶修事情到此为止。你叶修得了天大的恩典，就不要再咬着不放了。可笑，太他妈的可笑了！而且所谓的免死金牌，不过是皇帝的一句话而已。帝王说有用就有用，可一旦说没用，哪怕给你10张，也免不了一死。所以，这就是烫手的山芋，得想办法处理掉姬无涯的脸色铁青。显然也明白了圣旨背后的深意。皇帝这是在和稀泥，在保某些人。他双手接过圣旨，沉声道：“臣领旨谢恩。首府大人深明大义。”王德发将圣旨交给姬无涯，阴柔一笑，令陛下召见，还请您移步宫中。臣遵旨。回西厂。王德发转身，带着一脸绝望的赵德明与徐三朝着外面而去。两人在这一刻成了行尸走肉。他们悟了，到头来他们都是替死鬼啊！人一离开，姬无涯嘱咐了两人一句，也匆匆的离开，准备入宫，以至于马车上只剩叶修两人。马车缓缓前行，姬如雪为叶修斟满一杯清茶。叶公子今日所为，真让小女子大开眼界，6赞了。叶修微微一笑，忽然欺身而上。姬如雪惊退至车厢壁，但叶修却未停，直至鼻尖轻轻抵上她的鼻尖，微凉触感如电流窜过，天下第一美人的从容尽碎。叶修温热的呼吸缠绕着她，一抹红霞不受控制地烧上姬如雪的绝世容颜，然后闭眸，像在期待着什么。叶修嘴角一扬，气息拂过她的唇瓣：“姬小姐，帮我一个忙呗。”什么？姬如雪心乱如麻。叶修冷不丁抽身，在桌案上执笔急写：“有首诗先赋，想托你帮我传出去，最好街上小孩都跟着传唱，但别让人知道来源，更别查到你。”姬如雪猛然睁开眸子，人傻了，不是自己在期待什么？那个家伙压根不是要来亲自己。堂堂的天下第一美人，竟也有自作多情的时候。他有点羞恼，刚想赶夜修下去，却猛然发现桌案上已经有一首诗被写出来了。他忍不住念了出来：“草莓英雄起，讴歌隶属归。风尘3尺剑，社稷一荣一。义亮真文德，披成极武威。圣图天广大，宗4日光辉。”话落，姬如雪俏脸骤变。这一首诗明显是歌颂帝王文德武威，人治天下。他懵了，歌颂谁的？自然是我那伟大的父皇。叶修放下笔，淡淡反问了一句：“不赖吧？”“能赖。那是诗圣杜甫的重金招灵，准将帝王赞上天。昆帝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伟大。”姬如雪一阵心惊，叶修却满脸含情脉脉地凑上来：“你就说帮不帮我？”“帮。”姬如雪满脸嫌弃地推开他：“但你得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根据叶修跟昆帝的关系，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歌颂昆帝的。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妖，帮岳父大人转移火力呢。”“啊，反正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叶修不给姬如雪审问的机会，当场掏出1万银票，另外顺手再帮我兑了这些钱，保密送到宁红叶那儿。姬如雪1万银票，他不是没见过，自己的娘亲就是商贾世家。可问题是，叶修昨日就已经没钱了，否则也不需要连一个茶钱都要坑自己。所以这家伙是去哪儿敲诈勒索来的钱？他顿时好奇，刚想一探究竟，
结果叶修已经一个滑铲跳车，外面随风传来一句话：“劳烦娘子了，不然宁红叶要饿死在家里了。”姬如雪急忙掀开车帘：“那你去哪？”“去办一件大事。”叶修头也不回，身影窜入胡同。姬如雪，他忽然觉得叶修一身都是谜团，让他遇事深浅，听说了没？三管事自缢了。听说了，好像是犯了弥天大罪，害怕东窗事发。他才刚娶了一个美娇娘，简直暴殄天物，回头找机会去安抚一下。驸马都尉府外，2个门丁正在交头接耳，一个人影从远处走来。起初门丁以为只是一个路过的人，结果那人竟在靠近后没有离开，而是踏上台阶停在2人的面前。2人微微愣了一下，左边门丁随之皱起眉头：“你是何人？”“庶人叶修。”“叶修？”那2个门丁神色骤变，是那一个被贬为庶人的叶修，他怎么会来驸马都尉府？但下一刻，叶修满脸平静地给出答案：“别震惊了，收你们来了。”驸马都尉府后院凉亭中，叶兰压了一口上等的乌龙茶，双眸微微闭上，静静品着。她脸上的肿胀跟淤青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好转，因为及时敷药，才避免了自己破相的结果。但是她对叶修的恨意从未减少，树上陡然传来一阵喜鹊叫。她睁开了双眼，淡淡问道：“今儿的喜鹊为何叫得那么轻快？”叶兰身旁坐着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他乃是驸马王霸。娘子开口，他当即风度翩翩的摇扇轻笑，说明咱们府上即将迎来一场大喜，没准就是那小子的罪名被落实的消息呢。陷害叶修一事，他自然参与，毕竟他和叶兰能成为夫妻，就因为是正儿八经的太子党派。太子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太子的荣辱更是他的荣辱。叶兰嫣然一笑，刚欲开口，话音未落，砰！一声巨响从前院炸开，门丁的惨呼声，重物坠地的打砸声，让偌大的府邸变得格外热闹。喜鹊惊飞，叶兰跟王霸纷纷错愕，发生什么事了？可不等2人命人去查看，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下一秒，几个鼻青脸肿的家丁连滚带爬的倒退着出现，他们脸上充满了惊骇，仿佛对面即将出来的人是可怕的洪水猛兽。紧接着，一个挺拔的身影逆着光，大步流星地踏入后院。叶修，叶兰一见来人，豁然起身，脸上写满了震惊：“你为何会在这儿？”能不震惊？现在的叶修不应该在刑房内求饶认罪吗？但他居然闯入了驸马的府邸。叶修在凉亭前站定，无视四周包围着自己的护卫和家丁，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今儿弟弟来这儿是特地来看望皇姐的脸，好了没有？叶兰闻言满脸怨毒，那要敷好的伤都开始一阵灼热。王霸更是怒火上冲，声音冷得像冰：“叶修，你可知擅闯朝廷勋贵府邸，殴打朝廷命官家仆，该当何罪？本驸马现在就能将你拿下，送交有司问斩。”叶修拍了拍自己的脖子：“我就是闯进来了，你来斩我腮？挑衅，赤裸裸的挑衅！”王霸怒火中烧，叶兰更如泼妇，怒斥：“见重，反了你了！今日不跪下磕头认罪，本宫就怎样？”叶修无视全场，一步步地朝2人走来，就像你们设计构陷我那样，再给我安一个罪名。叶兰，王霸，叶修双眼一眯，步伐未停，然后再向你们指使徐三污蔑我，让赵德明屈打成招。叶兰，王霸，叶修脚步一顿，停在他们的面前。哦，忘记告诉你们了，徐三已经被杖毙，赵德明更是被西厂的人带走，我叶修却完好无损的出来了，可让你们失望了吧？叶兰，王霸，他们万万没想到事情不仅败露，还被叶修知晓了详细的计划，而且徐三死了，溥仪更是被抓了。震惊，太令人震惊了。但王霸不愧是状元驸马，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叶修，府衙一事自有圣裁公断，但你今日擅闯行凶，罪证确凿，来人给本驸马拿下这个狂徒。诺。护卫家丁的令，挥舞兵刃棍棒，从4面8方朝叶修扑了过来。叶修轻蔑一笑，然后从怀里掏出一片瓦状的铁质文书，高高举起。谁敢动一下？护卫家丁停下，他们惊悚地望着那一片文书，脸都白了，因为那是丹书铁券，传说中的免死金牌。不仅他们惊呆了，就连王霸和叶兰都是满脸的不敢置信。叶修为何会有丹书铁券？是父皇赐给他的。一个个问号从2人脑门上冒了出来，但不等他们质问，叶修已经劈手夺过家丁的棍子，毫无花哨，抡圆了便朝叶兰劈面抽去。砰！一声闷响，玉簪应声崩飞。叶兰痛呼一声，整个人被砸得跌坐在地，发髻散乱，
狼狈不堪，原本消肿的脸又一次肿成了包子，但棍影毫不容情，紧接着又是几下狠辣的抽打。啊！凄厉的尖叫瞬间撕裂空气，尊贵的公主殿下在地上翻滚蜷缩，狼狈不堪。你大胆！王霸目眦欲裂，暴吼着扑上来，结果砰！叶修看也不看，反手一记凶狠的后扫棍，精准地抽在王霸腿上。王霸惨叫一声，如同被砍倒的树桩，重重摔在叶兰身边。两人崩溃地对视了一眼，下一秒，棍影翻飞，重新落在他们的身上。叶修左右开弓，左抽叶兰，右砸王霸。沉闷的击打声和尖利的痛呼交织在一起，奏响一曲狼狈的哀嚎二重奏。家丁跟护卫都吓懵了，他们哪里见过这等狠人啊！不仅冲入驸马家里，还他娘的殴打驸马和公主。正当他们意图上前时，叶修一边抽一边警告：敢插手，他们有人死了也白死。对啊，人家手里有免死金牌，他们敢动吗？万一被他们一击而真下了重手，现在虽然也重，但至少没死。护卫和家丁不敢想象下去了，有人急中生智，跑出去喊锦衣卫。但是当一个百户带着一群锦衣卫赶来时，全场震惊地发现驸马跟公主都已经浑身是血的晕了过去。太惨了，也太残忍了。而那施暴的人正像无事发生一样，坐在凉亭上喝着茶。百户脸色微寒，大手一挥，上百名的锦衣卫齐齐上前，将其包围了起来。叶修扫了他们一眼，放下手中的茶杯：我累了，不想跟你们打。全场不是要不要那么嚣张，那可是锦衣卫啊。百户脸色一黑，拔出绣春刀：叶公子，你目无王法，胆敢殴伤公主与驸马，罪大恶极，速速随我等回宫领罪。不去。叶修拒绝了，随之将丹书铁券丢了过去：你将这玩意儿还给父皇，告诉他。而臣气出得很爽。说着，他无视全场，径直踏出驸马都尉府，留下百户捧着丹书铁券发呆，以及一群错愕的锦衣卫。好家伙，千古未闻，竟有人敢用这免死的护身符当作行凶伤人的依仗，而且还是对公主与驸马下手。怎么办？是百户色声打破了死寂。百户望了一眼丹书铁券，又瞥向奄奄一息的公主与驸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你去传御医，务必将两人保下。本官即刻快马入宫面圣。皇宫御书房，参见陛下，圣上万安。首辅姬无涯跪下行礼。昆弟浏览着奏折，似是没听见。姬无涯不敢抬头，冷汗却已是浸湿了背脊。下马威，但他只能忍着。过了好一会儿，昆弟才开口：姬爱卿，起来吧，谢陛下恩典。姬无涯恭敬起身，垂手施礼。昆弟放下奏折，问道：看来你对叶修这个乘龙快婿甚是称心。这……姬无涯面带一丝苦笑，躬身道：陛下明鉴，小女她非要，老臣膝下又仅此一女，实在不忍拒绝。不过老臣不敢妄言满意与否，一切但凭陛下圣裁。他故意在以退为进，不忍拒绝。昆弟哑然失笑：爱卿倒是情深，也罢，儿女之事强求不得。姬无涯心未松，却听昆弟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锐利：但姬爱卿，你可知朕为何要赐给叶修那面丹书铁券？姬无涯呼吸一滞：老臣愚钝，朕念及旧情。昆弟一字一顿，字字如铁。他体内流的终究是朕的血脉，朕赐他丹书铁券是给他的体面，也是留他一条生路。但这条生路是朕赏的，朕以此昭告天下，朕对这弃子尚存一丝怜悯，更要让叶修明白，朕能赐生亦能赐死。只要那丹书铁券一日握在他叶修手中，他的命就等于攥在朕的掌心。丹书铁券背后是朕的意志，朕让他生，他便光芒万丈；朕让他死，他便是废铁一块。姬无涯心中一突，昆弟这话不仅是给叶修的，更是在警示他。他刚想开口，一道尖利的声音抢先一步响彻天地：锦衣卫百户饭桶，殿外求见。昆弟龙袍一挥，宣他进来。这一个小太监匆匆出去，没一会饭桶走了进来：臣饭桶参见陛下。起来说话。昆弟压了一口茶：有何要事？饭桶犹豫了一下，才回报：叶公子独自一人闯入驸马都尉府，将公主与驸马都给殴打了。茶番。昆弟的脸色一寒，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意图让叶修就此息事宁人，可对方好像根本听不懂。姬无涯惊呆了，不是先前分别时，他可是千叮嘱万嘱咐叶修他们别再惹事，否则昆弟必然秋后算账。可那小子倒好，直接不服就干，显得很鲁莽，但又不太对。因为叶修在刑房中可是聪明的令人发指，
手段也超乎寻常，根本不像会做出那等事情的人。莫非又在预谋着什么？他冷汗顿时直冒，会不会有什么误会？饭桶闻言，便从怀中拿出一片瓦状契书，回首府大人，并无误会。叶公子让臣将此物交还给陛下，还说他气出得很爽。姬无涯瞪大双眼，视线锁定了瓦片，第一时间认出了那东西，不就是丹书铁券？那玩意在昆帝眼中不仅是免死符，更是他掌控叶修、彰显帝王恩威的权杖。可叶修不仅转头就用了，还用它当成行凶的护身符。最离谱的是，在用完之后，就像丢垃圾一样扔了回来，附带一句气出爽了，这简直是把昆帝的脸面、威严、帝王心术都给狠狠摔在地上，还用力踩了几脚。但这一下可苦了姬无涯，因为他正在使劲憋笑，差一点没憋出内伤来靠。那小子到底想玩什么？昆帝也呆了呆，继而勃然大怒。他竟敢！他放肆！御书房刹那被帝王怒火淹没了，全场纷纷跪倒，所有人的额头死死抵着冰凉的金砖，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姬无涯也连忙躬身，心脏狂跳。他猜到了昆帝会怒，但没想到会怒到如此失态的地步。饭桶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捧着那免死符，像捧着烫手的山芋，进也不是，退更不是好。好一个叶修，好一个气出爽了！昆帝被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着冰冷的火焰。他以为朕不敢杀他，他以为一块破铁片就能让他在朕的应天城为所欲为，他以为朕的公主和朕的驸马是街边的阿猫阿狗，他想打就打。传旨，立刻，马上，给朕将他带过来，但凡抗旨不遵，杀无赦。然而，正当饭桶脸色发白的刚要领旨，姬无涯突兀跪下，叩首至地。陛下息怒，老臣罪该万死啊！全场错愕。昆帝双眼一眯，怒问道：怎么？你想为那个逆子求情？姬无涯抬起头，已是老泪纵横。陛下，老臣不敢。叶修此子胆大包天，其罪当诛九族。老臣身为未来岳丈，更是教导无方，罪责难逃。请陛下降罪，老臣绝无怨言。说着，他脑袋又砰的一声扣了下去。老狐狸！昆帝心中的怒火散了一些，被理智代替。他乃不知道，首府在以退为进。他冷着一张脸不语，而姬无涯则继续哽咽着。然，叶修差一点被构陷成十恶不赦的逆谋之罪。此罪一旦坐实，身死族灭，万劫不复。若陛下因盛怒出手，不仅丹书铁券将成为一个摆设，造成朝廷惶恐，更有损陛下圣德啊！飙戏，流泪都是演出来的。这一刻的老戏骨姬无涯已经是施展出了吃奶的力气。他故意说出逆谋之罪，若昆帝要办叶修，那就得先查逆谋陷害一事。但会明着查吗？不会，因为昆帝明显要保背后的那一位，否则不会大费周章的拿出免死金牌来搪塞叶修，暗示息事宁人。昆帝的脸色一片阴沉如水，他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场面僵持，只有呼吸声。整个御书房静得可怕。启禀陛下！殿外太监间隙的声音毫无征兆的荡来，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求见，称有天大喜事急报。喜事！昆帝怒极反笑，声音森寒，让他滚进来。朕倒要听听，此刻能有什么喜？这太监声落，沈炼随之一身玄衣，腰别绣春刀，大步流星地踏入御书房。下一秒，他单膝跪地。臣沈炼叩见陛下。说，回陛下，京城诗社传出一首诗，歌颂陛下乃是千古明君，坊间已流传开来，就连6岁孩童都会背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昆帝皱眉，念是。沈炼干咳一声，掏出一本小册，开始念道：草莓英雄起，讴歌隶属归。风尘3尺剑，社稷一荣一。义亮真文德，披承极武威。圣徒天广大，宗4日光辉。当沈炼念完，原本落针可闻的御书房骤然掀起无声的惊涛骇浪，满座皆惊，心头巨震。这哪里仅是颂扬帝王功业，分明是描绘圣人之姿。文德昭日月，武威震山河。众人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煌煌画卷，一位天降圣人掌控天下，治国打仗的本事登峰造极，他的恩惠遍及百姓，光辉普照，世间太绝了。就连昆帝都微微失神。何人所写？诗仙。沈炼呈上小册，那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诗仙，因为这一首诗就叫《诗仙赋》。姬无涯，好，他知道是谁了，不就是叶修吗？那个家伙写出这么一首诗干嘛？等等。姬无涯的眼中金光一闪，恍然大悟，这是将昆帝架在火上烤啊！民间刚传昆帝是圣人，但凡做出一点不符合人设的事，
不就要贻笑大方了？绝了，那小子简直绝了啊！昆弟的脸上没有了愤怒，也没有一丝喜悦。千古明君，圣人将士，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帝王梦寐以求的评价，但如今却异常刺眼。诗仙又是那一个诗仙，不久前才骂了太子一等人，如今又来将他架在圣君的高台之上。他心中怒不可遏，但面上却保持着冷静，目光落向姬无涯。首辅，老臣在。你身为首辅，更是叶修未来岳丈，却教导无方，约束不力，致使其闯下泼天大祸，难辞其咎。姬无涯叩首，老臣万死，请陛下降罪。哼！昆弟冷哼一声，朕罚你俸禄3月，给朕好好闭门思过，如何给朕管教你那无法无天的未来女婿。若再有下一次，莫怪朕不顾君臣情面，新账旧账一并清算。老臣叩谢陛下隆恩，老臣定当严加管教，绝不敢再令陛下忧心。姬无涯暗暗松了口气，再叩首，罚俸3月，这简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痛不痒。但他知道，陛下终究是被那守诗和圣德2字暂时捆住了手脚，以至于叶修这小子算是保住了，而公主和驸马等于自食其果。处置完姬无涯，昆弟望向沈炼，沈炼，臣在。昆弟双眼一眯，声音听不出喜怒。诗仙才情绝世，但身份神秘，行踪诡谲，让首辅配合你，将人给朕找出来，朕要当面和他讨教一下诗词。臣遵旨。沈炼叩首领命。姬无涯满脸古怪，但也跟着遵旨都退下吧。是。当姬无涯跟沈炼纷纷退去时，昆弟脸色阴沉如水。王德发，老奴在。西厂提督王德发踏入御书房，撩袍跪下。昆弟深吸了一口气，冷冷问道：叶修逆谋一事，可查清了？回陛下。王德发弓着身子，声音阴柔低缓：老奴已查明，叶修一案确系冤屈，乃公主殿下与驸马所为，另太子殿下确实与此事有着直接牵扯。太子。昆弟沉默了几秒，才摆了摆手，让他即刻滚去太庙，面壁思过3日，无朕的旨意，不得擅离半步。奴才遵旨。王德发急忙应命，便要碎步退下。慢着！昆弟的目光投向殿外深沉的宫阙，7日后是魏国公的寿辰。王德发立刻停步，恭敬回禀：回陛下，正是国公60整寿，只是听闻国公近日旧伤故疾复发，情形恐不大好。他的死活，朕不在意。昆弟微微侧手，目光如利剑一般凝视着王德发。但他麾下的那些人马，以及盘根错节的民间情报组织，必须牢牢攥在朕的手心里。你去告诉太子，7日国公寿宴，他若不能将魏国公府那个外孙女给朕纳为东宫侧妃，这储君之位，朕便该考虑另择贤明了。思很显然，陛下对太子失望了啊。王德发眼神一闪，随之叩首：奴才谨遵圣谕。去吧。王德发退出御书房，脚下生风，直奔东宫。但还未踏入东宫正殿的院落，王德发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碎裂声，以及太子的咆哮声：混账！叶修你个杂种，居然敢打阿姐，欺人太甚啊！本宫若不将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太子就让你来当。太子叶昭震怒，他那关系莫逆的同胞姐姐，居然被叶修给殴打成了重伤。虽说金玉一权力施救，性命无忧，可这奇耻大辱，如同烈火焚心，让他如何能忍？顿时，太子双目赤红的踹翻脚边的青瓷花瓶，随即大步流星的就要冲出殿门，亲自去寻叶修算账。结果殿门刚一拉开，就撞上了站在阶下候着的王德发。王公公，叶昭脸上的暴怒一滞，疑惑了：你来这儿有何事？这死太监乃是父皇身旁的大红人，如今会来，必然是传达父皇的旨意，难不成是有关叶修与阿姐一事？王德发微微躬身，脸带微笑：老奴特来传陛下口谕。讲。陛下口谕，请太子殿下即刻前往太庙面壁思过3日，不得擅离。操！父皇果然已经知道了真相，但叶昭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就为了一个叶修。王德发对他的惊怒恍若未闻，继续说道：陛下还说7日后魏国公寿宴，殿下若不能纳其外孙女李氏为侧妃，那储君之位当另择贤明。你说什么？叶昭如遭雷击，双目圆瞪，让自己去跪太庙也就算了，可还让自己去娶一个好赌好酒好打人的女人，否则就罢黜自己。奶奶的，那女人妩媚是妩媚，但性格太野，更因为有魏国公宠溺撑腰，所以十分目中无人。若一旦入了宫，不得将东宫给掀了。他很愤怒，他很不爽，他整个人都要炸了。叶修，都是你害的，本宫与你势不两立啊！叶修回到住所时已经入夜了。嫩公，你回来了。
宁红叶闻声夺门而出，姬小姐说了，您已经摆脱嫌疑，没事了。没错。叶修刚踏门而入，便闻到一股饭香。咦，你自己煮饭了？是姬小姐送来的，我给您留了一份。宁红叶抿唇解释，并用一根竹竿寻到房中角落的一个大箱子前。另外，他还送来了1万两银子，说是您给他拿去置换的。漂亮。叶修上前打开箱子，顿见一片银光灿烂。有了这一笔巨款，你眼睛的问题很快就能给你解决了。多快？明天开始，3天搞定。宁红叶闻言微微呆滞了，万万没想到困扰了自己10几年的眼睛问题，居然只需要3天就可以解决。期待，激动，这一刻的宁红叶心中充满了无限希望，不等多想。叶修已经上桌，一阵狼吞虎咽。1天没吃东西，吃屎都是香的。翌日，叶修早就已经醒来，独自跑了一趟集市，然后先买了2人能够换洗的衣服，料子无脑选最好。至于他为何清楚宁红叶的身材尺寸，那可太简单了， D 跟 F 的大小区别他还是很清楚的。之后他又跑了一趟药铺，分别弄了一套最好的银针，以及抓足了能够治2人的药材，一个治甲状腺，另外一个治肾。没办法，人太虚就是肾不好，只有肾好了才能让体内的5脏6腑运转起来，最后身体邦邦硬。一切准备完毕，叶修将所需的药物器具在房中的木桌上摊开，随之切换到医者模式，喊来宁红叶，把衣服都给我脱了。像上次一样。宁红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叶修却摇了摇头，不是脱光了再趴床上。话音一落，宁红叶白皙的肌肤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了，但他没有多问，也没有争辩。您能在外面稍等片刻吗？可以。叶修大门一关，站在门口等着，直到宁红叶的声音再一次从里面传来时，他才重新推门而入。却见宁红叶已经不着寸缕地平趴在床上，胸前的伟大压扁在膈应的床板上，细腻的长腿与蜜桃般的臀瓣落入眼帘，却白得晃眼他悟了，究竟何为魔鬼身材？察觉叶修迟迟没靠近宁红叶紧张的趴着，随之传来蚊蝇般的声音：恩公，我准备好了。叶修惊醒，擦了一下口水，才屏气凝神的上前捞起宁红叶的一只脚，然后大拇指随之发力，轻轻按压着脚心上的每一个穴位。哼。宁红叶闷哼不止，内心不安了起来。恩公，脚底也要治吗？这叫治前热身。叶修手上的动作不停，嘴上也喋喋不休，能够将你周身的经脉都给打开。如此一来，针灸搭配上用药，会让你的治疗状态达到最好。他可不是为了占便宜而骗人。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甲状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理，但叶修所学的那一手中医却是跟那一些隐居深山的高人学习的，不吹不黑，各种偏方只需3天就可以药到病除。就算是叶修的虚，也可以在3天内有很大的变化，也不管宁红叶究竟有没有听见。叶修又拿起他的另一只小脚，开始新一轮的挤、掐、捏、握，直到被推得白里透红后才放下来。紧接着双手宛如爬山，从小腿推拿到了大腿，再从大腿飞越高挺的蜜臀，最后推到了脑袋的各穴上。等第一轮推拿结束，叶修望向宁红叶，正想询问感觉如何，结果宁红叶全身的肌肤呈现着一片绯红，脸上更是魅意尽显，那失明的瞳孔竟都跟着涣散了。叶修一脸无语，这就受不了了，一会儿插针时你不得晕死过去。说完，他便为宁红叶翻了一个身，紧接着无事香艳的场面迅速地在几个重要的穴位上面扎起针。岂料等扎完时，宁红叶居然真的晕了叶修人一下子妈了。不是，还差最后一步泡药澡呢，难不成要让我来给你泡？3日后，鸡鸣破晓，叶修在破旧的庭院中打着五禽戏，那玩意可是好东西，模仿动物的动作，却能提高自身身体的灵活性、平衡性以及力量爆发性，同时更能激发身体的潜能。前世时，叶修配合着八景段，从小练到大，而如今他非常适合在接受偏方调理身体的叶修。吱呀，当叶修刚打完一遍五禽戏，房门被人一把推开，下一秒，素绢果木地宁红叶手持探路竹竿，缓步踏出。他薄唇轻抿，晨风拂过，素衣勾勒出玲珑凹凸的曲线，冷艳中透着一丝一碎的脆弱。叶修动作一顿，目光落在他身上时，脸上露出一抹古怪。3天前，自己扎针时将宁红叶给扎晕了过去，导致最后是他抱着宁红叶入浴桶，搓的药澡。少主，宁红叶清冷的声音悠悠传来，今日是最后一次换药吗？少主，是他在这3日中改掉的称呼，因为恩公太监外了，自己的身子又被叶修看过、抱过、搓过，再那样称呼，
心底总觉着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不用换药了。叶修几步上前，自然地牵过他的小手，引他在院中的旧椅上坐下。今日打开素卷，你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宁红叶的娇躯骤然一僵，竹竿点地，心跳加速。他侧过了俏脸，声音都颤了。真的吗？废话，见证奇迹的时刻要到了。叶修哈哈一笑，大手摸寻上素卷末端的结扣，轻轻一拉，那缠绕了3日的束缚如同花瓣一般，跟草药层层剥落。凉风拂过眼睑，宁红叶心跳如鼓。真的能看见吗？恐惧与期待撕扯，尤其是他想到少主近在咫尺，那双手的温度让他的脸颊瞬间滚烫。发什么呆呢？快一点睁开眼睛，瞧瞧这阔别已久的花花世界。叶修的声音钻入了耳中。宁红叶如梦初醒，眼眸缓缓睁了开来。下一秒，强光刺目，泪水涌出，但他固执地继续睁眼，视野模糊晃动。很快，光影渐聚，院墙、野草、桌椅的轮廓显现，就连那人的身影也清晰了起来。晨光里，少年清俊的眉眼映入眼帘，星辰般明亮的眼眸正专注地凝视着他，带着一丝紧张。世界寂静，只剩心跳轰鸣。他怔怔望着他，热泪盈眶，那双出或光明的眸子却清澈的惊人。良久，竹竿脱手坠地，宁红叶嫣然一笑：少主，我看见你了。好了，彻底好了。他真的能看见了，世界很明亮，少主更如同一个奇迹降临在自己的身边，不仅帮他顺利报仇，还让他那一双被无数医者宣判死刑的双眼重获了光明。看见了。叶修撩袍坐下，笑意盈盈：你少主我不赖吧？何止不赖，您是红叶此生唯一的奇迹，因为有您，红叶才能报仇，更能重新看见光明，看见您。宁红叶细声轻语，脸颊悄然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而您的样子比想象中更英俊。可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叶修摸了摸鼻子，故作轻松：那必须得帅，但你可要记住，你家少主可不是小白脸，是靠技术吃饭的。宁红叶闻言，忍俊不禁的眼唇轻笑出声，但那双刚复明的眼眸里盛满了重生的光彩，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红叶此身此命此眼所见之一切，自此尽归少主驱使。您的恩德永世不忘。李氏大院，宗祠。咚！李师师双膝砸在蒲团，妩媚的脸蛋上写满了郁闷。3日前，他损失10万的小金库，以至于特意去家族的金库里偷。不对，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这叫周转。所以他去周转了一点，奈何今日被自己的亲爹给查了个正着。逆女！李氏族长李承德气得直哆嗦，怒指李师师：你二娘让你去学女工，你跑去学喝酒当老千。老子不求你琴棋书画样样精，哪怕你读读女诫装装样子也行。你倒好，整日惹是生非，打架斗殴，如今可真是出息了，偷鸡摸狗的本事也学会了。奶奶的，简直祖宗保佑啊！若非自己不争气，生不出第二个来，他都想直接把这不学无术的不孝子孙给掐死算了。可更要命的是，这大逆女偏偏是他那外祖父的心头肉，但凡真有一个闪失，怕是整个李氏一族都要在天上飘。一旁的二娘林氏绞着帕子，一脸尴尬，忙打圆场：老爷，您消消气，诗诗他定是情急之下一时糊涂。糊涂个屁！李承德抓起供盘里的冻梨就往李诗诗脑门砸，都怪你平日太纵着他，看看生生惯出个女土匪来。切身管了，拿你的燕窝鱼翅鲍鱼管吗？冻梨砸在公案角上，弹飞出去。李诗诗缩了缩脖子，嘀咕道：偷自己家的能算偷？你还敢顶嘴？李承德鸡毛胆子一扬，却被林氏死命拽住了胳膊：今儿给老子好好跪着，谁敢来帮你就一起跪，跪到蒲团穿了，地砖裂了，否则休想起来。说完，他将鸡毛掸子往地上一灌，吹胡子瞪眼的出了宗祠。二娘一会儿让人给你送饭，还有椅子过来。林氏趁着这空档，飞快的在李诗诗耳边丢下这句话，也提着裙子追了出去。老爷，老爷，您等等。当大门关上时，李诗诗撇撇嘴，捡起冻梨，然后在裙角上擦了擦灰，张嘴就是一口。比起被父亲惩罚，他更在意的是那一个赢了自己10万银票的王八蛋。整整3天，他的人守着各大钱庄，愣是没等到那2人出现，简直气死了。蓦地，门被人悄悄地推开，一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钻了进来。李诗诗头也未回，兀自嚼着梨肉，含糊道：有消息了。中年人急忙跪下：小姐，有消息了。那人极有可能唤作叶修。哪个叶修？被罢黜的大坤八皇子。李诗诗动作僵住，随之难以置信的豁然回眸：你说什么？他是大坤八皇子。
不是赢了自己赌局的人，被无数赌徒称之为赌圣的传奇人物，居然会是一个皇子。这若是一个玩笑，根本不好笑。千真万确。中年人脊背紧绷，语速急促，属下动用了魏国公府的那股眼线，方才查实，应天城中同时符合一对男女，女子眼盲描述的唯有叶修一人，他身边却有一个盲眼女子。李师师美眸一眯，有人知道吗？不知道。中年人摇头，地址给我，然后你守好嘴。是。当中年人将一张纸递给李师师后，他才从蒲团上站了起来，然后走到门口，甩下一句：对了，你替本小姐跪这儿。中年人懵了，啊，小姐这万万使不得，老爷回头要是知道小的敢代替您，非得抽了小人的皮不可。你不跪，本小姐马上就抽了你。中年人。然而不等中年人拒绝，李师师已经溜出宗祠，熟门熟路地绕到后院高墙下，直接就翻了出去，片刻不停。他步履生风，径直朝着城西那片鱼龙混杂、屋舍低矮的方区奔去，那妩媚动人的模样却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不多时，一座破败的几乎要融入暮色中的院落孤零零地处在巷尾，墙皮剥落，土坯灰黄，门环都一片锈迹斑斑。李师师一脸错愕，好家伙，皇子住的地方居然这么破败。不过今儿他就要好好的瞧一瞧，这一位八皇子究竟是不是赢了自己10万两的王八蛋。没有迟疑，他抬手朝那仿佛一推就倒的破门重重扣了下去。堵堵堵，敲门声在巷中荡开。几息后，吱呀，破旧木门被拉开一道缝，门外天光涌入，映出一个女子身影。女子一身崭新的靛蓝布裙，将洗得挺阔干净，在这破败院落里显得格格不入。她身姿挺拔如孤竹，最摄人的是她那一双眸子，极漂亮的凤目，黑白分明，瞳仁幽深如寒潭，此刻正冷冷地凝视着李师师，目光似能穿透人心。他就那样立在门后，没有询问，但那冰冷的审视目光本就已经是无声的质问。李师师被这双眼睛看得心头莫名一紧，几乎忘了来时的气势不慎。自己乃是堂堂的李家大小姐，怎么能怕另外一个女人？他强自镇定，抬高了些声音：这是叶修的住所。是。就住着一男一女。是。你不是瞎子？不是。当得到答案，李师师整个人都麻了，能不麻吗？根据情报，他没来错。叶修的住所，男女共住一屋，唯一不对的是没有瞎子。他甚至又对了一遍纸上的地址，压根不会错。宁红叶见对方发懵，当即又开口：若无事，请离开。说着，他便要关上木门，因为他已经认出李师师的声音了，正是那日被少主给坑惨的大冤种，所以少接触，免得给少主找麻烦等等。李师师抬腿插入门缝：本小姐要见一见叶修。你……宁红叶黛眉一蹙，刚想拒绝，结果院落中传来了一个声音：让他进来。李师师脸色一变，等等，不对啊，里面之人的声音跟那王八蛋的一模一样。他顿时挤入门缝，冲入了院落中，却见一个少年正坐在歪脖子树下泡着茶。李师师绷不住了，他径直上前，居高临下地瞪着少年：你就是被罢黜的八皇子叶修？叶修抬眼打了一个哈欠，正是在下，不知这位气势汹汹的小姐有何贵干？他明知故问，惹得李师师的酥胸因生气而剧烈起伏。有何贵干？叶公子真是好雅兴，躲在这破院子里喝茶，可曾想过外面有人正掘地3尺的找你？叶修故作疑惑：找我？小姐怕是认错人了。在下平日里深居简出，自问不曾得罪过谁，更遑论让小姐这般贵气逼人的人物如此大动干戈。可他越是无辜，李师师就越是笃定，因为那声音，那腔调，那份镇定，简直跟那一日的王八蛋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更怒了：认错人？那你告诉本小姐，3天前的赌坊里赢走我李师师整整10万两银票的男女是谁？叶修更无辜了：你问我谁赢的你去问谁不就好了？你……李师师被叶修那油盐不进的态度气得怒火炸裂，装模作样，本小姐撕了你！他顺势掠出，一拳轰向叶修的面门边的宁红叶，眼神骤寒，手腕一抖，长鞭如毒蛇一般袭向李师师。鞭影很快，但叶修更快。他嘴角上扬，放下茶杯的同时，一个侧身与李师师错开。李师师顿时一惊，第一反应便是停下动作，顺势撩起那圆润的长腿，横扫向身后。可叶修不仅又一次躲开，更是伸出一根手指，轻点在他的蛮腰上。那一刻，李师师宛如触电，脑子宕机了，他浑身发麻，
动不了了。这一招点穴，专治各种不服，是叶修在学习咏春拳时跟那一位大师学来的。只需点上腰部的那一处穴位，就可以让对方全身的穴位出现连锁反应的酥麻起来，并持续10分钟。当然，力道是有讲究的。好在叶修这几天都在各种大补，否则根本没力气施展出这效果。他微微一笑，身体瞬间绕前，单手抓起李师师的2只手腕，将其按在树上，悬空拎起。仅仅一招，李师师成了被拎耳朵的小兔子。快放开本小姐！他的小脸一白，彻底慌了。能不慌吗？他使不出劲儿了，只能在半空中小幅度挣扎，娇躯像极了美人鱼一般的打摆着，而且每晃一下，那酥麻入骨的感觉，仿佛要将他的骨头都给酥掉了。叶修波澜不惊，是谁先恼羞成怒的？你等着！李师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羞辱交加。我爹绝不会放过你，而且本小姐要将你会功夫，是赌圣的消息传遍天下，看你还藏不藏得住。没错，他已经可以断定叶修就是赌场里那个该死的混蛋。上一次他一招即溃，这一次竟如出一辙。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这一个看似懒散的废皇子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最令人愤怒的是，对方连茶都没洒叶修闻言，喝了一口茶才面露惶恐之色。我好怕呀！知道怕了，那就马上放了本小姐。骗你的，你还当真了？李师师怒，太怒了。他现在杀叶修的心都有了，竟将他当倭国人耍。但是不待他做出任何反应，叶修已经平静地开口：别气，咱们打一个赌如何？李师师不挣扎了，面露警惕。你要赌什么？叶修唇角微勾，笑意若有似无。就赌你若是将我精通赌术的消息散遍应天城，看有几人会信。所以这个王八蛋等于变相的承认了。李师师心头火起，冷哼一声：呵，这有何难？散播消息本就是我李家的拿手好戏。李氏家族在魏国公的扶持下，不仅掌控着庞大赌场网络，更握有数10城的地下脉络，操纵流言易如反掌。叶修提醒了一句：我说了，是让他们相信，别废话。李师师斩钉截铁：这赌局本小姐接了，你若输了，10万两银票双手奉还，外加倾囊相授你的赌术。叶修挑了挑眉：可以，那你若输了呢？本小姐任你处置。李师师银牙暗咬，几乎是豁出去了，给你做丫鬟都行。他就不信了，凭李家那一张遍布天下的情报网，再加外祖父的人手支持，让一个赌圣的名头深入人心，能有多难？成交！叶修松手放下李师师，同时并指如风，在他腰间某处穴位上一点。下一秒，李师师斧一落地，如遭电击般猛地后退数步，浑身麻痹感瞬间消散，紧随而来的却是火烧火燎的羞愤。你混蛋，登徒子！他恨不得扑上去撕了叶修那张平静又可恨的脸。然而腰间残留的异样触感，叶修那深不可测的诡异身手，还有旁边那个一直冷眼旁观的宁红叶李治，终究压倒了冲动。给本小姐等着！李师师指着叶修，妩媚的小脸上充满傲娇。3天，我要让你这赌圣之名响彻应天城每一条街巷，等着乖乖把赌术交出来吧。话音未落，他猛地一转身，几乎是擦着宁红叶的肩，狠狠撞出院门，背影狼狈，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歪脖子树下，叶修端起那杯凉透的茶，悠然抿了一口，味道正好。宁红叶默默关好院门，走上前，眉宇间凝着忧虑。赌圣的名号一旦传开，对你绝非好事。他深知叶修处境微妙，锋芒太露，只会引来更快的杀身之祸。无妨。叶修的目光掠过院墙，投向皇城方向，淡淡道：自会有人比你我更在意此事。宁红叶微微一怔，若有所思。李师师如同一阵旋风，径直冲回李氏宗祠。那中年人依旧跪在蒲团上，只是脑袋一点一点，显然熬不住困意，正昏昏欲睡。李师师上前毫不客气，就是一脚。中年人一个机灵，差点魂飞魄散，彻底惊醒过来，惊惶地看向这位女魔头。可不等开口，李师师妩媚的小脸上闪烁着一抹疯狂。去，立刻调动本小姐在李家还有魏国公府能动用的所有人手，给我把大坤八皇子叶修乃是赌圣的消息传遍整个应天城。中年人翌日，街角炊饼摊的烟气混着闲话飘散。喂，听说了吗？一个卖炊饼的老头佝偻着背，眼珠四下溜了一圈。前几日天宝坊里把李家那位母老虎，可李家大小姐赢得差一点掀桌子的那位，你猜是谁？传闻不就是被罢黜的大坤八皇子吗？旁边捧着热炊饼啃的大汉吃了一声。我看啊，李大小姐8成是乔那落毛的凤凰，
哦不，落难的皇子软和，拿他撒气呢。真要是点石成金的赌圣林凡能混到这步田地，早他娘在金山银海堆里打滚了。哎呦我的祖宗哎！旁边挎着菜篮的妇人吓得脸色发白，扯了扯大汉的袖子，快闭了你那破锣嘴！没瞅见城门口新贴的皇榜，皇陵子黑字儿，盖着玉印呢。陛下亲笔下旨，再敢嚼这烂舌根半个字儿，脑袋的搬家！晋升，巡街的爷来了。铁甲铿锵声中，一队面色冷硬的巡城官兵路过，方才还竖起耳朵的闲汉们瞬间噤声，止于下几声干咳。如此景象在应天城的大街小巷里反复上演，多不胜数。消息其实昨夜就如野火般悄然蔓延开来，然而真信者寥寥无几。再加上今早皇榜一出，那议论声更被遏制，但凡被官兵老爷听见的人已经被拖去衙署了，以至于砰，天宝坊顶层雅阁内，一只青瓷茶盏碎成八瓣。李师师猛地站起，得知精心散播的消息竟被皇榜死死压住，他气得浑身发抖，胸前衣襟剧烈起伏，仿佛要将衣料撑裂。王八蛋，姓叶的，你这分明是拿本小姐当猴耍。没错，他看出来了，那个混蛋根本早就算死了。算死了，他纵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在皇权威压之下掀起这片风浪。因为昆帝太在意面子了，皇子是赌圣，不就是赤裸裸打皇家的脸面，所以对方才敢那般信誓旦旦的和他打这个必赢的赌。不行，李师师一掌拍在案几上，还有2天时间，我还没有输，本小姐就不信了。倾尽我李家与魏国公府之力，砸下所有资源，还撬不开这应天城的嘴，还压不过一道皇榜，给我加！然而不得说完，大门被急促敲响，一个仆人的声音顿时传来：“小姐，国公爷的管家求见。”李师师呆了呆，连忙说道：“让他进来。”是。门外的声音消失，不多时，房门被人推开，一个六旬老人跨门而入，他便是魏国公的心腹福伯。福伯行礼：“老奴给小姐请安。”福伯快请起。李师师咬了咬嘴唇，担忧问道：“外祖父的身体可好？”外祖父近日身体抱恙，已经闭门谢客半月。他这一个最受宠的外孙女，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如今福伯出现在这儿，难免让他有点担心。福伯叹了口气：“小姐，老爷的情况不太乐观，太医说是旧疾复发，需要静养。”怎么会这样？李师师闻言，眼眶顿时红了。前些日子不是还说好转了吗？福伯摇摇头，一脸无奈：“年纪大了，病情反复也是常事，小姐不必太过忧心。老爷特意嘱咐老奴，让您保重身体，莫要太过操劳。”李师师咬了咬唇，勉强压下心中的酸涩。外祖父总是这样，自己病着还惦记自己。福伯神色一正，继续说道：“小姐，老奴今日前来，还有2件事要传达。”福伯请说。李师师抬眸：“第一件事。”福伯的表情凝重了几分：“关于您散播的谣言，陛下已经亲自派人通知老爷，要求立即停止。老爷让小姐即刻收手，不得再提半个字。”李师师，昆帝果然插手了。可若那样的话，他实在太憋屈了。这不明摆着被叶修那个混蛋挖了一个天坑，让自己往里跳。可外祖父已经发话，他不可能继续做死气。抖，冷，内心挣扎后，他郁闷地坐下。我知道了，帮我转告外祖父，我会马上停止。是。福伯点了点头，又从怀里拿出了一份请帖。这第2件事，老爷请小姐务必将此请柬亲自交与叶公子手中。望着请帖，李师师当场懵了，那不是外祖父60大寿的请帖吗？他顿时绷不住了。外祖父凭什么请一个被罢黜的人？老爷没说，老奴也不敢多嘴。福伯的回答让李师师心情更糟了，但福伯已将请帖放在桌上，作揖一礼。事情已经交代完毕，老奴便回去汇报。等人离开后，李师师越想越气，因为被人给耍了，还要给人家送请帖，而且他又把自己给输出去了。他顿时怒气冲冲地抓起请帖，狂奔到叶修的住所，一脚踹开大门：“叶修，给本小姐滚出来！”叶修正跟宁红叶打着五禽戏的呢，一听见动静便瞥了李师师一眼，继续打了起来。“我耍你什么了？你装什么无辜？”李师师本想冲上去拼命，但宁红叶一声不吭地朝那儿一挡，以至于他只能露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质问了起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陛下会插手？”“对啊，那你还用那种事情跟本小姐比？”叶修哑然失笑：“你同意的时候可不是这一副嘴脸，如今来找我要说法，更有点不要脸了。”李师师。叶修停下五禽戏，接过宁红叶递来的湿巾，擦了擦手：“当时我也提醒你了，你自己让我废话少说，你不会不记得了吧？”李师师。叶修顺是坐在竹椅上，喝了一口凉茶：“还是说，你堂堂的李家大小姐，打算赖账？”李师师。
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叶修给对得哑口无言。可人家并没有说错啊，当时自己就是觉得赢定了，所以才会答应下来，但实在不甘心啊。他猛地一跺脚，先指叶修：“你强词夺理，本小姐要耍赖。”叶修抬头，目光锁住近在咫尺的李诗诗：“在我这儿撒泼打滚可行不通，而且上一次你不赖账，所以能用10万银票抵债，但这次可没门了。我不管。”李诗诗色厉内荏地扬起下巴，试图维持最后的骄傲：“总之这次不算，有本事你在。”话音未落，戛然而止，因为叶修动了。电光石火间，他长臂一探，精准地揽住李诗诗不盈一握的腰肢，一股不容抗拒的大力骤然传来。李诗诗只觉天旋地转，惊呼未出，整个人已被一股力量席卷着，狠狠跌入叶修怀中。不，更确切地说，是他上半身被铁箍般的手臂死死锁住，然后面朝下，以一种极致羞耻的姿势被强行横按在了叶修腿上。那原本浑圆挺翘的臀部，因着俯趴的姿势被迫高高撅起，崩出一条极度暧昧、引人无限遐想的惊人曲线。旁观的宁红叶瞬间错愕，杏眸圆睁。李诗诗更是如梦初醒，巨大的羞辱感轰然炸开，她尖叫着剧烈挣扎起来，双腿同时在空中胡乱踢蹬，双手拼尽全力去掰腰间的那一只手臂。放开我，叶修，你这混蛋，流氓，登徒子，快放开本小姐！然而无论他如何踢打和撕扯，叶修的手臂纹丝未动，沉稳如山。他随之垂眸看着怀中因羞怒而面颊晕红的李诗诗，看来李大小姐不仅毒品堪忧，这愿赌服输4个字也着实需要好好教教，若不给点教训，怕是记不牢。话音落下，他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那被迫撅起的翘臀。你想干什么？李诗诗惊恐地扭过头，恰好捕捉到叶修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浑身陡然一僵。但叶修没有回答他，回答他的是啪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骤然荡开。叶修的巴掌结结实实地落在那挺翘浑圆的正中央，臀肉在掌下剧烈弹颤，火辣辣的剧痛瞬间撩遍李诗诗全身的每一寸神经，巨大的屈辱感如同滔天巨浪，瞬间将她吞没，以至于大脑一片空白。李诗诗懵了，她万万没想到叶修居然敢打自己的屁股，那是对方能打的吗？别说打了，就算是他未来的相公，再没有经过他的允许都不能碰。结果他却挨了一下。最让他崩溃的是，那一击之下，自己居然对叶修有一种特别惊恐的感觉，就好像是只要叶修不继续打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他都愿意答应一样。震惊、惊悚、难以置信，这个王八蛋难道会使用仙术不成？否则自己哪可能出现这么逆天的感觉？认输吗？这时叶修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听不出喜怒，但在落入李诗诗的耳中，却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以至于他破防了，几乎是呜咽着，用尽力气挤出了2个字：认输。蓦地，太子殿下驾到！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撕开了一片天地，2列锦衣卫将院门粗暴推开，鱼贯涌入，霎时挤满了这寒酸的小院。紧接着，太子叶昭一脸清冷地踏入庭院，可当目光落向院中时，脚步停下，脸色跟着僵硬，随之一片铁青。他来这儿并不是来找叶修麻烦，哪怕他对叶修再如何的怨恨，也不会盲目的来找麻烦，因为他是大昆太子。而他出宫来这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李诗诗。若是无法在魏国公寿辰结束时让李诗诗答应成为自己的侧妃，那自己的太子之位可能难以保住了。于是在从太庙出来的那一刻，他就命人调查李诗诗的行踪，第一时间跟了过来。但是他一进来却看见了什么？自己内定成为侧妃的女人，这一刻竟趴在叶修的怀中，翘着屁股，姿势暧昧到了只能在晚上拉床帘的地步，光天化日，令人发指。叶昭的脸色彻底阴沉如墨，眼中的怒火喷薄欲出。叶修，谁给你的狗胆，竟敢动他？宁红叶第一时间惊醒，手握长鞭横挡在叶修跟前，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直觉告诉他，眼下的阵仗绝不是普通人能弄出来的。果不其然，叶修依然横抱着李诗诗，一脸古井无波。不该是太子殿下先行解释，为何擅自闯入我这私宅名院？此言一出，满院死寂，就连空气都似乎凝固了。所有人，包括那些杀气腾腾的锦衣卫，心头都猛地一颤，大感震惊。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太子闯入民宅有什么问题吗？虽然大昆律法白纸黑字，若无皇命或正当缉拿缘由，便是太子都不得擅闯他人民宅，但是普天之下又有哪个平民百姓、达官贵人敢当着太子的面如此堂而皇之的援引这条律法？
这叶修简直活得不耐烦了。叶昭一听，脸色阴沉如水。你对一个未出阁的闺阁女子行此禽兽之举，就是本宫闯入的理由。李小姐，告诉太子，我可曾强迫半分？叶修低头淡淡问道。从他甩李师师屁股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猜出李师师身具特殊体质媚骨，又狠也。在心理学的角度中，这样的女人虽然活像女土匪，但是在女王的外壳下藏着被绝对强者征服的渴望，能真正压住她的人才能解锁她深藏的柔情与臣服，简单一点说，就是超级加倍版的幕墙。所以李师师等同于被他抓住了命运的喉咙。这不，李师师娇躯一颤，死死地将滚烫的脸颊埋进叶修的腿弯，声音细若蚊呐，带着压抑的哭腔和极度的羞耻。没有。叶昭顿感窒息，他怎么都想不到，那一个好酒、好赌、好打人的女人，居然会配合老爸来羞辱自己。没错，在他的眼里，这一幕场景就是在羞辱自己。他眼中迸发出一抹杀机。锦衣卫听令，将叶修给本宫拿下，敢反抗，格杀勿论。是。锦衣卫的眼神齐齐一寒，绣春刀相继拔出，随之掠来。宁红叶的眼里充满寒意，正要动手，怎么？但叶修却抢先一步，平静反问：太子殿下，你是想让我说一说关于你和皇姐不得不说的事情？都停下！叶昭急忙喊停，眼神责任而视。叶修，你很好，当真以为捏着一些捕风捉影的龌龊事就能在本宫面前肆无忌惮，就以为本宫不敢对你如何了？你哪不敢？叶修嘴角一扬，数日前不就差点让我背负上逆谋的罪名？你……叶昭的脸更加的阴寒了几分。好胆，你简直好大的胆子！多谢夸奖。叶修微微一笑。叶昭闻言，胸中怒火几乎要炸裂开来，尤其是他的目光扫过叶修怀里依旧鸵鸟般埋着脸的李师师，一股难以言喻的耻辱感直冲脑门。他堂堂一国储君，内定的侧妃，竟被一个他视若蝼蚁的废物弟弟如此轻薄，而他还不能立刻将其碾碎，这份憋屈几乎让他发狂。就在这时，他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件事情，整个应天城都在李家的动作下疯传，叶修乃是赌圣。荒谬，绝对的荒谬。叶修有几斤几两，他还不清楚，那定是这废物和李师师为了某种目的耍弄的卑劣伎俩，否则的话，他们不会那么的和睦。呵，一声冰冷的轻笑骤然打破死寂，叶昭眼中的怒火化为刻骨的寒意。本宫差点忘了，叶修，我的好八弟，你现在可是名动京城的赌圣啊！本宫素来听闻，赌桌之上，方寸之间可见真章，亦可定乾坤。你既然是圣，想必赌术通神，无人能及。今日本宫就给你一个机会，本宫会寻一个人跟你赌一局，你若赢了，今日之事本宫全当没看见，转身就走。可你一旦输了，就立刻马上给本宫放开他，然后自断双手。叶修，你这赌圣敢不敢接本宫这一局？原本还沉溺在羞耻中的李师师错愕了，不是太子有多想不开，还是被气疯了，居然要跟叶修对赌，那不是自掘坟墓吗？然而不等多想，叶修已经开口了，赌是可以赌，不过吗？他故意拖长音调，迎着叶昭锐利的目光，缓缓伸出一根手指，然后在所有人面前晃了晃。赌法得改改，不论你们派谁来，有多少人，只要赢我一局，就算你们赢，我的命随便你们拿走，但你们每输一局，太子殿下就得当场喝一杯酒，上不封顶。太子殿下，您赌不赌？赢了给命，输了喝酒，一杯一局，上不封顶。这已经不是挑衅，而是赤裸裸将太子的尊严踩在脚下，反复践踏的羞辱。好，好，好！叶昭连道3声，字字浸透杀机。本宫赌了，就依你一局一杯，上不封顶。但愿你的赌术配得上你这不知死活的狂妄，本宫必亲手碾碎你全身的骨头。叶修松开禁锢李师师的手，听见没？你等会儿要卖力的为我喊加油。趴在叶修大腿上的李师师顿如惊兔一般，从叶修的双腿上跳了开来，然后望着叶修的表情挣扎了一下，才银牙一咬。好，他的内心就是狠不下心去违逆叶修的意思，他觉得自己疯了。叶昭冷哼一声，目光扫向一旁的锦衣卫，来人，速传鬼首章，再给本宫备酒。本宫今日必要看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如何一步步自掘坟墓，待他输尽，本宫将亲自斩断那双脏手，顺便也看看他究竟能请本宫饮下几杯。鬼首章，一个号称赌界鬼才的传奇人物，他在赌界赫赫有名，不少威名远扬的赌徒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叶昭为了投其所好，
顺利将李师师拿下。3天前就已经让人去用千斤砸开鬼手章的双手，终于得偿所愿，入了他的麾下。而此刻正是用人之时，锦衣卫凛然领命：“遵命，殿下。”很快，酒已备齐，鬼手章也来了。那是一个面色潮红、身量却瘦如竹竿的中年人。他刚踏进院子，便是一副鼻孔朝天的倨傲模样。可目光扫到歪脖子树下石桌旁的李师师时，脚步猛地一顿，脸瞬间就绿了。原因无他，李师师乃是赌界出了名的老千。他哆嗦了一下，身子挪到叶昭身旁，手指微颤地指向李师师：“太子殿下，咱跟那位比？”“不是。”叶昭摇头，下巴朝李师师身侧一点：“跟他身旁的那一个男的比，那男的就是最近人称赌圣的叶修。”哦。鬼手张先是一愣，随之脸上那点惧色被讥诮取代。原来是那一个赌圣。殿下放心，这一场赌包在属下的身上。说着，他定了定神，那一副跋扈气焰又顶了上来，大步走到石桌另一端，大喇喇坐下，睥睨着对面的叶修：“小子，你就是那一个赌圣，算是吧。”叶修眼皮都未抬：“猖狂！”鬼手张一拍石桌：“今日老子就来会一会你这赌圣，说吧，想怎么玩？一人一中，猜大小，摇定离手，由旁人开中。”叶修淡淡的说出了规则：猜中对方大小者赢，都猜中或都没猜中，算平局，如何？呵，鬼手张捻着2撇8字胡，眼中金光闪烁：“小子，有点胆色啊，敢玩这个？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若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否则一会儿怕是要输掉小命了。”这般赌法，最是考究手上功夫的深浅与临场的胆魄。叶修年纪轻轻，能有多大本事？一个被李氏女捧出来的赌圣虚名，算个屁啊！而他鬼手张经营头道数10载，虽不敢说只拿打啊，但拿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还不是10拿9稳。叶修嘴角的那抹淡笑未变。聒噪，开始。哼！鬼手张鼻腔里重重一哼：“你既找死，也就成全你。”哎，两人也不废话，握住中具，同时摇了起来。数十次摇动后，他们同时落中，空气仿佛凝固了。众人的目光聚焦在那2个小小的头中上，叶修眼皮微抬，目光却轻飘飘地扫过身旁的李师师。那眼神虽然平静无波，却让李师师心头莫名一跳。不是看自己做什么？可不等他反应过来，叶修已经收回目光，淡淡道：“随你。”哼，装神弄鬼。鬼手张冷笑一声，指向叶修的头中，信心满满的高声道：“我猜你的大。”他方才摇中时已用尽听头辨位的本事，虽不能100%确定点数，但听其落点沉重，走势浑厚，十有8、9是个大数。叶修闻言微微点头：“那我猜你的小。”开中。叶昭冷喝一声，身后势力的锦衣卫立刻上前，然后一人一个直接先中。刷刷，2副头子暴露在众人眼前。叶修的中内，1、2、3， 6点小。鬼手张中内，1、2、3， 6点小。全场叶修赢了，而且2人的数字还一模一样。巧合吗？许多人的双眼都几乎要瞪出眼眶了，脸上更是写满了难以置信。鬼手张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万万没想到，他通过听头辨位的本事，明明听到的是大，可为何会变成小？最离奇的是，点数还一模一样，这是在嘲讽自己吗？他嘴唇翕动，欲言又止，咕咚。叶昭以面沉如水，仰头将一杯烈酒狠狠灌下喉，然后酒杯重重顿在石桌，冷硬如铁。继续。鬼手张被那眼神冻得浑身一颤，所有到了嘴边的辩解和惊疑都被硬生生堵了回去，以至于赌局再开，但诡异的一幕随之上演了第2局。鬼手张咬牙在压大，叶修看了李师师一眼后，随即压小，开中结果都是小，叶修又赢了。第3局，鬼手张心神已乱，转压小，叶修的目光再次掠过李师师，继而改压大，开中都为大，叶修又赢了。第4局、第5局、第6局，一模一样的戏码，在众人麻木的注视下，转眼就是7局，而结果无一例外，叶修全胜。鬼手张早已汗流浃背，几次3番想要嘶喊叶修一定作弊了，可声音每每在喉咙里翻滚，就被叶昭那输红了的狰狞眼神给狠狠瞪了回去。因为太子心中很不爽，外加被激出了胜负欲，想要赌叶修失败必死的那一个结局，所以叶昭已经失去理智，彻底上头了。没错，人在理智的时候不会做不理智的事情，但在又赌又喝的刺激下，反而是最容易让人上头的，而且主打一个不听劝。最重要的是，叶修一开始的仇恨拉得很足，所以哪怕是身为太子的叶昭，也斗不过精通心理学的叶修顿时间。
叶昭愈发上头，疯狂，不爽，然后反反复复，一杯接着一杯烈酒入肚，整个人陷入了醉醺醺的状态。鬼首章害怕极了，感觉自己的酒足已经在天上飘。太子殿下，不能再赌了，那小子太邪门了啊！闭嘴！岂料醉醺醺的叶昭宛如饿狼般盯着他，继续赌，今日叶修必须死。鬼首章，你今日若无法胜一局，本宫事后必会诛你九族。鬼首章一听，脸都已经没了血色，却只能继续赌下去，看看能不能赢下一局。但很快，叶昭却在疯狂猛喝下，终于坚持不住了。当又一轮结果公布，鬼首章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头中，而结果毫无悬念，叶修胜。哈哈，叶昭顿时如神经质般狂笑了起来，抓起最后一杯酒，仰头便灌，但狂笑很快戛然而止。他的身体猛地一晃，随之重重砸在石桌上，然后一边不停吐着酒水，一边彻底的昏迷了。大胆！保护殿下！锦衣卫惊醒过来，一个个怒击拔刀，但不待动手，叶修已经拉住也要甩鞭的宁红叶，淡淡说道：动手前，你们最好先想想，一旦刀兵相见，今日之事便再难遮掩，父皇就会知道太子参与赌博，而你们一个个跟着配合，你们猜猜看，自己的九族够不够死？此话一出，锦衣卫一个个停下动作，他们脸色一片铁青，浑身遍体发寒。没错，太子参赌犯错，他们这些进士首当其冲，哪怕陛下最后会惩罚叶修，他们也未必有命能看见。毕竟叶修身具皇室血脉，权衡只在瞬息。领头者眼神剧烈挣扎片刻，猛地一挥手撤，保护殿下回府。下一秒，锦衣卫立即扛着太子如潮水般退出寒酸小院。当院门一合拢，李师师错愕地望着叶修：你故意算计太子？故意？叶修端起凉茶抿了一口，那叫临场发挥。你就不怕死？李师师惊呆了，没想到叶修回答的那么干脆。结果叶修更加语出惊人：不怕？这不是有人在帮我背锅吗？李师师，不是。叶修为何在说出这一句话时双眼直勾勾看着自己？李师师猛然回忆起了一件事，刚刚叶修每开一次中句时都会先看向自己，当时他还觉得很奇怪，可如今李师师恍然大悟，下意识地瞪着那个可恶的男人。叶修，你利用本小姐让我成为帮你算计太子的帮凶？没错，那个王八蛋每一次看向自己，可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样一来别人都会以为他们串通好的。叶修摇了摇头：不对，是你背锅，你卑鄙，你无耻！李师师勃然大怒，气得浑身发抖，屈辱感爆棚：这浑水老娘不奉陪了，你去死吧你！说着他转身就冲出了院门，但刚一踏出门槛，脚步却顿住了。几秒后他愤然折返，将一张请帖拍在了桌上：外祖父给你的，爱来不来？吼完这句，他怒瞪了叶修一眼，头也不回地离开。望着离开的背影，宁红叶黛眉微蹙：少主，你就不担心害了李家？他并非圣母，但李家这一次确实很无辜，李家背后有一个魏国公。叶修给他倒了一杯凉茶：父皇想拔掉魏国公的人，也得权衡一下利弊才可以，李家掌握的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宁红叶呆了呆，随之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李氏一族拥有着一个地下情报网，是许多人都知晓的事情，包括他在内。而少主从跟李师师打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逐步试探李氏地下情报网的能耐，其中的目的就是控制情报网。不得不说，恩公一次又一次的用行动刷新他的三观，冲击他灵魂深处的软肉。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叶修拿起桌上的请帖，在掌心上掂量了几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送什么大礼给魏国公呢？我曾听闻魏国公前几年南征北战时身体遭受过重伤。宁红叶稍微思索了一下，慢条斯理的提议，但具体是什么伤并不太清楚。不过在我抵达应天城前得到过一条情报，他就急如今应该又复发了，您的医术通天，没准能治好一个人，可比送任何大礼都贵重。叶修闻言挑了挑眉：旧疾复发，那说明魏国公年轻时纵欲过度，导致肾不好，这才是关键所在。宁红叶：哈，旧疾复发和肾有关？他外行人都觉得有点荒唐。叶修并未解释，而是拿起桌案上的纸笔，写下一份药方，然后递给宁红叶：你跑一趟李家，将药方给李师师送去，告诉他关键时刻能保住一条命。宁红叶回过神来，行了一礼：好。太子宫外府邸，醉醺醺的叶昭做了一个十分奇葩的梦，他梦见自己被叶修追着一刀又一刀的逮着屁股乱捅，嗷嗷嗷！叶昭惊醒，当场来上了一个垂死病中惊坐起，
身体一下子直挺着，整个人浑身上下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下一秒，他按住自己的屁股，发现并未出现好几个窟窿，也没有传来剧痛，这才松了口气。是梦，只是一个噩梦。然而，这噩梦带来的并非虚惊一场，而是一股被羞辱、被践踏的滔天怒火。他堂堂的太子，储君之尊，心态向来稳如磐石，可如今竟被一个他视如草芥的贱种叶修搅得心神不宁，甚至梦魇缠身。该死的贱种！他握紧拳头，眼神变幻不定。他难道真是赌圣不成？还有李师师那个不知廉耻的贱婢，为何像姬如雪一样都往叶修那个贱种身上凑？一想到父皇交代的事情，叶昭就一阵头疼。蓦地，砰！房门被猛地推开，守护太子的锦衣卫百户统领一脸惊惶地冲了进来。太子殿下，您怎么了？话音戛然而止，动作跟着一顿。他发现床上的太子殿下已经醒来，似乎并无大碍。叶昭冷冷转过头问道：本宫睡了多久？不到半个时辰。统领心头一紧，连忙躬身回禀：您当时吐了酒，接着又呕了血，但御医已及时催吐与诊治，说是急怒攻心，兼之酗酒过度，伤了胃腑，但调理些时日便无大碍。叶昭喝到胃出血，该死的叶修！叶昭很怒，怒到额头上都出现了一片青筋暴涨，他恨不得将叶修就地抽筋包骨。统领见状，犹豫着问道：太子殿下，咱们要不要将此事禀告陛下？啪！回应他的是一个巴掌。统领被打懵了，但叶昭的声音因极度愤怒而扭曲，如同受伤的野兽在低吼：告诉父皇，让他直接罢黜本宫的太子之位吗？卑职不敢，卑职绝非此意。统领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跪倒解释：只是鬼手章不久曾言，那叶修极有可能出千了，而且他还怀疑是李小姐在暗中相助，有证据吗？叶昭眼角抽搐不停。统领尴尬一笑：鬼手章说李小姐乃是赌界的超级老千。叶昭，好，刚刚他还觉得叶修可能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赌圣，现在好了，原来是被两人做了局，难怪当时他们会眉来眼去，这一对狗男女竟敢联手戏耍于他，好的很，待本宫完成父皇之命，定要叫这对狗男女后悔来到这世上。叶昭脸上的肌肉扭曲着，宛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他一把抓住统领的衣领，一字一句，杀机毕露。听着，立刻去将那个废物鬼手章给本宫处理干净，舌头割了，手脚打断，丢去乱葬岗喂狗。本宫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还有那个为本宫诊治的太医，也要让他意外身亡。本宫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这次的事情，半个字都不许泄露出去，明白吗？统领浑身一震，颤声应道：属下马上就去办。另外，叶昭松开统领的衣领，双眼虚眯着：本宫身份敏感，不方便动手，你让老九去叶修的住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帮黄姐报仇。出了什么事，本宫帮他兜着。统领呼吸一滞，诺。李师师携着满身怒气奔至李府门外，但脚步未及踏入，忽闻身后传来一声轻唤：李小姐，请留步。李师师顺势回身，见是宁红叶，眼中顿时浮起不悦：是你？你怎么跟过来了？宁红叶神色淡然，只将一纸药方递出：他给你的药方？他才有病。李师师脱口而出，怒火更炽：并非给你用。宁红叶打断他，声音平静的宛如寒泉一般：是给你外祖父的。此话一出，李师师错愕了一下，但还未来得及反应，宁红叶便将药方塞入他的手中，然后转身便走，背影一下子融入街巷人潮，只余一句轻飘飘的话随风荡来。他说关键时刻可以保命。李师师惊醒过来，下意识地攥紧药方，刚想骂出声轰，李府大门轰然打开，一名管事模样的人影踉跄地撞了出来，满面惊惶：小姐，大事不好了，魏国公的病情突然加重，危在旦夕啊！什么？李师师浑身巨震，猛地回头看向管家那一张惊惶失措的脸，所有的怒火、不忿以及对叶修的鄙夷瞬间粉碎。下一秒，他只剩不安、恐惧、慌张。快带我去见外祖父。魏国公府正房中，床榻上仰卧着一位老人，他面色蜡黄，胸膛的起伏微弱的几近于无，任谁也难以将眼前的老人与数年前叱咤风云的旷世战神大昆魏国公龙隼联系在一起。在榻前正端坐着另一位老者，他须发如雪，银眉垂颊，指下搭着魏国公的腕脉，双目微合。房中上下，国公夫人、势力的心腹、屏息的医童，所有人的目光带着期待和敬畏聚在他的身上。
这一位便是当世公认的医道圣手，活人无数的传奇神医华天年。传说他精针渡恶，能从阎王殿前抢人。公为10年头风，北境大将坏居，江南蔓延10亿都经他的妙手。枯骨回春，上至王宫，下至黎民，他挽回的性命早已不计其数，世人皆尊一声活阎王臂。而此刻，这一位能令生死不改写的阎王臂搭在脉上的手指却微微一顿，紧接着那一双银眉竟不易察觉地微微蹙起良久，他才收手，对着龙家众人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国公气血逆冲，就急如山崩，老夫回天乏术。空气瞬间凝固，众人的脸上写满了绝望，连神医都束手无策。难不成国公爷真的熬不过今年的寿辰了吗？砰！房门被人撞开，外祖父一道妩媚动人的倩影跌撞闯入，不是别人，正是龙隼最疼爱的外孙女李诗诗。他一眼便撞见他上外祖父那灰败如死灰的面容，心脏猛地一抽。外祖父他，李小姐。福伯从人群中出列，声音哽咽，带着无尽悲凉。老爷他怕是撑不住了。轰！李诗诗一听，如遭雷击，脑中一片空白，手中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药方脱手飘落。他踉跄到榻前，滚烫的泪水汹涌而出，压抑不住的呜咽回荡房间。最疼爱他的外祖父，难不成也要像娘亲一样离他而去吗？崩溃、绝望、窒息，顿时间，整个龙家陷入了悲伤之中。恰在此时，刚接过弟子递来的诗经，准备进手的华天年动作僵在半空，他的双眼随之被地上的纸张给吸引了，上面一个特殊的药名隐约可见，阴阳货。一丝悸动掠过心头，他将诗经塞回弟子的手中，亲自俯身捡起那一张纸，然后打开，目光扫过，只一眼，如同被巨锤狠狠击中，华天年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瞬间褪尽血色，又猛地涌上难以置信的潮红。下一秒，他猛然抬头望向正在床榻前哭成泪人的李诗诗，声音带着急促与惊骇：李小姐，你的药方从何而来？药方。李诗诗泪眼婆娑，茫然抬头，继而哽咽着，语气中充满了怨愤。那是一个无耻的王八蛋给的方子，还大言不惭地说能在紧要关头保命，可他分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一个只会糊弄鬼的混蛋。华神医，您不用多做理会，丢了便是。果然，叶修就没安好心。华神医都对这一张药方感到了荒唐和震惊。然而，他的思绪刚落，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华天年紧紧攥着方子，如同攥着稀世奇珍，激动地说道：丢不得，万万丢不得。为何？福伯从悲痛中惊醒，愕然问道。华天年斩钉截铁地说道：此方若丢，丢的便是你们老爷的命。全场哈，那药方竟有如此分量，能让神医那般失态？龙家夫人慌忙抹去泪水，震惊地问道：华神医，您的意思是那药方能救老爷？华天年重重点头，声如洪钟：没错，此方深谙阴阳调和之理，以3补固本培元，3医指导沉疴，3泻疏导逆乱，妙治豪颠，浑然天成，正是国公此症唯一的生机所在。能想出此等配比之人，简直是绝世奇才啊！老夫竟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四周的悲伤一下子被狂喜代替。万万没想到，原本被神医亲口判了回天乏术的国公爷，竟因一张弃如敝履的药方峰回路转了。他们震惊，他们惊喜，唯独李诗诗的美眸圆睁，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那药方乃是宁红叶替叶修转交给自己的，可那家伙除了利用自己，哪懂得医术啊？他顿时绷不住了。不可能，给我方子的人分明就是一个无耻之徒。够了，李小姐。华天年眉头一拧，冷斥道：那一位乃是你外祖父的救命恩人，你再出言不逊，未免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了。李诗诗还想争辩，但华天年已沉声打断，字字千钧。此方，老夫华天年以毕生医德，一身清誉，乃至这条老命做担保，若无效，老夫愿自戕于此，以命相抵。轰！全场沸腾，震撼的无以复加。神医居然用自己的一切来做担保，那估计没问题了。李诗诗却如遭重锤，呆滞在场。难不成叶修的药方真的有奇迹？福伯率先惊醒，急忙一医。华神医息怒：李小姐年少气盛，言语唐突，老奴待她赔罪，万请神医示下如何救我家老爷。龙家人齐齐望来，眼里满是期待。速去！华天年将药方郑重递给福伯，照此方煎药，1个时辰内必须让国公服下，此乃吊命续魂之机，一刻也耽误不得。是。福伯顺势召集仆人，
匆匆离去。不到1个时辰，一碗氤氲着药香的汤药便端到榻前，福伯将药汁小心翼翼地喂入魏国公口中。紧接着，华天年再次凝神搭脉，几息之后，银眉舒展，他的脸上多了一抹笑意。稳住了，脉象已有回转之机。依此方，连续吞服7日，国公当可自行下地。1月之后，沉疴尽去，康复如初。哗！全场一片哗然，太令人震惊了，国公真的有救了。然而，不等众人从这惊天逆转中回过神来，华天年已经将目光落向呆若木鸡的李师师。李小姐，烦请引路，老夫欲拜见那位高人。高人？这位当世神医竟称叶修为高人？疯了！这天下的人都疯了吗？他心乱如麻，可华天年如今也算是救了外祖父一命，他根本无法拒绝。福伯见状，连忙上前。老奴马上去安排车马。不必。华天年大手一挥，断然拒绝。老夫步行前往，莫要让车马喧嚣，惊扰了高人清静。李师师的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华天年的弟子们也都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好奇与震惊。师父何曾对他人如此推崇备至，甚至隐隐带着一种近乎谦卑的敬畏。很快，一行人穿过繁华喧嚣的长街，最终停在一处破旧寒酸的小院门前。院墙斑驳，木门吱呀。李师师指着那扇门，声音干涩：“就是这里了。”华天年看着简陋的门庭，非但没有轻视，眼中反而金光大盛。大隐隐于市，返璞归真，藏器于身。妙，妙啊！李师师，妙个屁啊！那分明是叶修被罢黜后穷困潦倒的住处。不待他开口，华天年已经整理好衣冠，神情庄重地上前一步，然后亲自叩响门环。读。片刻，木门被人打开，出来的不是叶修，而是一位身姿婀娜的女子。她声音清冽：“找谁？你是？”华天年微怔，旋即双眼死死望着女子的双眼，满是惊骇欲绝。“红叶丫头，你的眼睛竟能视物了。”宁红叶黛眉紧蹙，那苍老的声音似曾相识。倏忽间，她那冰霜容颜掠过一丝惊异。“华神医，当年师父曾带他寻遍名医，最终是眼前这一位华神医。”在无数断言无救的声音中，艰难道出虎眼凝晶这个令人绝望的名词，虽同样束手无策，却也是唯一触及真相的人那份绝望中的一丝清明。他至今记忆犹新，哈哈哈！华天年的笑声如洪钟炸响，果真是红叶丫头，你这双虎眼凝晶竟真能重见天光了。宁红叶颔首，有人治好了晚辈，莫非是里面那位圣手？华天年的声音陡然绷紧，试探着追问。圣手？宁红叶一怔，但很快明白所指，冰封的唇角极其罕见地牵起一缕暖意。少主说，那的确是虎眼凝晶，也是他为我施治，如今只需继续调养一段时间，便可彻底痊愈。当真？华天年浑身剧震，那纠缠他毕生、曾断为天绝之症的难题，竟在眼前被彻底击穿了。一股焚心蚀骨的迫切瞬间攫住了他全部心神，以至于这一位名动天下的神医，声音竟破天荒地带上一丝急切，近乎卑微的恳求：“红叶丫头，请务必引荐，老夫华天年今日斗胆，渴求拜谒尊驾，请进。”多谢。望着一起踏入小院的背影，李师师呼吸都乱了。啥？他没听错，当初去赌场的那一男一女中，女子的确是瞎子，只是被叶修给治好了而已。所以叶修来真的，他懂医术。这一刻，李师师脑袋一片混乱，下意识地跟了进去。华天年身后的一众弟子更是尽皆失神，他们很清楚虎眼凝晶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是绝症，是连师尊都束手无策的天谴。可那女子在换了虎眼凝晶之后，还被人给治好了。他们终于明白师尊为何如此失态。刹那间，一个个人的脸上写满了渴求与敬畏，紧随着涌入小院。但是当众人进来时，他们只见一个少年正在一棵歪脖子树下大快朵颐地吃着一只叫花鸡。不是他应该不是圣手吧？毕竟在他们眼里，圣手应该是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前辈，这小子肯定是圣手的徒弟或者药童。包括华天年在内，所有跟他过来的弟子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这么一个想法。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宁红叶莲步轻移，俯身在那少年耳畔低语数句。少年这才抬眸，漫不经心地扫了华天年一眼，挑眉问道：“你找我？”华天年，全场弟子，等一下，不会是在将他们当倭国人整吧？那所谓的圣手怎么可能是一个少年？华天年顿时望向李师师，似在询问。可李师师面色复杂，艰难颔首。华天年人麻了，
又立刻望向站在少年身旁的宁红叶，急着求证。结果回应他的同样是一个颔首示意。不会吧，不会吧，圣手真就是一个少年。这一刻，华天年连同他那一群见惯世面的弟子，纷纷如同被无形重锤击中，心神俱震，脑中一片空白。然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轰！原本摇摇欲坠的院门被人猛然一脚踹飞了出去，一队黑衣玄甲的禁卫从破开的门洞中汹涌灌入，甲胄碰撞，铿锵刺耳，瞬间便将这方寸小院围得水泄不通。紧接着，一道锦袍身影踩着满地狼藉缓缓踏入，他玉带缠腰，赤金冠冕，华贵逼人，唯有一处那本该俊朗的脸上赫然印着好几道深红的鞋印，清晰刺目，久久不散。歪脖树下，叶修眼皮都懒得抬，只凭那熟悉的跋扈气息便已认出了来人还能有谁，自然是他那同父异母的九弟叶青。叶青停下脚步，双眼锁定叶修，眼里怨毒难掩。叶修，你倒是好雅兴。他来了。前几天黄姐跟驸马被叶修闯入府邸痛打一顿，至今都还无法下地。他愤怒，他甚至想来为黄姐报仇，那样不仅能讨好太子，更能报一下当初被叶修用鞋甩脸的仇。结果还没有做出实际行动，就收到太子的密令，让他来找叶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为黄姐报仇。若是出事，太子会兜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行动呢？然而叶修依然没抬头，只是慢条斯理地吮了下指尖的油香，淡淡说道：有屁，快放！你说什么？叶青脸上的肌肉抽搐，几乎扭曲。叶修这才懒懒抬眼：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刹那间，满院死寂，所有目睹此景之人无不神魂俱震，肝胆俱寒。好生狂妄，有人居然敢这般肆无忌惮地当面折辱当朝的皇子，这简直自寻死路啊！好一个叶修！叶青怒极反笑：前几日你殴伤皇姐和驸马，本就罪不容诛，今日本王便让你这蝼蚁明白，反抗的下场只有死。四周的人又一次被震惊到了，眼前的少年已经不能用牛逼来形容了，敢殴打当朝公主跟驸马，还能全身而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跟这一点比起来，如今狂妄地对待一个皇子，好像也就没什么了。叶修闻言淡淡一笑：怎么，你也想来讨打？该死的混账，你简直是不进棺材不落泪！叶青彻底忍无可忍，直接下了命令，所有人听令，将这狂徒给本王拿下，胆敢反抗，格杀勿论！锵啷啷，寒光乍现，玄甲禁军齐刷刷拔刀出鞘，森冷刀锋一下子锁定了歪脖树下的身影。宁红叶的眸中寒芒一闪，血色长鞭如毒蛇吐信，倏然盘踞于手，空气当场绷紧到了极限，大战一触即发。就在剑拔弩张之际，九殿下，请马上住手！一声苍老却如同惊雷炸裂的暴喝，裹挟着雷霆之怒，悍然撕裂了满院的杀气。所有人的动作猛然一致，刀锋悬停，长鞭微凝，一个个人惊疑不定地望了过去，却见开口之人竟是那须发皆白，方才还沉浸在巨大震撼中的华天年。然而叶青显然不认识对方，他反而因为被人打断，滔天怒火直冲脑门，眼中凶光闪烁。哪来的老东西，也敢阻挠本王？找死不成！老东西！华天年怒极反笑，手掌高高擎起，一枚巴掌大小镌刻着威严纹路的腰牌被他攥在掌心。九殿下，给老夫看清楚了，此乃何物？所有人定睛一看，却见腰牌上写着亲自国手，功绩苍生8个大字。叶青的脸色骤然大变，若没记错的话，这腰牌在整个大昆境内只有一个人持有，那就是神医华天年。难不成眼前这其貌不扬的老头竟是那传说中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医圣手？正当他一脸惊疑不定时，华天年冷哼了一声，字字诛心。当年你不过8岁至龄，因鹰头不得出而导致肿胀秽脓，高热惊厥，太医院那群庸才束手无策，眼看就要坏死，断送龙根。是老夫用利刃环切，剜去腐肉，引脓清创，才硬生生把你从当朝第一个太监皇子的悬崖边上拽了回来。若非老夫这一刀，九殿下今日焉能在此处威风八面，呼喝禁军？全场靠！这是他们能随便听的事情吗？叶青隐藏在他心头的最后一丝怀疑彻底烟消云散。这等深埋宫廷，关乎皇子颜面的绝密隐疾，除了当年亲手施治的华天年，绝无第二人知晓。此老数年前入宫，不仅为几位贵妃妙手回春，更调理好了父皇的头风顽疾，以及可那难以启齿的望门而泄之症。父皇龙心大悦，意欲招揽其入太医院供奉，
却被他以医术之道学海无涯，需游历四方精进为由婉拒。最终父皇亲赐此金牌，昭告天下，见此牌如朕亲临，其地位之超然，可见一斑。可万万没想到，这等神仙人物竟会屈尊出现在叶修这破落小院里，简直活见鬼了。他脸色一黑，上前作揖。原来是华老神医，晚辈叶青方才言语无状，多有冲撞，万望神医。海涵。华天年眉头一皱，不留情面地说道：九殿下，你们刀指老夫敬拜之人，一句海涵便想了结。叶青。华天年的双眼逼视着他，继续说道：当年救你于太监皇子之危，是让你今日行此忘恩之举。叶青。华天年的目光望向叶修，今日你们一旦伤他分毫，老夫与你们不死不休。今日你们若不速速离去，老夫便持此玉牌入宫，倒要请陛下评评，皇子这般报恩是何道理，又该当何罪？叶青。不是他没听错吧？堂堂的神医居然说叶修是他敬拜之人，瞧瞧，那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叶修的岁数都可以当他孙子了，好吧？那老头是脑子抽风了，还是脑髓空虚了？他小脑顿感萎缩，忍不住问道：华神医，您没弄错吧？那叶修不过是皇室弃子，您说敬拜他，他凭什么？华天年眼神冰冷，反问道：凭什么？今日老夫就告诉你凭什么。就凭老夫写不出的方子他能写，老夫治不了的病人他能治，老夫参不透的医理他能参，够不够？这接连三句字字如锤，狠狠砸在叶青心口。他的脸色一片铁青，可他连王八都能养死，九殿下这般聒噪。不等说完，华天年语气不善了起来：可是要老夫剜了当年没切净的烂肉，还是要老夫随你去陛下面前好好讨教一番？叶青的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他敢去宫中理论吗？不敢。他若真去了，父皇震怒之下，一顿重责绝对少不了。纵使太子会保他，可这老疯子若豁出去闹，他必定要吃大亏，得不偿失走。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他心中恨意滔天，却也只能强压下去。此外，必须立刻彻查清楚，叶修这个废物究竟使了什么妖法，竟能让华天年这老匹夫如此癫狂，甚至口称敬拜。电光火石间，他阴沉着脸，怨毒的目光死死定在依旧旁若无人啃着叫花鸡的叶修身上。好，好得很，叶修，今日算你运气好，本王就先饶你一回，你给我等着。狠话撂下，他袍袖一甩，脸色阴霾的转身就走。四周的玄甲禁卫纷纷将刀剑入鞘，随之如同潮水一般迅速退去，待人群散尽。华天年已将腰牌收起，然后目光灼灼，大步流星地来到叶修跟前，当众深深一揖：这位先生，可是您赐予魏国公那救命药方？可是您妙手回春，治好了红叶丫头那棘手的虎眼凝精。一开始他的确怀疑过叶修的身份真伪，因为太年轻了，但是学术不分年龄阶段，而且他更相信宁红叶，那是自己的老友，视若珍宝的徒儿，绝不会拿这等救命大事来诓骗自己。四周一片死寂，直到叶修咽下最后一口鸡肉，才瞥了躬身的华天年一眼。药方随手写的，能救命就行，红叶的虎眼凝精也只是碰巧知道解法罢了。华老，起来吧，治病救人本分而已。随手写的，碰巧知道。华天年身躯猛地一震，脸上充满了错愕。那药方精妙绝伦，逆转阴阳，硬生生将魏国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怎么可能只是信手涂鸦？那虎眼凝精更是千古奇症，古籍记载几乎无解，这又是如何能是偶然撞见？最要命的是，叶修说出的话那般的云淡风轻，这份是惊天医术如尘埃草芥的气度，更是远超他毕生想象。华天年只觉得眼前这年轻人身影变得无比高大深邃，心中的崇敬如潮水般汹涌。先生境界之高，胸怀之广，实在令天年五体投地，羞愧难当。是既是活人之术为本分，此等心境方为真正的医道圣贤。叶修，医人他会，但他真的没有那么伟大。他只是随便的从脑子里面挖出来了一个药方，找到了对应的办法，已无语之下。他疑惑地问道：华老，你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吧？他方才已经从宁红叶那儿得知了这一位老人的身份，如今对方出手帮自己，恐怕是为了医术而来。果不其然，华天年闻言，眼中瞬间燃起近乎狂热的火焰。先生，天年斗胆，不知能否有幸向先生请教一二，哪怕只是那药方中相生相克之理，或是那股眼凝精气机流转之秘。天年愿执弟子礼，聆听教诲。说着，他在所有人一脸震惊、错愕、
难以置信的表情下，砰一声闷响荡开。这一位名震天下、地位超然的神医圣手，竟毫不犹豫的双膝砸地，以最虔诚的弟子之礼，深深叩拜在叶修面前。死寂，死一般的寂静。宁红叶、李师师以及随侍在侧的华天年弟子们，脸上写满了惊骇与难以置信。堂堂的华神医，竟向叶公子行此大礼。眼前这一幕，将在场所有人的固有认知炸得一片粉碎。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名动天下，连帝王都要礼敬3分的杏林圣手，此刻竟如同最虔诚的信徒，匍匐于一个少年身前，行那弟子叩拜之礼。几名弟子如梦初醒，惊慌失措地扑上前去，欲将恩师从地面搀扶起来。结果莫动，华天年双臂一震，却惊人地将几个身强体壮的弟子都给推开。他非但不肯起身，声音中反而带着一种近乎孩童耍赖的执拗和决然。今日先生若不允准天年请教，那天年便厚颜一回，赖在此处不起身了。师父！弟子们目眦欲裂，疯了一般扑上来。下一秒，大师兄杨彪如丧考妣，上前死死抱住华天年的一条胳膊，哀嚎大哭。师父，您是何等身份？天塌下来也不能如此自折身价啊！快起来，弟子求您了。他拼尽全力拉扯，可华天年纹丝不动。年轻气盛的弟子孙骁更是双目赤红，怒视着树下的人影。叶修，你用了什么妖法？快放开我师父，否则我跟你拼了！他欲扑上前，被另外2名弟子死死架住。整个院落陷入一片混乱。宁红叶见状，身形微动，护在叶修身前，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失控的弟子们。他一言不发，但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却清晰地映着一抹近乎灼热的骄傲。这就是他认定的少主，无需言语便能让泰山北斗俯首。唯独李师师娇躯僵住，阴唇微张，却说不出一个字。眼前这一幕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能让华天年如此卑微耍赖的哀求，叶修的分量远超想象。最重要的是，外祖父的性命等于就是眼前少年随手所救。这一刻，他望着叶修的表情多了些许复杂。眼见院子里一阵鸡飞狗跳，叶修放下击鼓，无奈地叹息了一声：“起来吧，都一把年纪了，跪着像什么话？你想学，我教你便是，何必如此？”话音落下，华天年猛地抬头，老脸上再无执拗，唯有孩童的宝般的狂喜。那双浑浊老眼爆发出一抹璀璨光芒，仿佛点亮了星辰。多谢老师。别叫老师。叶修的脸一黑，上前将华天年给搀扶了起来。咱们这是切磋。对，切磋。华天年顺势站起，忙不迭地应和着，仿佛怕叶修反悔，以至于原本混乱的场面瞬间戛然而止。紧接着，2人仿佛无事发生，安然落坐在院中的石桌两侧。叶修拿着一根树枝沾了点茶水，便在粗糙的石面上勾画着，为华天年讲课了起来。从那张逆转生死的药方的精妙立意，讲到虎眼凝精气机流转的关键窍门，华天年如饥似渴，浑浊的老眼亮得惊人。他时而恍然大悟一般连连点头，时而陷入了沉思而眉头紧锁着，那孜孜不倦的模样，活脱脱像是一个得了名师真传的痴迷学子，哪里还有半分杏林泰斗的威严？不知不觉，暮色四合，天光渐暗。华天年终于恋恋不舍地站起身，对着叶修深深一揖：“今日得叶小友切磋点拨，老夫茅塞顿开，许多积年困惑竟都迎刃而解了，甚至还纠正了老夫行医数10载都未曾察觉的歧路。改日能否容老夫厚颜，再登门叨扰？”他此刻的心情已非受益匪浅4字可概括。叶修寥寥数语为他开启的门径，是穷尽他毕生心力都未必能窥见的奥秘。别说是他，连4周的弟子都稍微领悟了一点门道，导致一个个再也不敢对叶修不敬好。叶修淡然颔首。华天年激动的面色一片潮红，但又想起一事，急忙补充道：“对了，叶小友，过几日便是魏国公寿辰，届时老夫亦会前往府上贺寿，不知小友那日可有闲暇？有些方才未曾尽解的细微之处，老夫想寻个机会再向小友讨教一番。”他眼中满是期待，姿态放得极低。“不必麻烦。”叶修随意摆了摆手：“国公寿宴，我也会去，到时若有机会再为你解惑便是。”“当真？多谢叶小友。”“多谢。”华天年狂喜，如同得了天大承诺的孩子，再次深深作揖：“今日实在叨扰过甚，天色已晚，老夫这就告辞小友留步。”“留步。”说着，他脚步轻快，几乎是小跑着带上依旧处于懵懂状态的弟子们离开了小院。那背影都透着雀跃暗沉下来的小院终于恢复了宁静。叶修瞥了眼角落中那一道妩媚的倩影：“你还有事？”李师师的娇躯微微一颤，随之惊醒了过来。他银牙一咬，然后
好像下定了某种巨大的决心，几步冲到叶修面前，鼓起勇气才开口：“叶修，谢谢你，救了我外祖父。咱们之间的赌约，本小姐认了。等外祖父的寿辰一过，就履行。”话音未落，他猛地一个转身，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冲向院门。群居拂过地面，带起一阵慌乱的风。叶修满脸古怪，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东宫文华殿，九皇子叶青垂手立于阶下，脸色铁青，几乎是从牙缝里将白日在叶修小院受挫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挤了出来。听完匪夷所思的禀报，叶昭闭目养神，淡淡问道：“查清楚情况了吗？”已有眉目。叶青立刻躬身，语带不忿：“那废物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掏来了一张偏方，瞎猫碰上死耗子，硬是把魏国公那老棺材瓤子从阎王殿拽了回来。华天年那老狗才会像嗅到骨头的饿狼一般扑过去巴结他。”叶昭缓缓睁开眼帘，杀机凛然。如此说来，这倒像是天赐良机。良机？叶青愣住。叶昭深吸一口气，冷冷笑起：“魏国公寿宴，群臣必至。据本宫的消息，那野种也会去凑热闹。届时就从药方中做一做文章。”叶青先是一怔，随即眼中猛地爆发出狂喜的凶光。太子殿下英明，此事交给弟弟，弟弟定让他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以报今日之辱。叶昭的目光如冰冷的刀锋，扫过叶青扭曲的脸。记住，你的手脚要干净利落，本宫的大计容不得半分差池。还有，那日李师师若依然不识抬举，本宫要让他躺在本宫的榻上，明白了吗？太子打算用强的，不过想想也是，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又是关太子，估计父皇会硬压此事，而魏国公会因为皇命难违，无法改变什么。叶青一个机灵，深深一躬：“臣弟谨遵太子殿下谕令，绝不敢误事。”光阴似箭，转眼到了魏国公的60大寿。是夜，魏国公府大门前灯笼高悬，车马堵得水泄不通。然而府门口却出现了一幕异象，传说中的神医华天年竟领着10几个学生站在街前翘首以盼，看那架势分明在等人。满场宾客皆愕然，神医亲迎，这来的得是何方神圣啊？华神医何等身份，竟亲自出迎？看这架势，怕不是宫里的贵人也来了？难道是太子殿下？窃窃私语迅速在等候入府的达官显贵中扩散开来，但众人越想越觉得有理。没错了，魏国公寿辰，太子亲临贺寿，以示恩宠，合情合理。而能让华神医如此恭敬相候的，除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还能有谁？众人悟了，人群悄然肃穆庄重了起来，无数目光不由自主地跟随华天年等人的视线投向长街尽头，屏息以待。连门口迎客的魏国公府管事们腰杆也跟着挺直了3分。他们在做甚？弟子孙骁一脸郁闷，一个个脖子伸得比咱药铺里的老鹅还长。大师兄杨彪绷着脸保持严肃，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诌：“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定是听闻叶公子妙手回春的神迹，故而在此静候，已是格局打开，心诚则灵。这就叫排面啊，是这样吗？”孙骁恍然大悟，那他们还挺有眼力劲儿。啪！一个巴掌甩在孙骁的后脑勺上。华天年吹胡子瞪眼，低声斥道：“晋升！再胡咧咧就逐出师门。”马上给为师打起12分精神，莫在叶公子面前失了礼数，让人笑话。两人吓得缩了一下脖子，急忙捂嘴，继续翘首以盼。蓦地，长街尽头传来一阵马蹄声，伴随着铁甲铿锵的整齐步伐，由远及近，人群如潮水般自动分开。一队宫廷禁卫当先开道，其后一辆由御马拉动的华丽辇车缓缓驶来，威仪赫赫。是太子殿下的仪仗，果然是太子殿下亲临。华神医料事如神，竟早早在此恭候。人群传开一片惊呼，望向华天年的目光充满了敬畏能精准预判太子行程，神医的分量深不可测。毕竟一般的达官贵人根本没资格提前知晓太子的行程。辇车停稳，车帘掀起，雍容俊朗的太子叶昭踏下辇车，黑压压的人群忙不迭上前躬身行礼，九皇子叶青紧随其后。可他刚一下来，就见到街前垂手肃立的华天年，眼底掠过一丝阴狠。哼，再清高的神医，在储君面前也得俯首。这老东西也算识趣，正好方便了自己后续的计划。他附耳对叶昭低语几句，叶昭的目光随之落向华天年，带着上位者的嘉许，正欲开口卫冕。华老。然而话音刚出，全场皆以为华天年将顺势上前向太子行礼问安，结果一直如同雕塑一般静立的华天年，目光掠过太子仪仗，竟骤然迈步，
健步如飞地直冲过去。其身后弟子慢了半拍，也慌忙跟上，全场错愕。你大爷，还得是你大爷！都已经是大坤第一神医了，竟还那般主动放下身段迎接太子，难怪能成为大坤第一神医。他们又一次恍然大悟，欲跟着上前一块行礼，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就在即将靠近太子仪仗的刹那，华天年毫无征兆的一个急转，绕开辇车，径直朝队伍后方奔去。叶昭、叶青，全场不是绕开了，居然绕开了。华神医的目标并不是太子，那是谁？疑惑和荒谬感淹没了所有人，无数目光带着难以置信，齐刷刷地追随着华天年冲刺的方向，投向长街后方那一片阴影。而那里，一对男女正缓步行来，少年一身素净青衫，步履从容，清朗挺拔；身侧女子白衣胜雪，容颜绝丽，冷如冰霜，双色与轻盈，在权贵云集的长街上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夺走了所有投向太子仪仗的目光。更令人窒息的是，其中一人赫然就是被废黜的八皇子叶修。不会吧，大坤第一神医莫非是老糊涂了，竟亲自去迎接一个庶人，一个皇室弃子。无数人惊呆了，久久无法回过神来。望着叶修，叶昭脸上的温润笑意凝固，手都僵在了半空。叶青脸上的得意一下子化为惊愕，那个老东西真敢啊，无视他们跑去迎接一个废物叶修。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啊！一股怒火顿时攀升了起来，整个府门前随之陷入一片死寂。然而华天年却无视全场，反而狂喜地站在叶修身旁，双手作揖。叶小友，老朽恭候多时了，快请快请！轰隆，如同惊雷一般，所有人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被这一声叶小友彻底击得粉碎。叶修神色淡然，微微颔首，有劳了，请。华天年立刻侧身摆出邀请姿态。更让所有人眼珠子暴突的是，当两人开始并肩走向魏国公府大门时，华天年竟自降身份地放慢了半步，让叶修走在他的前面。老天爷，疯了，绝对是疯了！要么是华神医把自己医疯了，要么就是这一个世道彻底疯了。站住！一声暴喝如同惊雷炸响，打破死寂。叶青粗暴推开挡路的官员，脸色铁青地横挡在叶修一行人面前，眼中怒火喷薄欲出。华天年，太子殿下在此，你竟敢目无储君，你的尊卑何在？气氛凝固了，华天年才惊觉太子驾临，脸上堆着歉意，拱手告罪：是老朽失礼了。方才满心琢磨着虎眼凝睛的契机关键，一时竟未留意殿下驾临，老眼昏花，殿下恕罪。语气耿直，却字字如真。太子竟不如一个什么眼睛重要？叶昭的脸皮微微抽搐，若不是华天年的身份太过于特殊，乃是父皇御用的神医，他已经宰了这个老东西了。他脸上一片阴冷，直接喊停叶青。九弟，放肆！神医心系医道，福泽苍生，本宫岂会因区区小事耿耿于怀？说着，他大度地指向府门，神医既有药物缠身，请自便。华天年如释重负，谢殿下雅量。不过话音未落，叶昭的目光冷不丁瞥向叶修，你得留下，本宫有桩旧事要同你清算清算。刚缓和的气氛又凝固了，宁红叶都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鞭子。但下一刻，叶修淡淡问道：何事需劳太子亲自过问？你殴打皇姐，父皇仁厚，饶了你这条贱命，可这不代表本宫也愿意就此罢休。今夜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叶昭孤傲地望着叶修，眼里满是寒意，跪下给皇姐磕头认罪，再自断双臂以儆效尤，否则不等说完，叶修打断他，眼中充满嘲笑：父皇都已金口预言，既往不咎，你一个储君凭什么？狂妄，简直是无法无天的狂妄，以至于四周的人一个个瞠目结舌了。啥？打公主？原来传闻公主被人给打了的消息不仅是真的，打人的主儿还他娘的就站在眼前，可他为何还能安然无恙？暗律当诛啊！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他竟敢如此赤裸裸地质疑当朝储君。叶昭愣了一下，随之怒极而笑：好一句凭什么？本宫告诉你，凭什么？就凭我是他血脉相连的皇帝，此乃家事而非国事，何须储君身份？他试图将这一场冲突牢牢框定在家法的范畴内，让叶修无处可钻哦。叶修眉梢一挑，脸上露出一副了然的神色，原来是姐弟情深啊。电光火石间，他右手闪电般探向身侧，摸入宁红叶的腰间，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然后在所有人一脸震惊、错愕、难以置信的表情下，
叶修的身影如鬼魅般凄近，匕首稳稳地滴在太子的脖颈上，轻飘飘的声音悠悠荡开。既然是家事，那弟弟一刀失手，宰了几次三番想害我的兄长，应该也很合理吧？震惊、错愕、难以置信，整个场面好像都被眼前的这一幅场景给震撼得无以复加。叶修那个庶人竟敢持刀抵住太子的脖子，这无疑要造反啊！四周前来贺寿的达官显贵无不瞠目结舌，大脑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几乎忘却逆贼。叶青猛然惊醒，怒不可遏地嘶吼了起来：“你竟敢挟持楚军！禁卫，给本王拿下他！格杀勿论！拿下！”叶修甚至未瞥叶青一眼，声音平淡的令人骨髓生寒，是急着送太子上路，还是觉得你们的刀能快过我的笔？禁卫首领目眦欲裂，刀锋雪亮却寸步难移。叶小友，使不得！华天年面无人色，机遇瘫倒，声音都带着一抹绝望。陛下金口已开，既往不咎，莫要铸成万死难赎的大错。快放下刀啊！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界的未来最年轻的圣手就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唯独宁红叶长鞭锤的杀意如实质锁死全场，一旦有人敢动叶修，必先踏过他的尸体。叶修，叶昭强压惊怒屈辱，咬牙问道：“你到底想怎样？”简单。叶修的目光很平静。第一，咱们处理的是家事，没错吧？叶昭的脸皮抽搐，脸色铁青。没错。这个家字此刻听来如同鞭子一样抽他的脸。既然是家事，叶修一脸的波澜不惊，那让他们把武器放下，家事私了，外人持械围观不合适。叶昭目眦尽裂，胸膛剧烈起伏，几乎咬碎牙齿。都给本宫放下兵刃！禁卫们脸上写满了屈辱与不甘，眼中怒火熊熊，但在太子性命与严令之下，只能将手中兵器狠狠置于地上。因为太子一旦有任何闪失，他们九族谢罪都担不起责。很好，叶修微微一笑。第二，今夜我是来给魏国公贺寿的，太子不会再拦我吧？望着叶修，叶昭的心中恨意滔天。一个被废黜的庶人，一个持刀抵在他这楚军咽喉上的逆贼，竟敢如此堂而皇之地要求踏入国公府。若他此刻在阴允，那他这堂堂的大昆太子颜面何存，威严何在？他仿佛已经看到明日朝堂之上群臣那压抑的讥诮目光，更听到市井坊间百姓那肆无忌惮的嘲笑。他这一国楚军的尊严将被彻底践踏成泥。怒不可遏。就在他气血翻涌，机遇不顾一切嘶吼拒绝的刹那，蓦地，吱呀，魏国公府的大门被两个仆人拉开。紧接着，一道苍老而虚弱却带着威严的声音自门内悠悠传来：“来给老夫贺寿的皆是客。”众人愕然，齐刷刷循声望去，只见老仆福伯推着一辆轮椅走了出来，上面正端坐着一位身着吉服的花甲老人，他面色苍白，气息微弱，明显大病初愈。他正是今夜寿星大昆柱石魏国公龙隼。叶修，龙隼的声音不高，甚至字字病弱喘息，却斩钉截铁：“老夫保了。”轰！一言既出，石破天惊，全场陷入一片死寂，旋即被难以置信的错愕取代。好家伙，魏国公疯了，居然要保叶修！不是！叶青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失声叫道：“国公也！他挟持太子，形同谋逆，罪不容诛啊！”叶昭也都惊呆了，一个华天年老糊涂了，魏国公也跟着痴呆了，怎么一个个都保叶修那一个王八蛋？国公，禁卫首领也忍不住嘶声提醒：“此辽犯上作乱，挟持楚军，万死难恕。”您老住口！龙隼低喝一声，打断了全场。老夫说了，保他。你们若想要一个理由，老夫可以给你们。他叶修是老夫的救命恩人。那四字如同惊雷，再次炸响在众人心头。权贵们面面相觑，眼中骇然与荒谬交织。叶修，这个被废黜的庶人，竟是魏国公的救命恩人，这怎么可能？叶青急得跳脚，完全无法接受。国公，您是不是被他蒙蔽了？他一个，老夫还没老糊涂到被人蒙蔽的地步。龙隼猛地咳嗽几声，待福伯府被顺气后，才喘息稍定，目光如刀地继续说道：“老夫这条命，就是叶公子亲手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若非他献上那一张药方，今日这寿宴就该是老夫的丧喜。”全场，他的目光落回太子脸上。所以太子殿下，今夜之事说到底是叶修来给老夫这个糟老头子贺寿，路上与您起了些冲突，是家事。全场，他深吸了一口气。清官难断家务事，殿下，你受惊了，这份委屈老夫记下了，
但叶修，老夫保定了。全场空气仿佛凝固了，禁卫们脸色阴晴不定，他们彻底看明白了，魏国公是真的打算死保叶修。但眼见无人听令，龙隼环视全场，那久经沙场、尸山血海中磨砺出的肃杀之气，无声的弥漫开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怎么，老夫的话在这魏国公府门前不作数了？还是你们觉得老夫这病入膏肓的老骨头保不住一个救命恩人？禁卫首领遍体生寒，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低下了头。魏国公府邸的威严，龙隼本身的赫赫战功和滔天权势，绝非他们这些禁卫敢轻易忤逆的。更何况太子还在叶修手里。好一个家世，好一个救命恩人！叶昭气得浑身发抖，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魏国公，你为了保一个逆贼，是想将整个龙家都拖入万劫不复吗？殿下息怒。龙隼闻言，一脸平静地开口：待老夫病体稍愈，自会亲自入宫向陛下领罪。要杀要剐是陛下的旨意，也是老夫一力承担。但今夜在这魏国公府门前，叶修是老夫的贵客，谁也不能动他。领罪！叶青气得几乎要吐血，指着叶修嘶吼：他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国公您，老夫说了，一力承担。龙隼猛地一拍轮椅扶手，厉声喝道：福伯，请叶小友进府贺寿。谁再敢阻拦，视为对魏国公府宣战，格杀勿论。是，国公爷。福伯躬身领命，无视全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径直走到叶修身侧，深深一揖：叶公子，请放下匕首，随老奴入府。叶修挑了一下眉，便将刀放下，插回宁红叶腰间的刀鞘内，然后朝轮椅上的老国公微微颔首：多谢国公仗义之言。说罢，他无视太子那几乎喷火的双目，随之带上宁红叶以及华天年一等人，在福伯的引领下，坦然自若地朝着那洞开的府门走去。无人敢动，无人敢拦。叶昭望着叶修的背影，眼里杀机弥漫。若叶修这一刻真的踏入了魏国公府，那他这一个太子还有必要当吗？他猛地朝叶青使了一个阴鸷的眼色。叶青瞬间会意，在叶修即将跨过门槛的刹那，厉声暴喝：慢着！脚步顿住。福伯缓缓转身，苍老的脸上古井无波：九殿下，您还有何吩咐？你们口口声声说魏国公的病是叶修治好的，就凭他？叶青的脸上布满阴霾，声音带着一抹怨毒：他叶修有几斤几两，在场谁人不知？一张药方而已，鬼知道是不是他偷来的、抢来的。正好，本王这里恰有一人，也能写出那一张救命的药方，他足以证明叶修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窃取他人心血的无耻之贼。话音一落，一个瘦长枯槁、身披宽大黑袍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从太子的仪仗队阴影中无声无息地踱步而出。黑袍下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浑浊的眼睛更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幽光。他的出现让华天年的瞳孔骤然一缩，失声惊呼：鬼医纪伯端！纪伯端，他不是早就死了吗？对啊，当年传得有鼻子有眼，说他效仿古人尝百草悟医道，结果在滇南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把自己给毒死了。没错没错，滇南至今还流传着那句童谣呢：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据说就是他这一桩壮举才传开的。华天年一语道破玄机，使低呼与议论声交织成了一片。权贵们的脸上表情从错愕变成了一片骇然，看向那纪伯端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一个被认定早已化为枯骨的禁忌人物，竟活生生地站在魏国公府门前，能不惊悚吗？当年纪伯端可是太医署里公认的奇才，一手医术诡谲莫测，有以金言毒理和诸多失传的巫医偏方而闻名。若非那一场长君自戕的传闻言之凿凿，许多人甚至坚信以此人精才绝艳，如今的地位名望未必不能与华老神医比肩。然而这样一个本该深埋黄土之下的死人，此刻竟随九皇子叶青现身京城。纪伯端无视全场，瞥了一眼华天年：老东西，很吃惊老夫没死吧？今日老夫特意入京，就是要告诉世人，老夫的医术你华天年给老夫提鞋都不配。什么神医，徒有虚名，巫医之道才是天下第一。嚣张跋扈，桀骜不驯，果然是无数人印象中的那一个鬼医。荒谬！华天年须发皆张，厉声驳斥：若你以巫医之术正经济世，老夫让你一个虚名，又何妨？可你偏偏只用来争强斗狠，老夫不屑与你相争。曾经的纪伯端用医术参与各种王权将相的斗争中，手里害死的人可比医治的人还多。一个利欲熏心的医者，他的确不屑与之为伍。用不着你让，今日巫医便可扬名天下。纪伯端嗤笑一声，目光骤然转向叶修：
小子，就是你胆大包天，到了老夫的药方来救魏国公。那方子本是老夫留着为魏国公续命的，你竟敢窃用。其实药方不是他的，但如今必须是他的，因为九皇子亲口许诺，只要他能将此事做实，让叶修无法翻身，便倾力助他钻研巫医一道，甚至成为天下第一医。更何况叶修的那一张能逆转阴阳、窥探生死的药方，一旦冠上他纪伯端的大名，便是他攀上医道巅峰的登天梯。此等天赐良机，岂容错过？然而叶修还未开口，华天年下意识地将叶修护在身后，怒斥道：纪伯端，你血口喷人！叶小友之才，老夫亲眼所见，岂是你能够污蔑的？你有何凭据？凭据？纪伯端回过神来，冷冷一笑：老夫以诡异办事声名立世，此方却为老夫所创，只是被叶修那小人给盗了。你想要凭据，老夫马上给你。话语一顿，他便一字一句地将那一张药方所需的药材、分量、炮制之法分毫不差地背诵出来。亲自去抓药的福伯脸色骤然大变，一模一样。轰！全场哗然，权贵们的目光一瞬间充满了对叶修的怀疑与鄙夷。鬼医纪伯端的名头虽邪，分量却重，他用自己的一世英名作为赌注，更将失窃的药方倒背如流，简直就是铁证如山。如此一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叶修真的偷了。听见了吗？叶青见状狂喜嘶吼：魏国公，你的救命恩人就是一个窃贼！您老难道要为了一个窃贼毁了自己的名声，毁了整个龙家？枪！随着叶青的嘶吼，四周的禁卫都支棱了起来，他们一个个捡起地上的刀锋，顿时杀气弥漫，空气仿佛凝固，气氛令人窒息。太子叶昭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计划正沿着预想的轨道推进。老九早已在布局时买通了国公府内的奸药小童，从中找到了药方，而此物一到手，究竟属于谁的，那还不是他们说的算。只要叶修无法自证清白，顷刻间便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届时魏国公将无理由再护着这一个窃贼，而自己不就可以借机发难，将叶修杀在当场？反正罪名一成，父皇也不会容忍这一等废物活着丢人现眼，而自己的心腹之患也会消除。顿时间，他的目光落向了魏国公，却见龙隼一声不吭，双眼凝视着叶修，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然而此刻的叶修却心如明镜黑。愚蠢的人啊，为何想不开用他玩剩下的手段来陷害自己呢？看来自己得让他们明白什么才叫顶级阳谋。一时间，叶修双手插兜，耸了耸肩，打破了死寂。好了，都别争了，鬼医前辈说的对，那方子就是我偷的。刹那间，整个国公府的大门口陷入了新一轮的死寂中，落针可闻。权贵们的脸上鄙夷僵在嘴角，惊愕卡在眼底，幸灾乐祸还未来得及完全展开，便已冻结。连太子和九皇子都彻底傻眼了，不是他疯了，居然认了。这叶修竟如此轻易地认下了这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并死无葬身之地的滔天罪名，合理吗？而且不等想清楚，叶修继续语出惊人：我这儿还有好几个顺手牵羊弄来的药方呢，当时偷的有点多，时间一长也记不清哪一张是哪一位大师的，所以分不清到底是不是从您老那儿顺的了。要不劳驾您这位苦主受累帮我一块认领认领。全场如果说刚才的承认是投下了一颗巨石，那么此刻这番话无异于引爆了一座火山。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彻底崩坏了，震惊、茫然、骇然，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让他们的脑子彻底宕机。这狂徒到底想干什么？是知道死罪难逃，索性破罐子破摔，玩一出坦白从宽的戏码，还是他真就疯魔了，自己主动抖出赃物，还嫌罪名不够大，不够死得快吗？纪伯端的眼皮一阵狂跳，这小子坦然的太过诡异。他强压下心头的悸动，色厉内荏地喝道：叶修，你休要在此胡言乱语，混淆视听。可叶修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意思，反而从容转身，对着一直沉默的龙隼行了一礼：国公爷，烦请您老让人给小子送来一副笔墨纸砚，最好能带一张桌。小子这就现场写出来，好让咱们这一位苦主诡异前辈当场认领。全场这一次连空气都仿佛被这石破天惊的要求给炸得一片沸腾了起来。疯了，绝对疯了！叶修不是在玩火，他是在把整个国公府连同他自己都架在油锅上玩，而且玩得真他娘的大啊！龙隼的目光如鹰隼般锁定在了叶修身上。前几日他自昏迷中苏醒，得知并非华天年这一位神医救了自己，而是另有其人，所以他便命人将华天年请来。可结果呢？华天年到破玄机，
坦言真正救他性命之人不是自己，而是被罢黜的大坤八皇子叶修。不仅如此，华天年言语间几乎将叶修捧上了天，还断言此子未来必将成为最年轻的一道泰斗，甚至无人能出其右。那眼中流露出的推崇与敬意，绝非作为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圣手，岂会不惜自毁清誉去吹捧一个已被罢黜的皇子？除非脑子有病。更让龙隼在意的是，他从外孙女李师师口中得知，叶修不仅精于医道，赌术更是堪称一绝。当初赢他外孙女这个出了名的老千，那叫一个不费吹灰之力，还将赌界赫赫有名的鬼手也给按在地上摩擦如此重重。他绝不相信一个能被神医如此推崇备至，赌术又那般卓绝的少年会是一个愚莽无脑之辈。此子深藏不露，必有后招。所有人恐怕都小看了他。龙隼双眼微眯，金光内蕴。阿福，让人取来笔墨纸砚，呈于叶公子。是。福伯毫不迟疑，转身踏入门中。四周的权贵们却已是面面相觑，惊愕莫名。他们完全揣摩不透魏国公此举的深意，为何会顺着叶修的心意行事？难不成是恼羞成怒，想看看自己用命保护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混蛋玩意儿？那也太扯了吧！纪伯端的眼皮狂跳不止，忍不住向九皇子叶青投去探寻的目光。只见叶青面色阴沉如水，朝他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纪伯端顿时会意，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故作镇定地冷哼一声：“哼，故弄玄虚，老夫倒要瞧一瞧，你这方子是从何处偷来的？”须臾之间，桌案与文房四宝都被送了出来。叶修从容执笔，气定神闲，然后在满场惊疑不定的目光下开始挥笔。下一秒，笔走龙蛇，墨痕行云流水般落于纸上。不过片刻，7、8张药方便已跃然纸上。完事了。叶修随手丢掉毛笔，继而抓起所有的药方，一步步朝着纪伯端走去。期间，他捻起第一张，递给随行的福伯：“此乃止咳良方，3剂必愈，敢问可是鬼医前辈的手笔？”福伯用双手捧着，将药方呈了上来。华天年一瞧，脸色大变。药方不仅是真的，并比他曾经所著的止咳典里的大部分配方要合理和神奇。而且最惊人的是，一张药方竟能代替掉他80%的止咳药方，这绝对是惊人的。鬼医那一个家伙绝对写不出这等奇方，再根据先前逆转阴阳的药方风格做比较，这10有8九就是出自叶修之手。纪伯端一开始是拒绝冒领的，他想否认药方属于自己，那样能够规避掉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当他的目光触及药方时，那匪夷所思的药材搭配让他惊为天人。毫不夸张地说，此方若成为自己的，再辅以先前那一张治疗魏国公的药方，他诡异纪伯端之名必将彻底压过华天年这神医一头。砰砰砰，他心跳加速，挣扎之色在眼底翻滚，很快便重重颔首。不错，此方正是老夫心血所凝。你这小贼果然窃去了老夫的药方。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叶修淡淡打断了他，随之抬手亮出了第2张药方，这一张乃是养生延年的方子，也是你的。福伯再一次呈上去。纪伯端扫了一眼，只觉气血上涌，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点头，正是老夫所创。第3章专治头风剧痛，老夫的。第4章专克阳痿不举，还是老夫的。第5章专医花柳恶疾，统统都是老夫的。疯了，彻底疯了。此刻的纪伯端双目一片赤红，理智已被滔天的贪欲彻底焚毁。叶修手中的那一张张轻飘飘的纸，在他眼中重达千斤，每一张都是通往无上医道巅峰的阶梯，每一张都能将神医华天年死死踩在脚下，及其这些药方神医之名触手可及。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什么廉耻，什么真相，在唾手可得的荣耀面前皆可抛却。叶修见火候差不多了，便拿出了最后一张药方。他并没有直接说出其中的功效，而是让福伯先呈上去，再淡淡问道：“这一张也是吗？”仅一眼，纪伯端便迫不及待地嘶声应道：“没错，依然是老夫的。诡异前辈，在下建议你看清楚再说。”叶修好心提醒，但已经被贪婪包裹的纪伯端哪能听得进去？他反而怒视着叶修，贪欲冲昏了头脑。小子，废话少说，你究竟偷窃了老夫多少的心血？统统都给老夫交出来！他如今只想从叶修的身上获取更多的配方，因为每多一张，他的高度就会多一分。我说了别急吗？诡异前辈不妨先为在下解一个惑。叶修摆了摆手，反而玩味一笑。比如这最后一张方子乃是专治牛马界选的兽药方子，敢问您老人家何时开始钻研起兽医之道了？此话一出，纪伯端微微愣了一下，随之从福伯手中夺回那一张纸，眼珠子几乎要贴到墨迹上了。
结果发现上面写着断血流3钱，长风草1两，草果2枚。好家伙，真的是兽药！纪伯端的脸色一黑，他想改口说不是自己的药方，因为自己的确没有钻研过牛马药，但他寒毛直竖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方才刚承认，若转眼因爆出是兽药而反水，那岂不是不打自招？那先前的是老夫的，更会变成了冒脸。如此一来，唾手可得的神医之位，顷刻间便会化作天下最大的笑柄。不，绝不行！他猛地抬头，一张老脸扭曲了起来。哼，医者悬壶济世，救人救兽，皆是功德，有何不可？老夫涉猎广泛，岂是你这小辈能妄加揣测的？鬼医前辈心怀苍生，在下佩服。叶修双手抱拳，作揖一拜。纪伯端心里虚，面上则虚张声势。少废话，马上将所有的药方都写出来，让老夫瞧瞧你到底偷了多少。建议鬼医前辈真的先别急，因为一会儿有你急的。叶修一脸平静地打断。纪伯端，不是他居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下意识地想要开口，可叶修已经望向了华天年。华劳驾，请您将这最后一张药方上的药物名横着看。华天年闻言，一下子从纪伯端的手中抢来了药方，然后依照叶修提示，视线不再自上而下，而是从左至右缓缓扫过那一行行药材之名：断、肠、草。当几个关键药名的首字被串联起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组合瞬间撞入华天年的脑海。横着看，他的眼睛猛地瞪圆，失声惊呼。第一行分明就是断肠草，此乃见血封喉的剧毒断肠散的主药，而整张纸横读亦可组成其余药名，皆是断肠散的陈佐之药。叶青色变了，叶昭错愕了，前来的达官贵人更是一个个瞪大了双眼，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唯独纪伯端的脑子一片空白。他明白了，叶修拿出好几个药方是为了钓鱼，没错，明目张胆地钓他这一条大鱼，等他变成翘嘴彻底失去理智的时候再给予致命一击。窒息，太窒息了。可在死寂中，叶修缓缓抬眸。没错，心理学教了叶修一个道理，心脏的人，手段狠的人才能活得更久。很不巧的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都没他的心脏。顿时间，他神色淡漠地望着纪伯端，淡淡说道：大坤律，无论造毒、教毒，皆属造处蛊毒之罪，其罪当诛。恭喜鬼医前辈，黄泉路径，请君赴死。不！纪伯端目眦欲裂，内心又慌又惊又怒地盯着叶修。你胆敢算计老夫？阴谋不，那是阳谋，是赤裸裸的算计啊！而他居然因为利欲熏心，自己跳了进来。叶修淡淡一笑：鬼医前辈，您没大病吧？方才在下明明可是好心提醒过你，可你让我废话少说，一点提醒都听不进去，怪我喽！小畜生！滔天的羞愤淹没了纪伯端，他宛如野兽一般朝叶修的咽喉抓了过去。老夫跟你拼了！拿下！龙隼的声音如惊雷炸响，看似和蔼的福伯周身气势骤然爆发，快的只留下残影。那只布满老茧的手如同铁钳一般精准扣住纪伯端的手腕，咔嚓，骨裂了。福伯随之一扭，接着一掀，纪伯端的身体顿时像极了破麻袋，被硬生生拔离地面，在半空中划过弧线。砰！沉闷的撞击让青石路面一震，纪伯端整个人面门朝下，狠狠撞在地上。下一刻，鼻梁骨塌陷，鲜血迸流。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痛哼，就被福伯的膝盖死死顶压在后心。叶修诧异，小看福伯了，居然是一个高手！放开老夫！纪伯端满脸惊恐，慌乱挣扎了起来。那断肠散药方不是老夫的，是叶修，是叶修小儿，他诬陷老夫的。诬陷你？叶修挑了挑眉，顺势上前，难不成是我拿刀架着你的脖子，逼你亲口承认那是你的心血了？纪伯端涕泪混着鲜血糊了满脸，语无伦次的哀嚎：老夫只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为了一点虚名功名，才鬼迷心窍承认了而已。是你设下毒计，陷害老夫。哦。叶修恍然大悟，目光如炬的再一次问道：所以前面那些止咳的、延寿的、治头风、花柳、阳痿的药方，也都是你为了这点虚名功名才亲口承认了？纪伯端的脸色一片煞白，但最终还是点下了头。比起那足以让他千刀万剐的造处蛊毒死罪，身败名裂，此刻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叶修继续问道：所以我并没有偷你的药方，对吧？纪伯端闭上了双眼，再次艰难的点头。见到这一幕，全场哗然了。好家伙，兜兜转转，原来真的是一场陷害。只不过
被陷害的是叶修。所有人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叶青，诡异就是九皇子带来的。叶青的脸色已经一片铁青了，他万万没想到诡异居然承认了，那不就等于将自己给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叶修已经瞥向他，一脸笑意。所以老九，你是在污蔑我？本王没有。叶青脸色一寒，他一派胡言，都是这逆贼自作主张，妄图攀污本王，构陷。九殿下，纪伯端一脸惊恐，你明明亲口许诺让老夫坐实叶修窃方之罪，事成之后便倾举国之力助老夫成为天下第一名医，你怎能翻脸不认人？住口！你这疯癫老狗！来人，快将这构陷皇子、妖言惑众的逆贼给本王拿下，押入天牢候审。叶青恼羞成怒，随之瞪着叶修，还有你叶修，你欺世盗名的罪名还未洗脱，也给本王入大牢，等候发落。今日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叶修给抓起来，否则他堂堂九皇子的脸面要往哪儿搁？然而正当话音一落，一个浑厚沉稳的声音骤然响彻天地，一下子打断了蠢蠢欲动的禁卫。太子殿下，九殿下的意思也是您的意思？叶昭脸色大变，叶青瞳孔一缩，所有人震惊的扭头望向了声源处，却见一位眼神深邃如渊的老者不怒自威地从人群中出来。他身旁一位身着素雅宫装、容颜清丽绝伦、恍若月宫仙子的少女紧随其后，正是有着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姬如雪。很显然，说话之人乃是首辅姬无涯他们的出现，让四周陷入一片死寂。叶昭的心更是一下子沉入了谷底。姬无涯这句问话看似平静，实则毒辣无比，是将他叶昭彻底架在火上烤。若他敢说一个是字，就等于将整个楚军阵营与这桩构陷首辅女婿、谋算国公府的滔天丑闻彻底绑死。姬无涯和龙隼的怒火足以将他苦心经营的势力根基烧成灰烬，而且父皇一旦知晓此事，自己的储君之位也将不保。当务之急，势理失失，绝不能因小失大，必须切割，立刻，马上，不惜一切代价。电光火石间，就在叶青惊骇失神之际，孽障！叶昭怒喝一声，朝前一踏，手臂高扬，狠狠掴向叶青的脸颊，啪！巴掌声惊雷一般炸响，叶青被打得一阵趔趄，金冠飞脱，布满鞋印的脸又紫胀了开来。时间凝固，全场死寂，权贵瞠目结舌，禁卫刀锋将悬，叶青彻底懵了。混账东西！叶昭急指叶青鼻尖，厉声怒斥：听信小人鬼话，陷害自己兄弟，还在国公府闹事，皇家的脸、朝廷的规矩都让你丢尽了。叶青，纪伯端，叶昭面沉如水，怒斥未绝。若非叶修有本事拆穿等诡计，国公府清明，首辅大人威严，整个朝廷的脸面都得被你这蠢货败光。这一巴掌是替父皇教训你这糊涂东西。叶青，纪伯端，叶昭一声冷哼，震得所有人耳膜生疼。来人，将九皇子押回府邸，严加监管。吾本宫军令，敢踏出府门一步，以抗旨论处。至于这老贼纪伯端构陷皇子，搅乱朝纲，即刻打入天牢，严加看押。待本宫禀明父皇，按律重办。叶青，纪伯端，不是他们怎么觉得自己已被彻底舍弃？太子这分明是要断尾求生，明哲保身。然而两人脑中一片空白，根本来不及反应。叶昭已经猛地一个转身，对着龙隼和姬无涯郑重抱拳弯腰：国公爷，首辅大人，舍弟顽劣不堪，是本宫管教无方，惊扰贵府，更累及无辜之人蒙冤，本宫代他向二位赔罪。此事本宫必原原本本奏禀父皇，圣意如何裁决，定会给二位一个交代。上报不过权宜之计，他此刻只想尽快脱身，然后完成那关键一步。只要龙隼因为外孙女的原因而变成自己人，那仅一个首辅就不足为虑了。龙隼坐在轮椅上，冷冷说道：太子殿下言重了，老夫静候皇上圣裁。姬无涯微微点头，脸上看不出喜怒。殿下处理的干脆，老夫知道了，但污蔑重臣女婿，这是伤朝廷的根基。殿下上报时，老夫只求实话实说。叶昭脸色在两人无形的压力下更难看了草，一个个道貌岸然，满口公正，实则步步紧逼，想压死本宫。等着，都给本宫等着瞧，看本宫今夜如何调教你孙女儿的。他强压翻腾的怒火，深知此地不可久留。国公，首辅的指教，本宫记下了。禁卫军，将人押上，回宫。命令如山。禁卫们急忙动手，两人架起丢了魂、脸肿的老高的叶青，另外几个像拖死狗一样拽起烂泥似的纪伯端。然后，一行人在令人窒息的死寂中，
灰头土脸的调转方向，仓皇朝着皇宫急奔而去。四周的权贵哪敢继续吃席，一个个如蒙大赦，纷纷告退，顷刻间作鸟兽散。等人群散去后，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叶修身上。叶修摸了摸脸，一脸诧异地问道：我脸上可有东西？魏国公府中席位遍布，但如今只有一桌有人落座。可宁红叶很郁闷，因为他的少主此刻正被好几个人给围在中间，而他被挤在了一旁轮椅上的龙隼郑重抱拳：叶小友，前几日的救命大恩，老夫铭记于心。他乃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叶修救他，他便救叶修，就那么简单，略懂一二，正巧碰上而已。叶修一脸平静，魏国公莫要太过于在意。略懂一二，正巧碰上，好家伙，连神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症，你略懂一二就治好了，到底是谦虚呢，还是在这儿跟他们装逼呢？可问题是，比起他身怀的其他绝技，叶修对医道真的只算是略懂一二。但两人这番对话却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瞬间激起千层浪。姬如雪一双美眸蓦然睁大，难以置信地看着叶修。姬无涯更是失声追问：什么？叶修，你真懂得医术？然而叶修还未开口，一旁的华天年已经抢先一步，长叹一声，语气复杂难言：何止精通，叶小友医术的造诣早已远超老夫。方才那几个方子，每一张皆是夺天地造化，鬼神莫测，老夫心服口服。姬无涯错愕了，自己这一个被迫接纳的女婿，竟藏得如此之深。姬如雪望向叶修的目光更是剧烈变幻，如同第一次真正认识他这个谜团重重的男人，身上的迷雾似乎又散开了一重，却引向了更深邃的未知。但很快，他才发现自己惊叹得太早了。龙隼适时的朗声大笑了起来：岂止医术，老夫那外孙女可说了，这小子便是那搅动荆棘风云的真正赌圣。赌圣？赌圣？姬无涯傻了，华天年惊了，坊间传言的原来是真的。他们都以为那是李家针对叶修，毕竟被罢黜的皇子居然是赌圣，无论真假都是在打陛下的脸。更何况皇子参赌就有罪，所以当初赌圣的消息一出，惹得昆帝当天就发榜禁止乱传了。如今这惊世骇俗的身份竟从魏国公口中得到了铁证。姬如雪甚至想到一件事情，几日前叶修让他帮忙兑换了1万两银票，他曾追问过宁红叶，可对方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此刻真相大白，原来那沉甸甸的银票竟是叶修从赌桌上赢来的，1万两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一时间，他望着叶修那平静无波的侧脸，心中掀起滔天巨浪，那眼神已非单纯的惊讶，而是混合着震撼、探究与一丝难言的悸动。叶修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正当全场陷入一片死寂时，姬无涯这一位当朝首辅此刻不仅错愕，更觉得身在梦中，恍恍惚惚。他张了张嘴，声音都有些发飘：老夫以为一个诗仙之名已经够惊世骇俗了，结果你玩真的？赌圣，神乎其技的医术，老夫的女婿是一个怪物。本来吧，他觉得女儿喜欢自己，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一下叶修，可万万没想到自己捡到的这一块顽石，是一块被尘土掩盖了万丈光芒的绝世璞玉。视线，龙隼虎躯巨震，猛地一拍轮椅扶手，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原来那将太子党骂得狗血淋头，又令陛下如坐针毡的诗仙，竟是你小子。说着，他横了一眼姬无涯，带着几分恼怒：好你个基佬，上次老夫问你诗仙何人，你推三阻四，结果转眼就接受了叶修这个女婿，原来打的竟是这般主意。你要将如此麒麟死死捂在你姬家锅里。姬无涯，他能说他也是刚刚才知道他的好女婿竟妖孽至此吗？然而不待他辩解，龙隼已收回目光，望着叶修发出一声长叹：陛下啊陛下，这一次您当真是看走了眼，罢黜的哪是什么无用的皇子，分明是身负惊世绝学百年难遇的麒麟之才，这绝对是陛下此生最大的错判，最大的损失。姬无涯沉默，点了点头。华天年沉默，捋了捋胡须，他们都在消化今日的震撼，感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反过来想，这小子被罢黜也属是活该，但凡陛下知晓他的真本事，估计连夜就得将其给砍了吧。毕竟身负前朝血脉。面对众人灼灼目光，叶修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唉，装逼太过也容易头疼。他苦笑地对着众人一揖：国公、首辅、华老，今日府中之事及各位方才所言，恳请诸位务必守口如瓶，小子只求图个清静，万望成全。三人一听便已心知肚明。
因为他们都是人精，清净二字背后的深意，他们能不明白？无非就是昆弟猜忌，太子党的虎视眈眈。而这一份低调，是叶修立足世间的生存智慧。姬无涯率先打破沉默，肃然开口：修儿之事关乎身家性命，老夫身为岳丈，定当守口如瓶。一旁的姬如雪琴手微点，目光坚定。华天年抚着雪白长须，沉声道：叶小友安心，医者仁心，信诺为本。今日得见通神医术，已是幸甚，岂会妄言招祸，陷小友于险境？龙隼深吸了一口气，清净二字，老夫懂。今日之事，出你口，入我等之耳，绝无他人知晓。龙隼以项上人头作保，多谢诸位。叶修再次深深一揖。不过，龙隼话锋斗转，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狡黠笑意。叶小子，今日恰是老夫的寿辰，你这诗仙名动京城，总该给老夫来守贺寿诗，天天彩头吧？全当封口费。他虽是沙场上杀人如麻的悍将，但骨子里却偏偏痴迷诗词风雅，否则当初也不会对那神秘的诗仙念念不忘，再三追问姬无涯。叶修闻言朗声一笑，哈哈，好说，国公也有命，敢不从耳？龙隼大喜，命福伯去拿来笔墨纸砚。刚一放好，叶修便已提笔，随之在众人一脸吃惊的表情下，一顿龙飞凤舞的写了起来。哈，他都不用想一想的吗？众人心头巨震，眼中皆是难以置信。这作诗岂是泼墨盘随意挥就？连姬无涯这等饱学之士也需捻断好几根胡须，唯独姬如雪这一个才女很淡定。能不淡定？当初他就见识过叶修同一时间写出了10几篇绝诗妙词，但未等众人反应过来，叶修已经放下了笔。众人顺势凑近一瞧，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虏，以父兄奴数万兵，满堂死寂，落针可闻。这短短瞬息间，居然将一位老将的赫赫战功与凛凛神威浓缩在28字之中，这需要多么恐怖的脑子才能做出来？然而所有人中无人能比龙隼更懂此事的分量。仅一眼，那金戈铁马、浴血黄沙的峥嵘岁月，排山倒海般在龙隼的眼前奔涌重现。他虎躯巨震，一股热血直冲顶门，让他猛拍轮椅扶手，发出雷霆般的大笑。好一个以父兄奴数万兵，痛快！叶小子，你这诗写活了老夫半生烽烟，道出了老夫心底憋了半辈子的那口英雄气。当扶一大白，福伯，取老夫窖藏的烧刀子来，今日老夫要与叶小子不醉不归。福伯刚想开口劝阻国公不可饮酒，蓦地，大事不好了！一个下人慌慌张张的从外面跑了进来，李小姐的马车在来府贺寿的路上失踪了。什么？龙隼脸上的豪迈刹那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令人窒息的暴戾杀气。福伯，给老夫茶。老奴遵命。福伯躬身应诺，身形一动，便要出去调遣魏国公府的眼线墨地。叶修的眉头一蹙，沉声开口：现在查恐怕来不及了。龙隼豁然扭头望着叶修，叶小子，此话何意？听我一言，马上先查太子的行踪。叶修提议道。龙隼的眼神一凝，太子不应该回宫了，有没有回宫，查了才知道。叶修继续说道，马上查，否则迟则生变。他并非空穴来风，前几日叶昭一反常态，强闯他的府邸，更因一个李师师激进癫狂。很显然，李师师在叶昭心中分量极重。可之后呢？赌局惨败，饮酒无数，以太子心性，岂会善罢甘休？更何况今日与魏国公当街冲突，狗急跳墙，行此绑架之事，并非不可能。龙隼脸色骤然冰寒，再无犹疑。福伯，按叶小友所言，速查太子的行踪。遵命。福伯领命，身影一闪便消失在门外。不消片刻，他便如鬼魅般闪回厅内，气息微蹙。老爷，太子并未回宫，骑车驾入了宫外太子府。去那儿？叶修淡淡说道。王八蛋，居然敢动老夫的外孙女！龙隼眼中寒光爆射，杀意沸腾，备马，点齐府中精锐。他这一生最珍视的唯有2人，亡故的女儿与那唯一的孙女。女儿已为国捐躯，若再有谁敢动他龙隼的孙女儿，管他是天皇老子，定要其血债血偿。红叶，你留下配合行动，我先一步过去。叶修话音未落，人已如离弦之箭，当先掠出府门。宁红叶驻足观望，目送着他融入夜色宫外。太子外府一处幽闭厢房中，李师师的双手被粗绳紧缚于身后，跌坐床榻上，烛火摇曳，映照着他那张绝色却因愤怒而冰冷的妩媚脸庞。
他的目光死死凝视着对面的身影上。太子叶昭，堂堂一国储君，竟遣人屠尽他随行的仆人，将他如物件一般强行掳掠至此，很显然是不怀好意。见李师师愤怒地盯着自己，叶昭冷冷一笑：“你可别怪本宫，要怨就怨你生来便是魏国公的外孙女。父皇下了死命令，必须让你成为本宫的侧妃，可你不识抬举，那本宫只能出此下策了。老九失败了，如今强掳等于是唯一的办法，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否则的话，太子之位真的不保。但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一切便尘埃落定。”李师师眼中毫无惧色，只有熊熊燃烧的怒火。叶昭，你敢动我分毫，我外祖父定叫你后悔莫及。哼，魏国公。叶昭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眼中尽是轻蔑。本宫乃大昆太子，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天下还有本宫惹不起的人？待本宫享用过你，只需对外宣称是你这狐妹子主动勾引储君。你猜父皇他老人家以及天下人是会信本宫这东宫太子，还是信你一个不知廉耻的外臣之女？这女人仗着被魏国公宠爱，就以为做什么都能有恃无恐。不过她此刻背负的狼狈姿态，配上那倔强的怒容，竟别有一番诱人风情。无耻之尤！李师师气得浑身发抖，猛啐一口：“本姑娘宁死也不会让你得逞。况且我已经算是叶修的人了。”叶昭，李师师继续威胁：“你若敢碰我，事后我必与你同归于尽，让天下人都看看你这太子是如何强占皇帝女人的衣冠禽兽。”叶昭，不是已是叶修的人，这两个狗男女果然早就勾搭成奸。叶昭脑中嗡的一声，暴怒瞬间冲垮理智：“本宫管你是谁的人，过了今夜，你就是本宫的玩物。若敢不从，你李家、龙家全族上下都将因你的不识时务堕入万劫不复之地。”他再也不想多费唇舌，眼中只剩下赤裸裸的占有欲和报复的火焰。下一秒，他猛地伸手抓向李师师。李师师的眼神闪烁，咬牙切齿地望着扑来的叶昭，突然向对方背后喊道：“叶修，你来了！”什么？叶昭脸色骤变，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急忙回头，结果发现身后空空如也，唯有烛影摇曳。上当了！叶昭意识到被耍，羞恼交加的豁然转回身，却看到一只脚向自己踢了过来，目标正是他的兄弟。叶昭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躲开。砰！鞋子重重踹在大腿内侧，离那命根子只差分毫，剧痛传来，叶昭踉跄后退，惊出一身冷汗。李师师暗叫可惜。叶昭捂着痛处，脸色阴沉，眼中杀意暴涨。好个泼辣的贱人，果然名不虚传，好酒，好赌，好打人，下手如此歹毒，是想让本宫断子绝孙。你行禽兽之事，本姑娘反抗怎么了？李师师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你敢继续动我，下一脚肯定是你的命根子。”叶昭闻言，眼中闪烁着狠毒的神色。好，好，好，本宫本来念你几分姿色，想着事成之后给你一个侧妃名分，如今看来，你只配做一个最低贱的玩物。待本宫稳住大局，定将你赏赐给最低等的奴仆，让他们好好享用你这残花败柳。说着，他愤怒地准备再次扑上去制服李师师。就在这时，李师师惊喜地再一次望着他的身后，喊道：“叶修，你怎么真的来了？”叶昭这一次头也不回，同样的当，他绝对不会上第二次。他的心中有些鄙夷，这李师师也不是很聪明吗？居然认为还能骗到他。呵呵，你当本宫是傻子吗？还想要骗本宫？叶昭讽刺的一笑，可突然觉得自己背后传来一阵凉飕飕的感觉。下一秒，你若不是蠢货，一个冰冷的如同九幽寒冰的声音在他后方悠悠传来，怎敢动我的人？叶昭浑身一僵，急忙转身望去，却发现不知何时叶修居然握着一把棍子站在他的身后，那一双眸子正淡淡盯着他，让叶昭心脏狂跳了起来。不是太子外府戒备森严，3步一岗5步一哨，他是怎么闯进来的？强行压下心中的惊骇，叶昭色厉内荏的低吼：“叶修，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擅闯本宫府邸！信不信本宫一声令下，顷刻便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让我死！”叶修淡淡一笑：“就凭你一个绑了魏国公掌上明珠、欲行禽兽之事的废物太子！”他靠着反侦查的本事，悄无声息地潜入，幸好及时赶到，否则计划都要被打乱了。放肆！叶昭勃然大怒，指着叶修咆哮：“你以为仗着首府女婿的身份，就能在本宫面前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的那一个人！”叶修轻描淡写地打断了他：“从来不是我。”叶修，休要猖狂！叶昭一听，心中怒火更甚了，
本宫乃当朝储君，这天下都是叶家的，你一介首府女婿，安敢在本宫面前放肆？说着，他蒙指李师师，歇斯底里的咆哮：还有你这贱人，你们这对不知耻的狗男女，本宫要将你打入教坊司宫万人践踏。太子殿下，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叶修眼神一厉，我也姓叶，叶昭。他直视着叶昭，一步步走来。这天下有王法，有东宫，有父皇，可他们管得了你吗？停顿，叶修已经停在叶昭的跟前。他们管不了。话音落下，呼，劲风裂空，叶修挥动手中的木棍朝叶昭落去。那今日就由我来管。砰，一声闷响炸裂，棍影抽在叶昭的右颊上，皮肉凹陷，红肿，巨大的冲击力更是将他整个人抽得双脚离地，横飞出去。哐当，哗啦，八仙桌应声塌陷，杯盏粉碎，茶水四溅，满地狼藉。叶昭全缩在地捂着脸，眼神涣散，只剩恐惧与难以置信的茫然。他堂堂的太子，竟在自己府邸被一个罢黜的皇子给当众打脸了。是叶修疯了，还是这个天下都疯了？一旁的李师师谈口微张，彻底惊呆。他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喜欢打人了，可没想到叶修比他还凶猛，直接抽太子，狠厉、生猛、霸道绝伦，以至于他芳心大颤，脑海中不受控制地回忆起那一日被叶修抽了屁股的画面，整个人竟有一种臣服的冲动。不被世俗枷锁束缚的男人才配得上他李师师。叶修持棍而立，默然睥睨着地上的太子。这一棍是替我娘打的，还有下一棍。不，剧痛被恐惧淹没，叶昭吓得魂飞魄散，手脚并用向后急爬。叶修，你再敢动本宫，便是抽父皇的脸面。你！话音未落，叶修第二棍已然呼啸而至，砰！棍身狠狠抽中叶昭拱起的脊背，应声断裂。前半截木棍带着余威，将他重重砸趴在地。啊！凄厉惨嚎撕裂空气，背脊欲裂的剧痛让叶昭的身体失控一般的抽搐，口水混着血沫汩汩涌出，恐惧彻底将他吞噬。望着当朝太子如此凄惨狼狈，李师师浑身战栗，一股电流般的兴奋直冲头顶。他死死盯着叶修持断棍的挺拔身影，眼中爆发出近乎狂热的痴迷。太凶残了，太迷人了。心中那点因叶修而生的怨气羞耻，在这两棍之下早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叶修停在叶昭身侧，如是蝼蚁。这一棍是替我自己打的。话音刚刚一落，叶青带着一队护卫急冲而入，旋即一个个如遭雷击，僵立当场，肝胆俱寒。眼前景象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叶修竟在太子府中悍然棍抽太子，先抽面门，再抽脊骨，这已非以下犯上了，而是将皇权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叶青猛然回神，嘶声厉吼：叶修，你是想造反？造反！叶修缓缓抬眸，森冷目光锁住叶青：你诬陷我，却没有被软禁。哼，倒是给了我理由，连你一并收拾了。叶青，不是老八那么逆天吗？抽完太子还想抽自己，当真无法无天了。然而未等叶青从惊骇中回神，叶修已随手抄起一把沉木椅，一步一步地直逼而来。拦住他，快拦住这逆贼！叶青脸色大变，一个机灵猛地缩进护卫人墙之后，嘶声尖叫：拿下，给本殿下拿下这罪该万死的狂徒！争！护卫听令，刀光如潮涌来。叶修不退反进，倒提木椅，以腿如枪，急点而出。噗！率先而至的护卫顿时闷哼倒跌。叶修身形急旋，已随身走，一背如鞭，抽飞一人；一面如盾，撞他胸骨；以脚如锤，碾压腿颈。一张寻常木椅，此刻在叶修手中竟化作凶厉无匹的杀气。点、拦、砸、撞，人影翻飞，哀嚎与金铁交鸣声混作一团。护卫接二连三溃败。叶青头皮发麻，浑身冰凉。那晚在勾栏上房中，叶修也是这般如狼似虎。最后他和黄姐联合上告父皇，可那王八犊子反咬了他们一口，他们自身因为理亏，最后吃了哑巴亏，而那群涉事的官兵都掉了脑袋。恍惚间，叶修已经提着椅子悍然立在了他的面前。叶青的背脊抵在石柱上，抖成了筛子。你！轰！不等开口，木椅已经砸落而下，木屑爆碎，血花飞溅。叶青的头颅遭受重创，如破麻袋一般撞柱滑落，当场晕死了过去。叶修垂手，仅剩半截染血的遗腿，残余护卫看向他的眼神只剩深入骨髓的恐惧。死寂中，唯有李师师的目光灼热如火。叶修抽太子，
砸叶青的狠厉霸道彻底点燃了他，什么怨气羞耻，早被砸得粉碎。李师师动了，他径直走向叶修。叶修侧目，眼神依旧漠然，但李师师在他几步外站定，傲然挺起胸脯，红唇勾起一抹野性而妩媚的弧度。叶修，太子那张臭脸抽得妙极，叶青那蠢货砸得活该。此言一出，尚存意识的护卫以及地上装死的叶昭无不惊呆了。不是难不成李师师也跟着疯了？可李师师却无视四周的惊骇，又上前一步，笑容愈发娇艳，话语更是石破天惊。从今儿起，本姑娘认定你了，你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李师师。管你是被罢黜的皇子，还是天王老子，我看中的插翅难飞。赤裸裸的表白如同惊雷炸响，叶昭蜷缩在地，从未如此刻一般觉得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而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笑话，一个被叶修精心利用，用来俘获李师师芳心的绝佳工具。验孕丹计划可不能半途而废了啊！李师师媚骨天成，却只臣服于绝对的力量，搞定他很难。别看李师师说愿意履行赌约的承诺，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被征服，口头的承诺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今夜叶修便是借叶昭和叶青这两块磨刀石，将自身霸道绝伦的锋芒彻底展露，只为将这匹烈马彻底驯服。这就是心理学泡妞的恐怖，先洞悉人心，再攻心。叶修缓缓转身，迎上李师师那双燃烧着赤焰的眼眸，刚欲开口蓦地，踏踏踏，密集的脚步声如潮涌来，一队来自龙府的精锐如狼似虎一般的冲入殿中。为首之人除了福伯，还有宁红叶。然而当看清房里房外的景象时，福伯一等人瞬间石化。太子蜷缩如虾，面颊血肉模糊，在地上无声抽搐。九殿下叶青头颅染血，瘫软如泥，不省人事，满地狼藉，断棍碎矣，护卫噤若寒蝉。而那一位被罢黜的八殿下叶修，手中提着半截染血的遗腿，正与他们要来营救的李大小姐深情四目相对死寂，空气仿佛凝固成了铁块。等等，他们是来救人的，还是来收尸的？一时间，福伯一等人用看怪物的眼神望向了叶修京城的天被捅破了啊！金銮殿上，烛火摇曳，映着昆帝铁青的脸，一份密报被他摔在了地上。怒不可遏。他万万没有想到，叶修那逆子先前仗着免死金牌肆意殴打驸马和公主，已是狂妄至极，如今竟敢毫无依仗，悍然闯入太子府邸，将当朝储君与皇子都给揍了。皇家颜面何在？天威何在？这已非忤逆，分明是谋反望着震怒的昆帝，群臣垂首，冷汗涔涔，谁也不敢吭一声。启禀陛下。这时殿前侍卫统领的声音传来，庶人叶修带到，带进来。昆帝冰冷彻骨的低喝一声。这殿前侍卫统领退下，叶修随之踏入大殿。他没有下跪，只是微微抬手，目光平静地迎向玉座上那暴怒中的身影。昆帝猛然起身，怒声问道：庶人叶修，你可知罪？叶修淡淡说道：儿臣无罪。死寂。满殿愕然，无数道难以置信的目光落在叶修的身上。他们没听错吧？殴打太子跟九皇子的叶修，竟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无罪。但凡他有一丝求饶之意，没准陛下就会息怒，从轻发落。可此刻无异于自寻死路。没错。昆帝怒极而笑。殴打储君，辱奏皇帝，铁证如山，何来无罪？今日若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朕就斩了你。叶修扫视了一圈全场，平静地问道：九皇子指使诡异构陷，诬我窃取药方，欲置我于死地。太子殿下当众承诺，必将九弟软禁，定还我公道。可九皇子却安然无恙地现身在太子外府。敢问父皇，儿臣虽为庶人，但受此奇冤，无人伸张，莫非只能忍气吞声，任人鱼肉？既无人替儿臣洗雪冤屈，儿臣亲自动手教训此等背信弃义之徒，何错之有？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如千斤重锤，狠狠砸在群臣心头。但叶修却无视全场惊骇的目光，声音陡然拔高：至于太子，更该打。父皇已对驸马与皇姐之事接过不提，他却仍要寻衅，公然忤逆圣意，结果不遂愿而恼羞成怒，迁怒于魏国宫外孙女，竟欲行不轨。若非儿臣及时赶到，李师师的名节将毁。敢问父皇，此等目无君父，荒淫无道，视王法如无物之辈，有何脸面坐在东宫储君之位上？叶修每说一个字，昆帝的脸色就跟着黑一分，待其话落，他的脸已是一片铁青。能不黑，能不铁青？他根本没有想到叶修居然敢将这一等皇室丑闻呈现上来。
这已经不是打太子的脸，而是将他这95之尊的颜面狠狠踩在脚下。昆弟胸中怒火翻腾，正欲发作，陛下，神医华天年适时出列，跪伏在地。叶修所言句句属实，老臣已向上人头作保。此外，老臣已验过太子与九皇子伤势，皆为皮肉外伤，筋骨无损，只需服用老臣的药，静养一段时日便可痊愈。所有人都傻眼了。不是太子与九皇子被抬回时，头颅裹得密不透风，太子背部更是层层缠裹，一眼就是重伤垂危的样子。可如今咋就仅仅只是一具轻飘飘的皮肉之伤？太荒谬了！可谁敢质疑华天年？这一位神医圣手，医术冠绝天下，太医院诸判合起来都难及其项背，更何况曾经太医院束手无策的事情，也都是神医来解决的。昆弟瞥了一眼太医院使，太医院使汗流浃背，急忙出列。可神医所言极是，人家能治好，说不严重就是不严重，他没辙啊，总不能拆神医的台。未等昆弟开口，首辅姬无涯也迈步而出，躬身一礼：陛下明鉴。当日九殿下构陷叶修，众目睽睽，人证俱在。太子殿下也曾对老臣亲口承诺，必严惩九皇子，奏请圣裁。老臣及数位同僚皆可作证。话音一落，数名与首辅交好，并到过国公府外的官员都顶着压力，硬着头皮出列复议。首辅跟着作证。好一个叶修，真有本事！昆弟的目光掠过姬无涯与华天年，最终落在了叶修的身上。老九构陷，其行当成，但储君之过，自有东宫属官、宗人府一处来定夺。何时轮得到你一个庶人教训？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训？叶修神色平静，默然不语，因为他清楚有人会出来为自己解围的。果不其然，启禀陛下！一道妩媚的女声骤然响起，紧接着李师师自人群中款款出列，盈盈拜倒：臣女李师师有本启奏，恳请陛下恩准。所有人的视线纷纷落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便是被太子差一点欺辱的受害者。讲。昆弟声音冰冷，心头却是一沉。李师师抬头，干脆利落地说道：臣女与叶修情投意合，私定终身。他会对太子施以暴行，是情急之下为救臣女。若陛下执意惩罚叶修，臣女甘愿一同受罚。四周的人都骂了，魏国公府的这掌上明珠竟如此刚烈直率，此言一出，无异于逼宫。甘愿同罚，陛下岂会真动他？若动，不仅坐实了太子恶行，更显君王不仁，魏国公府更会震怒，后果不堪设想。昆弟双眼一眯，声音冰冷彻骨：李师师，你口口声声说与叶修私定终身，可有实证？若为了袒护此子而欺君，哪怕你是此事的受害者，朕也绝不轻柔。臣女有证据。李师师丝毫不惧，随之问道：陛下可还记得坊间曾盛传叶修乃赌圣，后被陛下一道皇榜压下？记得。昆弟眉头紧锁：那正是臣女所为。李师师目光灼热地望向叶修，笑迷如花：臣女倾慕叶修，欲扬其名，助其成就赌圣之名，此等不智之举，皆因情之所致。叶修差一点没绷住笑出来，太牛逼了！曾经的赌约转眼成了倾慕，看来李师师这一个女人已经板上钉钉了。所有人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散播名声，捧高薪上人，却是痴情女子常用手段。看来这二人情愫暗生，绝非虚言了。而太子欲行不轨，等于是对自己皇帝的女人下手铐，这简直是罄竹难书，罪加一等。正当无数大臣震惊，昆弟心中怒不可遏时，福伯推着轮椅将魏国公从人群中送了出来。等轮椅一停，龙隼的双眼望向昆弟，老泪纵横，声音悲怆，字字泣血：陛下，老臣一生戎马，为社稷征战，落下这身残躯病骨，无怨无悔。老臣的女儿为护国土，血洒疆场，老臣亦未曾有悔。但师师，她是我龙家仅存的一点骨血，是老臣捧在心间的明珠啊！若老臣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到头来连一个亲人都护不住，老臣活着还有何意义？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声音回荡不息，所有人沉默了。魏国公的分量，无人怀疑。当年他率领大军护国门，退匈奴，逼迫对方割地求和，让刚建国没几年的大昆彻底安定下来。他的功劳、忠心一点都不输于任何一个开国功臣，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若今日陛下无法处理好，恐怕真的要让无数大臣心寒了。望着四周投来的眼神，昆弟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从始至终都没想过，自己让太子在魏国公大寿那一日必须让李师师成为侧妃，结果那废物玩意儿居然玩上了强奸，以至于今日若不能妥善处置，必将动摇国本，寒尽天下忠臣良将之心。
尤其是魏国公府以及其背后的势力。昆弟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怒意。好一个太子，好一个老九！今日桩桩件件，朕已知晓。九皇子叶青构陷皇兄，败坏纲常，是兄弟戏强，但念其年少，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剥夺叶青皇子封号，降为安国公，罚俸3年，闭门思过，无止不得擅离府邸半步。太子叶昭身为储君，因私怨而罔顾正义，更行止失俭，己酿大祸，虽未铸成恶果，然其心不正，其行不端，以失储君之德。即日起，太子于东宫闭门思过，非朕诏令，不得出宫门一步，令东宫属官，教导不力，罚俸1年。叶修闻言，心中渐冷，真是自己的好父皇。老九看似重罚，终究性命无忧，爵位仍在。太子的惩处更是不痛不痒，那闭门思过不过是暂避风头，很显然。老九不过替罪羊，昆弟就是要死保叶昭，惩罚不过做做样子罢了。叶修随之抬眼望向了昆弟，恰巧昆弟也朝他望来，一脸冰冷彻骨。庶人叶修，太子和九皇子都已经受罚，叶修恐怕也难逃一回了。昆弟会如何惩罚叶修？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上了嗓子眼，目光齐齐聚在叶修的身上。下一秒，昆弟的目光如冰锥一样刺向叶修。叶修，你自从被罢黜后，便开始目无尊卑，纵然事出有因，但殴打储君和皇子，搅扰朝堂，揭皇室之短，狂悖至极，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责令叶修府中闭门思过7日，无止不得出。全场啥？闭门思过7天，这也算惩罚吗？简直轻如鸿毛。姬无涯一等人悬着的心登时落了地，更暗暗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至少也要挨上几十大板，结果竟是如此。然而群臣的错愕尚未散去。满期后，昆弟目光锐利如鹰，再一次开口：入锦衣卫，受百户之职，即日履职。全场哈！锦衣卫百户，他们没听错吧？群臣无不色变，满脸的惊疑不定。受锦衣卫实权，不是陛下，这究竟是罚还是赏？要知道，叶修才刚刚闹翻了天，将太子都给打了，转眼竟得百户失职，着实令人捉摸不透。无数道饱含惊诧与探究的目光瞬间重新汇聚于叶修身上，叶修眼中波澜微闪，他心如明镜。昆弟绝无可能在自己狠狠打了他的脸之后，还如此好心的赐予一个百户实权。原因无他，他身份本就敏感至极，加之是被废黜的皇子，岂有轻易授予实权的道理？唯一的解释便是递刀，然后钓鱼执法，请君入瓮。一旦自己行差踏错，有了半点逾矩之举，便可名正言顺的斩草除根。念及此，叶修面上恢复古井无波，躬身行礼，声音平静无澜：儿臣遵旨。何既然你想玩这场游戏，那儿臣便陪你玩上一局。昆弟不再看他，转向李师师与魏国公，语气稍缓：师师受此委屈，朕心甚愧。这内务府赐魏国公府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全作押金抚慰。令师师与叶修之事。昆弟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待叶修思过期满再论。老臣叩谢陛下隆恩。轮椅上，龙隼拱手作揖，福伯代其叩拜。李师师亦盈盈一礼，眼波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叶修，退朝。臣等告退。待文武百官鱼贯退出大殿，王德发悄然上前，躬身行礼。陛下，叶修呈上的那些药方，老奴倚着人详查，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真的像是他所创出来的。继续查。昆弟揉了揉眉心，他绝无此等本事，更写不出那等精妙的药方，背后必有高人指点。王德发眼中金光一闪，所以陛下您赐他百户之职，是想引蛇出洞？昆弟睁开了双眼，朕是给他递了一把刀，给他一次造反的机会。万一……王德发心头一凛，欲言又止。昆弟冷冷打断，嘴角勾起一抹讥诮：怎么，老王你以为他能造反成功？老奴并无此意，就算陛下给他1000户、10000户，都造反不成？王德发慌忙跪下，只是此子行事实在太过乖张疯狂，与昔日宫中判若两人，老奴要不要让西厂的人监视他？不用。昆弟冷冷一笑，带着掌控一切的漠然。蝼蚁终究是蝼蚁，朕只是要一个名正言顺铲除他的理由，以及揪出前朝那一群余孽，否则朕寝食难安。王德发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窜起，虎毒尚不嗣子，那他心头巨震，面上却不敢显露分毫。老奴明白了。另外，昆弟似乎想到了什么，淡淡补充道：他的手下就让他去醉屠营里选吧。醉屠营
乃是关押死刑犯的地方，一个个不服从管教，叶修能管得住？王德发心思一动，没有多问，而是领旨。3日光阴，弹指即过，风云暗涌的应天城终归平息。对常人而言，3日不过弹指一瞬，但对华天年来说，这3天简直比3年还要漫长。叶修那夜在国公府外写下的几张药方，他已反复钻研了无数遍，每一次深入都引发更深的惊叹。妙极了，简直就是神乎其技。药炉里，华天年凝视着药方，老眼闪烁着近乎狂热的光芒。叶小友真的是一个旷世奇才啊！他越想越坐不住，不行，老夫等不了了。他顺势起身，将药方小心翼翼贴身藏好。陛下只说不让他出府，又没说别人不能进去找他。老夫以请教医理之名登门，合情合理。对，就这么办。说着，他连杨彪义等人都没知会，便匆匆拉开药炉的门，欲往外走。不料华天年愕然顿足，门口竟杵着一位老者，正抬手要叩门来人，仙风道骨，背负长剑，气质清雅如鹤下一刻。华天年便认出了这张脸，失声惊呼：云游子，你怎会踏入这应天城？云游子，宁红叶之师，曾经的锦衣卫指挥使，后来的剑道大宗师，此人曾立重誓，此生绝不再踏足应天半步，如今竟现身了，哈哈哈！云游子也是一怔，旋即朗声大笑：故地重游，老朋友，我来看看你，不行吗？少来这套！华天年没好气的挖苦：我看啊，你定是为你那宝贝徒儿才破了这誓言吧？胡子，你见过他了？云游子闻言，脸上顿时一喜：他可还安好？华天年脸色一黑：不要喊老夫胡子，胡子是他的乳名。整个大昆境内，也就只有这一个老不休，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叫出口。云游子不耐地摆摆手：先别废话，你快说，老夫那徒儿究竟如何了？他匆匆赶来，只因收到宁红叶的留书，那丫头言明要来应天城报仇，所以此刻见华天年知晓爱徒行踪，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之感。华天年见他焦急，哈哈一笑：放心，你那徒儿岂止安好，连眼睛都复明了。什么？云游子浑身巨震，狂喜之色瞬间涌上脸庞，他能看见了，千真万确。多谢胡子。打住！华天年截断谢意，一阵吹胡子瞪眼：老夫可没这份本事医你徒儿，治好他眼睛的另有其人。谁？云游子瞬间呆立当场。普天之下，还有谁的医术能凌驾于圣手华天年之上？华天年捋须，目露金光：巧了，老夫正要去请教他，带你，那得给老夫一点好处，算老夫欠你人情，快带路！云游子急不可耐，看老友急成这样，华天年也不再卖关子，他领着云游子一路疾行，来到一处破旧的小院外。院墙的皮没有完整的，木门上的破洞更是好几个，风一吹还吱呀吱呀的响。云游子懵了，那位治好爱徒的人居然住在这样的地方。然而不等他发问，华天年已经上前敲门。下一刻，院里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门没锁，进来。二人对视一眼，便推门而入，却同时愣住了。只见一个少年正在简陋的小院里演练着几个奇怪的动作看着缓慢古朴，却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一呼一吸之间带着奇特的韵律。华天年看不懂，正想上前招呼少年，却被云游子拽住：你干嘛？华天年一愣，可这一位剑道大宗师此刻却瞳孔猛缩，然后盯住少年的一举一动，脸上布满惊骇，失声低呼：你看不懂，但老夫可以告诉你，那少年就是一个妖孽，小小年纪竟然已经是大宗师的境界了。啥？华天年愣住，大宗师境界？老夫没记错的话，你便是剑道大宗师，叶小友竟与你并肩了。云游子，这话听着怎么像是老友在嘲讽自己？毕竟那少年看上去才18岁，在这大昆武林虽无内力之说，但武道一途讲究招数圆融，行云流水，更需灵机应变，见招拆招。可他从叶修举手投足间已窥见一种近乎恐怖的纯熟，那绝非朝夕之功能达到的。宁红叶天资卓绝，但当初能胜过他，只因他未用剑，且仅出一臂。说白了，宁红叶尚未进入大宗师之境。然而华天年不待他细思，又想起一事，补充道：对了，他便是治好你宝贝徒儿眼睛的那位，也是老夫今日要请教之人。云游子，不是治好宝贝徒儿的那一个人，竟是一个少年。一个少年，武道成就与他这近银数10载的大宗师比肩，医术造诣竟凌驾于华天年之上，这合理吗？这一刻的云游子人都麻了。恰在此时，叶修收拾停工，
五禽戏的最后一式缓缓归于沉寂。他抬眼望来，气息平稳悠长。华老今日怎有空来此？他已经被禁足了整整3天时间了。不过每天倒是过得清闲，还有多余的时间去捣鼓一些想做的事情。哈哈，叶小友，老夫特来为你引荐一人。华天年笑着上前，将仍然在震惊中的云游子往前推了半步。这一位是云游子，正是红叶的师傅。哦，叶修的目光转向云游子，微微颔首。叶修，叶修。云游子下意识重复，随即瞳孔骤然收缩。你姓叶，莫非是？正是那一位被罢黜的皇子。叶修的唇角微扬，淡然接话，顺势在石凳上坐下。两位请坐，红叶出门买早点去了，稍后便回。云游子，被罢黜的皇子。等等，是自己疯了，还是昆帝疯了？居然将一个武力超绝、医术惊天的皇子给罢黜掉了。这他娘不得直接立成储君，供起来。但很快，他脑海中的叶修和另外一个名字重叠了。叶修，那是大昆八皇子，身具前朝血脉，按照昆帝那宁可杀错不放过的性格，难怪会将其给罢黜。能保住性命都已经是奇迹。云游子上前一步，郑重抱拳，多谢叶公子妙手回春，治好了老夫徒儿红叶的眼睛。老夫云游子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只要公子开口，凡老夫力所能及之事，绝无二话。见到大宗师的一个人情，无数人花钱都买不来的，甚至足以让江湖震动。哪怕叶修自身也是大宗师级别的存在，但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人情，叶修绝对拒绝不了。但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免了。叶修给两人倒了一杯清茶，轻描淡写的拒绝了。你徒儿如今已是我的人，这份人情自然便免了。云游子错愕，好家伙，他那徒儿心比天高，性子冷傲如霜，他这个师傅最是清楚，可如今竟已归心于眼前这少年。这消息带来的冲击，甚至不亚于方才得知叶修的皇子身份。然而一旁静观的华天年却像是早有预料，非但不觉得意外，反而抚着长须朗声大笑起来。哈哈，老朋友，醒醒吧，在叶小友面前，你那点人情分量恐怕还真不够看。你莫非忘了红叶丫头那双眼睛当初可是连老夫都束手无策的绝症？叶小友那手医术是真正的起死回生，这份恩情岂是寻常人情可比？红叶丫头能追随叶小友，那是她的福分。你呀，就别想着拿人情还债了。华天年那故意损友的话如同重锤，却彻底点燃云游子的战意。所有杂念被渴望取代。他一步踏前，人情可免，但叶公子，老夫竟您见到一辈子，今日若不领教公子神迹，死不瞑目。请赐教。战意如沸。他指指端坐的叶修。叶修神色淡然，轻啜了一口清茶。请自刚落。云游子身化流云七境，并指如剑，急点叶修山中。电光火石间，叶修端坐如钟，左手如影斜撩，精准搭腕。咏春问路手。啪！云游子那凌厉的一指竟被带偏，擦肩而过。但他变招极快，化指为爪，擒拿锁腕。可叶修更快，他借势下岸一拉，身形微旋，咏春绑手配转马。云游子的重心顿失，踉跄前扑，攻势尽散。什么？他满眼震惊。堂堂的剑道大宗师，被人卸掉了所有攻势也就算了，可更骇然的是，对方连站起来一下都没有站起来。这绝对是大宗师之境。得罪了。云游子低喝，踉跄间右手急探，枪，长剑出鞘，寒光如电。他被逼得出剑了。一时间，云游子拧身回刺，剑化流光，直取叶修的心口。他再无保留。可剑刚抵达胸前，叶修依旧端坐，眼位稍抬，然后左手闪电变招，化为咏春摊手，掌心向上，绵柔劲力粘向剑脊。啪嗒，粘劲爆发，一沾一影，以至于那剑尖擦着叶修的肋部划过，削碎一旁的石凳。但叶修未停，他的手腕猛地一沉，螺旋寸劲沿着剑身悍然轰出。嗡！长剑巨震，云游子的虎口崩裂，手臂都好像要折断了。哐当，长剑飞出，倒插于庭院入口，嗡鸣不止。噔噔噔，云游子连退数步，等停稳时，猛地抬头看向一如既往稳坐如山的叶修，面无人色，惊骇欲绝。你坐着未动，仅凭拳掌就震飞老夫的剑。他没有愤怒，只有震撼。武道留手是对敌人的不尊重，叶修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但就算如此，他依然十分震撼。叶修根本不只是大宗师，而是传说中更高的境界，可对方才几岁啊？他根本无法想象有人能在如此年纪中武道成就在他之上。一旁的华天年都瞠目结舌了，寒气透顶。
叶小友还他娘的是人吗？蓦地，吱呀，院门轻响，突兀打破死寂。众人循声望去，却见一袭悬衣如墨的宁红叶提着2份早点踏入，但他的眸子第一时间凝视着门前的长剑，然后抬头前望，正见一老者与叶修在对峙。他的俏脸骤然冰寒，玉手毫不犹豫地摸向腰间，下一秒，咻！啪！长鞭宛如毒龙出洞，撕裂空气，直袭老者的后心。动他！死！哈！华天年见到这一幕，当场被吓了一跳。靠！差一点忘记了，宁红叶从小眼盲，根本不晓得云游子长什么样子。一旦命中云游子，岂不就是妥妥的欺师灭祖了？不行！他急忙开口，意图说出云游子的身份，结果叶修更快，他又倒了一杯清茶，淡淡说道：“红叶，那是你师傅。”话音一落，长鞭僵住。宁红叶微微错愕，急忙收回了长鞭。师傅，徒儿，为师在此。云游子转身望着宁红叶那一双灵动的眸子，惊喜万分：“你的双眼真的好了。”宁红叶认出了云游子的声音，顿时嫣然一笑的颔首：“徒儿已经能够事物了，少主治好的。”云游子一听，呆滞地望向叶修，面色一片复杂。一个打败你师傅，更能治好你双眼的人，成为你的少主，也算没有辱没为师的名声。打败？宁红叶下意识地望向门口那柄长剑，瞬间明白了什么，下一秒他惊呆了。少主打败了师傅。当初他只当叶修的五禽戏是强身健体之术，如今简直离谱，居然能悄无声息地击败他心中如高山一般的师傅。叶修淡淡说道：“你们师徒相认，只会干站着吗？”他打败一个大宗师，可心中毫无波澜。一来叶修的招式前世就已经苦练10年，绝非朝夕之功；二来在这没有魔化内气的世界，现代的系统化训练本就凌驾于古法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三人如梦初醒，纷纷围坐桌旁，他们的心情极为复杂，能不复杂？云游子曾被宁红叶视为最强大的剑道大宗师，结果被自己保护的少主给打败了，简直颠覆认知，让他像是重新认识了叶修。而云游子更是五味杂陈，老脸一片火辣辣的疼，毕竟在徒儿面前承认被一个年轻人打败，太丢人了，却又好像找到了进步的希望。他曾经觉得自己几乎无敌了，但如今被叶修给打碎了所有的骄傲，一时间有了新的目标。至于华天年，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武道真意，却也觉得叶小友强的非人，宛如妖孽。然而叶修压根不理会他们的复杂情绪，反而放下茶杯，从容起身。师徒重逢是一件喜事，我这几天捣鼓出来了一点好东西，便亲自下厨，全做庆贺。你们先叙旧。语毕，不等三人反应，他已经转身径直走向后厨。三人错愕。华天年扭头问道：“红叶丫头，别告诉老夫，你这少主不仅一武双绝，还能下厨房？”宁红叶愣住了一下，少主以前没做过饭，但他这几天的确一直在厨房弄东西。什么东西？华天年和云游子都好奇了。宁红叶回忆了一下，解释道：“好像是用陶瓷装水，加入木炭在锅里煮。”华天年，云游子。宁红叶沉吟了一声，继续说道：“煮好后，把液体倒进一个竹器中，里面好像放了细沙、小石子和粗布。”华天年，云游子。宁红叶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对了，之后还加入了草木灰搅拌，再在高温中烧了好久，但我并没有见到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华天年，云游子。不是这是在研究大坤境外的某些特殊菜肴吗？可咋感觉听上去一点都不靠谱？能吃吗？华天年和云游子汗流浃背的对视一眼，突然发现妖孽一般的叶修原来也有不懂的东西啊！两人有点迟疑了，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吃这一顿师徒团圆饭？毕竟到时候别吃着吃着就去阴间团圆了。可看着厨房炊烟，又不好意思走以至于。三人一阵大眼瞪小眼。可很快一股纯粹的鲜香从厨房飘来，瞬间勾住了三人的心神。这香味与之前描述的古怪工序截然不同啊！这……华天年咽了口唾沫，惊疑不定地问道：“红叶丫头，你确定叶小友是在煮那些木炭沙子？”宁红叶也有些茫然了，因为气味确实与他描述的古怪工序对不上号，惹得他一阵怀疑人生的摇了摇头。气味似乎不太一样。云游子望向厨房，几次想要去一探究竟，但是正当三人被香味勾得心痒难耐，腹中馋虫蠢蠢欲动之时，叶修端着一个托盘走了出来，上面是4碗最寻常的清汤鸡蛋面，清澈的汤，银白的面，金黄的荷包蛋，再加几点翠绿葱花。华天年和云游子瞬间懵了。宁红叶讲述的复杂操作，就为了一碗清汤鸡蛋汤面。趁热，
叶修放下碗，自己坐下开吃。三人看着眼前这碗朴实无华的面，再看看叶修那张平静无波的脸，心中的好奇和那香气的诱惑终究压过了一虑。师徒的团圆饭，叶修亲自下厨，无论做得如何，这份心意也值得动筷。华天年率先挑起几根面条，吹了吹气，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架势送入口中，结果面条入口爽滑劲道，是上好的手擀面。紧接着他饮了一口清汤，汤水入口的瞬间，华天年整个人如同被定身法定住，眼睛猛地瞪圆。这汤，他指着碗，声音都变调了，甚至激动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几乎同时，师徒二人也各自尝了一口。岂料云游子端着碗的手猛地一颤，素来古井无波的宗师脸上出现了近乎失态的震撼。宁红叶更是浑身一僵，他能事物后对世界的感知本就充满新奇，可此刻舌尖传来这前所未有的咸鲜滋味，如同惊雷在他口中炸开。刹那间，这味道干净的让他想流泪。一时间，院子里只剩下吸溜面条的声音。当一碗见底，叶小友，华天年激动地放下碗，声音都被浓汤烫哑了。这汤汁的鲜美究竟用了什么调味料？老夫行医尝药，自认尝遍百味，却从未尝过如此纯净无杂的咸，一丝苦涩都没有。这一碗面只加了盐。叶修淡淡说道。此话一出，华天年懵了。啥？只加了盐？可这汤头清亮，入口鲜纯，一丝苦涩也尝不出来。怎么可能？在大前境内，市面上的粗盐都带着一股浓郁的苦涩，那是一种难以去除的杂质意味。即便是那价比黄金、专攻权贵的所谓精盐，也总残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苦味，而且价格昂贵，非权贵之家根本享用不起。正因如此，他才会无比困惑，这碗汤怎会毫无苦涩？别说他了，一旁的宁红叶师徒目光都开始在叶修和那碗面之间惊疑不定的扫视。叶修抬眼，依旧波澜不惊，并非市面上的官盐，而是我自己在闲暇时提纯的细盐。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袋子，拉开袋口。下一刻，一捧晶莹如雪、细密如尘的白色晶体倾泻在众人眼前，阳光洒落其上，折射出细碎而夺目的光芒。没错，被禁足了整整3天，叶修自然闲不住，外加这一个世界的盐提纯程度真的很一般，导致饭菜做出来严重不符合胃口，甚至难以下咽。所以他花了3天时间，将苦涩的盐提炼成了无杂味的细盐。今日算是第一次加入到食物中去烹饪，但味儿却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但无论是华天年还是云游子，都被小袋子里的雪白颗粒给震惊到了。细盐竟是比于贡官盐还要纯净无瑕的细盐。最令人感觉惊骇的是，叶修竟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他亲手提炼出来的。震惊，太令人震惊了。三人目光死死盯在那袋细盐上，如同目睹了神迹。宁红叶的心头更是猛然一跳，他很快意识到叶修在这3日中不是捣鼓什么黑暗料理，而是在厨房中提炼着一等惊世之盐。华天年再也按捺不住，叶小友，老夫能否试一试？请。叶修随意抬手，华天年迫不及待地捻起一小撮细盐，毫不犹豫地送入口中，盐粒沾舌即溶，一股纯粹到极致、不染半点杂质的咸鲜瞬间席卷了整个味蕾，没有一丝苦涩，没有半分腥膻，那是他毕生从未体验过，却又本该属于盐的至真本味。良久之后，华天年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激动的胡子直抖。叶小友，神乎其技，当真是神乎其技啊！玉贡盐都南极万一，你竟能提纯出这等雪盐，实乃化腐朽为神奇，真的是一大奇迹。眼见华天年如此失态，云游子也忍不住尝试少许，结果整个人被那纯粹的咸味冲击得一时失语，目光在细盐与叶修之间惊疑流转，心中唯有一个念头，此子本身便是一个奇迹，此盐一旦现世，必定震动整个大钱。要知道，在一定紧急情况下，盐可以说是战备物资，昆弟无异于是丢了一块至宝。然而始作俑者叶修却依旧波澜不惊。若两位觉得尚可，这袋细盐便拿去吧。当真？华天年与云游子异口同声，难掩惊喜。叶修颔首，灶房还有半坛，用完了再提便是。华天年，云游子，靠！又被他给装到了。先是徒手拜大宗师，再是医术碾压神医，如今又随手炼出这惊世细盐奶奶的，这手握核心技术的底气，简直要突破天际了。二人再无半分犹豫，如捧稀世奇珍一般，将那袋细盐给瓜分了。但是就在这时，吱呀，院门被人毫无征兆地推开，西厂总督王德发带着2个小太监踏了进来。他无视旁人，径直来到叶修的面前。叶公子，陛下口谕，特赦尔今日前往醉屠营，
挑选100人，充作200户所部署。然7日期满之前，除今日之外，仍不得踏出府门半步。钦此。醉屠营。人群中的华天年脸色骤变，那地方乃是人间炼狱，关押的竟是一些恶贯满盈、死不足惜的凶徒。恶鬼！可陛下竟让叶小友去那里选人，没开玩笑吧？他急忙开口：“王提督，那醉屠营可是？”然而，不等说完，已被王德发一阵阴恻恻的打断：“呵呵，华神医多虑了。那醉屠营里头可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陛下这是天恩浩荡，给叶公子机会，亲自挑选一些得力干将呢。叶公子可要好好把握这份圣恩啊！”叶修面色平静无波，仿佛没听出其中的凶险，微微颔首：“儿臣领旨谢恩。”王德发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但下一刻，他那阴鸷的目光忽然发现了一旁的云游子，脸上瞬间多了一丝讥讽：“哟，咱家当是谁呢？这不是当年仙斗间在指天发誓永不踏足应天半步的云大宗师吗？怎么誓言当屁放了？还是说骨头软了，想回应天城摇尾乞怜？”这恶毒至极的嘲讽如同点燃了炸药桶，云游子当场双目赤红，滔天恨意爆发：“王德发，你这断子绝孙的阉狗！若非你西厂构陷，屈打成招，害死我徒儿李征，老夫岂会立誓离京？此仇不共戴天。7年前，王德发率领西厂番子突击调查，查出锦衣卫李征勾结敌国的罪证，便将其连夜处死。可那是他的徒弟，身为锦衣卫指挥使的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将调查的真相呈到昆帝面前，就见到了李丰已经冰冷的尸体。堂堂的锦衣卫千户，一身忠肝义胆，竟被西厂屈打成招，活活杖毙于赵宇。他深渊无门，换来的只是帝王一句冰冷的证据确凿。对啊，帝王就算错断了，那也得是真的。至此，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辞去官职，远走天涯，立下那永不回京的毒誓。王德发闻言冷冷一笑：“无论李征是否勾结敌国，都已铁证如山，陛下更是金口预言已定其罪。云大宗师是在质疑陛下的圣才，你今日破势入京，莫非是来找陛下复仇的？阉狗，你找死！”云游子怒不可遏，积压7年的血仇彻底冲垮理智。下一秒，他拔出长剑袭向王德发的咽喉。大胆！王德发的脸色微变，当场甩动宽大的袖袍卷向剑锋，同时脚下不断后退。哧啦，布帛撕裂声刺耳，剑锋绞碎华丽的袖口。电光火石间，剑光贴着王德发的脸颊掠过，他头顶的三山帽被削掉一角，几缕花白的头发飘然落下，一道细长的血线瞬间出现在那一张宛如死人的老脸上。王德发摸了一下脸上的血迹，勃然大怒：“云游子，你竟敢在应天城对咱家动兵刃！反了，反了！来人，给咱家拿下这个逆贼！格杀勿论！”院外应声涌入一大群杀气腾腾的西厂番子，刀剑出鞘，寒光闪闪，人群一下子将整个庭院围得水泄不通，肃杀之气弥漫开来。住手！都住手！华天年惊得魂飞魄散，一个箭步冲到王德发面前，连连作揖。王公公息怒。云游子他丧徒心痛，一时疯癫胡言，绝非质疑陛下，更不敢在此造次。他拼命给云游子使眼色：“云游子，想想后果，想想红叶。”云游子一听，手中的剑都开始发抖了。他明白，自己这所谓的剑道大宗师，在这代表皇权的西厂面前，在这应天城内不过是螳臂当车。他死不足惜，可红叶若是被牵连上了，那就不一样了。王德发脸色阴沉如水，眼中杀机汹涌。很显然，他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一个当众打他脸的老仇人。正当他要无视神医求情，执意下达绝杀令，蓦地一直稳坐时矣，仿佛置身事外的叶修淡淡开口了：“王公公，他是我的人。”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所有人都愣住了。啥？云游子何时成了叶修的人了？叶修顺势抬眼，目光平静地落在云游子身上：“你欠我一个人情，入我百户所1元，如何？”不是商量，是通知，更是唯一的生路。云游子浑身一震，瞬间明白了叶修的用意，这是在救他。在滔天权势的西厂面前，他大宗师的身份根本不顶用一时间。他眼神闪烁，压下冲动的点了点头。好。叶修的目光重新转向王德发：“王公公，可听见了没？我乃父皇亲封的百户，更是流淌着皇室血脉，如今任职伊始，招收的第一个得力干将。您这就要动手格杀，那我可真得亲自入宫一趟，跟父皇好好请教请教。”
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威胁，赤裸裸的威胁。王德发的脸皮狠狠一抽，心中怒火翻腾。他代表的确实是皇权，是陛下的爪牙，但爪牙再锋利，也得在规则之内撕咬。叶修今日奉旨去醉屠营选人，此刻若真格杀了他刚刚收入麾下的手下，那打的不仅是叶修的脸，更是对陛下旨意的公然藐视与践踏。一旦叶修豁出去闹，他的确承担不起。王德发强压下怒火，冷冷一笑：“呵呵，叶公子，好胆魄！看在公子和陛下的面子上，咱家记下了。”他手臂一扬，番子们手中的利刃应声归鞘，如同退潮一般撤出院外。口谕已到，醉屠营有人候着。当王德发一行人离开后，众人才回过了神来。云游子神情复杂，望着叶修：“叶小友，你为何要帮我？咱们是一类人。”叶修从歪脖子树下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栽赃我们的人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有多无辜。”众人心中巨震。叶修被废黜的根由，不正是受母妃牵连？匝止人诅咒太子乃是死罪，可真相便真的是真相吗？昆帝又何曾想过为他母子平反？云游子握剑的手剧烈颤抖，赤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叶修。这个同样被皇权碾压过的废皇子，一句平静的话语却撕开了最残酷的真相。王德发之流岂会不知理争冤屈？他们要的不过是尘埃落定的表象，是帝王威严的证明。这与叶修母妃的遭遇何其相似。可叶修不同，他身负常人都难以掌握其一的3大本事，更在强权之下生生护住了自己。叶修给的百户所麾下身份，不仅是一条生路，更是一个同病相怜者递来的崭新起点。扑通，云游子双膝重重落下，脊梁挺直，头颅深埋，抱拳高举，行最庄重军礼。云游子叩见百户大人。此身此剑，为大人马首是瞻，万死不辞。宁红叶惊呆了，华天年震惊了。好家伙，那一位被无数权贵许以重金，却一一果断拒绝的剑道大宗师，居然臣服在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少年麾下。叶修却已上前一步，稳稳拖住云游子手臂：“起来，自家人无需跪礼。你的仇我记下了，西厂王德发，来日方长。”是。云游子重重点头。叶修的语气恢复了一贯的平静，目光投向院外：“收拾一下，随我去醉屠营。见识见识父皇恩赐的人才。”华天年猛然惊醒，急声劝阻：“叶小友，万万不可！那醉屠营是死囚绝地，尽是些无法无天，是血成性的凶徒，一个个更是桀骜难驯，此去怕是讨不得好啊！”叶修闻言瞥了他一眼：“越是这样，我越是兴奋。”众人似一股寒气莫名的从3人脚底板窜上脊梁骨，这话听着怎么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甚至有点变态。未等众人从这毛骨悚然的兴奋中回神，叶修的身影已消失在破旧院门外。众人如梦初醒，慌忙拔腿追去。醉屠营关押于此的皆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之徒，他们唯一的价值便是暂时充作敢死队，平日则是最低贱的苦役，妥妥的牲口。当叶修一等人抵达墙外时，沉重的营门开启，一阵恶臭扑面而来。紧接着，一个面皮白净的太监上前，敷衍的拱拱手：“哟，携百户可算大驾光临了，请吧，陛下天恩，与您在此挑人呢。”叶修懒得理会，跟着太监穿过内墙，来到一片空旷的点兵场。场上几十名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被狱卒勉强围住，一个个如同困兽，戾气冲天。太监来到一张破木桌前，指着摊开的发黄名册：“按规矩，您得从这册子里挑100人。不过嘛，这里头可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手上血债累累，携百户您这金枝玉叶的，可得小心挑。”哦，叶修的目光平淡无波地落在太监脸上。既如此，烦请公公帮忙长长眼。太监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假意推辞：“哎呦，这不合规矩。”可叶修不为所动，他装模作样的又叹了一口气：“罢了罢了，谁让您身份特殊呢？咱家今日就破格一回，给您指一个。”说着，他随意点上一个名字：“这个黑虎屠人满门，连婴孩都没放过，敢要吗？”囚徒中顿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身高9尺、满脸交错刀疤的巨汉踏前一步：“呸！”他张开大嘴，轻蔑一笑，一口浓痰朝着叶修的方向啐来，气氛骤然紧绷。华天年的脸色发白，宁红叶的娇躯随之绷紧，狱卒们更是紧张地握紧了长矛。唯独太监嘴角那丝恶意的笑几乎要压不住了。没错，西厂那位既然交代了要刁难一下某人，他自然得安排妥当不是？龙潭落在脚边，叶修瞥了太监一眼：“他就是黑虎。”“没错。”
如假包换的凶徒。太监阴阳怪气的点了点头。叶百户，若是觉得太凶悍、太野性难驯了，怕伤了您的贵体，咱家给您换一个温顺些的也不是。不必了。叶修毫无波澜的低喝一声：“云老！”铮，剑鸣破空。众人只觉眼前寒光一闪，云游子的剑很快，快到黑虎脸上的凶力都未转化为惊愕扑哧，极细的血线瞬间出现在他的脖颈上。黑虎的身躯猛地一僵，双眼被茫然取代。他下意识地抬手想去捂住脖子，可那动作只做了一半，然后身体坠地，鲜血染红了一片。全场死寂，错愕、震惊、难以置信。四周的人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叶修竟会让人直接动手。可叶修的双眼却瞥向呆若木鸡的太监身上。你在给我挑选废物吗？你大胆！太监惊醒了过来，瞳孔里映着叶修的身影，满是惊惧。你居然敢在醉屠营里杀人，你可知罪？知罪。叶修淡淡打断他的声音，我喜欢杀人。太监。叶修随之指着黑虎吐出来的痰，谁挑衅我，我便杀谁。太监。叶修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公公若有异议，不妨亲自去告诉我父皇。太监。这他娘妥妥的是杀虎儆猴，而且若真闹到御前，自己先前那点故意刁难的小心思，如何瞒得过圣上那双眼睛？八皇子虽被废除，可近来陛下的态度那叫一个暧昧不明。再作死，下一个躺在血泊里的怕就是自己了。想至此，他脸上血色尽退，腰弯成90度。叶百户息怒，奴才绝无异议。那黑虎该死，杀得好，杀得大快人心。叶修懒得废话，手指轻敲名册，给你一炷香。您要奴才做什么？太监茫然抬头，除却那些只会欺凌弱小的渣子。叶修双眼一眯，语出惊人：名册上排行前100的死刑犯都给我送来，记住，我不要废物。太监吓得魂儿乱飞，甚至感觉天都塌了。叶百户，这营里越是排在前头的恶徒，越是桀骜难驯，一个个都是滚刀肉。若真将他们聚到一处，只怕营中兵士也未必压得住啊。那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叶修语气淡漠。靠，这简直是索命的阎罗，这压根不是给自己出难题，而是赤裸裸的报复。太监再也绷不住，连滚带爬地扑向门外，嘶声尖叫：来人，快来人，开死囚牢，将排名前100的凶神都给咱家提出来。不是前100，不是滥杀无辜的凶神，动作都快一点，误了时辰，咱家活剐了你们。太监的尖叫如同催命符，让血屠营瞬间炸开了锅。狱卒们屁滚尿流地冲向黑色死囚牢。下一秒，铁链撞击声、狱卒呵斥声、囚徒咆哮声刹那间混杂成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交响，以至于在极致恐惧的驱使下，不到半炷香，100名囚徒被粗重铁链串联，如同一条恐怖蜈蚣被驱赶至点兵场中心。死囚一站定，凶煞的气息便冲天而起。他们大多身形魁梧，疤痕遍布的脸上刻满暴力与血腥。他们仅仅用眼一扫，狱卒便纷纷下意识地后退。叶修目光平静地扫过100张面孔，便朝惊魂未定的太监和士兵淡淡说道：所有人撤出去。什么？太监以为自己听错了，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尖声骇叫：叶百户，您疯了不成？这些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把人都撤了，万一他们暴起。我说撤出去。叶修打断，语气冰冷：场中留下我和我的人足够了。太监扑通跪倒：万万不可，这会出人命的，奴才担待不起。陛下那儿出了事，我扛着。叶修再一次打断：是我执意如此，与你无关，父皇怪罪，我一人承担。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去，关上门。看着叶修那毫无波动的脸，再瞥向场中凶光更盛的囚徒，太监彻底忍不住了：撤，都给咱家撤出去，快关营门。开什么玩笑？叶修几个人就想制服一大群死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叫不醒装睡的人，他就没必要让自己也搭进去，到时候如实上报就行。顿时间，四周的狱卒如蒙大赦，争先恐后地涌出营门，营门随之一关，将内外世界隔绝，点兵场一下子化为了巨大的牢笼，而场内只剩叶修4人以及100名被铁链束缚着的死囚。气氛凝固，但叶修无视那100名死囚，一步步朝他们走了过去。你们很能打，否则也不会被关在血屠营的深处，但再能打也改变不了你们是死囚的事实，因为成为死囚，在世人眼中你们便已是废物，一群无用的垃圾。全场不是把士兵都给驱出去了也就算了，结果一上来也没有抛橄榄枝的意思，
反而骂他们都是垃圾。哈！挑衅！死囚们的脸上暴力瞬间被难以置信的错愕取代，随即化为滔天怒火。官兵老爷们也只敢在重重看守下对他们吆五喝六，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羞辱他们。怒不可遏！一个满脸虬髯、身如铁塔一般的大汉从死囚中踏出，他双眼赤红，杀机汹涌地盯着叶修。小杂种，你他娘的是想找死不成？找死！叶修笑了，脸上的嘲讽更甚。就凭你凭你们这群废物，谁给你们的错觉，觉得能定我的生死？好家伙，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不仅死囚一个个懵了，就连华天年都傻了。万一一个个都被激怒而暴走了咋办？结果念头一出，四周的死囚果真都暴走了。杂种！巨汉暴怒咆哮，铁链绷直，身后死囚群也跟着燃起来了，一个个嘶吼着疯狂前冲，凶煞飓风席卷而来。撕了他！宰了这狗娘养的！嚣张的杂种，你马上就可以去见阎王了。他们像极了100头凶兽，那扑面而来的暴力与杀气，足以让一支同样数量的军队溃散。华天年的脸色煞白如纸，双腿一软，差一点瘫倒在地。他的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真的被激怒了，4人都要被撕碎了啊！一旁的宁红叶娇躯紧绷如弓，蓄势待发。云游子更是已经拔出了剑，只要叶修一声令下，他会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动手。然而就在狂暴的囚徒即将踏碎大地而来时蓦地，叶修动了，他向前踏出了一步，然后无视百人狂潮，平静地抬手指向最前方的虬髯巨汉：你叫什么名字？算了，不重要，就你第一个，滚出来，跟我打！华天年错愕了，宁红叶师徒懵了，囚徒浪潮更是戛然而止，虬髯大汉挥出的铁拳都跟着悬在半空，所有死囚脸上的狰狞怒火瞬间被巨大的错愕和茫然覆盖。什么情况？这人是疯子吗？在百名暴怒的死囚面前，他不仅不逃不退，反而点名叫阵，还指名道姓要单挑他们中最凶悍、冲在最前头的那一个。这已经不是狂妄了，这他娘的是神经病，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够惨。然而噩梦般的点名并未结束，不等他们从这匪夷所思的冲击中回过神来，那一只手又随意地抬起，指向囚徒群中的不同位置。还有你，手指点动，随意的如同在挑选待宰的羔羊。被点到的都滚出来！所有人，10个，整整10个，皆是冲在最前，煞气最浓，在亵渎营内最为凶名赫赫的死囚。他怎么敢的？真当他们是随意丢弃的垃圾不成？你！虬髯大汉瞪大双眼，声音都因荒谬和暴怒扭曲。你真的想找死？不！叶修横了他一眼，我再给你们这群垃圾一次认清自己的机会。全场，叶修语气淡漠的令人头皮发麻。我要让你们刻骨铭心的明白，你们到底是不是垃圾？全场，叶修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要打10个！全场窒息，死寂彻底笼罩了这一片修罗场。100名凶徒，连同宁红叶3人在内，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一个平静的可怕的身影上。哼，装神弄鬼！虬髯大汉惊醒了过来，彻底暴怒：老子熊三倒想见识你能装到几时！兄弟们一起上，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狗官拆了喂狗！杀！10名凶徒齐声暴吼，如同出闸的丰兽，从4面8方扑向叶修。虬髯大汉挥拳如锤，纹身光头膝撞4斧，瞎眼老头直掏心窝，各种招式齐出，皆是杀人技。他们的攻势一下子将叶修的身影给淹没了。叶小友望着这一幕，华天年失声尖叫，心脏几乎跳出嗓子眼，瞳孔骤缩。宁红叶的玉手瞬间扣紧鞭柄，云游子更是气息暴涨，剑匣嗡鸣，利剑机遇出鞘，千钧一发。叶修动了，没有今天的气势爆发，也没有花哨的腾挪闪躲，他身形微侧，摆出一个古朴沉凝的起手式，然后在面对熊三袭来的重拳，前手闪电一摊卸力，后手日字冲拳如毒龙出洞，正中熊三的胸口山中穴上。下一秒，砰！一声沉闷如肋骨的爆响，熊三的身躯如同被无形的弓程锤正面砸中，竟双脚离地，炮弹一般的向后倒飞出去。轰！狠狠砸在数丈外的硬地上，激起漫天尘土。他下意识的想要挣扎爬起，可浑身肌肉却如烂泥似的不听使唤，只剩下一阵阵剧烈的抽搐和眼中难以置信的惊骇。一击，仅仅一击，血屠营中凶名赫赫的熊三竟被一拳轰飞，彻底失去战斗力。其余9人的攻势齐齐一致，
眼中瞬间被金句填满。然而，叶修比谁都清楚，能造成如此效果，并非蛮力碾压，而是因为穴位要害配上咏春寸劲，痛感与力量剥夺瞬间叠加，足以瓦解任何壮汉。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身形毫不停滞，如鬼魅一般栖身切入9人尚未合拢的杀招缝隙。下一秒，光头顶膝而来，叶修绑手格开膝撞，标指点喉，使光头武侯跪倒，背后瞎子黑虎掏心。叶修一个回旋更手上顶，咔嚓错位，老鬼的下巴脱臼，人影倒飞。这一刻，咏春技法化作致命风暴，他每一次出手都精准打在要害。日字冲拳震肋，边拳抽耳根，寸拳轰胸，干净利落，高效得令人窒息。没有惊天动地的对轰，没有你来我往的缠斗，只有最直接的致命打击，以至于10息。仅仅10息不到，点兵场中央方才还凶焰滔天的10名死囚，已如一堆被抽掉骨头的烂泥滩倒在地，翻滚哀嚎，再无一人能站立。叶修收势而立，青衫不染尘，呼吸未乱。他的目光扫过剩下的90个死囚，淡淡打破沉寂。好了，谁还不服？死寂！全场陷入一片令人头皮发麻的死寂，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彻底震懵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叶修居然那么强，强大到令人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却能以一敌10，摧枯拉朽以至于血屠营10大凶名在外的恶霸，竟在10息之内被他一人一拳如拍苍蝇一般尽数拍翻在地。这是在演戏，还是他娘的不是人？然而最为震撼的莫过于云游子，直到此刻他才如醍醐灌顶般彻悟，所谓高深玄妙的功法从来不是雪中送炭的根基，而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真正的杀人技应该是返璞归真的，往往就是那些最基础的招式，在极致的速度和精准下给予对手最致命的打击。而叶修一个那般年轻的少年，不仅早已深谙此道，更将其融会贯通，施展得如此炉火纯青，收发随心，甚至远胜于浸淫武道数十载的自己。也难怪叶修之前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自己。见全场死寂无声，叶修再次迈开步伐，朝对面的死囚一步步而去。惊得死囚们纷纷让开，可他却无视全场，自顾自地说着：我不管你们曾经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会被押入罪屠营，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就是一堆垃圾。但他脚步一顿，环顾了四周一圈，我将给你们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乃是一名百户，你们成为我的得力干将，听命于我，愿意就跪下，不愿就站着。我叶修不强求任何一个人，唯求死忠。哗！此话一出，死囚中爆发出一阵阵难以置信的哗然，无数双眼睛瞪得滚圆。不是百户，这眼前能够以一人之力干掉10大死囚的少年，居然只是一个百户。他们记得曾经联合西厂抓捕他们的千户，都他娘的没那么厉害啊！但一想到能够出去，又一想到能跟这样一位强横无匹的人物成为锦衣卫，四周的人眼里逐渐散发出了一抹希望。没错，就是希望。他们本来就是死囚，不是要被问斩，就是要成为战时炮灰。可叶修的出现，无异于就是摆脱他们如今命运的贵人，是恩赐，是大恩人。顿时间，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看着对面叶修，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罪徒王允，愿为百户大人效死！王允的怒吼如同惊雷，惊醒了其他的死囚。下一刻，一个又一个罪徒抖着身上的锁链，跪在叶修面前。罪徒马云龙，愿为百户大人效死！罪徒古大山，愿为百户大人效死！罪徒熊三，愿为百户大人效死！锁链撞击声，膝盖磕地声，嘶吼效忠声，一下子汇聚成洪流，眨眼间就是黑压压跪倒一片。就连先前被叶修轰飞出去的熊三等人，此刻也挣扎着跪伏在地，头颅深埋。这一幕只让远处的华天年看得目瞪口呆，下巴几乎要掉下来奶奶的。真他娘的成了！这群无法无天的凶神恶煞，竟真的被他一人压服了。叶修面无表情地看着跪拜的死囚。王允，卑职在。王允猛地抬头，你带几个识字的，即刻登记造册，所有人入我百户所。诺。记住。叶修的声音陡然转寒，带着刺骨的杀意。记入我麾下，便守我规矩。凡查实曾为奸淫掳掠之采花贼，拐卖妇幼之人伢子，背信弃义之反骨逆贼，杀无赦。尔等可听明白了吗？叶修收死囚不假，但心中是有自己衡量的底线。是。百人嘶吼，声浪如潮，震得地牢石壁嗡嗡作响。点兵场入口，望着眼前沉扁扁的大门，太监一想到不久前被叶修杀虎儆猴的画面，内心便格外的不爽。
他猛然回头望向四周的守卫，都给咱家听好了，无论里面是什么惨状，无论那姓叶的小子是被撕成了碎片，还是啃得只剩骨头渣子，对外必须一口咬死，是那叶修自己狂妄无知，触怒死囚，这才招致杀身之祸，咎由自取，与咱家与在场的任何一位看守绝无半点干系，听明白没有？谁要是敢乱嚼舌根，哼！他冷哼一声，让周围的官兵和狱卒都打了个寒战。公公放心，小的们明白，明白的透透的。对，都是那叶百户自己找死，硬要往里闯，绝不敢连累公公和诸位大人。小的们知道轻重。太监满意地点点头，随之继续吩咐：这才像是一句人话。去，让弓弩手准备好，万一真有哪个不开眼的凶徒想趁机冲出来，格杀勿论，一个不留。替叶百户报仇嘛，也得做得干净点。官兵头领立刻领命，转身就要去布置。但在这时，喳喳喳，厚重的大门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里面被缓缓推开了。有人要出来了！全场脸色大变，太监更是吓得脸色煞白如纸，尖叫道：护驾，快护咱家，放箭，射死他们！弓弩手们手忙脚乱地拉弓搭箭，箭头对准大门的方向，一个个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只要有不长眼的死囚敢冲出来，他们必然万箭齐发。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大门被彻底推开，预想中如同地狱恶鬼般嘶吼冲出的死囚狂潮并未出现。首先踏出门槛的是一道身影，青衫磊落，纤尘不染。叶修，他背负双手，步履从容，如同刚刚在自家后花园散完步归来，脸上没有伤痕，更不见半分狼狈，只有一种来时的平静。他居然毫发无损。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更令人窒息的一幕出现了。在叶修身后，人影匆匆，并非混乱冲杀，而是秩序井然。那一群死囚眼神中充满敬畏，跟在叶修身后，如同最恭顺的仆从，排着队，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太监、狱卒、官兵，不是叶修居然安然无恙，身后那群凶神恶煞的死囚竟那么的顺从听话，有没有搞错？然而不等太监一行人从震撼中惊醒过来，叶修已经带着宁红叶几人停在他们的跟前，淡淡说道：人我很满意，4天后让他们去我的住所报到。你收服了他们？太监错愕尖叫。叶修唇角微微上扬，并未作答。然后在太监呆若木鸡的注视下，衣袂飘动间已然离去。下一秒，恭送百户大人。王允率先屈膝，身后100名死囚如潮水般跪倒，齐声高喝。突如其来的声势如同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太监一等人的心口，以至于太监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眶外了。震惊、错愕、傻眼。若非亲眼所见，他死也不敢相信，踏入点兵场之前，还如笼中凶兽一般桀骜不驯的死囚们，转瞬竟对一个少年俯首称臣。那叶修究竟施了什么妖孽手段？很快，沉重的铁门在叶修一行身后缓缓闭合，隔绝了内外。门内，王允第一个起身，脸上面对叶修时的激动与恭顺一下子褪去，只余下冷印。识字的出列，登记名册。死囚们陆续站起，眼底残留着对叶修的敬畏，但那骨子里的凶戾已然重新攀回眉梢眼角。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监终于从巨大的冲击中惊醒，声音因惊怒而变调。他一把推开挡路的官兵，冲到熊三面前，尖声嘶吼：熊三，给咱家说，那姓叶的使了什么邪术，还是许了你们天大的好处？快说！熊三抬眼，裘杰的脸上肌肉紧绷了起来，杀气腾腾的双眼扫了太监一眼，冷冷一笑：滚！你！太监指着熊三，气得嘴唇发抖，却不敢继续去招惹熊三，而是望向一旁脸色青紫的光头：你快告诉咱家，他是不是用了毒，下了蛊，就像他母妃一样扎纸人了？光头猛地一抬头，对着太监竖起一根中指，然后呸的一声，将一口浓痰啐在他的脸上。太监反了，一个个都反了。他的脸色由煞白转为铁青，最后长成了猪肝色，仿佛被当众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羞愤欲绝。正当他刚想尖声发作，可一见到四周的死囚都朝着他望来，那汹汹的气势瞬间将他喉咙里的怒骂硬生生堵了回去，让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可太监心有不甘，目光最终落在一旁垂手而立的瞎眼老头身上。一个瞎子总该好拿捏些吧？太监强压下怒火，捏着兰花指上前，沉声问道：瞎诈仆，告诉咱家，那叶修用了什么法子，叫你们这般听话？啥？你说啥？瞎诈仆猛地侧过头，耳朵夸张地凑近，枯瘦的手搭在耳廓上，
小老头我啊，不仅瞎，耳朵也聋得厉害。你！太监怒火冲天，当场一步上前，几乎将嘴贴到虾诈普的耳朵上，用尽全身力气尖声咆哮：咱家问你，叶修，如何？让你们那般听话的。哦，虾诈普恍然大悟，瞎掉的眼珠都跟着亮了一下，这回听见了。太监心中一喜，快说。岂料虾诈普那一张脸猛然凑上来，语出惊人：你说你想插花，一个太监能行吗？太监，侮辱，赤裸裸的侮辱。可他却偏偏奈何不了这群人，分毫不行，必须尽快回西厂。顿时间，他狼狈地离开，径直回到西厂，并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德发。王德发一听，便10万火急地入宫面圣。等昆弟得知来龙去脉后，一脸平静地说道：不用在意，一群死囚能够有机会活下去，换做任何人都会跟你虚以为蛇。他最擅长的就是帝王权术，就是玩弄人心，岂会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一旦等那群死囚真的出去了，才是让叶修头疼的时候。王德发立刻堆起谄媚的笑，腰弯得更低了。陛下圣明，老奴愚钝，竟被那些死囚的假把式唬住了。陛下洞悉人心，一眼看穿他们虚张声势，待他们出了牢笼，有叶修受的。陛下真乃神机妙算。昆弟指尖轻敲玉案，目光深远。太子闭门7日期满时，命他登魏国公府，诚心向李师师致歉，务必博其好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若再行强掳逼迫之举，他这太子就真到头了。王德发跪地，老奴谨记，定原原本本传达。入夜，华天年自叶修居所归来，心头仍萦绕着白日那一番惊天动地的震撼，久久未能平息。叶修今日给他的冲击，委实太过骇人了。为了压惊，他亲自入了厨房，烹饪了3菜1汤。结果杨彪循着那诱人的香气找来，整个人都愣住了。师傅，您老人家失踪了整整1日，可叫徒儿好找？怎的，躲进这厨房里来了？你小子别管老夫去了呢。华天年朝他招招手，脸上难得的浮起一丝得意。你来得正好，快尝尝，看这菜味道如何？杨彪的脸一下子绿了。桌上那3菜1汤，闻着味儿确实勾魂摄魄，否则他也不会被吸引来了。可问题是，他师傅哪里是下厨的料？前一次心血来潮做的3盘佳肴，差一点没把他们几个师兄弟一并送走。这回闻着虽然香极了，可他实在不敢赌啊。杨彪脸上霎时堆满惊恐。师傅，徒儿尚未娶妻生子，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别急着送徒儿上路啊。聒噪！华天年吹胡子瞪眼，今日你若不吃，老夫便没你这个徒弟。此言一出，杨彪的脸绿得愈发深沉。师傅已将话说到这份上，他哪还敢违抗？当下只得把心一横，视死如归搬上前，夹起一块红烧鸡块，闭眼塞入口中。霎时间，他瞳孔骤然收缩，嘴巴竟不受控制地咀嚼起来。紧接着，筷子便迫不及待地伸向盘中，欲再加一块。啪！华天年的筷子敲在他的手背上，没好气道：老夫只许你尝一口，谁准你放开了吃？师傅，这真是您做的？杨彪费力咽下口中鲜美的鸡肉，一脸难以置信。您煮的东西明明那么难吃，今日怎会如此美味？华天年捋须，傲然一笑：如何？滋味不错吧？皆因老夫得了一样宝贝，烹制时只需加入此物，便能化腐朽为神奇，令滋味真挚化境。是何神物？杨彪双眼瞪得溜圆。华天年自得道：细盐。盐？杨彪愕然，这不可能啊！若只是寻常的盐巴，菜肴绝无可能这般纯正鲜美。而方才的那一口，非但没有盐常有的苦涩之味，反倒妙不可言。不行，弟子得再尝一口，辨个分明。他按捺不住，筷子再次探出。下一瞬，手腕已被华天年牢牢捉住，哼了一声：平日里你们一个个避老夫的菜如蛇蝎，今日馋虫上脑了，偏不让你多吃。师傅，您不能这样啊！杨彪急得抓耳挠腮：少废话，你寻老夫何事？华天年不为所动，眼见师傅铁石心肠，杨彪只得悻悻作罢。随即猛地一拍脑门，想起正事，失声叫道：哎呀，光顾着馋嘴，险些忘了，师傅，户部尚书家那一位大小姐今儿又来取药了，此客人就在外面候着您呢。哦，华天年闻言这才恍然记起，是户部尚书夫人的药。此事老夫昨日不是交代你了？户部尚书的夫人患了一种罕见的头风，多年来饱受剧痛折磨，全靠华天年特制的药剂方能勉强压制。然而此药仅能暂缓痛苦，根治之法却始终渺茫。可那位小姐说，她娘亲的病势近日急转直下，
您给的药已经压不住了。杨彪眉头紧锁，脸上忧色更浓。更蹊跷的是，连他自己也开始出现相似的头晕目眩之症。华天年眉头微微一皱，过去看一看。说罢，他不再耽搁，大步流星的便朝外走去。杨彪望着桌上那3碟香味诱人的菜肴，馋虫又被狠狠勾起。眼见师傅的身影消失在门口，他贼心顿起，蹑手蹑脚的拿起筷子，正欲朝着那盘红烧鸡块下手赶偷吃，老夫就将你逐出师门。华天年的脑袋冷不丁的从门框边探了进来，杨彪吓得一哆嗦，筷子差点脱手。师傅，哼！华天年冷哼一声，身影再一次消失在门口，随之远远飘来一句话，将菜端出来。杨彪无奈至极，只得小心翼翼地将3菜1汤端至厅堂。客位上端坐着一位女子，正由华天年为其诊脉。她云鬓轻挽，斜簪一只素雅白玉簪，月华色的锦缎衣裙衬得她仪态端方，自有一股大家闺秀的雍容气度。然而那张姣好的面容上，此刻却笼罩着一层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忧色。她正是户部尚书之女黄埔玲珑。说起这个名字，或许不少人都不知道，但如果谈起醉仙楼，那就无人不知道，无人不晓了。因为那乃是天下第一酒楼，里面有一些佳肴，并非谁想吃就能吃到，哪怕是皇子亲临，也得看这一位大小姐有没有空。没错，黄埔玲珑乃是醉仙楼的楼主，更是号称女厨神的存在。有的人为了能够吃上她做的一口饭，豪掷黄金万两，可依然没吃上。能不能吃上，全凭她心意定夺。但此刻这一位传奇的女厨神眉宇间却尽是倦怠。起初她并未在意杨彪的进出，然而当托盘放在案几上，那几碟菜肴溢散的香气钻入鼻子时，黄埔玲珑涣散的目光骤然凝聚。下一刻，她死死盯着那几碟小菜，眼底掠过一抹惊涛骇浪。华神医，树玲珑冒昧，这几碟小菜香气实在独特非凡，不知可否？容我尝上一口。正在诊脉的华天年眼皮未抬，无妨，小姐请便。得了允许，黄埔玲珑立刻握起筷子，谨慎地夹起一小块看似最普通的清炒时蔬，优雅地送入口中。然而舌尖触及菜蔬的刹那，他整具娇躯猛地一僵，那双顾盼生辉的凤眸在瞬间瞪得溜圆，瞳孔深处爆发出难以置信的骇浪惊涛。这怎么可能？此菜明明加了盐，为何竟无一丝一毫的苦涩之味？纵是宫中御用的贡品精盐，也绝难达到如此纯净之境。华神医，这盐究竟从何而来？他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因为他的厨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想要继续进步，就要从根源去突破。但调味料哪能那般简单的就可以捣鼓出来？华天年并未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收回诊脉的手，神色凝重。玲珑小姐，你的脉象与你母亲一般无二，皆是那奇诡凶险的头风之症，且此次来世更甚。这华神医，您没诊错。黄埔玲珑脸色骤然惨白如纸，明日便是金刀会对决之期，我若此时病发，必败无疑。金刀会3年一届，乃厨道巅峰之争。上一届他正是凭借此会夺得厨神桂冠，将醉仙楼的名号响彻天下。如今新一届金刀会近在眼前，若因这突如其来的恶疾而落败，那醉仙楼的赫赫声名必将一落千丈。而他黄埔玲珑心高气傲，岂能容忍自己因这无妄之疾而折戟沉沙？华天年沉声道：老夫的药恐怕难以压制此级恶化之事，赠予老夫此言的那位朋友或许有法可解。什么？黄埔玲珑震惊的几乎失语。您没同晚辈玩笑，世上竟还有人医术能凌驾于您之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华天年缓缓摇头，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敬畏。那位的能力远超老夫，甚远，如皓月之于萤火。轰！一股巨大的惊愕如同无形的巨锤，狠狠砸在黄埔玲珑的心湖之上，激起滔天狂澜。远超神医的医术，这简直是颠覆他认知的神话。可华神医名动天下，断然不会拿自己毕生清誉开玩笑。难道这尘世间当真蛰伏着一位近乎神奇的医者？仅存的希望之火在绝望中燃起，他再无犹豫，屈膝深深一拜，语带哽咽，求神医引荐，玲珑愿付出任何代价。华天年目光如电，锐利地审视着他。引荐可以，但你需立下重审。此行所见所闻，关于那位的一切，甚至此言之秘，都必须烂在心底，哪怕是至亲骨肉也不能泄露半分。若有丝毫违背，老夫与你母女要石永绝，生生世世不复相见。你可做得到？黄埔玲珑毫不犹豫，指天立誓。玲珑立誓定当守口如瓶，若有违背，甘受天谴，神魂俱灭，求神医带路。好，那就随老夫走一趟。
华天年不再多言，拂袖转身朝外走去。黄埔玲珑立刻起身，紧随其后，只留下杨彪一人呆立原地，满脸错愕地张大了嘴纱。原来不是师傅做的好吃，而是因为叶神医的盐才有了绝妙的作用。就说嘛，师傅他老人家熬个醒酒汤都能糊锅底，哪能有那般厨艺？夜色如墨，华天年带着心神不定的黄埔玲珑来到一处破败的小院外，但两人的脚步还未站稳，一股霸道绝伦、前所未闻的浓烈香气猛地从院中翻涌而出，一下子让两人惊呆了。香气复杂至极，滚烫的肉汁香，灼人的辛辣香，醇厚的百味鲜香层层叠叠，直冲脑海，勾得人腹鸣如鼓，口中唾液不受控制的奔涌。纵然是黄埔玲珑这一位尝遍天下奇珍的女厨神，也被震得脑中空白，连那折磨人的头风隐痛竟跟着被这霸道的气息暂时压了下去。华天年同样满脸惊异，他傍晚刚离去时，院中可绝无这般勾魂夺魄的香味。顿时间，他定了定神，正欲上前叩门，结果黄埔玲珑被那香气牵引着魂魄，彻底按捺不住的伸手推开了那一扇院门。吱呀，木门打开，院内景象豁然映入眼帘。只见一棵歪脖子老树下，正有三人在月光中围炉而坐，炉上架着一口铜锅，其中汤分两格，一边是翻滚着红油辣椒，如同燃烧岩浆般的沸腾红汤，另一边是奶白浓郁、咕嘟冒泡的清汤。那惊世骇俗的异香正源于此。而此刻，一少年正悠闲地为对面冷艳的女子夹起红汤中的肉片，旁边须发皆白的老者捧着碗，一脸满足。黄埔玲珑僵立门口，目光死死望着那一口沸腾的铜锅，大脑轰鸣。仅仅是闻到这香味，仅仅是看到那沸腾的汤底中翻滚的食材，仅仅是感受到那扑面而来混合着霸道馨香与醇厚鲜美的热浪，黄埔玲珑的直觉就在疯狂尖叫。这绝对是他生平仅见，甚至彻底颠覆了他对美味认知极限的极致造物。他那颗骄傲的女厨神之心，在这口沸腾的魔锅面前轰然震颤。外面的动静打破了树下三人的气氛。下一秒，叶修微微抬头，一见是华天年来了，便又低下头给宁红叶捞了一片火候刚好的毛肚，随口道：华老来的正好，添双筷子。不了。华天年连连摆手，强行压下被那霸道香气勾起的馋虫。他来找叶修可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救人。岂料咕噜噜一声悠长响亮的长鸣，不合时宜地打破院中的寂静，让华天年的一张老脸涨得通红。噗嗤，10以上的云游子当场笑喷，碗都差点端不稳。哈哈哈，胡子啊胡子，几十年了，嘴还是铁打的硬，这肚子倒是成的紧。哈哈哈，老匹夫，你给老夫闭嘴啊！华天年狠狠剜了云游子一眼，恨不得脚下裂开一条缝钻进去。他急忙转向叶修，深深作揖：叶小友。老朽深夜叨扰，实属万般无奈。这位是户部尚书千金黄埔玲珑小姐，她身患奇症，与她母亲身上的症状如出一辙，来势汹汹。老朽已束手无策，特此厚颜，恳请小友师以援手。叶修放下竹筷，目光落在那月华衣裙的女子脸上，只一眼，他便认出了她，那个曾经以死相逼拒嫁于他，最终因为自己不得宠，使得昆帝顺水推舟取消婚约的户部尚书千金。当年闹得满城风雨，而黄埔玲珑恰逢成为了女厨神，令她沦为坊间笑柄，想至此。叶修语气平淡无波：哦，你有病。黄埔玲珑，他也认出了眼前这位曾差点成为他未婚夫的男人，以至于那句平淡的问话落在他耳中，竟带着说不出的冒昧感，仿佛就是在骂他。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华神医口中那医术通神如皓月般的人物竟是他。错愕、荒诞、难以置信。黄埔玲珑心头涌起巨大的排斥，忍不住望向华天年，问道：华神医，您确定没弄错？他怎么可能懂得治病救人？你的问题我能治。然而不等华天年开口，叶修已平静地抛出了答案：不就是头疼吗？此话一出，黄埔玲珑俏脸骤变。叶修为何会知道自己头疼？难不成是华天年事先透露过关于娘亲的病症？他惊异地将目光扫向华天年，却见对方脸上已迸发出狂喜。叶小友，此言当真？当真。叶修的目光落回沸腾的锅里，捞起一片豆腐。若我猜得不错，他的母亲出身厨艺世家，此事人尽皆知。黄埔玲珑抿唇，带着一抹倔强。叶修微微摇头：我不知，但我已知如何治你，只是我不愿意出手。我看你根本就不会。黄埔玲珑一听，不服气的娇斥：你不会以为联合华老神医演这么一出戏，就能让本小姐为当年解除婚约之事向你道歉？道歉？
叶修哑然失笑，婚约之事我早已不在意，我不出手，只因没好处，又非亲非故，为何帮你？装腔作势，告辞。黄埔玲珑银牙紧咬，猛地转身，一步步向外而去。叶修夹着那块豆腐送入口中，你时常剧烈头疼，乏力嗜睡。黄埔玲珑脚步未停，反而更快了几分。这些症状他告诉过华天年，不足为奇，甚至更怀疑叶修和华天年真的联合一块儿来糊弄自己。叶修咽下豆腐，嘴角上扬。除此之外，你时常会耳鸣，心悸胸闷。黄埔玲珑倚至大门，背影坚决，头也不回。这些他也说过。望着这一幕，华天年依着人心，急得额头冒汗，下意识想上前劝说两人，却被云游子一个眼神制止。下一刻，叶修放下筷子，平静如湖地说道：病发之时，尿量锐减，尿液深黄如茶。他黄埔玲珑脚步猛地顿住，身体僵直。这个私密至极的症状，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包括华天年。这并非刻意隐瞒，而是作为一位未出阁的尚书千金，这种涉及私密部位的异常，他根本无法启齿。可现在叶修竟将他藏在心底最深、最羞耻、最不可能被外人知晓的症状说了出来，如同亲眼所见。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脊椎，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僵硬，头皮发麻。可不仅是他，就连一旁的华天年也是目瞪口呆了。他比黄埔玲珑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症状他毫不知情，可叶修仅凭望和几句问话，竟洞悉了连患者本人都刻意隐瞒的关键体征。这医术简直通神啊！他看向叶修的眼神瞬间从恳求变成了无以复加的敬畏与崇拜。不走了？叶修淡淡问道，目光仿佛能穿透黄埔玲珑的背影。方才可是觉得我与华老合谋糊弄于你？黄埔玲珑的俏脸一阵青一阵白，又被说中了。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羞愤与巨大的惊骇在他的心中激烈交战，气氛凝固了。看戏吃瓜的云游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丫头，脸皮再硬，硬不过阎王铁，命都快没了，还端着那一点小姐架子作甚？老头子，我当年要是有这本事，早就横着走了。何况我那徒儿的眼盲之症，连胡子都束手无策，也是被少主治好的。你可想清楚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黄埔玲珑闻言，猛地转身望向云游子，等看青面容时，脸色一滞。您是前锦衣卫指挥使，如今的剑道大师云游子前辈。没错。你居然喊他少主，他配？有问题吗？轰！他的脑海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炸弹，过往的认知，固有的印象，在此刻轰然崩塌，粉碎殆尽。叶修，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能让剑道大师云游子俯首称少主，能让医术冠绝的华神医因为束手无策，转而向他苦苦哀求？这太不可思议，太匪夷所思了。黄埔玲珑心神俱震，面色复杂地望向叶修：你想要什么才肯出手相救？他选择了低头。叶修并未开口，而是又夹起一片鸭肠在红汤中一涮。来者是客，先吃一口火锅吧，凉了味儿就散了。华天年闻言如蒙大赦，连忙对黄埔玲珑使眼色，解围道：对，黄埔小姐，叶小友所言极是，快请入座。他先上桌，结果腹中又是一阵难以抑制的咕噜声，让他的老脸再一次红了。黄埔玲珑心中天人交战，巨大的认知颠覆和强烈的求生本能，最终压倒了残存的矜持与骄傲。他深吸一口气，默默坐在石凳上。叶修长筷轻点，一片毛肚落入他跟前的白瓷碟，尝尝，火候刚好。毛肚诱人，香气扑鼻。黄埔玲珑带着一种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的赌气心态，将那毛肚送入了口中。银牙一咬，咔嚓一声极其轻微的脆响，紧接着是味蕾的核爆，香辣麻一下子点燃整个口腔。醇厚的牛油之香里鲜甜中和了辛辣，带来一种远超他女厨神认知极限的绝妙体验，以至于他瞳孔骤然收缩。这火锅不会也是你做的吧？叶修闻言语气淡然：是我做的。黄埔玲珑，他心中惊涛骇浪轰然炸开。那一个印象中贤王名号下的废物皇子，竟能做出让他这位女厨神都味蕾炸裂的食物，这怎么可能？然而叶修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他以及旁边竖着耳朵的华天年一等人彻底石化。锅用银子砸，让人定制的，底料嘛也花了点心思。当归须温润气血，陈皮里气健脾，甘草调和诸味，再敷一些许沉香末定神安息，去燥火之余亦能助长汤底的醇厚回甘。哦，还有几片老山参的参须吊鲜，
给云游子前辈区区湿寒之气。他语气随意的像在念一份家常菜单，华天年却已拍案而起，眼珠圆瞪，彻底绷不住了。这配伍，君臣佐使，寒热相济，气血双调，妙，太妙了！这哪里是底料，这分明是一剂顶级的滋补药方。叶小友，你竟将这以药入馔的神剂拿来涮这什么火锅？一旁的云游子端着碗的手都跟着抖。少主，您管老山参和沉香叫调味料，这锅底怕不是比老夫的棺材本还贵？叶修瞥了两人一眼，仿佛看着两个土包子一样。无他，为钱多耳。现在这样吃，几天就能把人送走。但在这香料都细如金贵，甚至普及不过20%的大坤，正好一试。一来强身健体，二来有滋有味。至于钱，他现在缺吗？不仅不缺，还可以生钱。华天年语塞，云游子懵了，黄埔玲珑更是彻底僵住。他引以为傲的厨艺，在叶修这看似随意的调味料面前轰然崩塌。他钻研的食材本味与刀工火候，竟不及对方信手拈来的药膳搭配之万一认知的颠覆，如同重锤砸碎了他所有的骄傲。看着叶修平静的脸，回想自己笃定的质疑，强烈的羞耻瞬间烧红了黄埔玲珑的脸颊。原来叶修早已站在他无法想象的高度。治病救人，对某人而言，或许真如烹制这火锅一般信手拈来。然而，不等众人从震惊中回神，叶修已淡淡再次开口：“黄埔小姐，现在能谈谈治病的事了吗？”您，黄埔玲珑惊醒了过来，声音都磕磕巴巴了。想要什么？比如咱们3年前告吹的婚约。他下意识地认为，一个曾被拒婚的男人，此刻必然要借此机会报复，重提旧事，然后再狠狠地拿捏自己。叶修笑而不语。黄埔玲珑咬了咬唇，仿佛下了莫大决心。若你能治好我和我娘，并教我药膳之道，我可以应下婚约。你会错意了。叶修闻言，轻描淡写地摇了摇头。我要的不是你。黄埔玲珑彻底错愕，不是自己，是欲擒故纵。没错，他就是在故擒欲纵，但叶修要的是一点点地吃透。叶修淡淡提出了要求：你的病我能治，药膳运用乃至更多香料我都可以教你，但代价是醉仙楼5成收入归我。醉仙楼，大坤第1酒楼，每一座城，每一座县都有他的身影。说是日入万金都不为过，叶修岂会放过？但凡拿下这一座金库，再拿下李家的那一座赌场金库，自己造反的钱财来源都只是时间罢了。5成收入，黄埔玲珑人妈了。他预想过羞辱、难堪，甚至婚约，却绝没想到如此赤裸的掠夺。我父亲虽然是户部尚书，但醉仙楼乃是我黄埔家的根基。你想强夺？叶修从容夹起一片肉。第一，你的问题除了我，谁能根治华老？华天年疯狂摇头。黄埔玲珑，叶修双眼一眯。你这醉仙楼的菜，能在我这锅底面前撑几日？我教你药膳香料，能让他日进金山，5成现有收入，换100倍未来，亏吗？华天年和云游子齐齐摇头。黄埔玲珑，叶修放下筷子，语气轻描淡写。第三，婚约废纸一张，我要的是钱，是资本。黄埔玲珑，叶修能治他与母亲的头痛。醉仙楼若得叶修特制药膳香料相助，必能更上层楼。这般摊开一说，句句在理，字字诛心。一时间，他的心理防线破裂了。叶修捕捉到他眼底的动摇，心知时机已至。他抛下了香饵。黄埔小姐难以决断，也罢，买卖不成仁义在。头痛之法，我可先行奉上，全当结个善缘。至于合作，待你亲验其效，再议不迟。只是那时便不是5成，而是8成了。黄埔玲珑方心大乱了，这哪是甜头？这分明是赤裸裸的阳谋，是让他彻底丧失议价权的陷阱。一旦用了叶修的法子，若真见效，主动权便将涌落他手，可自己还有选择吗？没有，但至少能先解决头疼问题，拿下明日的金刀会魁首。所以银牙一咬，他决然道：好，但需明日见效。叶修唇角微勾，袖中划出一个小布袋，随意抛在桌上。拿着，你们的头疼根不在风寒湿邪，不在脏腑失调，而在盐。盐。黄埔玲珑愕然，连一旁静观的华天年也骤然蹙眉。不错。叶修的手指轻点着桌面。大坤市面上的盐，无论官盐、精盐，杂质暗藏，含特殊之物，常人无碍，但你母女2人的体质特殊，对此物极为敏感，无法代谢。加之日夜长勺，此盐毒年深月累，侵蚀经络，故头痛反复，药食无效。今后
只食此盐，弃用他物，明日痛消，1月可愈。特殊之物，说白了就是元素周期表上的有毒元素。盐毒。华天年恍然大悟，猛地拍案而起，原来如此，症结竟在日日入口之物，难怪白法无效，叶小友真乃神人。这一刻，困扰了他多年的谜团解开了。黄埔玲珑惊疑不定，捻起布袋中的一撮盐，晶亮、剔透、纯净的不似凡物。他迟疑着送入口中，刹那间，一股毫无杂质的咸鲜在舌尖炸裂。这盐，他猛地抬头，眼中最后一丝质疑被滔天震撼淹没，竟如此纯粹。这一刻，他彻底明白叶修手中筹码的分量。他甚至可以预见，若使用此盐，明日的大赛基本没人能够和他争锋。叶修未多解释，只随意挥手，回去试一试我的药，再来震惊也不迟。于是黄埔玲珑便攥着那一袋盐，心神俱震地离开当夜府中。他用此盐熬了2碗最寻常的青菜粥，母女饮下，久违的安宁降临，一夜好眠。次日清晨，那折磨人的疼痛竟真的消退了。虽未尽除，但这立竿见影的神效彻底碾碎了黄埔玲珑最后一丝侥幸。他火急火燎地闯入金刀会的决赛场，群除炫技，珍馐纷呈。轮到黄埔玲珑时，他在万众期待之下摒弃所有繁复，仅用叶修所赐的纯净盐烹制最寻常的食材。当那一股至纯的咸鲜之味在评委口中绽开，瞬间碾压了全场。胜负再无悬念，金刀魁首归于醉仙楼。那天下第1楼的金字招牌，因这一袋细盐再一次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手捧象征厨艺巅峰的金刀，黄埔玲珑无视满场喝彩，心潮翻涌，径直离场，然后朝着叶修的住所赶去。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落入那人的阳谋，他的厨艺精进需仰仗这盐乃至更多的香料，他和母亲的病根更需要食用叶修的细盐来维持。砰！破旧的院门被用力推开，歪脖子树下，叶修正闭目养神。黄埔玲珑快步上前，将手中金刀往石桌上一顿，直视着他：“你赢了，8成，归你了。”3日一晃而过，距金刀会决赛落幕已过去了3日。叶修顺利地拿下醉仙楼8成的分红权，当然他并不傻，自然是跟黄埔玲珑签署了契约，并按照1月一次的约定提供一种香料配比，所以叶修便将3天前的火锅底料配置给了黄埔玲珑。而盐的核心供给自然是被叶修死死拿捏，这玩意暂时不能多产，而是需要细水长流，等哪一日户部被自己彻底掌控了，再拿出来也不迟。歪脖子树下，叶修接过宁红叶奉上的清茶，浅啜一口：“今日我能出去了。”“没错。”宁红叶微微颔首，7日之期已满。叶修沉吟了一声，心中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蓦地，砰！那扇本就破旧的木门又一次被人粗暴地推开。叶修的脸黑了，操！自己如今腰缠万贯，居然忘了修门一事，赶明儿得让工匠过来修一修，免得谁想闯入就随便闯入，多丢份儿啊！正当叶修一阵肺腑时，一道窈窕身影已带着香风踏入院中，赫然是李师师。他那一张妩媚绝伦的俏脸上充满了兴奋。7日，整整7日，若非我爹严令，在你受罚期间不得前来探望，我早翻墙进来了。你可知道这7日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叶修抬眸瞥他一眼，语气平淡：“你来做什么？本姑娘想你了，不行吗？”李师师毫不客气地在叶修对面的石凳上落座，蜜臀压着石面，扬起下巴，带着几分娇蛮。叶修挑了挑眉：“自是可以，不过莫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哼！李师师那一张狐媚脸酡红了，像被戳破了心事，却嘴硬娇哼了一声：“本姑娘才不管这些，我认定你了，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改变。”坐在一旁的宁红叶眸光微动，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羡慕李师师那般勇敢，放下矜持，说出自己的心声。叶修面上不动声色，淡淡道：“我可没答应。钓鱼得慢慢来，对付李师师就得慢火细微，才能让其愈发上头，你早晚会答应的。”李师师傲然一拍石桌，转移了话题：“今日找你，另有一桩事，那便是让你陪本姑娘去一趟醉仙楼。”“哦。”叶修神色不变：“去那儿做什么？”李师师的眼中闪过狡黠的光：“你可听说，醉仙楼最近推出了一味奇珍，唤作火锅，1日只售1锅，价值1000金。本姑娘本想定下今日这锅为你接风洗尘，却不料被一个不识趣的大冤种捷足先登了。不过嘛，那大冤种今日宴请的正是本姑娘，我特意来邀你同去，如何？够不够义气？”叶修、宁红叶，火锅，这东西他们想吃，叶修随手便能调弄出来，何须如此周折，还要预约？
叶修心中好笑，面上故作好奇，不知这位大冤种是何方神圣，还能有谁？自然是那一个没品还猥琐的太子爷叶昭。李师师毫不掩饰厌恶，柳眉倒竖，说什么要摆宴向我赔罪？哼，本姑娘正好借你，让他彻底死了这一份心。不过若非碍于他那太子的身份，今日这锅火锅岂能轮得到他？想想就来气。哦，叶昭才刚好转，就迫不及待地邀约李师师了。叶修眸光微闪，心中了然，看来是他那一位好父皇为了笼络魏国攻守中的势力，正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事，这才令叶昭如此锲而不舍。去不去？李师师见他沉吟，以为他不情愿，顿时就急了，正好让你见识见识那传说中的美味。叶修放下茶杯，抬眼看向李师师，去，为何不去？太子殿下设宴，又有新奇美食，岂有错过之理？太好了！李师师见他答应，喜笑颜开。叶修转向一旁的宁红叶，吩咐道：红叶，你留在府中，那一批人应该快到了，等来了让他们去醉仙楼寻我。他口中的那一批人，正是那群死囚。宁红叶行了一礼，是。叶修点了点头，继而朝外而去。走吧，李大小姐，别让太子殿下等急了。哼，让他等着才好。李师师嘴上不饶人，却已经追上了叶修，一前一后踏出小院，然后朝醉仙楼而去。醉仙楼不愧是天下第一楼，楼高6层，飞檐挂金匾，门前车马喧嚣，往来者非富即贵，尽显人间鼎盛。叶修刚一踏入，便被一人拦住了去路。来人面熟，正是上一次太子被灌醉护送离开的贴身锦衣卫百户统领杨威。他一眼瞥见叶修，脸就黑了。叶修，你这被罢黜的废物，也配踏进这天下第一楼？吃得起吗？自然吃不起。叶修淡淡一笑，不过有人不是要做东吗？杨威一愣，目光扫向叶修身侧的李师师，顿时了然。好家伙，太子殿下今日宴请的明明是李师师一人，这废物竟敢跟来，分明是存心恶心太子。毕竟太子殿下上一回被叶修给殴打了，整整痛不欲生了3日，外加煎熬了4日，伤痕至今未消，此恨刻骨。顿时间，杨威的手猛地按上腰间绣春刀柄，冷冷说道：太子殿下只请了李小姐，你一个被圣上厌弃的废物，竟去指挥污了殿下的地方，放肆！李师师勃然大怒，俏脸寒霜，立刻给叶修道歉，否则这宴席本姑娘不去了。杨威脸色铁青，刚想开口蓦地，啪一声脆响，石破天惊。叶修的手掌已经狠狠掴在杨威的脸上，以至于四周瞬间死寂。今日太子豪掷千金设宴，醉仙楼内聚集了无数想攀附权贵之人，却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看见了什么？竟有人敢当众长国太子的亲卫统领，不要命了！杨威的脸被打得偏向一侧，脑中一片轰鸣。他堂堂太子亲卫百户统领，竟被这罢黜的废物当众长怪。他目眦欲裂，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咆哮：你敢打本官？打你有问题吗？叶修淡淡问道。纵使被罢黜，我叶修也轮不到你一个区区百户在此盈盈狂吠。你找死！杨威彻底暴怒，狂吼声中，腰间绣春刀寒光乍现，直劈叶修的面门。小心！李师师失声惊呼。但刀锋已至，叶修却不闪不避，在刀光劈落的刹那，后发先至，右腿一蹬，狠狠踹在杨威的小腹上。在一声惨嚎声下，杨威只觉五脏六腑移位，整个人倒飞出去，绣春刀都应声而落。他蜷缩在地，痛苦干呕，眼中尽显难以置信，叶修这一脚竟有如此威力。未及挣扎，叶修已经是面无表情的抬脚，踩住他的脸颊，碾在地面上。身居皇室血脉者，你也敢动手？你的主子难道没教过你，当好一条狗，别乱咬人？羞辱，赤裸裸的羞辱，脸被践踏，尊严等同被践踏。他怒啊！自己只不过是想帮太子羞辱一下叶修，结果反而被叶修给羞辱了一顿。他刚想疯狂大吼，捍卫自己的尊严，结果一个冰冷彻骨的声音从楼梯上方沉沉压了下来：叶修，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敢动本宫的人？众人心头巨震，齐刷刷循声望去，只见太子叶昭面色阴沉地从楼上一步步走下，他半边脸暴露在空气中，而另半边则被一张光洁的白玉面具牢牢遮掩，那儿乃是7天前被叶修用棍子殴打留下的伤痕，至今未愈。叶修闻声，眼皮都未抬一下，然后脚下猛然发力，砰一声沉闷的撞击落下，杨威的身体贴着光滑的地面，猛地向后滑去，直至撞在台阶才停下，
身体却瘫软如泥。叶修这才抬眼迎向叶昭那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目光，问道：打了如何？嚣张，太嚣张了！四周陷入呆若木鸡，随之爆发出了一片喧哗。他真敢啊！那可是太子的亲卫统领，而且当着太子的面无异于打脸，他死定了。这叶修估计是真的疯了。前一段时间本世子听家父说，公主和驸马爷都被他给打了，至今才能下地，赤裸裸的打脸，堂堂的太子能够忍得了。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太子如何雷霆震怒弹，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太子面具下的嘴角竟僵硬地扯出一个笑容。皇帝火气还是大了些，杨威不知尊卑，冲撞皇室血脉，教训也是应当。全场不是太子被一个废黜的皇子当众踩脸，非但不怒，竟还替他说话。最离谱的是，还称对方为皇帝。瘫在地上的杨威眼珠几乎瞪出眼眶，所以自己白挨了。没错，他的确白挨打了。叶昭其实非常震怒，但他强行压了下来，因为今日的目标是李师师，是为了完成父皇的任务，更为了魏国公府的那一股势力。若再因叶修这一个废物坏了大事，那他只会让父皇又一次失望，他承受不起。忍，必须忍。他当即无视众人的惊愕，转向李师师，笑容更温和了。诗诗小姐见笑了，既然皇帝也来了，正好一同入席，尝尝这难得的千金火锅。全场这一幕彻底惊呆了全场。他们啥时候见过太子这般忍气吞声过的？没有，这他娘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李师师也愣住了，眼前这一幕荒诞至极。叶修唇角微扬，心如止水，果然和自己所料的分毫不差。太子的目标就是李师师和他背后的势力，那自己更无需客气了。他淡淡开口：太子殿下盛情，臣弟却之不恭。说罢，他从容迈步上楼，李师师连忙跟上。望着两人并肩登楼的背影，尤其是李师师那不由自主靠近叶修的细微动作，叶昭面具之下的半张脸彻底扭曲，如同恶鬼。狗男女，都给本宫等着，待本宫目的达成，定要你们一块跪地求饶，悔不当初。叶昭深吸一口气，强压下了暴力和屈辱，然后抬步登楼。雅间内，那闻名遐迩的千金火锅在精致的铜炉中翻滚着浓郁的汤底，香气四溢。等三人落座后，叶昭主动为李师师斟酒，脸上露出一抹假意的歉疚。那一夜是本宫鲁莽，惊扰师师小姐，特此赔罪，望小姐海涵。过往之事皆过便罢。李师师未碰酒杯，平静道：但请殿下莫再打扰，师师身心皆属叶修哥哥。叶昭那般直白的话，威力不亚于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之前听说了，李师师当时可在朝堂上表白倾心于叶修，父皇强行压下此事，为的就是给他创造一次机会。可结果呢？自己还没开始呢，你他娘的就急不可待的划清界限。自己好歹也是一国的太子，那混账叶修究竟有什么好的？一个肌如雪发癫也就算了，你也跟着来真的？叶昭快要被气炸了，急忙猛灌一杯酒压下杀意，然后目光转向了叶修，挤出一抹冷笑：皇帝好福气，太子殿下且慢道贺。叶修摆了摆手，因为我尚未答应他呢。李师师非但不恼，反而娇哼一声：你迟早是我的。叶昭喉头一甜，险些喷出一口老血。操，这算什么？是赤裸裸的炫耀，还是对他极致的羞辱？老子求而不得的珍宝，在叶修眼中竟如此不屑一顾。还有那李师师简直不知廉耻，人家都那样说了，你还舔着一张脸继续往上倒贴，那不就显得本宫更掉价了？你们真是该死啊！他憋屈得很。叶昭强行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意。呵，皇帝当真是洒脱不羁，不拘俗礼，倒让本宫一起在你府上那场难忘的赌局，饮下无数苦酒也就算了，事后没几日还承蒙皇帝亲自一顿松骨，生生让本宫躺了数日，那滋味刻骨铭心啊！雅间空气骤冷，叶修微微颔首。太子殿下今日设宴，不会是来抒发感想的吧？一旁的李师师没能忍住，扑哧一声掩嘴偷笑。叶昭的脸黑了，但他压下掀桌的冲动。抒发感想？不，本宫设此火锅宴，自是欲尽地主之意，化干戈为玉帛。只是某些见识浅薄，只知蛮力逞凶的土包子，怕是连其中1%的精妙都品不出来，白白糟蹋了这人间绝味，暴殄天物，赤裸裸的羞辱。李师师柳眉倒竖，正要发作，但叶修已经淡淡开口了：哦，太子似乎对我成见颇深，那不如再赌一局。赌？叶昭心中顿时狂喜，他费尽心机铺垫，等的就是这一局。顿时间他冷冷一笑：
赌，就赌你10位，看你这条舌头是真懂真修，能品出这火锅的千般妙处，还是牛角牡丹，徒惹人笑。赌注呢？叶修眼皮都没抬。叶昭眼中闪过一丝狠戾与贪婪。若你输了，立刻滚出这醉仙楼，并从今往后不得再踏入诗诗小姐身边10步之内，更不许再以叶修哥哥这等轻浮污言玷污小姐清誉。你！李诗诗气得俏脸发白，这无耻之徒竟想用赌约斩断他的心意，忍不了一点，他几乎要拍案而起。然而叶修再次抢先，平静反问了一句：若你输了呢？叶昭冷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意味。本宫若输，哼，便允你一个要求，只要不被逆国法伦常，本宫力所能及，皆可应你。好。叶修点了点头，这个赌局我接了。爽快。叶昭心中狂喜，仿佛已经看到叶修狼狈滚蛋，李诗诗唾手可得的场景，他如何不喜？对方是一个被罢黜的皇子，穷得叮当响，而自己乃是太子，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这千金火锅乃是女厨神秘方心言，叶修哪里能尝出其中奥秘？此局他赢定了。叶昭强压激动，再一次朗声开口：既然是品鉴千金火锅，评判其精妙之处，自然不能仅凭你我2人空口白话。来人，守在雅监外的太子亲卫立刻躬身听令，去请女厨神前来。叶昭直接下令，就说本宫在此设下火锅赌局，恭请他大驾，作为今日唯一的评判。亲卫领命，飞奔而去，消息如同长了翅膀，瞬间传遍醉仙楼上下。一时间，整座酒楼轰动，无数宾客涌向雅监方向，而雅监中的叶昭已将目光转向叶修，笑容充满了恶意。皇帝，稍后在玲珑小姐面前露了怯，丢了皇家颜面，可别怪本宫没提醒你。叶修吹了吹茶沫，不言不语。不多时，雅监外围已是水泄不通，挤满了闻风而来的达官显贵、富商豪客，人人伸长脖子，屏息以待终于。一位身着素雅藕荷色长裙的清丽女子款步入内，她气质沉静如水，容颜清丽绝伦，正是名动天下的女厨神黄埔玲珑。她一踏入雅监，目光掠过众人，最终落在叶修身上，先是愣了几秒，紧接着她才一脸诧异地望着叶昭，问道：那个太子殿下，您是和这一位赌？没错。叶昭傲然昂首，此局便劳烦你主持公道，看我这皇帝是否……他话未说完，黄埔玲珑却轻轻摇了摇头，打断了他，语出惊人，石破天惊。臣女建议您认输吧。叶昭，围观群众死寂，全场陷入石化，所有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女厨神竟让太子认输？不是吧？赌局都还未开始，叶昭呆滞2秒，随之怒极反笑：黄埔小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让本宫认输，奇耻大辱啊！他本想借品鉴之名，将叶修这废物狠狠踩在脚下，挽回一丝颜面。结果呢？这该死的女厨神上来就叫他认输，这比叶修踩他亲卫的脸更狠，这是把他的储君尊严剥下，置于地上反复践踏。他娘的，这女厨神的名头，难不成是用钱砸出来的？殿下息怒，臣女只是就事论事。面对太子的怒火，黄埔玲珑再次欠身，姿态恭谨。这位公子于位一道，造诣惊世骇俗，臣女曾亲身领教。此赌殿下绝无胜算，认输尚可保全颜面。哈，惊世骇俗，保全颜面，太夸张了吧？围观人群噤若寒蝉，心底却掀起滔天巨浪。一个废皇子能比自幼锦衣玉食、遍尝珍馐的太子更懂滋味。天方夜谭，身为户部尚书之女的她居然敢那么做，是黄埔家翅膀硬了，想翻天了。他叶修有几斤几两，本宫岂会不知？叶昭脸色铁青，一字一顿，杀意凛然。若今日你黄埔玲珑胆敢有半分不公，本宫便命人将你黄埔家的天下第1楼夷为平地。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若太子知晓那令满城倾倒的千金火锅，其源头正是他口中不知几斤几两的叶修，只怕此刻肠子都要悔青。黄埔玲珑不再多言，眼中归于平静。既然殿下执意如此，臣女便做这场赌局的裁判，屈服了。哼，区区伎俩也敢在储君面前撒野？皇权之下，一切皆是虚妄。叶昭冷冷一笑，望向叶修的目光充满鄙夷。叶修，本宫不知你用了何等手段，竟能说动拒你婚的女厨神为你站台，但今日有本宫在此，你休想与任何人勾结作弊，你必败无疑。你开心就好。叶修随意地耸了耸肩，垂死挣扎。叶昭重重冷哼，赌局开始。黄埔玲珑不语，素手分成2小碗食材，置于2人面前。
叶昭率先品尝，姿态倨傲，随即大声夸赞：“好，味道绝了，又香又浓，牛肉嫩，虾肉淡，豆腐吸满了汤，此等搭配堪称天作之合。本宫尝遍天下珍馐，此火锅之味当属独步。玲珑小姐果然不负女厨神之名。”说着，他又得意地看向叶修，带着嘲笑：“皇帝，该你了，可别真的牛角牡丹，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徒惹人笑。”他的点评刻意拔高，既显身份，又捧了黄埔玲珑，更将叶修置于绝地。如此一来，叶修在点评就显得跟风，无论说出什么所以然来，都难逃被压一头的命运，简直绝杀。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带着怜悯聚在叶修的身上。然而，叶修神色平淡，随意夹起几块入口，便将筷子放下。如何？叶昭嘴角讥诮更浓，可是被这无上美味震得哑口无言了。叶修抬眼，目光掠过叶昭，直接落在黄埔玲珑脸上。汤底香是够香，但丁香放多了，抢了桂皮的甜头，下次丁香减半，多一些桂皮，味道会更佳。虾肉剁得太碎了，煮得也急，剁时可留些小颗粒，咬下才有爆汁的鲜甜感。至于油豆腐，炸的火候有点欠，下次油温再高2分，炸到通体金黄酥脆，内里蜂窝通透，吸汁才更足。四周的人一听，纷纷傻眼了。靠，这哪里是在品鉴啊，这分明是在指点江山。不是堂堂女厨神，需要一个废皇子指导这般指手画脚，无异于当众打人家女厨神的脸啊，着实太搞笑了。胡说八道！叶昭心中冷笑，拍案而起，故作高深：“玲珑小姐，莫听他胡言扰乱视听，速速宣布结果。都被人蹬鼻子上脸的指点江山了，这一回总不会继续袒护叶修了吧？”然而，黄埔玲珑听完点评，已经怔住了3天来，他苦言叶修所赠的火锅配方从未去求教过，只为心中的那一份骄傲。每一次成品虽好过前次，却总觉差了一丝神韵。方才叶修寥寥数语，竟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细节缺憾一一点破，简直醍醐灌顶。黄埔小姐眼见发呆，叶昭不耐催促。黄埔玲珑惊醒，望向叶昭，语气依旧恭敬：“感谢殿下点评，让玲珑受宠若惊。”叶昭一听，嘴角微微上扬，心知稳了。可黄埔玲珑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笑容僵硬。可太子所评都只属表象，而叶公子之言句句中肯，直指精髓，非宗师之境不能言。此局叶公子完胜。哗！雅间内外彻底炸开，女厨神的话如同惊雷，劈得所有人头皮发麻。老天爷，黄埔玲珑是吃错药疯了不成？居然判叶修胜！若没记错的话，叶修跟黄埔玲珑曾经差一点成为夫妻，最终因此反目成仇，成了路人。是后悔了，开始死灰复燃了，否则无法解释这一切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昭如遭雷击，豁然起身，目眦欲裂。黄埔玲珑，你敢偏袒这废物？你黄埔家想造反不成？他苦心策划，甚至不惜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刻将叶修彻底踩在脚下，挽回颜面，逼退情敌。结果竟是他被当众判负，还是以如此体无完肤的碾压，这比叶修打他100个耳光更让他无法接受。太子是不打算认账。叶修双眼一眯，问道：“认你妹！”叶昭彻底失控，咆哮不止：“本宫没输，是你作弊，是他黄埔玲珑跟你串通一气，你们无耻，你们该死！来人，快来人将这2个无法无天的混账东西拿下，再拆了这狗屁的醉仙楼！”怒不可遏，怒到了极致。这一刻的叶昭彻底不顾自己是什么身份而疯狂了。下一秒，几十个锦衣卫破门而入，刀锋出鞘，寒光直指叶修与黄埔玲珑，杀意爆发，瞬间将2人淹没。但千钧一发，轰轰轰，门窗应声爆碎，烟尘弥漫间，一道道鬼魅般的身影裹挟着刺骨煞气狂涌入室，足足100人，但皆是清一色囚服。他们动作快如鬼魅，没有呼喝，只有筋骨碰撞的闷响与金属坠地的脆鸣。探手、挫骨、卸甲，动作简洁却狠辣至极。呼吸之间，数十名锦衣卫已如破麻袋般瘫倒一地，而那群囚徒却沉默伫立，将叶修牢牢护在身后，震惊错愕。所有人都懵了，发生了什么？死寂，绝对的死寂。整个醉仙楼6层雅间内外，空气凝滞，落针可闻，无数人都被吓懵了。能不懵？前一刻刀光剑影交错，杀机沸腾，眼看便要血溅5步，结果下一秒冲出来上百个囚服大汉，那画面，那场景，那氛围，足以让人肝胆俱裂，
活生生吓死。然而，这骇人的景象仅仅是个开端。咚，咚，咚，整整100名囚徒动作整齐划一，膝盖砸地。紧接着，一道汇聚了100人的嘶吼，如同平地惊雷，轰然炸响。卑职王允来迟，请大人恕罪。卑职熊三来迟，请大人恕罪。卑职虾乍普来迟，请大人恕罪。声浪如潮，100名死囚，灰暗囚服蔽体。此刻竟朝着被护在中间的叶修俯首跪拜，口称卑职。这匪夷所思到颠覆认知的画面狠狠攥住了每一个人的心脏。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囚服全是死囚，事关在死牢最底层的血屠营死囚啊！血屠营的死囚怎会在此？还跪拜那一个废皇子！无数人惊骇欲绝，差一点魂飞魄散。豢养死士，还是劫了血屠营？无论哪一种结论，都是诛九族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可叶修却仿佛置身事外，他安然坐着，甚至从容地拿起筷子，慢条斯理地从铜锅里夹起一片牛肉，在香油蒜泥碟中轻轻一蘸，那闲适的样子，仿佛眼前上演的惊涛骇浪不过是一场助兴的寻常午宴。叶修，你好大的胆子！叶昭猛然惊醒，脸上惊怒交加，厉声咆哮：你竟敢私纵天老死囚，公然袭击本宫亲卫！你这是要谋逆，要造反！父皇定会将你千刀万剐，诛你九族！九族！他轻轻吹了吹筷尖上的牛肉，太子殿下，你是不是忘了，我的九族里也包括你爹叶昭？叶修将牛肉送入口中。哦，对了，还有你自己。叶昭。叶修咽下牛肉，放下了筷子。至于私纵死囚，袭击亲卫，太子殿下，饭可乱吃，话不可乱说。这些人乃是父皇嘉奖我擢升百户时，让我去醉屠营内挑选的部将。方才所为不过尽忠职守，护我不受某些言而无信之徒的加害罢了。叶昭，他自然记得上次冲突后，叶修被父皇塞了一个百户的实职，可他万万没想到叶修麾下这100号人竟全是他娘的血屠营死囚，他几乎要气炸肺腑。你血口喷人，本宫何时言而无信？方才黄埔小姐已然公布结果，是你恼羞成怒，先行动手，忘了？叶修微微一笑。叶昭怒极，浑身哆嗦，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证据呢？叶修解口反问。叶昭表情瞬间僵住，被噎得说不出话。够了！李师师豁然起身，面凝寒霜，美眸中怒火燃烧。太子殿下，您输不起便要杀人毁楼，这便是大坤储君的风范。叶修，是我李师师已经认定的男人，我外祖父乃魏国公，今日你敢动他一根汗毛，便是与整个魏国公府为敌，便要先从我李师师的尸体上踏过去。此话一出，整个6楼雅间内外都惊愕住了，无数人的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魏国公最宠爱的外孙女，竟然当众宣告认定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废皇子，为了他居然不惜以命相挟，搬出整个魏国公府。靠！见鬼了！众人看向叶修的目光瞬间从惊骇与恐惧变成了几乎要喷出火来的嫉妒，唯独叶昭脸色已是一片铁青。耻辱！他堂堂的太子，未来的天子，竟被一个女人当众威胁，还是为了他深恶痛绝的叶修。然而他愣是不敢拿李师师怎么样。魏国公手中掌控着那张足以让帝王都忌惮的庞大情报网，其分量之重，连父皇都梦寐以求。上一次他为了完成父皇的密令，铤而走险，试图绑架强占李师师，已经引来了魏国公的雷霆震怒。若非储君身份，后果不堪设想。可此刻李师师以命相护，以魏国公府为盾，若他继续执意要对叶修动手，那就不只是摩擦，而是彻底撕破脸。魏国公的怒火，父皇的震怒，叶昭光想想就觉得脊背发凉。他输不起，尤其是在父皇心中的地位。想至此，叶昭胸膛剧烈起伏，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好一个李师师，好一个叶修，今日之辱，本宫记下了。我们走着瞧。说完，他甩袖欲走。殿下留步。但叶修清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动作。殿下似乎忘了一件小事。刚一脚跨出门槛的叶昭动作僵住。何事？赌约。叶修平静地说道，方才的赌局胜负已分，殿下该履行承诺了。叶昭一愣，随即想起自己夸下的海口，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叶修，你待如何？叶修耸了耸肩，轻描淡写地说道，很简单，请太子殿下立下字据，自今日起，太子叶昭不再靠近李师师姑娘半步，若有违背，天厌之，地弃之，人神共愤之。什么？叶昭瞬间暴怒，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叶修，
你欺人太甚！操！叶修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是在他刚刚被狠狠打脸、颜面扫地的时刻，要逼他立下如此屈辱的誓言，这比直接捅他一刀还要痛苦100倍。可叶修正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语气带着一丝体贴：“我的要求在规则内，你也可以拒绝履行，我没事的。”“你没事的？老子有事啊！”叶昭的眼眶一下子被血丝充满，他知道今天这字句签与不签都已经让他进退两难，不签就是彻底坐实了输不起，言而无信的骂名，东宫威严扫地，父皇那里更是无法交代。可一旦签了，他就彻底无法去追李师师，父皇那儿的密令也会无法继续，那自己的太子之位将会不保。该死，都他娘的该死啊！他用杀人一般的眼神怒视着叶修，咆哮出声：“本宫不签！”哗！四周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呆了。万万没想到，堂堂一国储君，未来的天子，竟真的当众耍赖，言而无信。叶昭却已顾不上这些目光，他怨毒无比地剜了叶修等人一眼。今日之辱，本宫刻骨铭心。叶修，你等着，本宫与你不死不休！撂下狠话之后，叶昭不再停留，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冲出雅间大门，留下身后无数震惊到麻木的面孔，望着那仓皇逃离的背影。李师师娇哼了一声：“叶修，你放心，有本姑娘在，有我外祖父撑腰，他绝对不敢拿你怎么样。不慌。”叶修瞥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有人会先找他麻烦的。”李师师，父皇，您可要为儿臣做主啊！御书房内，叶昭半张面具已除，露出底下狰狞的疤痕与纵横的泪水。他自最先楼出来之后，便一路奔至昆帝驾前，将叶修的恶行、李师师与黄埔玲珑的偏袒添油加醋，一股脑倒了出来，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只要父皇处死叶修，他那输不起的污名就不成立了。预案后，昆帝坐在龙椅上，眼神幽深地望着叶昭：“是该好好惩处了。”当真？叶昭心头狂喜，几乎要跳起来，请父皇即刻下旨处死叶修，他胆大妄为，罪该。话未说完，昆帝眼皮微抬，淡漠截断：“你去跪太庙。”“好啊！”叶昭脱口应承，以为父皇要下令处死叶修，可被这截然相反的旨意砸懵，整个人绷不住了。不是父皇，儿臣没犯错啊，为何要去跪太庙？在他眼里，他才是受害者啊！可父皇不安抚也就算了，竟还要罚他，这合理吗？为何？你有脸问朕为何？昆帝双眼一眯，冷冷说道：“堂堂一国储君，输给一个废黜的老八，已是奇耻，却连一点太子该有的气量也没有。输不起，还想赖账，更敢当众动手！你个愚蠢的东西！你是生怕宗人府那群老狐狸寻不到由头弹劾你，朕不成你，难不成的表扬你，真像朕的种？你是想告诉天下人，大昆以礼治国，朕却交出一个无赖太子出来？朕交代你的事情，又有哪一件办成？今早魏国公又为你那混账事来逼问朕，你要朕如何做主？做主家讲老八赢得漂亮，昭告天下，他替你长了脸面不成？”说着，他指着大门外：“滚出去！今日就跪在太庙，不准离开。想不清错在何处，就给朕跪上3天3夜。”叶昭头皮发麻，脸都绿了。可儿臣却是被叶修他们联手构陷，你活该！昆帝厉声打断，眼中戾气翻涌：“再不滚，朕就亲自抽你过去！”儿臣遵旨。儿臣马上去跪太庙。叶昭脸色一白，磕头领罚，随即狼狈的连滚带爬着离开。但他已经彻底恨死叶修了，那王八蛋，自己一定要亲手将其抽筋剥骨。当殿门合拢，昆帝依然面无表情，但心中早已怒火滔天。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叶昭的愚蠢不仅丢尽皇家颜面，更让自己掌控魏国公情报网一事变得复杂了起来。砰！他一巴掌拍在玉案上，冷喝一声：“王德发，老奴在！”王德发踏入大殿，垂手躬身立于玉案阶下。叶修，昆帝双眼一眯，语气带着一抹厌烦与杀机，刚一从7日禁闭出来，就开始张扬了。朕看得给他一点敲打，让他知道这应天的天是谁的天。王德发眼神一动，脸上露出一抹阴冷。敲打叶修，妙极了！他身为长公，上一次还被叶修给摆了一道，一肚子火气不散呢。这一回陛下要惩罚，他可就最在行了。正好新仇旧怨一块算。他当即提议道：“陛下，叶修刚入职百户，正巧京畿有一桩悬而未决的连环命案，西厂插手，但凶徒狡猾，尚无头绪，不如让他来接手。”好。昆帝闻言冷冷一笑，即刻传旨，着新晋锦衣卫百户叶修专办此案，半月为期，破案升1000户，查不出，杖300，
薛凤禄3年。老奴遵旨。王德发心头凛然，暗暗冷笑着领下这道旨意。叶修一行人并没有离去，他淡然地望着百名死囚，扫兴的家伙走了。兄弟们，今日得胜，当庆。黄埔小姐，麻烦清场，再开10桌，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我请所有兄弟为你们接风洗尘，不醉不归。死囚们一下子死寂，他们没想到叶修居然要给他们接风洗尘。他们几日前才仅是一名畜生不如的死囚啊！王云猛地抱拳：大人，卑职等污秽之身，怎敢？污秽！叶修打断他，声音不高，却清晰传入每一人耳中。在我这里没有污秽，只有同生共死的袍泽兄弟。今日并肩御敌，便是兄弟；将来并肩杀敌，便是兄弟。兄弟同饮，天经地义。袍泽兄弟4个字，字字千钧，狠狠砸在百名死囚的心坎上。兄弟！角落里须发皆白、双目失明的虾乍普嘶哑哽咽：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恩典。四周沉闷的低吼声接二连三的荡开，忠诚2字在所有人凶厉的眼中点燃。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但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明白兄弟2字的分量。都起来，坐。叶修大手一挥：黄埔小姐，我的兄弟们都饿坏了。伎俩，收买人心的伎俩。这几日他虽困居破旧小院，但云游子却非闲人。这群死囚的底细早已了然于心，有家破人亡反杀仇家者，有路见不平怒斩权贵者，一个个几乎都是血性未泯的可怜人。而他叶修的出现，等同于将所有人从黑暗中救赎出来，如今更将众人当成了兄弟死囚们，挖心挖肝都来不及。好！黄埔玲珑惊醒了过来，立刻指挥人手。很快，雅间被打扫一空，隔断被撤离，整个6楼连成一片，10口铜锅沸腾，美酒佳肴堆满桌案。叶修亲自挽袖，调制汤底，调配蘸料，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当滚烫的肉片裹着香油蒜泥入口烫，好烫，可真他娘的香啊！这牛肉嫩得没魂了，舌头都要化了。这下绝了，弹牙，鲜甜，像刚从海里蹦上来的。这豆腐咬下去，他娘的，我是在吃天上的云！粗犷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他们一个个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流油，根本停不下来。哪怕是李师师也被气氛感染，忍不住伸出筷子。叶修亲自为他涮了一片毛肚，再蘸上特调的香油碟，入口瞬间脆、嫩、鲜、香、辣、麻，层层叠叠的滋味在舌尖轰然炸开。他的美眸瞬间瞪圆，终于明白为何黄埔玲珑会对叶修如此推崇备至，甚至不惜得罪太子。这厨艺何止是惊世骇俗，简直是神乎其技。这便是他看中的男人，仿佛无所不能。黄埔玲珑默默品尝着叶修涮好的食物，每一口下去，心中的震撼便如涟漪般扩大一圈。叶修所做的不仅印证了先前的点评，更是做到了极致。他看向叶修的眼神复杂无比，有惊叹，有折服，更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失落与探究欲。叶修真的不再是印象中的那个贤王了。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一阵哽咽声，是虾乍普。大人，他看不见，但他却哭成了一个泪人。这味儿真他娘的像俺老伴儿以前过年给俺煮的那碗杂烩汤啊！可他被人活活打死了，俺想他了，想得心肝疼啊！他这一哭，冲垮了铁汉们的心房。几个沉默寡言、面容凶悍的死囚猛地低下头，肩膀耸动，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滚烫。他们早已忘记了家的温暖、亲人的滋味，可他们居然在一口滚烫的火锅里被猝不及防地唤醒了。喧嚣的宴席安静了下来，只剩咀嚼吞咽声、锅底沸腾声以及压抑不住的铁汉啜泣声望着这一幕。叶修静静地看着，没有言语，然后端起面前斟满的烈酒，对着百名部将一饮而尽。杯酒入喉，辛辣滚烫，但他知道这一顿火锅比任何刀剑和言语都更能将这一群桀骜不驯的死囚牢牢绑在他的战车上。然而温情并未持续太久，云游子师徒的身影出现在入口。宁红叶步履轻盈，上前将一卷帛书奉至叶修面前。少主，坤帝旨意。场面刹那死寂，百道目光齐齐望来，叶修依然不语，接过圣旨徐徐展开，只一眼，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破连环杀人案，巧了，他前世就是刑侦科毕业出来的，而且参与过好几起国内重大的刑侦案，再不济还看过1000多集的名侦探柯南。如何？李师师急切问道。叶修意味深长的一笑，哼，有人赶着来送千户之位，我叶修可就笑纳了。
全场。翌日一早，叶修换上一身崭新的飞鱼服，腰悬绣春刀，带着王允和宁红叶踏入京兆府衙署的大门。但刚一踏入，侧案后，府丞王禄正焦头烂额地处理羁押公文。文生抬头一瞥，就这一眼，王禄的脸一下子就绿了。能不绿吗？这位爷可是实打实的煞星，硬生生把前任府尹大人赵德明给拉下马。如今那位大人贪赃枉法的罪证都被扒了个底朝天，正关在诏狱里等秋后问斩呢。可叶修不仅无视，更是奉了昆帝之命，专查那桩连西厂都啃不动的连环杀人案。王禄几乎是弹跳起来，3步并作2步冲到叶修面前，深躬行礼，卑职王禄参见叶大人，不知大人驾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恕罪啊！一旁的王允看得目瞪口呆，不是一个正4品的府丞，对着正6品的百户口称大人，还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奶奶的，咱家大人那么牛逼的吗？一时间，王允望向叶修的目光满是敬畏。王府丞客气了，你才是大人。叶修双手抱拳，作势御医。结果王禄汗流浃背，慌忙上前拖住叶修的手臂，声音都颤了：万万使不得，您乃陛下钦点的大人，小的岂敢托大？罢了。叶修无语，也就不再废话，直入主题。父皇有旨，令我专办京畿连环杀人案，烦请将此案所有卷宗、线索、仵作验尸格目、现场勘查记录悉数取来。是，卑职这就取来。王禄如蒙大赦，转身几乎是扑进了签押房。很快，厚厚一摞卷宗堆在公案上，王禄垂手侍立一旁，额头已是汗珠密布。没错，他亲自去搬的，生怕怠慢而得罪了这一位爷。叶修落座，拿起最上面一卷，有劳了，你且去忙，我在此查阅。是。王禄如释重负，躬身退出大堂，然后回头望了一眼那开始翻看卷宗的身影，心头仍狂跳不止，还是快点溜了，免得麻烦上身。大堂内随之只剩3人。叶修快速翻阅卷宗，宁红叶与王允静立两侧片刻后，他合上最后一卷，指尖轻点案上归纳出的5张黄纸影本，沉声道：王允，念。是。王允应声，清冷的嗓音在大堂中回荡。5名死者，5张黄纸。首案负伤前万贯，身旁留贪字，置毙于钱米堆中。次案外戚朱太岁，刘涛字，夜毙于宴席主位。3案老鸨柳媚娘，刘莹字，赤身乐避讳春宫。4案勋贵周庸，刘代字，恶毙于旧书房躺椅。末案才子崔彦之，刘度字，弯木毙于剽窃诗稿之上。叶修挑了挑眉，嘴角上扬，他已经知晓了案件的基本情况，甚至有了定义7宗罪。叶修眸光一闪，此5字可是对应死者生前所为。王允立刻回道：回大人，宗卷已查实，前万贯放高利贷，囤货居奇，逼死人命，贪字作实。朱太岁强夺渔民生计鱼，为一中汤杖壁厨子，掏行确凿。柳媚娘逼良为娼，自身淫乱，淫字无疑。周庸封地饥荒不报，不离府务，代字相符。崔彦之剽窃诗作，构陷同窗，以此上位，度字是锤。果然如此。叶修听罢，手指轻扣桌面，5罪已现，7宗未全，看来还要再死2人。此言一出，宁红叶和王允纷纷错愕，还会再死2人？大人为何会那么的笃定？恰在此时，哼！一声带着浓浓讥诮的冷哼骤然从门口炸响。叶百户好大的口气，这般妄断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门口一名身着深飞官袍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面色阴沉如水，目光锐利如刀，正冷冷扫视堂内。他便是新上任的京兆府尹王汉之。你有意见？叶修眼皮都未抬，语气平淡。王汉之大步踏入，目光锐利地刺向叶修。他乃驸马王家人，此次空降府尹高位，正是昆帝对叶修殴打驸马公主一事的补偿。如今叶修接下连环杀人案，这一个烫手的山芋，他岂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发难良机？脚步一顿，他停在叶修案前，冷笑连连。本官奉旨督办此案，5条人命悬而未决，你倒好，先在这里装神弄鬼，妄言还要死人。莫非叶百户真有那未卜先知的本事不成？你可以这么认为。叶修依旧淡然。王汉之嗤笑一声，语带挑衅：哦，那本官今日倒真要洗耳恭听，听听你这未卜先知的高见。不仅很快就会有第6个人死。叶修缓缓抬眸，直视王汉之，其身旁的黄纸必写着一个怒字。王汉之先是一愣，随之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捧腹大笑起来。叶修，本官算是彻底看明白了，你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若非如此，怎敢狂悖盗去殴打驸马和公主？
如今又在这里妖言惑众，妄断生死，你这番风言风语，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贻笑大方。王允闻言，脸色骤寒，右手按上刀柄。叶修抬手按住王允，淡淡说道：“原来是驸马家的狗，你家主子如今能下床了吗？”你……王汉之的笑声戛然而止，随之勃然大怒。但下一秒，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强压怒火，脸上挤出一抹狞笑。叶修，既然你如此笃定，敢不敢与本官当堂立个赌约？叶修抬眼，赌什么？王汉之厉声道：“就赌你方才的疯话，若真有第六人带怒字横死，本官认栽；若是没有，你便当众承认自己是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狂徒，并向本官下跪，磕3个响头赔罪。”磕头赔罪。叶修摇了摇头：“王大人，你这赌注未免太轻了些。”哦。王汉之眉头一挑，带着讥讽：“那叶百户想加什么码？尽管道来。”叶修语出惊人：“若我赢了，王大人也无需磕头，只需在这京兆府大堂之上跪下，学3声狗叫，如何？”此言一出，满堂皆惊。王允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向叶修：“我靠！大人这是要把王汉之这位心腹影的脸面彻底踩在脚下。”王汉之的脸色瞬间涨红。叶修，你放肆，竟敢如此羞辱朝廷命官！怎么不敢？叶修眼神如刀：“王大人方才口口声声断定我是疯子狂徒，必输无疑，如今连这点小小的赌注都不敢接，莫非怕了？”你……王汉之气得眼前发黑，几乎要背过气去。他确实被架在了火上，此刻退缩，颜面扫地，威严尽失。可那赌注他猛地一咬舌尖，剧痛让他清醒。他绝不信叶修能未卜先知，这疯子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且若能借此机会逼叶修当众学狗叫磕头，这奇耻大辱必能让公主和驸马爷心情大好，自己的前程想至此。他眼中凶光毕露。好，既然你执意找死，本官就与你赌了。叶修，你给本官等着，本官要亲眼看着你跪下磕头学狗叫。你等着。一言为定。叶修淡淡一笑，眼见叶修依旧那般气定神闲，王汉之的胸膛剧烈起伏，正待再放几句狠话，挽回些许气势。不好了，叶大人，大事不好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紧接着，王璐居然官帽歪斜地冲进大堂，他在门槛处一个趔趄，重重绊倒，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爬到堂中，显得狼狈不堪，甚至都顾不上向王汉之行礼，直接对着叶修大喊：“第6具尸体出现了！我靠，别搞老子啊！”王汉之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才刚跟叶修立下赌约，转眼就栽了。一想到输了要学狗叫，他头皮都炸了。他一把揪住王璐的前襟，目眦欲裂，怒吼如雷：“什么第6具尸体？说清楚，给老子说清楚！”王璐眼中惊悸未消，声音发颤：“王大人，是那连环命案的第6具尸体出现了。”王汉之。王璐咽了口唾沫。就在雷蒙漕运总兵官的私刑房里，捕快刚来报，现场也有一张黄纸。王汉之。王璐挣扎着补充了一句，上面写着一个怒字，下官已命人封锁，就等叶大人前去勘验了。王汉之。第6个人，第6具尸体真的出现了，而且连那该死的怒字都预言上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世上怎会有人能未卜先知，精准预言凶案细节？除非……王汉之猛然望向叶修，怒指着说道：“是你，你就是那杀人凶手，否则怎能未卜先知？王大人，凶手是谁？稍后我自会查明。至于现在……”叶修淡淡提醒道：“你是不是该先履行一下我们之间的小小赌约了？”啥赌约？王璐一脸茫然。王允闻言，为了防止某人耍赖，便好心解释道：“辅丞大人有所不知，方才咱们这位王府尹可是亲口与我家大人立下赌约，赌是否会有新死者出现，且死者身旁必有怒字黄纸为证。至于赌注吗？若我家大人言中，王大人便需在这京兆府大堂之上跪下学3声狗叫。”王璐听完，看向王汉之的眼神瞬间变了，其上充满了怜悯，仿佛在看一个傻子。不是你惹谁不好，偏偏惹这位眼。这一位可是上抽太子，下打驸马，连魏国公的外孙女都公开认作心上人的煞星。王汉之怎么敢的？是以为驸马府能护得住他？搞笑呢！正当王璐一脸古怪之际，王汉之的脸色一片铁青，声嘶力竭，状若疯癫：“你们放屁！本官没赌！王璐，你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叶修！他如此清楚，下一个是怒字，必是凶手同党，拿下他！”
那个，王禄重重叹了口气，脸上写满了无奈。王大人，下官能否斗胆进言一句？说。王汉之咆哮。恕下官直言了啊。王禄的声音带着劝诫，叶大人真不是您能惹的，您还是把赌约履行了吧，就几声而已，忍忍也就过去了。滚你大爷的！王汉之彻底暴怒，一把推开王禄，朝着大堂外声嘶力竭：来人啊，把叶修给本官拿下！话音未落，叶修已经脱下一只鞋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入了王汉之那大张的嘴里。王汉之懵了，大脑一片空白。他堂堂的新任京兆府尹，三品大员驸马爷的族人，竟在这京兆府大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个六品百户用臭鞋塞了嘴。恶臭、窒息、无边的屈辱。他下意识伸手去把嘴里的鞋，结果王允动了，当场一脚踹中他的膝弯，然后一个拧臂反剪，将他死死按趴在地，臭鞋顶得更深，卡入喉咙深处，只剩窒息呜咽。王禄彻底看呆了，嘴角抽搐，瞧瞧，这就是不听劝的下场。叶修缓缓踱步，在王汉之面前蹲下，淡淡说道：赌约是你亲口要打的，结果是你自己输的，怎么输不起？驸马，我敢打断他的腿；公主，我敢抽他的耳光；太子，我敢用棍子砸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欠我的赌注？王汉之慌了，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叶修就算是被罢黜的皇子，他身上流的也是皇家的血。如果陛下真的彻底放弃了他，一个连太子、公主、驸马都敢往死里得罪的人，怎么可能还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更对他这个三品大员如此嚣张？不可能的。顿时间，一股彻骨的寒意取代了愤怒，恐惧淹没了王汉之的心脏。望着他一脸恐惧的样子，叶修面无表情地将鞋子从他嘴里拔了出来。王汉之剧烈咳嗽干呕，涕泪横流。叶修无视他的样子，淡淡问道：现在可以告诉我，还履行赌约吗？履行。王汉之脸色惨白如纸，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下一秒，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认命般跪好，紧接着闭上眼，屈辱的泪水混着鼻涕流下。汪！大堂死寂，落针可闻。汪！声音大了些，但声音已经嘶哑了。汪！最后一声几乎耗尽力气，也彻底击碎了京兆府尹的尊严蛋。叶修很是满意的点点头：王大人的赌注，本官收到了。王允闻言松开了手。王汉之瘫软在地，如同一滩烂泥，一动也不敢动。叶修却不再看他一眼，而是转向王禄，语气如常：带路，看现场。是。大人这边请。王禄猛地回神，连忙躬身引路，带着叶修一行人快步走出京兆府大堂。直到脚步声远去，瘫坐在地的王汉之才猛地抬起头。他脸上涕泪纵横，但那双眼睛里屈辱的泪水已被滔天恨意取代，愤怒的火焰几乎要将这大堂烧穿。叶修，今日之辱，我王汉之是要你100倍、1000倍，奉还，定要你生不如死。他不能就此沦为笑柄，他乃是京兆府的主官，他要去查案，他要亲手抓住叶修的把柄，把他踹入深渊，粉身碎骨。他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阵踉跄着，跌跌撞撞地追向叶修等人离去的方向。王禄引路，叶修3人以及捕快直奔雷蒙私宅深处的刑房。当推开门时，一股浓烈的血腥与焦糊味扑面而来。刑房内，雷蒙的尸体被固定在自己惯用的刑具上，尸体的脖梗被锁死，头颅高昂，身体被皮鞭强行后拉，固定在刑架上。半红的烙铁嵌在左肩，带刺的铁签刺入肢体，夹棍夹碎脚踝，很惨。但诡异的是，他的右手正握着佩剑，贯穿心脏，像是自杀。可那暴突的眼珠，狰狞的面孔，怎么看都不像。诡异的画面令人寒毛直竖。死！饶是王允杀过不少人，都不由倒吸一口气。这凶手是在展示愤怒，用雷蒙自己的家伙把他炮制成这副鬼样子。叶修并未回答，而是冷静地扫过整个血腥现场，从扭曲的肢体到散落的刑具，最终双眼定格在尸体的左掌上。王禄，下官在。王禄一个机灵，连忙上前。叶修下巴微抬，看看他左手掌下面。王禄一副强人恶心的样子，一言上前，用刀鞘拨开那一只手掌，却见一个血迹未干但笔画分明的小字暴露了出来。八，朝外的八。所有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意思？然而不等众人细想，一声歇斯底里的狂笑打破了死寂。王汉之大步流星地踏入刑房，面色潮红，
他指着那一个血字，脸色狰狞了起来。叶修，你还有什么话说？爸，这就是雷总兵临死前用尽最后力气写下的指证，而你就在不久前刚刚与本官打赌，说什么会有人死，还说什么会留下一个怒字，诸位都听见了，这难道是巧合？不，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叶修，因为你乃是大坤八皇子。他疯狂了，他终于抓住叶修的把柄，铁证如山，板上钉钉。王禄，还有你们这些捕快，都瞎了吗？都聋了吗？叶修就是这连环命案的真凶，还不速速将他拿下？空气凝固了，王汉之的咆哮在回荡，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叶修身上。捕快们的手下意识地按在了刀柄上，气氛紧绷到了极点。然而叶修的表情却一如既往的古井无波，他甚至微微偏了下头，语出惊人：你是傻逼吗？你说什么？王汉之一脸震惊，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叶修竟敢如此当众辱骂他，过分，狂妄，太他娘的逆天了。他怒不可遏的意图拔出身旁捕快的佩刀，劈了这一个王八蛋。但不等有所动作，我说你，叶修抢先一步，抬腿踱步到雷蒙的尸体旁，重复了一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逼。你放肆！王汉之目眦欲裂，肺都要气炸了。你竟敢！叶修根本不容他插话，字字诛心。我真好奇，你是怎么坐上这京赵府尹的位置？是靠公主的裙带关系，还是靠你这一颗被门夹过的脑子？你胆大包天，辱骂上官！王汉之的脸又青又绿，罪加一等。罪加你妹！叶修没好气地丢下一句话，便无视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指着尸体。看清楚了，雷蒙颈骨折断，双臂反复，尸身俯卧，一只手掌还死死压在身下。你告诉我，他如何在濒死之际用被压住的手在这血泊里写出一个如此笔画完整、结构分明的八字，还恰好压在掌下，等着你们来发现这铁证。来，王大人，用你那颗尊贵的脑袋给我解释解释。王汉之怒啊，三番两次被人侮辱，他快要气炸了。而且解释个锤子，一个八字难不成还无法说明一切？可叶修根本没给他发作的机会。再看看字的朝向，他是朝外书写的，这分明是凶手行凶之后刻意留下的。哪个凶手会蠢得像你一样留下一个直指自己身份的字迹，生怕别人抓不到他，生怕麻烦不够大？若是我肯定留3个字，叫王汉之。王汉之，操！又被内涵到了。王汉之捂着胸口，气得差一点吐血。你这是强词夺理，谁知你不是故意留下与自己相关的痕迹，再故作无辜，行那贼喊捉贼的勾当。证据，你有何证据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叶修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想要证据？好，我便给你证据。所有人听令，将这刑房给我一寸一寸的搜，犄角旮旯一处都不许放过。凭借前世积累的无数破案经验，以及那早已融入骨髓的推理本能，外加观摩了整整1000集名侦探柯南的作案手法，他能确定凶手煞费苦心留下这一个八字，绝非随意涂鸦，它必然是一个关键的指向，一个精心设计的提示。然而一个捕快面露难色，小声道：叶大人，这刑房我们方才已经粗略搜过一遍，除了这具尸体和刑具，确实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啊。粗略？叶修挑了挑眉，那便是搜的不够，再搜，用心搜。哼，装腔作势。王汉之好不容易压下翻腾的气血，立刻跳出来：叶修，你分明是在拖延时间，今日若搜不出东西来，便坐实了这写字就是指向你的铁证，坐实了你方才种种，皆是狡辩。最佳。王大人。叶修打断他，非但不恼，反而微微一笑：王大人，看来你对自己的猪脑判断很有信心。王汉之。叶修无视他那愤怒的表情，继续说道：既然王大人如此笃定，那可敢与我再赌上一局？王汉之。叶修的笑容从始至终都是温柔的。若是这里的人在刑房里搜出与这八字相关的证据，你王汉之便当众跪下，再向我叩3个响头，并朗声高呼3遍：叶爷爷，我是傻逼，如何？王汉之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不久前才被叶修当众折辱，如今这煞星又设下如此羞辱的赌局，这已经不是打脸，而是要将他王汉之连同京兆府尹的官威彻底踩入泥里，永世不得翻身。可他无路可退，退一步他便真成了满朝笑柄。好，好，好！王汉之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眼中血丝密布：叶修，本官就与你再赌一局。
看你还能如何妖言惑众。搜，给本官搜。捕快们噤若寒蝉，慌忙再次翻查，没有，这边也没有，刑具全是旧写，地砖无异样。每一次汇报都会让王汉之兴奋无比，只要搜不出任何线索出来，叶修必死。然而叶修那一副闭目养神的闲适姿态，却像针一样扎着他的神经。操，装，让你装，待会儿看你如何收场。就在王汉之气不打一处来，几乎破口大骂之际，叶大人有新发现。刑房角落中，王禄半跪在地，手指从一处刑具底座与墙壁缝隙中抠出了一张崭新的薄纸片。王汉之瞳孔骤缩，心脏狂跳，真他娘的有东西！可不等多想，叶修已经一步上前接过纸片，然后目光扫过，眉头微蹙，上面只有4个字：陈州矿案。他看向王禄，何案？回大人，那是3年前结的大案。王禄闻言深深作揖，陈州一处矿脉坍塌，活埋300余人，震动朝野。叶修双眼一眯，继续说。王禄忽然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王汉之，硬着头皮道：当年矿脉监工是驸马爷之父王仲巴王老大人。王禄，王汉之如被踩了尾巴的猫，厉声尖笑：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那8字指的是我王家，指的是我王家家主？大人息怒，卑职不敢啊。王禄扑通跪倒，高举纸片，只是据实回禀，纸片所在陈州矿案，当年监工却是王老大人，卑职绝无他意。王汉之怒目圆睁，正要发作。王大人，稍安勿躁。叶修淡淡打断。王汉之猛地转头，凶狠地瞪着叶修：你闭嘴！王仲巴当然不是凶手。叶修又一次打断他，语出惊人：他是下一个要死的人。什么？下一个？王老大人！刑房内一片哗然，所有人骇然失色。好家伙，王仲巴是驸马生父，是王家的顶梁柱，更是王汉之在官场最大的依仗。若他遇害，王汉之如遭雷击，面无人色。你胡说八道什么？叶修，你竟敢诅咒我王家家主！你！叶修压根没理会他，而是望向王禄。王禄，立刻去查清之前6人3年前的底细，重点查他们与陈州矿案有无关联，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快！是，卑职遵命。王禄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冲出刑房。看着王禄仓皇而去的背影，王汉之下意识想阻拦，结果叶修的双眼冷不丁地落向他。王大人，证据已现，8字所指昭然若揭，那赌局胜负已分。他抬手，手指点向脚下，跪下，叩头，喊话：天！真的塌了啊！王汉之浑身剧颤，瞳孔涣散。他与叶修打赌是在好几个捕快共同见证下进行的，一旦拒绝，那他将会成为言而无信之人，刚入职建立的人设就会崩塌，再无官威可言，从此在衙署将成笑柄。可若跪下，他王汉之堂堂京兆府尹，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跪，不跪，犹豫，纠结，崩溃，咚，膝盖砸地。王汉之真跪了，他不跪不行，万一叶修又像不久前一样用鞋塞他嘴里，他会更加没脸。全场错愕，所有捕快都石化了，眼珠子几乎瞪出眼眶。好家伙，王大人竟连挣扎都不挣扎一下，就那么干脆利落的跪了。王汉之的额头重重磕上青砖。叶爷爷，我是傻逼！全场死寂。王汉之抬头，又随之磕下第2个，声音已经带着哭泣。叶爷爷，我是傻逼！所有人瞠目结舌。王大人这是磕头磕哭了。王汉之食指抠砖，指节发白地再次叩首，哭着大吼：叶爷爷，我是傻逼！泪如雨下，四周的人已经呆若木鸡。奶奶的，王大人真的被叶修给欺负哭了。叶修无视全场，满意的一步步朝外滚回去，告诉王仲巴，当年矿下300条冤魂，他最好是干净的，另外让他最近低调一点，免得有血光之灾。等人一离开，王汉之猛地抬头，屈辱与杀意交织的目光狠狠扫过四周呆滞的捕快，低吼着：今日之事，谁敢泄露半字，本官定叫他生不如死。他再也顾不得丝毫体面，几乎是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冲出刑房。不多时，他狼狈地撞开王家大门，一路跌跌撞撞，粗暴推开周围的家丁，像一头受惊的野兽般直扑王仲巴的书房。砰！门被撞开，他冲进房内，声音却戛然而止。书房中，家主王仲巴端坐主位，正与一对男女低声交谈。女子面容姣好，却难掩憔悴，男子同样如此，两人脸上都带着不少结痂伤痕，看上去颇为狼狈，
他们正是公主叶兰与驸马王霸。三人谈话被打断，齐齐望来，却见王汉之一副被人轮了似的狼狈样。汉之，王仲巴眉头一皱：“你这成何体统？发生何事了？”王汉之见到家主、公主以及少爷都在，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下一秒，他跪在书桌前，惊恐地说道：“叶修欺人太甚啊！”叶修，公主叶兰和驸马王霸瞬间变了脸，甚至脸上的结痂都因这一个名字而隐隐作痛了起来。该死的叶修，到哪儿都能听见这一个挨千刀的名字。他们恨死了叶修，若不是那个王八蛋，他们岂会有如今的样子？别说他们怒了，王仲巴的表情也随之阴沉了下来。你可是三品官员，叶修能对你做什么？他逼迫属下跪下磕头。王汉之一脸怨毒：“学狗叫，喊他爷爷！全场不是那一个混账东西，逆天到那般地步了吗？居然让一个三品大官跪下来学狗叫，喊爷爷！”王汉之鼻涕泡一吹，继续说道：“而且他经手了那一桩连环杀人案，说将会出现第7个死者。全场吹牛吧他！一个从小在宫中畏畏缩缩的八贤王，能懂破个锤子案？他若能破，他们集体吃屎！”王汉之深吸了一口气，说出了重点。对了，他还说凶手与当年陈州矿案有关，说第7个死的人就是老爷，让老爷小心一点。王八彻底绷不住了：“操！这不是诅咒他爹去死吗？”一旁的叶兰更是拍案怒斥：“那家伙简直无法无天了，本宫定要上奏父皇！”两人很激动，唯独王仲巴的表情一僵。当年陈州矿脉有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意外挖出一条储量惊人的小金矿，那足以令人疯狂。为了吞下这一笔横财，为了不被朝廷发现，所以300多名矿工成了牺牲品。万万没想到，这一桩早已息事宁人的案件居然会再一次被翻出来。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脸上被傲慢与狠戾取而代之。老夫是第7个，笑话！我王家戒备森严，岂是宵小能闯入的？让凶手来试一试。然而话音刚一落下，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随之便有人大喊了起来：“走水了！有刺客！鬼！有鬼在闯祖祠！快拦住他！”那一阵阵声音的方向，赫然是王家供奉先祖牌位的祖祠。书房内的4人脸色在刹那间巨变，不是王家家主刚放完狠话，竟真有人敢闯家族禁地！快去祖祠！王仲巴惊醒了过来，夺门而出。叶兰3人仓皇跟上，整个王家府邸彻底大乱。叶修3人踏入衙署时，却不见王禄的踪影。按理来说，王禄应该第一时间回到衙署，处理叶修交代的线索调查。怪事，宁红叶黛眉微蹙：“少主，需要我们去找一找人吗？”王允挠头猜测：“那家伙看着腿脚有点虚浮，兴许还在路上磨蹭。”叶修没有开口，目光扫过略显凌乱的公堂，最终锁定在王禄那张堆满卷宗的桌案上。案头一角，一叠用厚实牛皮纸仔细包裹的档案，崭新的扎眼，与四周蒙尘的旧卷格格不入。他大步上前，3两下拆开封上，仔细一瞧，里面并非寻常公文，而一叠密密麻麻的手抄笔录、泛黄的旧纸器，以及几份按着血指印的证词。叶修快速翻阅，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周身气息骤降。陈州矿案果然另有隐情，当年那场所谓的矿难并非天灾，矿脉深处实际上挖掘出了黄金。档案中赫然标注着小金矿的方位舆图，除此之外，其上列出以王仲巴为首的7名核心人物名单，并且清晰记录7人密谋的经过。王仲巴先让雷蒙用职权屠杀300多名矿工，再通过王仲巴、朱太岁以及周庸一等人的权势将此事压下。事后钱万贯设计压榨受害者的亲属，忽悠签下高利贷，逼死了一个又一个。柳媚娘更是迫害受害者女眷，成为妓女。崔燕之负责编造流言，散布矿工操作不当，命犯太岁等说辞，混淆视听。档案中还有伪造的矿难报告、收买地方官吏的清单，以及6份事后如何瓜分金矿收益的账目副本。这牛皮袋中装的分明是王仲巴一伙人当年血腥罪行的铁证。叶修的脸色一寒：“王允，属下在。”王允上前传今日当值捕快。叶修冷冷说道：“是。”王允不敢怠慢，迅速退下。很快，一名年轻捕快战战兢兢地小跑进来。叶修将手中的牛皮袋往案上一拍，问道：“此物何时至于王大人案头？何人送来？”捕快不敢隐瞒，躬身回答：“回大人，是今日上午，您几位第一次来衙署查看卷宗时，王大人亲自交给小的。他吩咐等您离开了，
务必放在他桌案最显眼处，说待他回来方便用。上午，他们第一次来衙署查看连环杀人案细节的时候，叶修顿时回想起了第6具尸体的出现，再又回想着那张写着陈州矿案的纸张，他的脸色一下子沉入谷底，低喝一声：“立刻去王家，第7个人要死了。”王家祖祠，王仲巴在一群家丁护卫的簇拥下，火急火燎地冲入祖祠所在的院落中。祖祠门户大开，里面灯火通明，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感人呢。刚一到，王仲巴的怒吼在寂静的院子里炸开，管家惊恐指向祠堂内，在里面，废物！几十号人拿不住一个刺客。王仲巴身边的王霸又惊又怒，对着缩在门前的家丁们咆哮：“堵在门口作甚？给老子冲进去，格杀勿论！”护卫们面面相觑，终究硬着头皮，刀剑出鞘，试探着踏过祖祠的门槛。结果下一秒，冲在最前头的几人身形骤然僵住了。怎么不动了？里面什么情形？王仲巴在门外焦躁喝问，心如火燎。一个护卫的声音带着哭腔从牙缝里挤出来：“老爷，他在上面，就在祖宗神龛的供桌上。”供桌上，王仲巴瞳孔一缩：“操！那是供奉他王家列祖列宗神位的地方，竟有人敢踩着他祖宗的灵位，简直活腻歪了！”他再也按捺不住，推开挡在身前的护卫，一下子冲入了祖祠。王霸一等人慌忙紧随其后涌入，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闯入者瞬间窒息。神龛前的供桌上赫然立着一个身影，他背对着大门，身穿一件破旧的粗布短褂和裤子，那是矿工服。不等众人反应过来，那人缓缓转身，他的脸上戴着一张木质面具，只露出一双冰寒刺骨的眼睛，就那样凝视着王仲巴。紧接着，一个饱含刻骨恨意的声音穿透死寂的祠堂：“王仲巴，王老爷，这身衣服你还认得吗？陈州矿下327条人命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因为你们的一念之贪，他们被你们像牲口一样的屠戮，最后连尸骨都填进了他们亲手挖出的矿坑。现在他穿在你血债累累的仇人身上，站在你王家的祖宗面前，你可好好看清楚了吗？”话音如惊雷炸裂，在祖祠里疯狂震荡回响，震得烛火摇曳，震得人心胆俱裂。下一秒，全场陷入一片哗然。什么？陈州矿案另有隐情？327条人命是被屠戮的？这怎么可能？当年那一案明明是矿塌啊！那一案震动朝野，谁人不知？无数道震惊的目光望向了面色铁青的王仲巴，一派胡言，妖言惑众。王仲巴指着面具人嘶吼：“哪里来的狂徒，竟敢污蔑朝廷命官，亵渎我王家先祖灵位，栽赃陷害，罪该万死！给我上，把他剁成肉泥，挫骨扬灰！”然而命令传开几秒，护卫们愣是无人动作，因为那面巨人立在祖宗牌位前，破衣裹身，煞气逼人，太诡异了，不承认。呵，面具下的声音带着一抹嘲讽：“没关系，那参与进来的6人，钱万贯、朱太岁、柳媚娘、崔燕之、周庸、雷蒙，他们已经先你一步下去，向那327条冤魂磕头谢罪了。现在轮到你了，王仲巴。”王仲巴浑身巨震，瞳孔一缩，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曾经他们分赃的时候，为了不被任何一个人灭口，便立了一张契约，那是一张分赃并相互挟制的签名状，每人各持一份，而如今其余6人已经死了，那说明东西很可能已经落入眼前的面具人手里。不，绝不能让真相公之于众，否则3年前他儿子王霸尚未娶公主，此案若翻，如同欺君，陛下绝不会护着他们，因为他们贪的是大坤的金矿，王家必定被株连9族。王仲巴顿时癫狂了，恐惧化为歇斯底里的咆哮：“你闭嘴！装神弄鬼的孽障，今日你必定离开不了这个地方！杀！谁杀了他，赏万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护卫们眼中凶光爆闪，拔刀扑上，刀锋破空，直劈供桌。面具人发出一阵令人头皮炸裂的怪笑，他不退，反而猛地抬起脚，狠狠踏下。咔嚓！王仲巴之父的灵位在他脚下应声碎裂，木屑纷飞，整个王家祖祠刹那死寂，所有王家人当场脸绿了。祖宗牌位竟被当众踩碎，亵渎！这是对王家列祖列宗最恶毒的亵渎，是对王仲巴本人最彻底的羞辱。王仲巴浑身巨震，愤怒咆哮：“孽畜！孽畜啊！给老夫剁碎他，碎尸万段！喂狗！喂狗！”所有护卫彻底疯狂，不顾一切地冲杀而上。
刀光如灵。面具人如同困兽，在狭小的供桌空间腾挪闪避，手中短笔划出道道寒光，精准地隔开致命劈砍，每一次碰撞都溅起刺目火花。他几次试图突破刀网，扑向近在咫尺的仇人，但都被更加疯狂的劈砍逼退。是，一名护卫的刀锋擦过他的手臂，带起一片血珠。噗，另一柄刀狠狠捅入他的肋下，剧痛让面具人身形一滞。就这一瞬，死！护卫头领抓住破绽，手中大刀自面具人头顶狠狠劈落，避无可避。面具人猛地侧头，当，刀锋险之又险地劈在他脸上的木质面具上，面具应声碎裂，一张熟悉的脸暴露了出来，以至于全场呆滞了。所有挥刀劈砍的护卫动作一顿，王仲八一行人的脸上都浮现出错愕与难以置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王璐，没错，正是那在京兆府衙署里对叶修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府城王璐，那个看起来胆小怕事、毫无存在感的墙头草，竟然是这一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巨大的反差如同惊雷，狠狠劈在所有人心头。嗨，王璐咳出一口鲜血，捂着肋下伤口，抬头对王仲八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王仲八，想不到吧？当年一个姓王的矿工他弟弟，居然花了整整3年，像狗一样爬到了这个位置，就为了今天站在这里向你讨这一笔血债。说着，他用仅剩的力气艰难地从怀中掏出一张染血的黄纸，上面一个傲字，触目惊心。你王仲八自视高贵，手握权柄，视人命如草芥，是327条冤魂如蝼蚁，此乃傲慢之极。我王璐贱命一条，死不足惜。但你们等着，会有人替我们讨回公道的。叶大人，会。话音戛然而止，他的眼神黯淡下去，高举的手臂无力垂下，傲字黄纸飘落在地，祖祠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死了。王八咽了口唾沫。王仲八死死盯着王璐的尸体，胸口剧烈起伏，但在惊怒之后是无边无际的后怕和暴怒。区一个卑贱矿工的弟弟，一个他随手就能碾死的蝼蚁，竟敢穿上他兄长的血衣，竟敢踩碎他父亲的灵位，竟敢将他王家最肮脏最致命的秘密当众揭开，最后还敢用诅咒的眼神看着他。混账贱种，下贱的泥腿子，死得好，死得好啊！王仲八怒了，指着王璐的尸体嘶吼：来人，把这贱种的尸体给老夫拖出来，剁碎，剁成肉酱喂野狗，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到京兆府衙门外，曝尸10日，让全天下人都看看污蔑我王家的下场是什么。护卫们如梦初醒，一个个就要上前拖拽尸体。就在此刻，我看谁敢动他一下。叶修的声音如同惊雷，猛地从所有人身后炸响，所有人猛地扭头，只见祖祠大门处，叶修身着飞鱼服，腰悬绣春刀，随之踏了进来。叶修！王爸失声尖叫，如同见了鬼。叶兰脸色瞬间煞白，手指下意识地捂上脸颊未脱落的结痂，那一顿殴打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王仲八的瞳孔骤缩，惊怒交加。叶修，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王家祖祠禁地！叶修无视全场，旁若无人，一步步踏入祠堂。他来时的路上已经想明白了，根据案情推算，在他入狱前，王璐的复仇计划便已启动了。正因自己接手了此案，才迫使王璐加快复仇的脚步，甚至将第7个目标从王仲八这一个罪魁祸首换成他自己。如此一来，以死为饵，将事情闹大，再借叶修殴打权贵却安然无恙的诡异情况来为300来条冤死的矿工复仇。叶修没有因为王璐的行为而生气，只有心寒、愤怒。擅闯！本官奉圣谕督办京畿连环命案，王璐乃本案关键人证，尔等竟敢杀人灭口！哈！王璐啥时候成为关键认证了？王仲八怒极反笑，一派胡言！王璐分明是凶手。你错了！叶修脚步一顿，靴底正好踩住地上那一张傲字黄纸。是你王家仗势欺人，草菅人命，是矿工如蝼蚁，屠戮327口人，只为欺君罔上，私吞金矿。这才是我要查的连环杀人案！王爸暴跳如雷。叶修，你敢诬陷家父？我让你开口了！叶修淡淡问道。王爸，操！这混账简直嚣张到没边。可叶修根本不给他再开口的机会，而是字字如冰地说道：王璐用府城之身，不惜以死明志，揭穿等禽兽掩埋的滔天血债，何错之有？你们以为权倾朝野便能一手遮天？放你娘的屁！
朗朗乾坤，朝朝日月，启柔儿等魑魅魍魉横行无忌，王璐的血不会白流，那327条冤魂的怨不会消散。今日本官在此，就是要替天行道，讨一个公道，便是要你王仲巴明白何为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血债必须血偿。他声若洪钟，震得整个祖祠鸦雀无声，护卫们握刀的手止不住地颤抖。难不成他们家老爷真的引发了一场矿难，害死了数百人？王仲巴的脸色已由青转黑，厉声咆哮：叶修，你放肆！凭你口空无凭，也敢诬陷老夫？想要凭据？有。叶修冷笑，手探入怀，猛地举起一卷牛皮纸，里面便是铁证、伪造的矿难文书、收买官吏的清单，还有雷蒙6人手中瓜分金矿的账目副本，签字画押，一应俱全。够不够？所有人的视线纷纷聚集在了叶修手上。王仲巴的脸黑如锅底，他最恐惧的事终于发生了。王璐那个疯子果真是在用杀戮收集证据，可他不能认，更不敢认，必须夺回，必须销毁。叶修，他状若风虎，唾沫横飞，你一个被陛下厌弃的废物皇子，区区6品百户也敢构陷老夫？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王家乃皇亲国戚，老夫是陛下亲封的勋贵，我儿乃当朝驸马，公主殿下就在此地。东厂、西厂、锦衣卫、刑部、大理寺，没有陛下旨意，没有三司会审，谁敢动王家一根汗毛？你一个泥菩萨过江的弃子，也配在此妄谈天理公道？简直滑天下之大稽，痴人说梦。叶兰也强撑气势，尖声道：不错，叶修，你殴打本宫与驸马，本宫还未找你算账，如今又擅闯勋贵府邸，污蔑忠良，父皇定会将你千刀万剐。王爸更是跳脚：拿下他，快拿下这个疯子，他是凶手同党，他在污蔑忠良。护卫们被主子的咆哮惊醒，虽然心头惊惧，但职责所在，刀锋猛然指向叶修，气氛一凝，杀机爆发。然而叶修却笑了，他今日就是要借用这桩旧案敲打太子党派。呵，皇亲国戚，驸马之父，勋贵，可笑。在我眼中，你王仲巴不过是一介屠夫，一名死囚。东厂不敢管，我来管；西厂不敢问，我来问；锦衣卫不敢动，我来动。王仲巴，竖起耳朵听真了，本官叶修，锦衣卫百户，奉圣谕查办连环命案，现有铁证如山。3年前陈州矿案，你为掩藏金矿，屠戮矿工327条性命，罪孽滔天，罄竹难书。今日若敢抗命，格杀勿论。嚣张，嚣张到令人窒息，令人肝胆俱裂。一个区6品百户，竟敢在勋贵祖祠种地，在公主驸马面前，在无数森然刀锋环伺之下，放出如此狂言，这一个大坤巴皇子莫不是真疯了？杀了他，给老夫杀了他！王仲巴目自欲裂，指着叶修嘶吼咆哮。他知道叶修手中的铁证一旦坐实，王家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唯有让叶修死在这里，才能有一线生机。事后昆帝震怒：无妨，有公主在，有擅闯祖祠、污蔑勋贵、意图行刺驸马，这些泼天大罪顶着王家，或许还能挣扎出一口气。拿下逆贼，保护老爷！杀！护卫们宛如狼群，刀光破风，扑向那一道孤傲的身影。刀锋展开空气，杀意席卷了整个祖祠。但叶修面无表情，脚下未停，从容地继续前行1步、2步，刀锋离他的身体不过3尺。护卫狰狞的面孔近在咫尺。蓦地，轰隆，祖祠大门轰然爆裂，木屑如暴雨般击射，一道道煞气冲天的黑影悍然涌入。他们飞鱼拂烈烈，他们绣春刀森森，正是叶修麾下那100名由死囚转化而来的虎狼锦衣。王允一马当先，眼中凶光毕露。动大人者，死！话音未落，云游子的身影如鬼魅飘至，他剑光一闪，冲在最前的几名护卫手中，钢刀已被挑飞，虎口崩裂。宁红叶紧随其后，长鞭甩出，横扫全场，数名护卫惨叫倒飞出去。没错，宁红叶与王允并未跟来，而是以最快速度集结了那100名死囚兄弟，同时来时的路上还执行了另外一个命令，将陈州矿案的真相一路传播出去。下一秒，100名死囚锦衣如猛虎入羊群，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最直接、最高效、最致命得杀人计。咔嚓，颈骨碎裂，喉结塌陷，噗嗤，断骨穿肉，
他们的动作干脆利落，宛如一台杀戮机器，配合着叶修的步伐，让每一个试图靠近主子的障碍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快！人群涌来得快，王家侍卫倒下得更快。当最后一名侍卫如同烂泥般瘫软在地，叶修的脚步也恰好停在面无人色的王仲巴面前。整个祖祠一片狼藉，残存的王家族人如同被抽走魂魄，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停止了。王仲巴喉结滚动，嘴唇哆嗦着，刚想挤出半个字，结果叶修淡漠抬手，腰间的绣春刀出鞘，锃，刀锋搭在王仲巴的脖颈上。王仲巴屠戮327条人命，私吞金矿，欺君罔上，铁证如山。现在本官给你选，是跪着等那断头一刀，还是站着？立刻身首异处。王仲巴目眦欲裂，眼球几乎要瞪出血来。他堂堂皇亲国戚，勋贵之尊，他的儿子是当朝驸马，可如今竟被一把冰冷的刀架在了颈项之上，奇耻大辱，滔天之怒。他死死盯住叶修，怒不可遏地嘶吼：叶修，你这被皇家厌弃的疯狗，弃子！老夫乃陛下金口玉言亲封的勋贵，世袭罔替，你区一个6品百户，有何资格执掌刑罚？你动老夫一根汗毛试试？越权行事，藐视皇权，你这是自掘坟墓，九族都要给你陪葬。他在赌这个被罢黜的皇子绝不敢真下杀手，因为一旦动手便是逾越皇权，便是杀头的大罪。叶修，住手！快放下刀！叶兰见状，脸色煞白，强撑公主的威仪，厉声呵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本宫在此，御封的武阳公主在此，你若敢滥用职权，擅自对当朝勋贵动手，父皇震怒之下，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谁也救不了你。王霸双目赤红，彻底癫狂，他拼命挣扎要扑上去，却被2个族人死死拽住。爹，放开老子！你们这些废物！叶修，你这天诛地灭的畜生！魔鬼！你敢伤我爹一根头发，我王霸发誓，倾尽王家之力，搜遍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挫骨扬灰，无论老幼妇孺，统统屠尽，鸡犬不留，让你永世不得超生。然而，面对四周的咆哮与威胁，叶修连眼皮都未抬一下，他淡漠地望着王仲巴。所以，你是选好了，站着，然后让本官送你身首异处。你根本不敢！王仲巴心脏骤缩，强撑镇定厉喝，可回答他的不是言语，而是刀。叶修手腕一动，刀光如冷电乍现，噗嗤，血泉冲天喷涌。王仲巴的头颅飞旋落地，滚到王霸脚边，怒目圆睁到死。他都不敢相信叶修竟真敢挥刀。死寂，四周陷入一片死寂。叶兰脸上溅上了血，当场瘫软在地。王霸的疯狂戛然而止，呆呆地盯着父亲的头颅，然后瘫跪于地，干呕不止。所有王家人更是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前一刻还活生生的人，转眼就被人卸了脑袋，太惊悚了。踏踏踏，一阵脚步声陡然从祖祠外传来，紧接着，一个身面白无须的中年太监在一群西厂番子的簇拥下踏了进来。来人正是西厂提督太监王德发。他刚一进门，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他见到了什么？王仲巴身首异处，公主瘫软如泥，驸马崩溃呕吐，四周地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地王家护院饶，是王德发见惯风浪。眼前这勋贵祖祠内公然斩首当朝勋贵的景象，也让他脊背发寒。王公公一声凄厉的哭嚎，猛地撕裂死寂。叶兰指着叶修，涕泪横流，声音因恐惧而扭曲：快拿下这逆贼！叶修疯了，他擅闯王家祖祠，污蔑勋贵，更丧心病狂地当众斩杀了驸马之父，这是谋逆，是造反！王公公，杀了他！给本宫立刻杀了他！王霸也惊醒了过来，目眦尽裂，嘶声咆哮：西厂，给我杀了他！我要他血债血偿！王德发顿时阴沉如水，望着叶修：叶百户闯祖祠，杀勋贵，谁给你的胆子？谁给你的权柄？你该当何罪？叶修一步步地朝王德发走了过去。敢问王公公，在证据俱全的前提下，嫌犯拒捕，更命人袭杀本官，我是该任其乱杀，还是可以正当防卫，将其格杀？王德发，他忍不住扫了一眼四周，嘴角抽搐。王家护卫倒下一片，锦衣卫昂然肃立。操！这哪里像是自卫，分明是主动攻击。叶修脚步一顿，指着王仲巴的尸体。至于为何杀他，因为此僚为一己私利，坑杀300余条性命。府城王禄虽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但他杀的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
为的不过是一个迟来的公道。王德发，哈，王仲巴竟坑杀了300多人，还牵扯到现任府城。这一件事情但凡传到昆弟的耳朵中，后果不堪设想。叶修停在王德发跟前，将牛皮纸包重重拍在他的胸膛上。父皇交代的事，我查清了，所有来龙去脉尽在其中。若他看过之后仍觉得我此举过分，那我叶修这颗人头，他随时可派人来取，我绝无怨言。王德发，证据都有了，那此事恐怕千真万确，他只是万万没想到。叶修不仅将连环杀人案给破了，更翻出了惊天旧案。王德发强压心中的惊涛骇浪，脸上堆砌起一抹威严。就算他王仲巴罪该万死，千刀万剐，那又如何？这是朝廷，讲的是王法，是规矩，不是江湖草莽快意恩仇之地。证据确凿，就该层层上报，由3法司会审，由陛下圣裁。你一个小小的6品百户，有何资格在这勋贵祖祠之内代天刑罚？你这是越权，是目无尊赏，是藐视朝廷法度，更是将陛下置于何地？咱家看你是被皇家厌弃，彻底疯魔了。面对王德发疾风骤雨般的斥责，交给朝廷办。王公公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叶修嗤笑一声，随之抬手指着王禄的尸体。若朝廷能办、敢办、想办，这一桩惨案，300多条人命的沉冤会等到今天。会需要一个堂堂4品府城王禄被逼到走投无路，甘愿化身修罗，用自己的命去杀那些畜生，用自己的血去收集这些铁证。会需要一个被皇家厌弃的疯狗弃子，提着刀闯进这龙潭虎穴，用最粗暴的方式才能把这腐烂发臭的盖子生生掀开。死寂，一片死寂。全场的人都被叶修的那一句句反问惊得脸色发白。叶修是第一个敢那么明目张胆质问朝廷的，但又是那般无懈可击，让人无言以对。王德发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嘴唇都哆嗦了。你强词夺理。叶修不屑一笑，说不过道理就开始扣帽子了。王公公，你这套官腔跟你那烂屁股一样臭不可闻。全场所有人，无论是锦衣卫还是王家人，包括瘫软的叶兰和王霸，都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倒吸一口冷气。叶修居然敢当众辱骂西厂提督是烂屁股，牛逼，太牛逼了。这已经不是胆大包天，这简直是自寻死路，是彻头彻尾的疯狂。王德发先是一愣，脸庞随之长成猪肝色。叶修，你这天杀的狂徒，咱家堂堂西厂提督，陛下亲信，你竟敢辱骂咱家烂屁股，咱家要活剐了你！不服气？叶修不等他咆哮完，淡淡打断，我说错了，你屁股生疮，烂完左边烂右边，走路还得2腿掰开，一拐一拐。你给咱家住口！你阴阳失调，心理变态！你胡说！王德发气得眼前发黑，语无伦次。叶修继续毒舌，我胡说？你一个太监，就算真能生出儿子来，那能有屁眼吗？你哇呀呀！王德发怒发冲冠，肺都要气炸了，指着叶修，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可下一秒，叶修已经转身朝宁红叶眨了眨眼，狠狠补了一刀。不对，瞧我这记性，他根本生不出儿子。噗嗤，宁红叶一个没忍住，当场笑了出来，以至于打破4周死寂的气氛，让全场一阵汗流浃背。好家伙，当真是杀人诛心啊！如此直白的戳场工的痛处，说他生不出儿子，这简直就差指着王德发的鼻子当面骂他阉狗了。逆天，太逆天了！叶修无疑是要将王德发往死里去，得罪王德发一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指着叶修，气得发抖。你找死！来人，将这一个胆大妄为的混账东西给咱家拿你今儿来生儿子！叶修很平静地打断，却语出惊人。方才是谁口口声声说朝廷讲的是王法，是规矩？怎么，王公公您这就要徇私王法，亲自下场对付我了？我不过动动嘴皮子，您就急眼了？若我真动了手，您岂不是要杀我全家？还是说您的规矩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鹤？双标至此，当真是好一条双标老狗！王德发，他震惊，他惊悚，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天灵盖，让他猛然惊醒。叶修方才那番辱骂，竟是故意为之，就是要激得他失态暴怒，就是要他按捺不住出手，好借此牢牢抓住他先前那番冠冕堂皇的话语里的把柄。如此一来，他那番义正辞严的官腔，顷刻间成了天大的笑话，成了狠狠抽在自己脸上的响亮耳光。操！当初那个温良待人如同贤王一般的叶修，若早有今日这般狠辣的心机与手段，
何至于沦落到被废黜的地步？王德发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想辩驳，结果叶修不再看他，只是大手一挥，四周虎狼锦衣如潮水一般涌出王家祖祠。叶修本人则与王德发擦肩而过，一句轻飘飘的话传入他的耳中：若王公公没有其他指教，叶某先行一步。至于陈州矿案的证据，可都在您手里攥着呢。记着，若是少一件，哪怕只是薄薄一张纸片，我都会亲自去宗人府敲一敲那名冤骨。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叶修纵被罢黜，可宗人府的玉牒上，他叶修之名仍在，他依旧是宗室血脉。那混账是在警告他，若他王德发胆敢不将证据原原本本呈上，或者动任何手脚，那便是坐实了阉宦构陷、迫害宗室的滔天大罪。而这对一个太监而言，乃是十恶不赦、必死无疑的。该死！王德发在心中疯狂咆哮，恨不得将叶修的祖宗18代都拖出来鞭尸。可下一秒，他才发现自己好像等于也得将皇上给铐。然而，望着叶修离开的背影，有人不淡定了。叶兰滩的尖叫，怨毒刺骨。站住！逆贼休走！王公公，快拿下他啊！王爸更是挣脱族人，目眦尽裂扑来。叶修，还我爹命！西厂，杀了他！给我杀了他啊！可他刚扑出2步，就被几名面无表情的西厂番子死死拦住，动弹不得。王德发反应过来，压住被辱骂的怒火，脸色一片铁青的厉声喝止混乱的场面。够了！即刻送公主殿下与驸马爷去太医院诊治静养，任何人不得惊扰。番子们立刻领命，架走仍在哭嚎挣扎的2人。王德发随之望向叶修的背影，声音冰冷，字字彻骨。今日之事，骇人听闻，咱家定将详情，即此铁证原原本本呈报陛下。是非功过，圣心独断，你好自为之。叶修未停步，也没有回头，只是随意挥手，率虎狼锦衣扬长而去。王德发不敢耽搁，抱紧牛皮纸包，如捧烫手的山芋一样，疾步离府，直扑皇宫。御书房，昆弟正批阅奏章，心绪莫名烦躁。砰！王德发撞开殿门冲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出大事了！八殿下，叶修他查案查到王家祖祠，并指认驸马之父王仲八欺君罔上，坑杀300多名矿工，并出示了证据。昆弟不淡定了，豁然起身。证据呢？王德发不敢怠慢，将牛皮纸包高举过顶，由势力的小太监转成预案。等昆弟一把抓过，迅速拆开，看完里面的内容后，脸色一下子铁青。整整300多条人命，无辜的矿工竟被如此残忍的屠杀掩埋，而那连环凶案的死者竟都是参与屠杀的刽子手。此事一旦大白于天下，他这个95之尊将如何面对天下黎民，又如何堵住悠悠众口？毕竟那是他亲自赐婚的驸马之父王仲八。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如此欺瞒于朕！帝王暴怒拍案，怒不可遏地说道：你去，速速将他给朕所拿进宫，朕要亲自审他。回陛下，他恐怕来不了了。王德发一脸尴尬。昆弟一愣，更怒了，他莫不是畏罪潜逃了？放肆！给朕传旨下去，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掘地3尺也要给朕。陛下息怒，不是逃了。王德发硬着头皮无奈地解释，是那王仲八当时拒捕，悍然命其护卫袭杀叶修，以至于叶修当场拔刀，就在王家祖祠之内，在公主殿下与驸马爷的眼前，将王仲八就地给枭首了。什么？昆弟错愕，整个人都懵了。他叶修平日里杀一只鸡都舍不得，居然敢杀人。王德发不敢抬头，而是飞快地将叶修斩首王仲八以及那一句句锥心质问都给阐述了一遍。下一秒，御书房内陷入了一片死寂。好一会儿，昆弟才坐回了龙椅上，冷冷问道：你说说看，朕要如何做？王德发伏地，眼中狠光一闪。陛下，叶修查案有功，但越权擅杀勋贵，藐视法度，此风断不可长。为堵天下悠悠众口，彰显陛下执法如山，臣斗胆建议：其一，三法司即刻严查陈州矿案，所有涉案者一律严惩不贷。其二，叶修罪责难逃，为平息误议，须将其革去官职，削除御牒所录百户职衔，收押宗人府待审。此乃宗室家法，合乎礼法，亦能防其再生事端。骂他死太监，骂他烂屁股，这奇耻大辱，如何能忍？他要将叶修打回原形，剥掉他最后一丝官身和依仗，将其像一条死狗一样关进宗人府。在那里，有的是法子让叶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昆弟沉默了一会儿，刚想开口：陛下，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殿外求见，说有天大的喜事要即刻禀报陛下。
殿外太监的声音抢先一步打破了御书房的死寂。坤帝，喜事！上一次沈炼也是这般喊着有天大的喜事，火急火燎地冲进来，可结果呢，他堂堂的大坤帝王居然被一个素未谋面的尸仙给架在火上烤。如今每当听到沈炼口中喊出喜事二字，坤帝便觉得一股无名邪火直冲顶门，心口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哼，喜事！坤帝怒极而笑，恼了，好，很好，让他给朕滚进来，朕倒要听听，此时此刻他沈炼还能给朕带来什么天大的喜事。这太监话音一落，沈炼便风尘仆仆地踏入御书房，然后目不斜视，单膝下跪，臣沈炼叩见陛下。呵，坤帝冷笑一声，问道：说吧，朕的指挥使大人，今日你又给朕带来了什么喜事？沈炼愣了一下，他不晓得自己哪触怒了龙颜，但转念一想，陛下若得知了这一件大喜事，必然会龙颜大悦啊。定了定神，沈炼急忙躬身，激动解释道：陛下，叶修志破陈州矿案，当众诛杀元凶王仲巴，此事已震动京师，坊间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皆赞他为国除奸，实乃社稷之幸。此等大快人心之事，岂非天降之喜？坤帝，王德发，沈炼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御案上。更有甚者，百姓皆言陛下先前罢黜叶修，实乃高瞻远瞩，苦心安排的历练。若非如此，叶修岂能深入市井，体察民情，揪出此等败国巨恶？陛下圣明深谋，已被万民称颂。坤帝，王德发，沈炼双颊因亢奋涨得通红，声音愈发洪亮。最重要的是，万民坚信陛下圣明烛照，必能秉公处置此案，严惩所有凶徒，并对叶修之功绩给出令天下幸福的定论。此乃民心所向，江山永固之兆啊！陛下，坤帝，王德发，不是当初的罢黜，咋变成了历练？他对叶修的厌弃竟被解读成深谋远虑。他娘的，他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厉害。沈炼的这3点喜报分明是3把软刀子。第一刀，叶修已经是名望所归的英雄，他杀王仲巴成了为国除害、毒死严城的口子。第二刀，把他坤帝的罢黜强行扭成深谋远虑的历练，把他架在明君的高台上下不来。第三刀最狠，用民心所向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他这95之尊死死困在必须当明君的囚笼里。他若真听了王德发那蠢话，严城甚至收押叶修就是昏聩，就是辜负民心，就是打自己深谋远虑的脸。可若轻轻放过叶修擅杀勋贵之罪，王法何在？皇权威严何在？宗室勋贵们会怎么想？岂非人人自危？他妈了！沈炼带来的喜事果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怒瞪着沈炼，源头在哪？回陛下，据臣查证，似乎是从王大人府上散出来的风声。哪个王大人？辅臣王禄。王德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不是死了吗？死了。沈炼也懵了，可臣所查线索源头却指向他。王德发的脸瞬间绿得像菜叶子。他全明白了，从一开始他就被叶修那小兔崽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叶修去查案，看上去是惩罚，实则送了他一把杀人的刀，还给了他一个扬名立万的舞台。他现在100%确信，叶修这王八蛋早就设好了局，目标就是驸马之父王仲巴，就是要狠狠砍太子党一刀。没错，绝对是。他刚想把这惊天的猜想吼出来，坤帝的目光扫来。王德发，奴才在。王德发一个机灵，膝盖一软，跪了下去。坤帝的声音平静的吓人。你方才建议朕如何处置叶修来着？削职，收押，然后送宗人府。王德发只觉一股寒气从头顶浇到脚底，让他面如死灰，魂飞魄散。陛下，奴才该死，奴才糊涂，奴才。他语无伦次了，甚至恨不得甩自己2巴掌。沈炼依旧跪伏在地，不明所以，反而抬头问道：那陛下，叶修之功是否当赏？赏！他恨不得立刻把那逆子拖出去砍了。坤帝眼角狠狠抽搐了一下，硬生生将滔天怒火压回胸腔，几乎是从牙缝里磨出字来。赏！沈炼面露喜色，高呼：陛下圣明！坤帝闭上双眼，胸膛剧烈起伏，传朕口谕：八皇子叶修查案有功，昭雪沉冤，为国除害，擢升其为锦衣卫千户，赐金10000两。但擅杀勋贵，惊扰公主，有违法度，其千户招人减半，麾下不得超500。此乃惩戒，若再敢有丝毫逾矩，数罪并罚，严惩不贷。沈炼叩首，臣领旨。待他躬身退出。
昆弟瞥向王德发：“你亲自去给朕彻查王家1斤茶食、珠帘、酒足。”是。王德发深深叩首，额头紧贴地砖。昆弟似乎想到了什么，双眼忽然一眯：“对了，让太子2天后接待北辰使团的人，若再将事情搞砸，朕亲自废了他。”奴才马上将话带到。汗如雨下的王德发几乎是手脚并用，爬出御书房，当御书房大门关上。昆弟怒不可遏地抓起茶盏欲摔，手臂因愤怒而颤抖，可最终却又重重地顿在御案之上。砰！茶水飞溅，瓷盏裂开。到底是谁在背后帮叶修？当叶修推开破旧院门时，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脚步猛地一顿，眼皮随之一跳，下意识后退的脚跟差点绊倒紧随其后的宁红叶院中那一棵虬结的歪脖子树下，竟坐着2名气质迥异的女子，正围炉而坐，煮着茶。一人青丝如瀑，仅用一只素白玉簪半挽，几缕发丝慵懒垂落颊边，炉火的微光跳跃在她凝脂般的侧脸上，明明未施粉黛，可那份静美却能让四周黯然失色。她正是名动天下的第一美人姬如雪，而另一人则截然不同。她随意斜倚着老树根，一身利落的玄色劲装也掩不住骨子里透出的妩媚，可偏偏眼神坦荡清澈，带着江湖儿女特有的飒爽与不羁，赫然是魏国公府那位特立独行的外孙女李师师。望着这诡异又和谐的一幕，叶修只觉得头皮一麻。李师师在这儿，他一点都不意外。这次强杀王仲巴，借魏国公府那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提前散播舆论，操控民心，他功不可没。叶修让宁红叶提前去知会，就是要打这一场民心之战，戳一戳太子锐气，并提前从叶兰身上讨要一点利息。可姬如雪呢？这位名义上的未婚妻咋也来了，而且还和李师师凑在一起煮茶，这画面简直比王仲巴那颗冲天飞起的脑袋还要惊悚100倍。然而树下的2双美眸几乎同时扫了过来，姬如雪抬眸，视线清冷，对上叶修时只荡漾着一抹涟漪。李师师则唇角一勾，毫不避讳地朝叶修抛来一个妩媚的眼波。叶修，宁红叶一等人见状，默契地停在门外，眼观鼻鼻关心，只当自己是门神。叶修硬着头皮干咳一声，抬脚走进院子。可好巧，2位好雅兴，竟在此煮茶。姬如雪执起青瓷茶壶，动作优雅地倒了一杯茶。听闻夫君今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斩勋贵于祖祠，威震京城，妾身特备清茶1盏，为夫君压惊。李师师嗤笑一声，好饮一杯茶。压什么惊？我看是庆功。杀得好，杀得痛快。王仲巴那种畜生，千刀万剐都算便宜他。叶修，干得漂亮，不愧是我李师师认定的男人。姬如雪直胡的手一顿，李小姐豪情令人钦佩，但刀兵戾气重，终非君子持身之道。君子？李师师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逼近姬如雪。姬大小姐，你口中的君子之道，是看着300多条冤魂在地下哭嚎无动于衷，还是等着那群官老爷们扯皮和稀泥，最后不了了之？叶修今天这把刀砍的就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这叫替天行道。你懂不懂？姬如雪端坐如松，迎上李师师的目光，毫不退让。快意恩仇，匹夫之勇，治国平天下，须讲规矩。李小姐出申国公府，岂会不明白这一等道理？夫君今日所为虽有功，但锋芒毕露，恐引火烧身，后患无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李师师哼笑一声，那就由我李师师为他扛着。若姬小姐不服，咱们就来比比。比？姬如雪眸光一凝，李小姐想比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治国方略，妾身奉陪到底。李师师嘴角一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哼，酸掉大牙了。姬大小姐，你那套风花雪月留着哄那些附庸风雅的公子哥儿吧，要比就比点实在的，比如喝酒、划拳、摇头子，或者直接上手打一架，敢不敢？姬如雪的脸色一黑，李师师，你粗鄙！望着那如同人间炼狱的场景，叶修只觉眼前一黑，太阳穴突突直跳，一个冰破寒针，一个烈火骄阳，针尖对麦芒，火星子都快溅到他脸上了。36计走为上计，这局面比杀10个王仲巴还要凶险万分。哐当，院门被叶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手关上，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刚从龙潭虎穴脱身。结果一抬眼就见王允一众手下齐刷刷地站在门外，一个个肩膀耸动，死死咬着嘴唇，憋笑憋的脸都扭曲了。
那眼神分明在说，原来天下无敌，智计百出的少主也有搞不定的时候啊，还是这种甜蜜的烦恼。叶修没好气地瞪了众人一眼，刚想抬脚溜之，大吉叶修夫君。两道截然不同的女声穿透摇摇欲坠的木门，紧接着李师师那妩媚中带着娇蛮的声音轰然炸响：叶修，别装聋作哑当缩头乌龟，今天我和他，你必须选一个，若选我，今晚我就是你的女人。司马院倒吸冷气之声此起彼伏，李师师那番彪悍露骨的言语震得众人目瞪口呆。牛逼，太牛逼了，不愧是他们的少主，先是一个首辅千金，天下第一美人姬如雪倾心相许，如今竟连魏国公府的外孙女也为他痴狂至此，简直是大钱男儿的典范，足以载入大钱教科书了。王允一等人朝叶修竖起一根大拇指，先前憋笑的模样消失了，只剩一片肃然起敬。然而他们这敬佩显然还是来得太早了些。选一个。叶修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院门，语出惊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全场死寂，真落可闻的死寂。王允一等人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看向叶修的目光充满了高山仰止般的惊骇。他们终究还是低估了少主，少主这胆魄比沙王重80还肥啊！李师师脸上那一抹勾魂摄魄的妩媚刹那凝固，随即化为愕然。姬如雪端坐的身姿也跟着一僵，清冷的眸底掠过一丝荒谬。在大昆，一夫多妻并非罕事，但敢在与首辅之女已有御赐婚约的前提下，还如此直言不讳，宣称全都要的人，叶修当属开天辟地第一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砰！哗啦！几乎是同时，两道倩影豁然起身，携着香风便向院门而来。叶修，你这贪心不足的混蛋！姬如雪人位置，斥骂已破空而至。李师师却夺门而出，挑衅地说道：好，全都要是吧？那老娘要做大的，往后你那些莺莺燕燕统统归我调教。姬如雪脚步一顿，清冷的眸光带着一抹寒意。李小姐，我姬如雪乃陛下钦点宗人府玉蝶明载，与叶修有婚约在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名分早定。你又凭何妄称大？莫非李家和国公府的家教便是教你自荐枕席，争抢这外室之位？姬如雪，少在这儿装清高！李师师被外室二字彻底点燃，气得柳眉倒竖。婚约，我李师师看上的男人，管他什么婚约不婚约，我偏要争，就要做大的，你能奈我何？粗鄙不堪，不知礼数为何物。姬如雪面沉如水，寸步不让。李家和国公府的脸面，便是让你如此糟践的，强夺他人夫婿，还敢妄称大，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你才滑天下之大稽，守着一个空头名分当宝贝。名分？你连这名分都没有呢？那今夜就比一比谁先破了这名分之身。你不要脸，你无耻！两女站在破败的院门口，一个如火，一个似冰，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火药味浓的几乎要点燃周围的空气。一个揪着名分不放，一个咬死情义当先，以至于争得双颊飞霞，却将叶修这个罪魁祸首彻底晾在了一旁。叶修揉着眉心，奶奶的，看来这运检计划第一步得先学会如何做个镇得住场子的海王才行。可自己穿越之前似乎没点这技能树啊。罢了，是时候展现真正的王霸之气了。想至此，叶修便在所有人一脸错愕、震惊、难以置信的表情下，一手一个左揽右抱，将两具温香软玉的绝色娇躯齐齐揽入怀中。姬如雪僵住了，李师师惊呆了，哈！叶修居然将他们两人同时抱了。你放肆！姬如雪那白皙的脖颈染上一层淡淡的红霞。李师师杏眼圆睁，叶修，本姑娘可没应允你，跟他一块被你搂抱。叶修却仿佛没听见他们的抗议，手臂收得更紧了一些，然后目光平静，扫过两人愠怒的脸庞。都闭嘴！声音不高，却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令两女挣扎的动作齐齐一致。踏入这一扇门，叶修淡淡的继续说道：就得听我的，争吵没意思，以后都得和睦，懂吗？他这话说的霸道又无赖，毫无道理可言，却偏偏将两女都镇住了。万万想不到叶修居然会那么霸道。短暂的死寂被一声轻笑打破。噗嗤！李师师呼的笑靥如花。行，叶修，算你有种，老娘今天认栽，听你的就听你的。说着，那玲珑娇躯非但不再挣扎，反而朝叶修怀里又贴紧几分，随即挑衅地望着姬如雪，听见没？姬大小姐，
往后咱们可要和和气气的相处了。姬如雪被齿轻咬下唇，眸子在叶修脸上和李诗诗挑衅的眼神间转了转。他终究是心思玲珑之人，深知此刻再纠缠下去只会让自己更失颜面。下一秒，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羞怒，恢复了大家闺秀的气质。哼，既是夫君所言，妾身自当遵从。门外，王允一等人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对少主这左拥右抱还强行讲道理的壮举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少主真乃神人也。一直静默旁观的云游子此刻悄然踱至自己驼身侧。丫头，瞧见了，这等男儿，大坤境内打着灯笼也难寻喽。再端着架子，小心连汤都喝不上热乎的。该出手时就出手，莫要犹豫了啊。身为宁红叶的师傅，哪能看不出来自己的徒儿对叶修有意思？但凡她是一个女人，也难免心折，因为太优秀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男人，谁不爱？而且，若能结此良缘，那妥妥的就是亲上加亲了。宁红叶一直站在叶修身侧后方，像一道沉默的影子。他目睹全过程，此刻又听到云游子的话，那张英气秀美的脸蛋一下子飞起两片红云，一直蔓延到耳间。但他仅是抿着唇，垂眸不语，无人知晓他心中所想。就在院内气氛微妙，门外众人心思各异之际蓦地，圣旨到！一声高亢嘹亮的通传，由远及近，打破寂静。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手捧一卷明黄卷轴，在一队锦衣提旗的簇拥下朝小院行来。可这一位指挥使大人刚一靠近，脚步便猛地一顿。下一瞬，他双目圆睁，嘴巴微张，视线死死粘在叶修臂弯里的那两位绝色佳人身上，手抚千金肌如雪。身为大家闺秀，身为天下第一美人，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叶修揽入怀中，虽含羞带怒，却未见激烈挣扎。魏国公府掌上明珠李诗诗此刻一同被揽入怀中，非但不恼，反而带着几分得意，几乎恨不得融入叶修的身体里哈。自己没看错吧？这叶百户阿不是叶千户，居然能同时降服这两尊大佛，还他娘的这般和谐。若没记错的话，太子殿下曾经对这二位屡献殷勤，可哪次不是铩羽而归？沈炼脸上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了。叶大人，您这当真是奇人之福，手段通神啊！两女闻言，俏脸霎时绯红，下意识便要挣脱，可叶修却已慢条斯理地松开手，面上恢复了一贯的风轻云淡。沈指挥使谬赞了，圣驾要紧，请宣旨吧。沈炼闻言，连忙收敛心神，随之展开卷轴。陛下圣谕，庶人叶修查案有功，昭雪沉冤，为国除害，擢升其为锦衣卫千户，赐金万两，以示加冕。然擅杀勋贵，惊扰公主，有违法度，其千户招人减半，麾下不得超500。此乃薄惩，以儆效尤。若再敢有丝毫逾矩，数罪并罚，严惩不贷。钦此。旨意念完，沈炼合拢圣旨，脸上堆起笑容，将圣旨连同代表千户身份的腰牌余带一并奉上。叶千户，恭喜高升，陛下虽有小成，但这千户之职和万两白银可是实打实的，足见圣眷啊。叶修接过圣旨腰牌，在掌心掂了掂，有劳沈指挥使跑这一趟了。圣眷，怕是被汹涌民意架在火上烤，不得不抛出的甜头罢了。沈炼刚想客套几句，结果目光却在不经意间扫过叶修身侧后方那一个灰袍身影，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紧接着失态的惊呼冲口而出：云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云游子抚须而笑，哈哈，沈指挥使别来无恙，这大人二字老朽担当不起喽。砰，西甲撞地，沈炼居然直接屈身下拜，抱拳高举。无论恩师是何身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年若非云游子一席点拨，何来他今日权柄？此恩重如泰山。云游子眼神复杂，伸手相扶。起来吧，沈指挥使，今时不同往日，身份有别，莫惹人笑话。身份？沈炼满脸错愕。云游子神色平静，为其解惑。如今老夫不过是叶大人麾下一名手下。沈炼，哈，他没听错吧？恩师竟成了叶修的手下。他深知这一位剑道大宗师何等孤傲，否则当年也不会因为一个徒儿辞官离京。可此情此景，何止匪夷所思，简直惊世骇俗。叶修看着沈炼激动的模样，心中已经打起了主意。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力量。百名虎狼锦衣并不够，虽然李师师那儿不缺人，但情报网始终是紧握在魏国公之手，而不是他的，在真正掌控之前，布局不可少。正好眼前的沈炼重情重义，倒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苗子。心念电转，
他淡淡开口，打破了气氛。既是故人重逢，沈指挥使不妨留下叙叙旧。好好好，谨遵叶大人吩咐。沈炼一听，大喜过望，立时朝身后提旗挥手，尔等先行回衙复命。是。众提旗领命，随之退去。叶修这才转向王允等人，信手将那张价值1万两白银的票据一抛。王允，带兄弟们去钱庄兑了，按老规矩分下去，各自休整待命。多谢少主厚赏。王允接住票据，脸上难掩喜色，与众人兴奋齐声应诺，迅速退下。不错，在叶修麾下，铁规一条，绝不让兄弟饿着肚子卖命，所以赏金共享。至于这区1万两白银，叶修根本指望不上，靠那点赏金来度日必尽，再天大的赏赐都抵不上天下第一楼的几天分红。然而这轻描淡写的一抛，却让沈炼目瞪口呆了。1万两白银，足以让寻常人食世无忧的巨资，叶修竟如此轻描淡写的分给了手下。这份视金钱如粪土的气魄，这份推心置腹的信任，沈炼生平仅见。心底那份对叶修的敬畏，瞬间又拔升数丈。叶修不再多言，转身带着沈炼、云游子一等人走向歪脖子树。树下，季如雪与李师师已重新落座，虽不再争执，气氛却依旧微妙。叶修恍若未觉，对宁红叶招了招手：“红叶，随我去后厨备些酒菜待客。”宁红叶颔首，紧随叶修快步走向后院小厨。沈炼见状，下意识就要起身，此等琐事怎敢劳动叶大人卿？你就安心坐着吧。云游子抬手虚按，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少主的手艺，这院子里无人能及，况且没准今日你有口福，能尝到点稀罕东西。沈炼双眼一亮，莫非是酒？连一旁静坐的李师师闻言也悄然投来探寻的目光。云游子捋须大笑：“哈哈，没错，少主前些日子亲手酿制了些许佳酿，本来准备用在今日当庆功酒的。”沈炼彻底怔住，脑中一片空白。不是一个被罢黜的皇子，咋会酿酒？咋会做菜？不及多想，叶修和宁红叶进入厨房没多久，一股霸道醇厚的酒香便猛然冲出，瞬间盖过院中所有气息。沈炼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双目圆睁。他身为锦衣卫指挥使，御酒贡品不知尝过几何，却从未闻过如此霸道又诱人的酒香。那香气直冲天灵盖，勾得他腹中馋虫大动，连一直端坐如莲的姬如雪鼻翼也微微翕动，眸子里罕见掠过一丝好奇。他素来不重口腹之欲，但这一股酒香竟让他心底生出一丝期待。李师师更是毫不掩饰地舔了舔嘴唇，目光灼灼地盯着厨房门，好生霸道的酒气。叶修，你藏得可够深啊！不多时，叶修和宁红叶便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出来，几盘看似寻常却异香扑鼻的菜肴置于其上，一钵浓汤，一盘酱肉，一碟时蔬，以及一个粗粝古朴的陶土酒坛。叶修拍开泥封，浓烈酒香炸开，他随之为每人倒满清澈如水的酒液。尝尝。叶修举碗，众人早已被酒香勾得不行，纷纷举碗。沈炼迫不及待地灌了一大口，烈酒如烈火入喉，灼烧感后是绵长醇厚的甘甜与复杂香气在口中绽放。他僵住了，半晌才吐出一口酒气，激动的脸色涨红。好酒，烈而不燥，醇厚悠长，此酒只应天上有。他随之看向叶修的眼神都充满了难以置信，这酒远胜他喝过的任何御酒100倍。这当真出自叶修之手。云游子小酌一口，闭目细品，脸上皱纹都舒展了开来，满是陶醉直了。这几日的等待果然和那菜肴一般，惊艳绝伦。单纯蹭吃蹭喝，跟着叶修都算他捡了大便宜。李师师性急，一口饮下半碗，那霸道的酒力冲得他俏脸绯红，眼神却亮得惊人。痛快，够劲儿。叶修，这酒叫什么名儿？老娘爱死了，还没想好名字。叶修放下碗，语气平淡，不过下月会在醉仙楼售卖，便叫醉仙酿吧。酿酒他学过，且比古法更精粹，更霸道，更醇厚。至于为何要酿，无他，唯嫌大坤之酒寡淡如水耳，所以正好会便自酿自饮，丰盈口腹之欲，顺带充作醉仙楼的金字招牌日进斗金，岂不快哉？沈炼呼吸一滞，叶大人，当真是您亲手所酿？随手酿了点。叶修颔首，诸位凑合着喝，但莫贪杯，此酒极易醉人。沈炼，李师师，好家伙，瞧瞧这话像人话吗？这等连帝王都无缘一品的绝世佳酿，他竟说是随手弄了点，这不得气煞天下酒徒。然而对于叶修的凡尔赛，宁红叶与云游子早已见怪不怪，两人默不作声，只是加快了饮酒的节奏，
是要多抢几口，就连姬如雪也忍不住好奇，端起碗浅浅抿了一口，辛辣感让他秀眉微蹙，但随后的回甘与香气让他眸中掠过惊艳。迟疑片刻，又忍不住轻抿了一口。他虽不善饮酒，却也知此酒绝非凡品。这时叶修望着沈炼，指了指桌上的3个菜，别光顾着喝酒，也尝尝这几道小菜，特意为你备下的。沈炼受宠若惊，连忙夹菜品尝。酱肉入口酥烂极化，咸香中蕴着丝丝缕缕的甘甜，滋味浓郁的恰到好处。时蔬脆嫩爽口，火候妙至毫巅，余韵悠长。炖汤鲜美，仿佛凝萃了百味精华。沈炼虎躯一震，握着筷子的手都颤了。叶大人，这手艺简直是神乎其技，便是御膳房也难望相背。沈某今日真是开了眼界，饱享口福了。酒之烈，之纯，直如天赐琼浆；菜之香，之精，堪称人间至味。若当真皆出自叶修之手，那哪里是什么落魄皇子，分明是乾隆蛰伏，深藏不露啊！那沈指挥使可知？叶修的目光深邃地凝视着他，这一桌酒菜叫什么？沈炼心中一凛，姿态放得更低，请叶大人示下。叶修嘴角一扬，语出惊人：入伙饭。入什么？造反的入伙饭。沈炼，我操！沈炼头皮发炸，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不过是来蹭顿酒饭，竟要把命都给搭进去。震惊、错愕、慌乱，这种感觉如同万丈悬崖一脚踏空。然而不只是他，云游子一口烈酒喷出，咳得天昏地暗，山羊胡子都湿透了。宁红叶手中的竹筷跟着应声而断。姬如雪和李诗诗杏眼纷纷瞪得溜圆，仿佛第一次认识眼前这个男人。刚才还觉得他胆魄惊人，现在只觉得他疯了，彻底疯了。整个小院死一般的寂静，唯有炉火噼啪声以及沈炼粗重的喘息蓦地。叶修平静地夹起一块酱肉送入口中，淡淡说道：开个玩笑而已，诸位何至于此？莫非是这酒太烈，一个个都上了头？他在赌，用云游子的分量赌沈炼的反应。若沈炼当场暴怒拔刀，那便是昆弟死中再无拉拢可能；若只是震惊恐惧，则说明这位指挥使大人的心并非铁板一块。方才那石破天惊的造反2字，便是他投下的试金石。寂静持续了几息，沈炼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了几下，声音中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悸：叶千户，慎言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岂是能随口玩笑的？是要掉脑袋的，掉九族的脑袋！说着，他下意识瞥了一眼院门方向，仿佛那薄薄的门板后正趴着无数双耳朵。叶修将他眼中的恐惧以及被强行压下的惊怒尽收眼底，心中已然有数。这反应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好恐惧，说明沈炼惜命，怕株连并非愚忠到底的莽夫。惊怒之下未立刻翻脸，证明在权衡，在挣扎，在判断形势。叶修嘴角一扬，沈指挥使教训的是，造反的话暂且不提。沈炼刚松了口气，四周的气氛跟着慢慢缓和，可心还没落回肚子。叶修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咱们就说说另一个问题，站队。站队。沈炼刚缓过来的脸色又僵住了。锦衣卫，天子亲军，帝王爪牙，竟要他站队，那这跟造反又有什么区别？不待他细想，叶修的身体前倾，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袭来。对，站队。沈指挥使执掌锦衣卫，身处风暴中心，难道真以为能永远骑在墙头，做那逍遥自在的骑墙派，谁也不得罪？这天下从来没有真正的中立之地。今日你袖手旁观，作壁上观，明日便可能沦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沈炼的脑子彻底空白了。是啊，太子势大，朝中重臣依附者众多，俨然有储君之威。他沈炼效忠的是昆帝，是当今陛下。可陛下终究有老去的一天，一旦太子登基，那他这一个锦衣卫指挥使会是什么下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史书上血迹斑斑的教训还少吗？太子党的人岂能容得下他这个前任帝王的忠犬？必然会被清算。倒是别说富贵权势，恐怕九族性命都悬于一线。可叶修只是一个废皇子啊，无权无势，形同孤鬼。战他，这简直比方才那造反的玩笑还要疯狂100倍。若一步踏错，便是粉身碎骨，万劫不复。就在沈炼被这沉重的抉择压得几乎窒息时，他眼角余光猛地瞥见了端坐一旁的云游子。等等，云游子是谁？前锦衣卫指挥使，威震天下的剑道大宗师。这般心高气傲，视王侯如粪土的人物，怎会甘心屈尊于一个被废黜的皇子身边？
这太反常，太不合常理。除非叶修身上隐藏着惊天动地的秘密，否则以云游子一生阅人无数、毒辣精准的眼光，他的选择会错吗？这个念头如同黑暗中骤然亮起的烛火，瞬间点燃了沈炼心中那最后一丝犹豫。云游子的存在就是叶修身上最大的不合理，而这不合理恰恰是此刻最有力的背书。2929，沈炼猛地抬头，目光灼灼地看向叶修。殿下，卑职信得过恩师的眼光。话音一落，砰一声闷响，这位执掌大昆王朝锦衣卫的指挥使沈炼竟毫不犹豫地双膝一弯跪了下来，然后头颅深深低下，几乎触地。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愿效犬马之劳，任凭殿下驱策，生死无悔。轰！这一幕带来的冲击远胜方才叶修那一句石破天惊的造反。宁红叶、姬如雪以及李诗诗三女性演员争红唇微张，彻底失语，太惊人了，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叶修居然如此轻描淡写，不是惊心动魄地收复了昆帝身边最强大的护卫头子，那可是锦衣卫指挥使啊！云游子抚须的手也骤然顿住，浑浊的老眼中金光爆射，一闪而逝。此子居然是将他也算计在内，当成了压垮沈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心中并无半分愠怒，反而对叶修这份深沉如渊的心机与胆魄升起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叶修满意的起身，亲自上前将沈炼搀扶起来，随后拿起桌上酒坛，倒满2碗烈酒。沈兄，请喝了这碗酒，你我便是同舟共济的自家兄弟。沈炼心头滚烫，双手接过酒碗。谢殿下，卑职干了。说罢仰头，烈酒滚入喉中，一股灼热瞬间从胃里炸开，席卷四肢百骸。叶修含笑，同样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酒过3巡，月上中天，沈炼心头的阴霾尽散，与云游子一同告退。两人久别重逢，自有说不完的陈年旧事。姬如雪不胜酒力，几杯烈酒下肚，双颊早已染上醉人的酡红，眼眸迷离如雾。闻讯赶来的阿罗小心翼翼地将他扶起，送上返回首府府的软轿中，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里。唯独李诗诗醉态慵懒娇憨，伏在桌上，仿佛已沉沉睡去，呼吸均匀悠长，以至于被暂时安置在偏房歇息。叶修同样被那烈酒的后劲冲得头重脚轻，脚步虚浮。宁红叶虽也饮了不少，却依旧清冷，默默将他送回主屋床上躺下。然后他宛如温柔体贴的小妻子，细致地替叶修掖好被角，指尖不经意拂过微烫的额角，待确认并无大碍之后，才吹灭烛火，掩门离去。然而正当宁红叶的脚步声刚消失没多久，叶修的房门就被人给轻轻推开了。原本应该在偏房烂醉如泥躺着的李诗诗，居然悄咪咪地摸了进来，月光透过窗棂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倩影，哪有半分醉态？没错，她摊牌了。她从一开始就在装醉，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留下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她屏住呼吸，点着足尖，一步步朝着那张大床挪去。哼哼，叶修啊叶修，本姑娘今夜就要做那大的，等将你给生米煮成熟饭了之后，看那姬如雪日后还能拿什么脸色甩给本姑娘瞧。下定决心，她不再犹豫，当行至床边，借着窗外透入的微光，看着床上沉睡的叶修。李诗诗深吸一口气，豁出去的朝前一倾，整个娇躯软软的压在叶修的身上。她芳心更是乱如肋骨，脸颊滚烫。第一次，她才发现自己如此胆大包天，不顾一切胆。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微微撑起一点身子，闭上双眸，鼓起勇气，撅起嫣红的唇瓣，朝着叶修的唇凑了过去。砰砰砰！李诗诗紧闭眼眸，心如鹿跳进了，马上就要得到他了。李诗诗都兴奋了，然而预想中的触感并未降临，她只觉身下的气息陡然一变，不再绵长，而是凝实。李诗诗豁然睁眼，月光落在叶修深邃的眸子上，此刻正带着一丝玩味地凝视着他。靠！哪有半分醉意的样子啊！李诗诗吓得魂飞魄散，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猛地就想从叶修身上弹开，但迟了。一只手臂在他腰肢发力欲退的刹那，有力地圈了上来，力道沉稳，不容抗拒。李诗诗惊呼未落，就被按了回去。两人鼻尖相抵，气息瞬间交缠。李诗诗吓麻了，声音都变得磕磕巴巴：“你装醉？你不也是？”叶修眉梢微挑：“李诗诗，好，一个装醉，一个假睡。”他竟预判了他的预判要命。李诗诗心一横，眸中燃起火焰：“没醉更好。叶修，今晚这熟饭老娘煮定了。”认真的？叶修一脸古怪：“废话，我就是要做你的女人，敢不敢认？别后悔。后悔？
李师师失秀，我李师师行事何曾悔过？你今日敢说造反，姑奶奶这条命就敢押上，陪你疯一场。话音未落，天旋地转，一股霸道无匹的力量将他掀翻压下，然后不容抗拒地带着他一同沉入那深不见底的漩涡手浮浮闺阁。季如雪在宿醉的钝痛中醒来，脑海混沌如浆。他隐约记得昨日为了与李师师较劲，自己居然失态地灌下数杯烈酒，以至于醉的人事不省。如今喉咙干如火烧，他挣扎着想坐起身。小姐，您醒了。房门被轻轻推开，阿罗端着盛满清水的铜盆和温热布巾走了进来，脸上满是关切。头还疼得厉害吗？还好。姬如雪黛眉一蹙，问道：阿罗，谁送我回来的？阿罗将铜盆置于架上，拧干热巾递来，语气带着一丝无奈：自然是奴婢带您回来的呀。您醉得不省人事，是奴婢和小丽一起才将您扶上软轿送回府的。路上您还嘟囔着夫君什么的。阿罗说着，脸颊微红。他从未见过小姐如此醉酒，更未见过这般失态那位叶公子，真是神人，竟能迷得小姐神魂颠倒。姬如雪，老天，自己居然那般失态。他急忙接过热布巾敷在脸上，试图遮掩难堪，可心头猛地一紧，脱口问道：那李师师呢？他可曾一同离开？阿罗摇头：没有呢，李小姐醉得比您还沉，伏在桌上怎么都唤不醒。叶大人那边人手又少，您姑娘一人顾不过来2个醉酒的，所以李小姐就暂时被安置在偏房歇息了，说是等酒醒些再送她回府。什么？姬如雪一听，险些将手中的布巾都给丢出去。醉得不省人事，安置偏房歇息。昨夜叶修似乎也醉得不轻，最重要的是李师师那女人行事向来大胆泼辣，不循常理，而且传闻中她千杯不醉有问题，狼子野心。姬如雪银牙暗咬，猛地掀开锦被下榻，动作迅疾的阿罗来不及反应。小姐，您这是要去哪儿？您身子还没缓过来呢。阿罗慌忙上前御扶。更衣。姬如雪阻止了他，被叫去叶府。阿罗张嘴欲言，蓦地一名丫鬟匆匆奔入，俯身急报：小姐，老爷请您速往会同馆。何事？姬如雪黛眉微蹙。丫鬟深吸了一口气：回小姐，北辰使团今晨已抵应天城，他们以北方边境不稳为由，胁迫朝廷索要大批过冬粮草，但陛下维稳大局，尚未应允。北辰使团便出了一道刁钻难题，扬言我大昆既以礼立国，文韬武略冠绝天下，若能解此难题，粮草之事作罢，他们自当退去；可若解不出，便要按数供给粮草。太子殿下接待使团，主动接题，结果一筹莫展。如今满朝文武皆束手无策，事态危急，老爷才命奴婢速请小姐，看能否破解此局。姬如雪闻言，脸色一下子凝重了。北方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魏国公病重，更是边防虚弱，此事已关乎大昆国体荣辱，正因如此，北辰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勒索。念及此，他强压下立刻奔向叶府的冲动，果断下令：阿罗更衣，被叫去会同馆。是。阿罗不敢怠慢，手脚麻利的伺候姬如雪梳洗更衣。片刻后，软轿匆匆驶离首府府，直向会同馆。几乎就在姬如雪的轿子消失在街角的同一刻，叶修在宁红叶的陪同下信步出现在首府府门前。他神清气爽，步履从容，昨夜烈酒仿佛对他毫无影响了。确实没影响，还整出7度春风，让李师师扶墙告饶，距离他的运检大计无疑又近了一步。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料到未婚妻必因李师师之事心生芥蒂，所以此来正是为安抚家人。门房认的这一位准姑爷急忙上前行了一礼：叶公子，您来寻小姐。实在不巧，老爷方才急召小姐去了会同馆，似乎是为了一道极难的题目。会同馆吗？叶修唇角微扬，带着宁红叶转身离去，倒是有趣，去瞅瞅。会同馆，鸿胪寺正堂，气氛凝重。大昆太子叶昭端坐主位，面沉似水，他怎能不阴沉？本来吧，北辰来势汹汹，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最关心的是父皇对自己的态度，所以一听父皇让他亲自接见北辰使团，他2夜未眠，甚至亲姐那出事他都无暇顾及。他就想着好好借机表现一把，以此来挽回自己在父皇心中的形象。可他大意了堂下，又一位大昆官员颓然败退，汗如雨下。这已是第31个解不出题之人，北辰使团成员分列左右，为首的人乃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她约莫20出头，穿着一身北辰风格的紫金劲装，外罩同色轻纱披风，不仅为掩其玲珑曲线，反添几分英姿飒爽。乌黑长发编成数条发辫，以银饰束拢垂肩，
他肌肤胜雪，鼻梁高挺，一双丹凤眼带着孤狼般的审视与傲然，唇抿机巧，腰间悬一柄镶深蓝宝石的奇特弯刀，整个人如带刺的冰玫瑰，美丽而危险。拓跋岳放下茶盏，清冷的声音响彻大唐：这便是大坤冠绝天下的文韬武略，这便是礼乐之邦的深厚底蕴。一道小小的百机之问，竟难倒贵国30余人，也敢妄称天朝上邦，真令人大开眼界。大坤官员们面红耳赤，胸中憋闷欲炸，他们很想反驳，可人家说的是事实啊，他们确实束手无策。拓跋岳见无人反驳，目光扫过太子，那讥诮的笑意更深了。太子殿下，贵国若真无人能解此题，那么我国所请的10万担过冬粮草，贵国是给还是不给呢？寒冬将至，我国边陲牧民嗷嗷待哺，可等不起贵国这般慢慢思量。拓跋使者羞得狂妄。叶昭脸色铁青，强压胸中怒火：我大坤人才济济，岂会？哦。拓跋岳打断他，眼神中的讥诮更浓：那便请太子殿下再召人才吧，不过莫要让我北辰使团在此空等太久，毕竟时间就是粮草。这近乎最后通牒的话语让堂内大坤官员们的脸色更加难看，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叶昭怒啊，他贵为储君，何曾受过如此当面羞辱？哦，不对，前2日才刚受过。但可恨的是，对方竟占着理。他目光扫过下方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但此刻却垂头丧气的属官，心中更是烦躁。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早知如此，他绝不会同意啊！就在所有大坤官员脸色都极为难看的时候，谁说大坤无人能解？一个清冷如泉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堂外传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众人惊愕，齐齐循声望去，却见首辅姬无涯之女，名动天下的第一美人姬如雪，迎着清晨的逆光，由侍女阿罗陪同下，款款步入正堂。姬如雪的现身让叶昭眼里多了一抹复杂，怎能不复杂？1个月前，这一位名动京华的首辅千金，当殿拒了父皇赐予他的婚旨，转眼便与叶修情投意合的消息传遍朝野，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他脸上。如今大才女的出现，竟成了大坤算术界唯一的希望，何其讽刺！绝望的大坤官员们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精神一振。姬小姐，是姬小姐来了，我等有救了。是了，姬小姐乃我大坤第一美人，更是第一才女，琴棋书画冠绝京华，诗词典算无所不精。当年大学士李默那号称无解的9宫天眼难题，便是姬小姐推演破解，震动翰林。窃窃私语迅速蔓延，字里行间皆是这一位首辅千金身上倾注的推崇与期盼。她的才名早已盖过第一美人的盛誉，是大坤文坛公认的明珠。拓跋岳那双丹凤眼自姬如雪踏入堂中起，敌意毫不掩饰。哼，我道是谁？原来是名动大坤的姬如雪。久闻你才貌无双，冠绝天下，今日本使倒要好好领教，看看你这盛名之下究竟是金玉还是败絮。姬如雪神色无波，对拓跋岳的挑衅恍若未闻。他只向叶昭微微颔首，算是尽了礼数，便走向悬挂着百机之问题板的案几。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背影上。姬如雪站定，凝眸审题。今有姬翁1，值钱5；姬母1，值钱3；姬厨3，值钱1。凡100钱买鸡100只，问姬翁、姬母、姬厨各几何？题目看似简单，内里却暗藏玄机，需同时满足钱数总和100、基数总和100以及不同击中的价格比例。他静立片刻，素手执起狼毫笔，蘸上墨，在纸上飞快演算，数字在他笔下流淌，组合碰撞。他摒弃繁复的营部足数，另辟蹊径，试图构建新的解法。终于3行墨迹跃然纸上：姬翁4只，姬母18只，姬厨78只。笔落，他翩然转身，清冷的目光凝视着拓跋岳。验，空气一滞，众人屏息。一位翰林学士快步上前，提笔验算。片刻后，他激动了：姬翁4只，值钱20文；姬母18只，值钱54文；姬厨78只，值钱26文。总计100钱，基数总计100只，完全契合。轰！压抑已久的大堂一下子炸开，狂喜的声浪几乎掀翻了屋顶。官员们如释重负，看向姬如雪的眼神充满了感激与崇敬。拓跋使者，叶昭暗喜，腰都直了，扬眉吐气地叫嚣了起来：此节可对，我大坤可当得起你这天朝上邦之称。拓跋岳轻轻放下茶盏：姬小姐才思敏捷，此解自然是对的。众人微微松了口气，叶昭的笑容更嚣张了。既如此，这一场赌乃是我大坤太子。拓跋岳清冷的声音打断了他：您高兴的未免太早了些，本使
可从未说过此题仅此一解。全场，他脸上浮现出一抹嘲讽。此百机之问，暗藏玄机，能借其一，确属不易。但他共有3解。全场，拓跋月瞥了姬如雪一眼，声音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堂堂大坤第一才女，冠绝精华，就只推演得出这一组答案吗？若仅止于此，便敢妄称破解此题？呵，岂非是自欺欺人贵国所谓的文韬武略？看来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全场震惊、骇然、难以置信，全场的笑容冻结了，狂喜化作羞愤。什么？还有解？这怎么可能？拓跋月，休得胡言乱语！姬小姐所解明明无误。对，病事儿等见不得我大坤破题，故意刁难。官员们色厉内荏的驳斥，声音却已经失去了底气，个个惊疑不定地望向姬如雪。可姬如雪的心已经沉入了谷底。方才解开答案时，他总觉得哪里不对。此刻被拓跋月一语点破，他猛然惊醒，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解得非为一幸。这题目如同一把精巧的连环锁，绝不是单凭一把钥匙便能尽数开启的。冷汗浸湿他内里的薄衫，他强迫自己冷静，大脑飞速运转，重新推演每一个可能。可时间1分1秒过去，手指都冰凉了，宣纸上却再也填不出一个字。拓跋月好整以暇地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一盏茶已过，姬小姐若再无所得，那便请太子殿下在这粮草交割文书上签印吧。话语一落，他身后一名北辰官员应声而出，将交割文书拍在叶昭面前的案几上。大坤官员们面如死灰，叶昭的脸色也由白转青。难道泱泱大坤竟真要因一道算题签下这丧权辱国的条约，沦为天下笑柄？谟地，一道破题把你们给能的！一个慵懒的声音从大堂门口传来。唰，所有目光带着惊愕望去，他们想看看究竟是哪一个逆天玩意儿敢说这一道题是破题。若是破题，那他们这些束手无策之人又算什么？烂人！然而当看清来人之时，满堂皆懵。叶修，那一个被罢黜的大坤八皇子，他一身素色长服，不知何时倚在大门上打着哈欠，身旁站着一身劲装、清冷如霜的宁红叶。老八！叶昭瞳孔骤缩，失声惊呼：操！这个让他恨死的王八蛋怎么来了？姬如雪猛地抬头望向那一道熟悉的身影，2日来的委屈、压力、挫败感竟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惹得鼻尖微酸。唯独拓跋月秀眉紧蹙：你是何人？胆敢在此喧哗？叶修对他的质问恍若未闻，懒洋洋地迈开步子朝堂中走来。百机百钱，不过是个萌童掰着指头也能算清的玩意儿罢了。哈，萌童也能掰扯清楚？这句话如同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大坤官员脸上，更抽在太子叶昭脸上，也抽在拓跋月那高傲的心尖上。狂妄！拓跋月身后一名北辰武士怒目圆睁，叶修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目光始终锁在姬如雪微白的俏脸上，声音不高，却满是宠溺。娘子，谁打了你的脸，为夫替你10倍打回去。这题我来解。第一解，姬翁4只，姬母18只，姬除78只。全场他步履不停，径直掠过脸色难看的太子，将其彻底无视。第二解，姬翁0只，姬母25只，姬除75只。全场叶修踏上台阶，对众人呆滞的表情视若无睹。第三解，姬翁8只，姬母11只，姬除81只。全场不是难住无数人的题目，难不成真的被一个罢黜的皇子给从容地解开了？假的吧？翰林院士们如梦初醒，慌忙在脑中飞速验算。下一秒，一个个瞪大眼睛，失声惊呼：3组答案全对！天哪，竟真的有3解！此话一出，全场哗然。题板前的姬如雪却彻底懵了，叶修居然如此轻易地解出连他也未能算出的3解。视线赌圣，让神医望尘莫及的医术，这都不够，如今连如此深奥的算术也手拿把掐。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这一刻，姬如雪望向叶修的眸光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与崇拜，拓跋月的瞳孔都跟着一缩。你竟真的答出来了！我知道你很震惊。叶修停在姬如雪身旁，轻轻牵起小手，回望拓跋月，但你先别震惊，因为一会儿你会更震惊。什么？拓跋月心儿一跳。叶修微微歪头，谁告诉你答案只有3个？哈，难不成百机之问还有第4个答案？全场头皮瞬间发麻，拓跋月的脸色巨变，失声反驳：
不可能，此题我北辰算术大家穷尽心力，也只推演出3解，绝不可能有。然而他的话被叶修那轻描淡写却又语出惊人的声音生生截断。第4解，鸡翁12只，鸡母4只，鸡雏84只，验吧。当第4解一公布，几位老翰林抢过算筹与纸笔，开始代入计算。很快他们几乎同时得出结果，第4解是真的。轰！一股比先前猛烈10倍的狂喜巨浪席卷整个大堂，冲垮所有鳖区。大坤官员们激动得浑身发抖，有人甚至喜极而泣。4解，真正的答案是4解啊！拓跋月，你北辰的算术大家只算出3解，我大坤却得出了4解，究竟谁才徒有虚名？前一刻还趾高气扬，仿佛胜券在握的北辰使团，此刻如同被狠狠甩了数十个耳光。拓跋月的脸上充满了震惊，他身后的北辰官员武士更是面如土色。打脸，这才是真正的反打脸。北辰使团带精心准备的难题，来势汹汹，意图以文压人，兵不血刃地逼迫大坤割让粮草。他们自认捏住了大坤的7寸，视这礼乐之邦如无物。结果呢？大坤不仅轻松解开他们引以为傲的3解，更在轻描淡写间甩出石破天惊的第4解疼。脸太疼了。然而叶昭的脸上却连一点喜色都没有，反而只有憋屈。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废帝，此刻竟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这滋味比生吞了100只苍蝇还要恶心1000倍万倍。不，绝不可能是叶修答出来的，一定是他猛地抬眼望向姬如雪，却正撞见那双秋水眸子里荡漾着对叶修毫不掩饰的倾慕。他懂了，一定是这对狗男女精心上演的一出戏，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将叶修捧上云端，坐实他首辅乘龙快婿的身份。没错，一定是这样。拓跋使者，叶修无视全场，淡淡说道：现在我要求你向我的女人道歉。全场等等，这家伙在说什么？赢了之后不该趁机提出让北辰大出血的赔偿要求吗？可他就为了一个道歉，简直不可理喻。道歉？向他？拓跋月从震惊中惊醒，羞怒爬满了俏脸，绝无可能。我拓跋月代表的是北辰的尊严，更是一国公主的颜面。哦，叶修眉头轻挑，平静地说道：北辰的尊严就是输了耍赖，一国的公主就能不要脸皮？若你不服，那我们再赌一场，这次换我出一题，你们北辰若能1日内解出10万担粮草，我大坤依然奉上；若解不出，你拓跋月需当众向我娘子姬如雪躬身致歉。全场一个个头皮发麻了。如果说叶修解出4解是惊雷，那他此刻提出的赌约简直就是9天陨石砸进会同馆。他竟敢拿关乎国家命脉的10万担战略粮草去赌一个女人的道歉，疯了，绝对是疯了。叶公子，万万不可，此乃国本，岂能儿戏？一位老臣当场腿软，几乎要跪。叶修，你放肆！另一位官员气得须发皆张，竟敢拿社稷安危当儿戏，为了一个女人，你简直是祸国殃民。粮草关乎边防将士生死存亡，岂容你如此妄为？整个大堂彻底炸开了锅，斥责、劝阻、惊骇之声几乎掀翻了屋顶。够了！叶昭豁然起身，怒拍桌案：叶修，你好大的狗胆！被废黜之身不思悔改，竟敢在此妖言惑众，妄议国本，以国家命脉为赌注，只为博取红颜一笑，此等行径与叛国何异？他怒啊！每当听见叶修那声刺耳的娘子，都像是被人强行塞了一口屎。叶修懒懒的抬眼：怎么？若非我解出这第4个答案，太子殿下此刻还能如此安稳地坐在这里发号施令吗？你放肆！叶昭恼羞成怒，指着叶修和姬如雪：别以为本宫不知，定是你与姬如雪暗中串通，演了这出好戏。姬如雪，荒谬，他都解不出第2个答案，这惊天逆转怎就成了串通？简直欲加之罪。但叶昭的指控却让惊疑未定的大坤官员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就说一个被废黜的皇子怎会有如此惊世算术，原来是姬小姐暗中相助。没错了，首辅千金为驻情郎扬名立万，不惜以国事为旗，合情合理。你们简直过分，为一己私欲，居然敢损害国家利益。顷刻间，方才的震撼与感激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捧腹上位的阴谋论。姬如雪心急如焚，刚要开口为叶修辩白，结果是不是我解的重要吗？叶修却已抢先开口：重要的是解开此题，为大坤挽回颜面，是我叶修站了出来，这就足够了。
现在我说这题算数，他就算数；我说这赌约成立，他就成立。若太子有异议，不妨先履行那日在醉仙楼上的赌约，再来与我理论。好了，我说完了。他环视全场，眼神睥睨，谁赞成？谁反对？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太子的脸黑了，满堂官员更是敢怒不敢言，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一直冷眼旁观的拓跋月敏锐地捕捉到叶修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他心中羞怒未消，但看到大坤内部如此激烈的冲突以及叶修的赌约，一个念头迅速滋生，若能借此机会榨取一笔利益，岂不更好？况且随行队伍中那位提供了百机之问的北辰算术泰斗赫连大师就在驿馆中，有他坐镇，未必不能一搏。好，拓跋月强压屈辱，试图掌握主动权。叶修，你的赌约，本公主代表北辰接了。不过，既是赌约，条件需更公允。若我北辰解出你的题，10万担粮草必须再加。你，叶修直接打断他，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赌约我说了算。你，拓跋月被叶修的霸道给气得酥胸剧烈起伏，但终究将怒火强行压下。好一个叶修，本公主记住你了。听好了，叶修不再理会，而是轻描淡写的出题。围棋棋盘纵横19道，共361格，诸位皆知。我的题目很简单，请于第一格放1粒粮食，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后一格的粮食数量总是前一格的2倍，直至放满棋盘。北辰只需算出放满这361格所需粮食的总数即可。全场不是就这，如此简单直白，近乎儿戏的题目也叫题目。这叶修莫不是疯了，想白送粮草？然而叶修却根本不在意满场错愕的目光，在一片死寂中，他旁若无人地牵起姬如雪的小手，转身离去，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回荡在死寂的大堂中：记住，你们只有1日时间，明日的此时我会在外面等你们的结果。疯了，这叶修绝对是疯了。出一道如此简单的题，是想卖国求荣吗？混账！叶昭望着叶修离去的背影，脸色一片铁青。本宫倒要看看你明日怎么死。他本想立刻进宫禀报父皇，但转念一想，就让这狂徒继续作死吧。待其触怒父皇底线之时，便是其人头落地之日。拓跋月一行人也无心停留，带着看似荒谬的题目，火速返回驿馆，然后请出那一位须发皆白，在北辰享有盛誉的算术泰斗赫连大师。大师，此乃大坤一狂徒所出之题，事关国体与10万担粮草，更关乎我北辰颜面，烦请大师务必解开。拓跋月将题目恭敬奉上。赫连大师接过题目，浑浊的老眼扫过纸面，嘴角立时勾起一抹轻蔑。哼，棋盘格数，等比之数，不过堆砌技术而已，何难之有？公主放心，此等粗浅之题，何须1日？老夫片刻即可破之。说罢，他傲然取来算筹与纸笔，手指飞快拨动，书写：第一格1粒，第二格2粒，总3粒，第三格4粒，总7粒。计算飞快，赫连大师的嘴角噙着越来越浓的嘲讽。太小意思了，如此粗鄙之题也敢拿出来赌国本，大坤无人矣。他心中甚至发狠，老夫今日若算不出这结果，当场吃屎。现场拉，现场吃。赫连大师笔走龙蛇，纸上数字跳跃，前20格所需粮食总和不过100万之数，于他这等算术大家眼中像极了志同嬉戏。然而随着格数推进，原本流畅的狼毫笔尖时不时停顿了，以至于算珠波动的脆响都断断续续了起来。当第25格所需粮食总颗数已破3000万，赫连大师的额角渗出了细密汗珠，胡须都生生揪断几缕。他强自镇定，老眼紧盯算筹，继续波动。可当狼毫笔点在第30个位置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如同被重锤狠狠击中，算筹僵在半空，身体冷的都跟死了3天的尸体一样。30格，他的脸色一下子黑成炭，累加总数竟已超过10亿。10亿，这个天文数字如同惊雷，在他那自诩精密的算术世界中炸开。先前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幻象轰然崩塌，取而代之的乃是令人绝望的麦海。麦浪翻滚咆哮，仿佛要将他跟整个驿馆乃至整个北辰都淹没。他猛地抬头，布满血丝的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满是惊骇欲绝地瞪着拓跋月。公主，此等丧心病狂之题究竟是哪一个逆天玩意儿出的？拓跋月微微愣住。丧心病狂，逆天玩意儿，不是方才大师不还笑谈此题粗浅吗？怎地转眼竟成逆天玩意儿了？他黛眉轻蹙，那人名唤叶修，乃大坤废黜之8皇子，
赫连大师。他挑了挑黛眉，想到了另一件事情。对了，百击之问就是被他给解开的，而且还给出了第4个答案。赫连大师，他的眼里流露着一抹不屑。本来咱们输了，可他非要让本公主跟另一个女人道歉。本公主岂肯向一个大坤首府之女折腰，所以就应下了赌约。方才大师不是亲口断言片刻可破。赫连大师，靠，果然是逆天玩意儿。一个被罢黜的皇子居然破解了百击之问，还答出了第4个结果。自己穷极一生才解出了3个啊，可人家直接给出了4个答案。大坤皇帝就他娘的是一个奇葩玩意，如此妖孽的一个皇子居然给罢黜了。最让他蛋疼的是，公主如今才告诉自己，简直日了狗。早知如此，他宁可去吃屎，自断食指也绝不去算。一时间，赫连大师满眼绝望。公主殿下，您还是去道歉吧。道歉，绝无可能。拓跋岳的俏脸瞬间寒霜，是你亲口所言，此等粗题信手可破，而且粮草事小，国体事大，必须给本公主解出来。输了一次，绝不能再输，他不能被那一个再次轻看解。赫连大师人麻了，抓起一张算纸，拍在拓跋岳的面前。殿下，睁眼看看，看看这天文数字，前30格总计已超10亿，越往后每一格所需粮食都是前一格的2倍，那是天地都无法承载的巨数。穷尽老夫一生，用尽北辰所有算筹纸张，也算不尽其万一啊。没错，这一道题不在难解，而在永无终局，根本算不完。出题的人就没打算让他们算出最终的数字，而是将他们当狗一样的戏弄。算不完也得算。拓跋岳的俏脸彻底的冰寒了。赫连大师，本公主再提醒你一次，此赌关乎北辰国体尊严，你既已夸下海口，就得给出一个结果。若明日使团受辱于大坤，赫连满门够血祭否？赫连大师，他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但是死局已定了，算，老夫算。他不奢望算出最终的数字，他只知道他必须算下去，算到油尽灯枯，算到北辰的屠刀落下。很快，驿馆死寂一片，只剩算朱绫落之响与老者破风箱般粗重的喘息。时光流逝，算纸成山，墨迹渐狂。当第40格，数字已庞大到令人难以直观想象，大师的脸变得一片苍白，但他继续咬着牙，强行推演第50格。当他颤抖着写下那一个令人癫狂的天文数字，算筹散落一地。不可能，这根本不是凡人能算尽的数字，这是神法啊，是天道对凡俗智慧的嘲弄啊！赫连大师目眦欲裂，食指深陷发髻，状若疯魔，算不完，根本算不完啊！天穹繁星倾泻，也不过如此。错了，世间的算法都错了！哈哈哈哈！狂笑声带着崩溃的绝望，在驿馆的房间内回荡，一直到天色微亮。砰！房门被猛地撞开，一个癫狂的老者冲出，一边踉跄着口喷鲜血，一边在一众北辰使臣震惊、错愕、难以置信的注视下，扑通跳入井中。死寂一瞬，驿馆炸开了锅。快救人！赫连大师投井了，捞人！快捞人！金銮殿，文武百官分列2侧，叶修一身长服，身姿挺拔地立于殿中，身侧既如雪翼被照了过来，此刻正低眉垂首，难掩忧色。叶修，昆弟的声音打破了死寂。昨日会同馆一事，朕已知晓，你可知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叶修神色平静，直视昆弟，回父皇，儿臣清楚，儿臣所为不过一件天经地义之事，为儿臣的女人讨回颜面。我叶修的女人岂容他人侵辱？谁打她的脸，我便10倍奉还。爱妻才能齐家，家宅安宁，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这道理儿臣懂。叶修，你放肆！太子叶昭勃然色变，厉声呵斥，强词夺理，分明是你勾结姬家，借题发挥，图谋不轨，祸乱朝纲。父皇，此等狂悖之徒，够了！昆弟一拍龙翼，冷冷打断：朕在问他，没问你，退下！叶昭戛然而止，脸色铁青，看向叶修的目光充满怨毒。昆弟不再理会太子，而是望向首府。姬卿，叶修为你女儿一句歉意，便敢以10万担国本粮草做赌，这份深情厚谊，你姬家可担待得起？压力给到了首府。姬无涯出列，深恭陛下明鉴。叶修行事狂悖，不计后果，此乃大过，臣惶恐。但此子才情，惊世骇俗，百机之问4解同出，翰林院诸公亦难望其项背。
此等天纵之才，百年难遇。满殿文武，呵，说你们未曾串通，鬼才信。一个被罢黜的废皇子，若无姬家小姐相助，哪可能解出4劫？真当他们是傻子不成？果然，姬家为了脸面，铁了心要捧叶修。然而，不等众人哗然出声，姬无涯继续说道：“再者，少年义气，冲冠一怒为红颜，虽显莽撞，却也见其赤诚血性。若陛下善加雕琢，假以时日，为国效力，必是九死未悔之忠臣良将。其过，臣愿与之共担，恳请陛下念其才，悯其心，允他将功折罪。”全场的人绷不住了，唯独叶修洞悉了未来乐章的心思，以退为进，认过举才，再将球踢回给昆弟好，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将功折罪。昆弟沉默了几秒，随之才开口：“姬青倒是替他求得好情。叶修，朕再问你一次，你当真笃定北辰姐不开你那一题？”叶修回过神来，平静地说道：“父皇，既然您心有疑虑，而臣愿与您赌一局。”赌？昆弟双眼一眯：“正是。”叶修掷地有声，就以儿臣所出之题为注，若北辰使团能在今日解开此题，儿臣无需父皇降罪，当场自裁金銮殿，以谢其咎。文武百官一听，纷纷惊呆了。哈，疯了不成？竟敢以性命做注，言称自裁殿上，此等赌注，闻所未闻，骇人至极。叶昭眼中瞬间爆发出狂喜之色，唯独姬如雪的脸色煞白，先手微抬，下意识欲去拉叶修衣袖，却被姬无涯一个眼神止住了。他很清楚，叶修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若他们解不开。叶修顿了顿，继续说道：“则请父皇允儿臣无罪，并答应臣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昆弟的眉头已经紧紧皱了起来。叶修一字一顿，语出惊人：“教坊司？教什么？儿臣要整座教坊司。什么？教坊司？他疯了，居然敢打教坊司的主意！”短暂死寂后，殿内瞬间炸开了锅，群臣哗然，满殿鼎沸，人人脸上写满了错愕、鄙夷以及难以置信。教坊司，那可是官设的礼乐之地，更是收容罪臣女眷、战俘女子的牢笼。这一个被废黜的八皇子，刚刚才为了守抚千金，不惜赌上国本和性命，结果转眼间竟当殿所要这烟花柳巷之地，简直是离经叛道，荒唐透顶，荒谬绝伦。不少朝臣看向叶修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如同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若没记错，当初被罢黜后，这位八殿下便沉溺勾栏，放浪形骸，声名狼藉。莫非这是又犯病，犯上了金銮殿？玉座之上，昆弟也罕见地怔住了。他原以为叶修所求或与某一个前朝故人有关，或是某种特赦恩典，可万万没料到，竟是这一个毫无政治价值的教坊司。一个教坊司除了靡靡之音、脂粉堆砌，能有何用？难不成还能指望着集结那群弱智女流、罪臣之后去图谋造反？难以言喻的失望与荒谬感涌上心，他面沉似水，冷淡颔首：“朕允了，谢父皇恩宠。”叶修果断谢恩。众人，不是父子间的惊天赌约才刚立下，还未有一个定夺，这家伙就谢恩了，这是笃定自己赢定了，简直搞笑啊！然而，这念头尚未落下，殿门外，王德发亲自入殿，行了一礼：“启禀陛下，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殿外候旨，言又有天大喜事，10万火急。”又是他，又他娘的是大喜事！昆弟的眼角微微一抽。第一次沈炼来报喜，自己被架在火上烤；第二次沈炼来报喜，自己又一次被架在火上烤。这第3次又来报喜，他莫不是专程来给朕添堵的？报丧的乌鸦都没他这般勤勉。昆弟心中不爽，面上却是强压不耐。宣，这……王德发躬身退出。不过片刻，一身飞鱼服的沈炼大步踏入，刹那间，他成为全场焦点。沈炼目不斜视，单膝跪地，抱拳行礼。只是那低垂的眼睑，在无人察觉的瞬间，极其迅疾地扫过角落里的叶修，确认公子安然无恙之后，他才不卑不亢地开口：“陛下，臣沈炼有大喜事来报。”哼！昆弟哼出一声，语带讥诮：“喜鹊若有爱卿一半情景，朕之大昆何愁不兴？”讲。沈炼神色一怔：“启禀陛下，北辰使团出大事了。”全场。沈炼深吸一口气，继续道：“其随行的首席算术大师赫连北于今晨黎明时分投井自尽，虽被护卫及时救起，性命无虞，但人已经彻底疯了。”全场。沈炼终于不再掩饰地投向某一个角落，带着敬畏
语不惊人死不休。据锦衣卫内探传来的确切消息，赫连北疯癫之前，口中反复嘶吼，抓闹不休的唯有一物，正是叶修大人昨日所出的那一题，以至于生生将这位名震北辰的算术泰斗逼疯了。全场死寂，绝对的死寂。方才还因叫方思而鼎沸的金銮殿，此刻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咽喉。那道题，那道在他们看来或许刁钻，但绝没难度的题，竟能生生逼疯一位经营算术数十载的大师。这一刻，所有目光带着惊骇、茫然、震惊的情绪齐齐落在那一道波澜不惊的身影之上。叶修，好小子，果然有一手。姬无涯心中古怪，随即率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沈指挥使，北辰使团如今作何反应？回首府大人。沈炼抱拳立刻回答，北辰使团已方寸大乱，拓跋公主紧急传书国内求援，并恳请我朝将算题之事暂且搁置，容他们先全力救治赫连大师。搁置？群臣一片哗然，比刚才听闻大师发疯时更为震惊。要求搁置，这无异于变相认输。这叶修出的究竟是何等妖体？不仅生生逼疯了北辰算术界的擎天巨著，更让整个使团噤若寒蝉，连继续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然而不等全场想明白，叶修已经抬头望向昆帝。父皇，如此看来，赌约是儿臣赢了吧？昆帝的脸色一片铁青，果然不能让沈炼报喜，才答应赌约，结果自己转眼就输了，太离谱了。他闭上双眼，压下心中的不快，才重新睁眼。准，教坊司即日起归你掌管。昨日会统管之事，朕恕你无罪。四下沉寂，落针可闻。人群中的叶昭却已经在心中将叶修给千刀万剐了无数遍。入他娘的，又让那个小畜生逃过了一劫。谢父皇恩典。叶修躬身行礼，他的布局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在黄泉的眼皮底下将教坊司彻底调教打磨，然后化为己用。当然还有那一个素未谋面却牵动着他那运检计划的下一人昆帝，看着他那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心中的憋闷更甚了，终是忍不住沉声喝问：叶修，你告诉朕，那道题到底有何玄机？刹那间，所有目光连同姬如雪在内都望向他，但叶修神色不变，淡淡解释：回父皇，那一题乃是儿臣与姬娘子偶然在一本残破古籍中所得，算其规则并不复杂，但算其最终答案却是绝无可能之事。姬如雪不是自己并未跟叶修一块发现呀，也根本没有什么古籍之说，但一见昆帝望来，他心头一紧，若此时否认，叶修这刚脱的险境恐又生变。罢了。姬如雪硬着头皮颔首，回陛下，却是如此。首辅千金一点头，分量如山。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学士在昆帝的眼神暗示下，急忙取出随身携带的算盘跟纸笔，开始推演那看似简单的题目。刚起手，从容不迫，手指拨动算珠，哒哒响。一炷香后，他额头青筋根根暴起，汗珠如豆，纸笔的手也开始微微颤抖。当他耗尽心力，勉强推演到第30格时，啪嗒，笔落。老学士一个踉跄，眼前发黑，若非身旁同僚眼疾手快一把扶住，几乎当场瘫软在地。天文数字，匪夷所思，骇人听闻啊！仅前30格所需，竟已远超10亿，更别论推满那361格。赫连大师败得不冤，败得不冤啊！全场呆若木鸡，此刻再无一人敢对叶修那一道题有丝毫质疑。无论是否真的出自古籍，其恐怖威力逼疯一代算术泰斗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姬如雪站在叶修的身侧，清冷的眸子里面异彩连连。旁人皆以为那题是古籍所载，唯有他心知肚明，那分明是叶修随手挥就的经世之题，就像写出来的诗一样。昨夜那令人绝望的推演过程，早已让他刻骨铭心。昆帝高踞玉座，俯视着下方的狼藉与金黄，心情复杂难言，但更多的是不爽与憋闷。他深吸一口气，大手一挥，事已至此，无需在意，退朝，臣等告退。群臣惊醒了过来，纷纷躬身行礼。等人离开后，偌大的宫殿只剩2人。叶昭脸色铁青，再也压抑不住：父皇，您为何要答应他？教坊司鱼龙混杂，竟是罪臣余孽，敌国暗叹。他一个废黜之人掌控此地，其心可诛啊！昆帝面无表情：教坊司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泥潭，它的价值需要你来提醒朕。何况他想踏进那个泥潭，哼，可没那么容易。
那儿自有人等着他。叶昭的瞳孔猛地一缩，瞬间想到了某个名字，刚想开口确认你可以滚了，结果昆弟已经从龙椅上起身，向殿后走去，去太庙，给朕继续跪着反省。瞧瞧你捅出的篓子！叶昭，操！叶修你个王八蛋，本宫与你不死不休。宫门之外，姬如雪并未跟随父亲姬无涯的马车回府，而是登上叶修的马车。王允低眉顺眼地直起缰绳，车厢内三人落座。姬如雪望向叶修，问道：“我们这是要去教坊司？”他很好奇，叶修搞来教坊司究竟要用来做什么？他绝不信只是用来听取享受的。然而，叶修却缓缓摇头，目光投向车窗外的街景，嘴角噙着一丝笑意。不，先去另一个地方。何处？驿馆。姬如雪，宁红叶，不是刚把人家的算术泰斗生生逼疯，转头就上门拜访。这一刻，强烈到爆炸的好奇心，如同猫爪一般，狠狠挠在两女的心尖上。拓跋公主，我叶修不请自来。气氛诡异的驿馆中，被一个声音给打破了。下一秒，叶修踏入庭院，身后的姬如雪与宁红叶如影随形。刹那间，北辰使团上下如临大敌。砰！正厅的门被一把撞开，拓跋月急冲而出。他眉宇间带着难掩的疲惫，可当目光触及庭中的三人时，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叶修，你竟还敢来！赫连大师被你逼得投井自尽，如今疯疯癫癫，生不如死，还不够？你是专程来看我北辰笑话的吗？他的身后，几名北辰武士的手已经按在刀柄上，眼神一片凶狠，只待公主一声令下，叶修却浑不在意，反而一笑。逼疯赫连大师的人，难道不该是你？你！拓跋月的俏脸骤变，心头一阵心虚。没错，若非他以赫连全族性命威胁，赫连北又怎会一直算叶修的题，最后还疯了？可叶修怎会知晓？难不成是他眼底寒光乍现？你派人监视驿馆，是想挑起？打住！叶修抬手做了个制止的手势，语气带着几分无奈。你这女人不仅胸大无脑，还偏爱胡思乱想，放肆！大胆狂徒！北辰使臣们瞬间炸开了锅，不是在驿馆种地，当面辱骂公主，胸大无脑，简直猖狂到了极点。不少使臣的目光下意识扫过拓跋月胸前那引人注目的起伏，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确实大感受四周聚来的目光，拓跋月羞怒交加。你竟敢辱我！辱！叶修挑眉，目光锐利如鹰地扫过拓跋月搏动着的脖颈脉搏，剧烈收缩的瞳孔，以及无意识紧攥又松开的右手，不过陈述事实罢了。你幻想赫连北能解开我的题，幻想能带着粮草风光归国，更幻想能博得你那高高在上，视女儿如棋子的父皇一丝垂怜。住口！拓跋月脸色巨变，呼吸陡然急促。叶修最后的那句话像匕首一样刺中他内心最隐秘最疼痛的角落。那个王八蛋怎么会知道父皇的态度，而且准得令人恐惧？让我猜猜。叶修再一次捕捉到拓跋月肩头那一瞬极其细微的垮塌，语如惊雷。你临行前，那位父皇可曾有一句关乎你安危的叮嘱？还是说他只在乎那10万担粮草能否到手，至于你这位公主是生是死，是荣是辱，他根本不在乎。我让你住口啊！拓跋月崩溃了，脸上除了惶恐就是慌张。你究竟……话音未落，叶修倏然俯身逼近。怎么知道的？因为你的身体，你所展现出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早已将你出卖。没错，心理学的可怕在这一刻被无形放大。昨日初见，他就从拓跋月的身上发现了一种不该在上位者身上出现的自卑感。虽然拓跋月掩饰的无懈可击，但是根本逃不过叶修的双眼，所以才会有心力的赌约，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掌控眼前的女人。拓跋月死死瞪着近在咫尺的叶修，那双曾经盛满骄傲的丹凤眼，此刻只剩下被撕碎伪装的茫然与惊骇欲绝。这个男人，他根本不是人，他是一只能看穿灵魂的魔鬼。一股寒意从四肢百骸席卷而来，冻得拓跋月的牙齿都在打颤。北辰武士们面面相觑，公主的剧烈反应让他们感到极度的不安，以至于按在刀柄上的手松也不是，紧也不是，气氛诡异到了极点。然而最为震撼的莫过于姬如雪与宁红叶，他们深知叶修智谋超群，但目睹他仅凭对方举手投足的细微之处，便将一位强势的敌国公主剖析得体无完肤，直至逼入崩溃边缘，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和掌控力让他们心神俱震，久久难平。望着四周的场面，叶修顿觉火候差不多了，便继续说道：你的问题没人能够帮你解决，但我可以。你帮我？
拓跋月脑子一片混乱，你凭什么帮我？你又怎么帮我？叶修扫了一眼全场，淡淡说道，让他们都退下，现在立刻。接下来的话我只跟你说，无关人等，不配听也听不得。拓跋月的瞳孔猛然一缩，一下子明白了所有。叶修展现出的这一顿操作别有用心，他是想告诉自己，他虽然是一个被罢黜的皇子，但却拥有着底蕴跟自己谈条件，所以叶修是要跟自己展开某些合作。想至此，拓跋月悟了，他犹豫了一下，才低喝下令，所有人退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靠近庭院。公主，几名心腹来使失声惊呼，满脸担忧。拓跋月厉喝一声，滚出去！北辰来使们迟疑了一下，最终在拓跋月那冰冷的视线下退出驿馆的庭院大门。很快，沉重的木门在他们身后合拢。拓跋月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直视叶修，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要如何帮我？叶修神情平静，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很简单，我能让你回到你父皇心中的位置，甚至更高。作为诚意，我可以先帮你治好那一位赫连大师。你请人来治？我来治？什么？拓跋月瞳孔骤然收缩，失声惊呼，你能治好他？他可是彻底疯了。赫连北的惨状历历在目，那绝非寻常病症。可一个被罢黜的皇子，居然口口声声说自己能治，这太离谱了。能？叶修懒得废话。拓跋月彻底的犹豫了。一个能做出那般惊世骇俗之题的人，一个洞察自己内心如同能读取心声一般逆天的人，真的可以信任吗？他沉默了许久，最后才咬牙切齿地问道，那我与你合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叶修微微前倾，你错了，咱们不是合作啊！拓跋月懵了，不是叶修跟自己展现那么多的本事，不是为了合作，还能为了什么？然而他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叶修瞥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要你跪下，臣服于我。宁红叶、姬如雪、拓跋月，炸裂，太炸裂了！宁红叶和姬如雪面面相觑，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叶修。他居然对一个敌国的公主提出如此赤裸又狂妄的要求。拓跋月的大脑更是彻底空白。他原以为叶修费心展露手段是为了求合作，毕竟一个被罢黜的皇子肯定需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才有夺嫡的可能，以至于像孔雀开屏求偶一样。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狂徒竟是要他跪下，更要他臣服。开什么玩笑？他乃堂堂一国公主，金枝玉叶，叶修不过一个被罢黜的废皇子，他凭什么？然而更炸裂的还在后头。叶修瞥了他一眼，淡淡问道，你觉得我的要求侮辱了你？难道不是？拓跋月怒极反笑，酥胸剧烈起伏。叶修摇了摇头，不，我是在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别人跪着求都求不得的机会，奉劝你好好珍惜。绷不住了，彻底绷不住了。拓跋月整个人差点没背过气去，他几乎气笑了。连日积压的挫败、恐惧、被洞穿一切的羞愤轰然爆发，你凭什么？一个被你们皇帝厌弃的废皇子，一个只会耍弄阴谋诡计逼疯他人的狂徒，你凭什么让本公主臣服？你配吗？我拓跋月今日在此立誓，就算是从这井口跳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就算变得和赫连北一样疯癫痴傻，也绝不可能臣服于你叶修。死寂，一片死寂。连姬如雪都忍不住想开口，让叶修悠着一点，那好歹是一国的公主。阿蛋！叶修却悠悠叹息一声，语出更是石破天惊。看来你对我的能力当真一无所知啊！罢了，今日便让你开开眼界。拓跋月一听，一脸警惕地将纤手瞬间按上腰间匕首。你想做什么？让你见识见识何谓传销之伟力。叶修淡淡说道。传什么销？拓跋月愕然。拓跋月，你很清楚你已无路可退。叶修无视他的错愕，一字一顿地说道，回到北辰，等待你的是什么？一个疯癫的赫连北，一个彻底失败的任务，一个视你为弃子的父皇。你的结局会比赫连北更好吗？拓跋月的俏脸一下子煞白如纸。别说，叶修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击打在他心中的薄弱处，让他无力反驳。叶修继续传销，不对，继续演讲。臣服于我，你舍弃的不过是一个早已将你弃如敝履的虚名，而你将得到的是我给予你的心声，是我给予你的力量，是我帮你拿回你父皇永远给不了你的东西，尊重、地位，甚至你梦寐以求的所有。话语一落，一张药方甩了出来，他随之朝姬如雪两女使了一个眼色，大步流星地朝外而去。治疗赫连北的药方在这儿，
你先拿着，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错过了就不会有第二次。两女望着叶修消失的背影，整个人都懵了。他们方才竟也被那番话激得心潮澎湃，热血上冲，怎么转眼间人就跑了？他们猛然惊醒，急忙跟了上去。然而不跑不行啊，因为叶修的嘴角眼看就要压不住了。传销他是认真的，是专业的。前世他奉命卧底潜入国内最大的传销组织，谁曾想握着握着不到3月，竟让他一路爬到了那金字塔的最顶端，成了组织头目。警方收网那日，他无奈的一句你们怎么才来，我都混成老大了，至今仍是警界卧底圈里无人能破的逼格天花板。这就是韩金亮。叶修3人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庭院便陷入了死寂。拓跋月僵立原地，脑子里面一片混乱。方才那一刻他本该感到屈辱羞愤，可听着叶修那几句煽动性的话语，竟不由自主的热血沸腾。更可怕的是，他眼前竟真切地浮现出叶修描述的画面，仿佛已成现实，荒谬，太荒谬了。疯子，魔鬼，本公主绝不会臣服你。他银牙紧咬，恨恨低语，目光却不受控制地扫向地上那张药方。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终究俯下身，迅速将那张药方捡起，攥入手心。来人，公主！北辰使臣一个个应声而入。速照此方抓药煎好送来。他将揉皱的药方塞给北辰使臣。属下领命。北辰时辰急忙接住药方，匆匆离去。不到1个时辰，药很快煎好，浓烈的苦味弥漫在赫连北的房间。赫连北被几个大汉强行按住，浑浊的双眼满是恐惧，药汁大半洒落，却也灌进去了不少。时间在压抑的等待中流逝。拓跋月焦躁踱步，叶修狂妄的话语以及赫连北的惨状在脑中交替闪现蓦地。一声微弱的呻吟自床榻响起，众人惊骇望去，却见赫连北那双原本涣散如死鱼的眼珠，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凝聚起清明。然后他茫然地眨了眨眼，目光扫过四周，最终定格在拓跋月惊愕的脸上。公主，满是死寂，落针可闻。所有在场之人，包括拓跋月在内，眼中只剩下无与伦比的震撼。那令他们束手无策、状若疯魔的赫连大师，竟在一碗汤药之下奇迹般清醒了。正当他们想询问公主神药从何而来时，赫连北挣扎着坐起，手指颤抖着指向虚空，仿佛还能看见那令人绝望的天文数字洪流，脸上残留着极致的恐惧。天罚，那是天罚，凡人不可算，非人力可抗。出此算题者，绝非凡人，是神迹。他语无伦次，但神志分明已回归。望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拓跋月呆若木鸡。他看着清醒过来的赫连北，听着他那充满敬畏与恐惧的呓语，一股震惊、恐惧、难以置信的感觉席卷了他的全身。最让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一个荒唐至极的念头竟不可抑制地从灵魂深处钻出，自己或许真的已无路可走。叶修这个魔鬼般的男人，真的是那唯一的生路。翌日清晨，叶修只身踏入应天城边缘一处幽深巷弄，巷底尽头便是教坊司所在。此地繁华，却不见寻常烟花之地的喧嚣奇靡。高大的朱漆门楼透着官家的威严，庭院深深，隐约可闻琵琶丝竹之声丛丛流淌，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脂粉熏香气息。叶修步履从容，径直走向那扇紧闭的大门。就在他抬脚欲踏上第1阶石阶时，吱呀，大门打开，一群人影已率先从门内阴影中鱼贯而出，如临大敌般挡在阶前。为首者乃是一个约莫40来岁的中年男子，他身着深青色官袍，一双狭长的眼睛锐利如鹰隼，审视着叶修。此人正是教坊司司正不难。站住！此乃教坊司禁地，闲杂人等不得擅闯。叶修脚步一顿，淡淡说道：本官叶修奉陛下旨意，自今日起执掌教坊司。然而不难明显早已得知消息，戒备之色非但未减，嘴角甚至勾起一丝讥诮。旨意？哼，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守这里的规矩。教坊司第1条铁律，男人不得入内，想要进去，行，先净了身子再来叩门。叶修闻言眉梢微挑，遇上硬茬子了，这教坊司竟敢公然抗旨，如此豪横，他非但不恼，反而不由乐了。你们不算男人。不难一等人闻言对视了一眼，然后在叶修略带愕然的目光中，不难猛地一撩官袍下摆。他身后众人亦动作划一，数条深青色的官袍下摆被高高掀起，露出的裤裆之下空空荡荡。没错，眼前这荒诞的一幕非但没让叶修恼怒，反叫他乐出了声。哼，
有意思，那我今日非要进去不可呢。那就休怪我等得罪了。不难脸色骤沉，身后10几名宦官更是一下子散开，摆出一个合击阵势。他们一个个眼神凶狠，动作干脆利落，绝非寻常杂役。可叶修是真的有一点懵了。好家伙，这教坊司不仅敢公然抗旨，竟还敢对朝廷命官动手。自己好歹是正五品的锦衣卫千户，这地方邪门得离了大谱。然而这份无视规则的疯狂，非但没吓退叶修，反而像火星渐入干柴，点燃了他心头一股奇异的兴奋。这不正像他自己吗？不服，那就打到你服。行，省事了。叶修双手随意一摆，摆出一个叶问起手势，冲不难等人懒洋洋勾了勾手指。哎，别磨蹭，你们一块上吧，我要打10个。不难一众也错愕了，这新掌印竟比他们还横。但一想到那一位的交代，下一秒拿下。不难立刻骤起，10几道身轻身影如秃鹫扑食，拳脚裹挟劲风，直取叶修周身要害。叶修嘴角微扬，最先袭来的2名宦官只觉眼前一花，目标身形如鬼魅般晃动。不见他如何发力，便听咔嚓一阵脆响，2人挥出的手臂已呈诡异角度软软垂下，惨嚎着倒飞出去，撞翻后方同伴。紧接着叶修侧身一记阴毒的撩阴腿擦身而过，他随之并指点出，精准戳在偷袭者的肋下。那人瞬间瘫软如泥，抽搐失禁。下死手！不难眼中戾气暴涨，一记势大力沉的扫堂腿猛攻下盘，企图绊倒叶修下盘。结果叶修脚尖轻点，整个人借力腾空半尺，轻松避过。未等落地，他左腿顺势弹出，如同钢鞭，狠狠抽在不难肩颈上。不难顿觉一股巨力传来，导致半边身子麻痹，整个人当场被踢得翻滚出去，重重砸在了大门上。木屑簌簌，门框嗡鸣。剩下几人见状，肝胆俱裂，攻势不由得一致。但叶修岂会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说好打10个，至少就得打10个。他如猛虎入羊群，身影在包围圈中几个鬼魅般的闪烁。拳、掌、指、肘，一化作最简洁高效的武器，每一次接触必定伴随骨骼错位的闷响或痛苦的闷哼。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不过呼吸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10几名宦官已横七竖八躺倒一地，呻吟哀嚎不绝。有的暴毙扭曲，有的捂胸蜷缩，有的瘫软如泥，竟无一人能再起身。唯有叶修气定神闲地踏上台阶，随意掸了掸衣角不存在的灰尘，然后一步步跨过满地哀嚎的身体，走到面如死灰的不难跟前。不难脸上写满了惊骇欲绝，一个被罢黜的皇子居然这么低猛，将他们10几人都给打趴下了，这合理吗？他绷不住了，声音都因恐惧而颤抖。你居然胆敢擅闯教坊司！你……嘘！叶修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抵在唇边。我不明白，你们哪来的胆子抗旨？但你们越不听话，我就越兴奋。全场！叶修双眼一眯，意味深长地开口。因为本官最喜欢用魔法打败魔法了。全场！叶修抬腿迈入大开的门扉。来吧，让我看看，是教坊司的花招多，还是我叶修出牌的更狠？全场！不是叶修是啥意思？他喜欢不听话的手下。不难脑中一片混沌，但眼见叶修身影没入门内，他猛地挣扎嘶吼：快拦住他，集结人手，将他给赶出去。那一位交代了，今日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准进。地上众人闻言强忍伤痛，踉跄爬起，紧随不难，如同受伤的狼群般朝着叶修消失的方向疯狂追去。教坊司内院深处，一处宽敞却透露着清冷气息的厅堂中，主位之上，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素手拨弦，古筝清音如冷泉流淌，浸润着空旷寂静。下方数十名身着素雅宫装的女子席地而坐，她们神情各异，有麻木，有隐忍，有眼底深处藏着刻骨的恨意。她们皆是负凶获罪或战败被俘，身不由己坠入此地的可怜人。纵然心怀怨怼，但那精妙绝伦的琴音却仿佛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暂时忘却了苦楚。抚琴者正是礼部尚书之女冷眸，而她才是这座教坊司真正的掌控者。女子不得当官，众臣之女入此封尘之地，有辱门楣。对于冷眸而言，都只是尘世间的摆设而已。因为她的乐律天赋旷古烁今，琴祖都曾言，此女天赋若再精进数年，琴祖之位恐将易主。其琴艺早已超凡，乐声可抚慰人心，亦可摄人心魄。一曲终了，余音绕梁。冷眸抬起清冷的眸，扫过下方，声音如琴弦轻震。乐律之道，贵在和谐。
工商脚趾语，各安其位，方能成就天籁。正如这教方思，放下心中芥蒂，循规蹈矩，方是长久安身立命之道。他的话语是乐理，更是冰冷的训诫。堂下女子们神色复杂，无人感应，唯有死寂在蔓延。他们明白，在这吃人的地方，想活下去就必须像这琴弦一样，被无形的规则紧紧束缚。活着已是最大的奢望。就在这寂静即将凝固的刹那，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彻天地。姑娘此言差矣，乐律之道贵在通达，而非拘泥。方才那一曲破阵引，第三转调处，商指之气未平，强求宫调和谐，反倒失了破阵的孤绝锐气，听着软了。哈，竟有人敢如此直白地点凭冷眸的情意。要知道，哪怕是秦祖亲临，怕也不会这般不留情面。刹那间，所有目光如同被无形的丝线牵引，望向声音源头。只见大堂门口，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已斜倚在门框上，他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主位上的冷眸。冷眸抚弦的玉指骤然僵住，那清冷的眸底第一次掀起剧烈的波澜，震惊之色难以掩饰。这少年所指的细微瑕疵，竟与当年秦祖不点破变无人能察觉的隐晦点拨不谋而合。这正是他苦求多年而不得解的症结。他压下心绪，问道：你是何人？此地严禁男子擅入，你如何进来的？叶修迈开步子，闲庭信步般走入大堂。一个闲人罢了，自然是走进来的。走进来。外面那些身手不凡的阉人都是摆设不成，冷眸心中疑窦丛生。但比起闯入的迷惑，对方那石破天惊的点评更让他心神震荡。他黛眉微蹙，审视着这个不速之客。你懂乐律？略知一二。叶修踱步向前，笑意盈盈。比如真正的天籁之音，未必拘泥于宫商角徵羽的框架，更不一定非得借那名琴宝色才能奏响。哦。冷眸闻言，唇边竟浮起一抹傲然。阁下高论，倒是新奇。莫非阁下还能以这凡俗浊物奏出不拘泥于乐律的天籁？言语间是毫不掩饰的质疑。叶修停下脚步，目光随意在厅堂角落一扫，最终定格在一堆毫不起眼的杂物上，一排沾着灰尘的粗陶瓦罐。他抬手指去，语气平静：没错，比如用那一个。全场哈，他们没听错吧？那个少年居然说用这些腌菜盛水的破瓦罐能奏出天籁之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等他们从这荒谬的宣言中回过神，叶修已径直走向那个阴暗的角落，然后在数十道惊愕的目光注视下俯身，将一个空荡荡的粗陶瓦罐给拎了起来，低语一声：这个就不错。不是他玩真的，他难不成真要用那几个破瓦罐演奏一曲？所有人，包括高台之上的冷眸在内，彻彻底底愣住了。可叶修对四面八方的目光视若无睹，他径直走向角落，在那一堆杂物中迅速挑拣出几个大小不一的粗陶瓦罐，然后旁若无人地忙碌起来。有的瓦罐被他倒空，有的则被小心注入深浅不一的水，再将这些简陋的容器按照某种奇异的规律摆成一个特定的阵列。就在这一人忙碌的寂静时刻，砰！厅堂大门被一股蛮力狠狠撞开，不难带着一群鼻青脸肿的宦官狼狈地冲了进来。只是当看见堂而皇之坐在瓦罐阵前，仿佛在布置什么仪式的叶修，顿时目眦欲裂，嘶声咆哮：大胆狂徒，竟敢擅闯此地，惊扰冷小姐清静，简直罪该万死！还不快给老子退下！冷眸清冷的声音荡开，瞬间打断了不难的怒吼，让他演奏。没错，他心中那份被叶修点破情意瑕疵而点燃的好奇与期待，此刻竟压过了对这荒诞场景的疑虑。他倒要看看这少年究竟能如何用这些腌菜盛水的粗鄙之物，奏出怎样不拘泥于乐律的曲子。不难和手下们闻言彻底懵了。哈，演奏？不是，谁家好人用瓦罐来演奏？而且还是在以情意冠绝天下的冷眸小姐面前，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时间他们忘了疼痛，更忘了任务，一个个脸上充满了看好戏的神情，只等着看这一位被废黜的皇子殿下如何在这神圣的乐律殿堂里丢尽最后一丝皇家颜面。无视全场的叶修已经将瓦罐阵列调整到了最满意，但他并未立刻开始，反而驻足思索，似乎还觉得哪里不够，目光顿时扫过席间。下一秒，他走到两名惊愕的醉女面前，温和一笑：借你们簪子一用。未等那两名女子回神，他已经自然的伸手从他们的发髻上取下两根朴素的银簪，这才在众人怪异的目光中返回瓦罐阵前，盘膝坐下。深吸一口气，他双手各执一簪，悬停于瓦罐阵列之上蓦地。叮咚嗡，簪尖落下，
敲击在不同水位的瓦罐边缘。一开始的音符杂乱无章，不成曲调，甚至带着粗粝的摩擦声，完全游离于工商脚趾语的体系之外，刺耳而难听。厅堂内响起压抑不住的嗤笑声，门口的不南等人更是如同抓住了把柄，毫不留情的大声奚落起来。哈哈，听见没？这他娘的是敲干水桶啊！笑死人了！就这点本事也敢在冷小姐面前卖弄，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快滚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就是污了冷小姐的耳朵。别说不南一等人忍不住嘲笑了，就连冷眸都有一点失望了。他本来很期待，以为眼前能够指出自己不足的少年会带给自己一个突破常规的惊喜，可结果大失所望，自己真是昏了头，竟会寄望于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能用这些粗陋之物打破乐律的樊笼。秦祖穷尽一生都未能完全跳脱的框架，他凭什么？蠢不可及！他红唇微抿，一丝怒意攀上眉梢，便要下令让不南等人立刻将这不知所谓的狂徒轰出去。但是就在这时，那原本杂乱的噪音毫无征兆地消失了，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紧接着，一串空灵、悠远，甚至带着奇异水波颤动的共鸣音符，骤然从那些粗陋的瓦罐中迸发出来，充盈了整个厅堂。所有嘲笑凝固在空气中，全场死寂，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像是被无形的巨锤狠狠击中。冷眸欲要脱口而出的话戛然而止，他那双眸子骤然睁到极限，瞳孔深处是山崩海啸一般的惊骇。那旋律他从未听过，如此空灵婉转，像是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忧伤，又仿佛来自远古深海巨兽的悲鸣，又似鲲鹏振翅扶摇9天的孤绝。谁也无法想象，那竟是用几个瓦罐敲出的旋律。他跳脱了所有已知的乐理框架，直击心灵。冷眸恍惚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情谊，在这瓦罐天籁面前竟显得如此苍白。没错，苍白，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感狠狠撞碎他的固有认知。瓦罐真的能奏乐，音律真的能跳出固有的旋律构造。叮叮咚咚，嗡然而不等多想，大鱼的旋律穿越时空的壁垒，在这异世的教坊司内，借由最卑微的器物流淌开来。整个厅堂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唯有那奇异的旋律在盘旋升腾，弥漫所有女子脸上的麻木、隐忍、怨恨，尽数被难以置信的震撼给代替了。不南一等人都张大了嘴，仿佛见了鬼。操，他真的会，而且还那般好听，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他们甚至仿佛听到了不属于这人间的仙乐。叶修沉浸其中，物我两忘。他手腕悬停，指尖弹震，簪尖与瓦罐边缘每一次触碰都会牵引出下一个空灵的音符。那简陋的瓦罐阵列在他手中仿佛化作了一架沟通天地的灵器。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余音却袅袅，久久不散。呜，一声啜泣从角落中传来，却仿佛点燃了引线。紧接着是第2声、第3声，席间的女子们再也无法控制，她们被那奇异的旋律击中内心最脆弱、最隐秘的角落。那是对故乡的思念，那是对沦落风尘的屈辱，那是对命运不公的悲愤，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泪水决堤，浸湿了衣襟。他们看向场地中央那个盘膝而坐的身影，眼神不再是空洞麻木，而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及一种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陌生而悸动的光。如果以前有人问他们相信光吗，他们不信，但这一刻他们好像信了。就连不南一等人此刻也是张着嘴，眼神呆滞，脸上残留的嘲弄彻底被惊骇取代。他们不懂乐理，但那旋律直击灵魂，让他们浑身汗毛倒竖，仿佛听到了不属于凡尘的声音。叶修却恍若未觉，缓缓睁开双眼，从容起身走到最初借簪的那2位女子面前。她们早已哭成了泪人，只是怔怔地望着靠近的叶修，动作温柔地将簪子递还。物归原主，多谢。简简单单的6个字，却让他们再一次泪流满面。自从入了这儿，他们面对生死离别，面对被呼喝打骂，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件物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踩踏他们。可叶修刚刚的那一句话，却让他们有了一种被人再一次尊重的感觉。然而更令人心神俱震的一幕发生在高台之上，坐在主位上的冷眸此刻竟也微微仰着头，眼眸深处翻涌着惊涛骇浪。他下意识地抬手轻触眼角，指尖传来的是一片湿润冰凉。他哭了，这简直比瓦罐天籁更让他心神俱震。自幼静音乐律，心弦早已被他锤炼得坚韧无比，哪怕生母病逝于眼前，他都未曾真正让一滴泪滑落脸庞。他以为自己早已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人，心湖冰封，难起波澜。可此刻他居然落泪了，就因为一个少年用几个瓦罐敲出一段完全跳脱了他毕生所学、所有认知框架之外的旋律。你，
冷眸抬眼望着叶修，是谁？简单的3个字，却问出在场所有女子心中的疑惑。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冷小姐。不囊捂着剧痛的肩颈，挣扎抢答，声音里满是不甘与惊骇。他就是那个被陛下罢黜的八皇子叶修，陛下新旨意，命他执掌教坊司。什么？不难的话，如同在寂静的厅堂里引爆了一颗惊雷。八皇子叶修，那个被废黜的皇子，他就是新来的掌印大人。席间的醉女们一片哗然，震惊瞬间压过了悲伤。这个名字他们听过，那是受自己母妃牵连被罢黜，最终沉沦勾栏的废物皇子。可眼前这个人能用粗陋瓦罐敲出让冷眸小姐都失神落泪的仙乐，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巨大的反差让他们脑海一片空白，冷眸也彻底僵住，红唇微张，那双清冷的眸子只剩下茫然与错愕。他收到的消息是昆帝输了一场荒唐赌局，随手将教坊司丢给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妻子。他设下男子不得入内的刁难，等着看笑话结果。笑话竟是他自己。此人不仅进来了，还用最粗鄙的器物奏响颠覆他毕生乐理认知的天籁，甚至让他心神失守，指尖染泪。叶修目光扫过一张张泪痕未干的脸，声音随之回荡在寂静的厅堂中。从今往后，教坊司归我叶修掌管，规矩会变，若有疑问，现在可以提。话音落下，席间醉女们的眼神倏然亮了，方才那直击灵魂的旋律还在耳边萦绕。眼前这位新掌印大人与他们一样，都是被那高高在上的王权无情抛弃的罪人。他带来的不是冰冷的训诫，而是一抹他们早已熄灭的希望之光。刹那间，唰，数十名醉女不约而同地起身，然后齐齐跪伏于地。没人说话，但无声的跪拜却比任何言语都能传达出他们的选择臣服。那一个个暗淡的眼底竟重新燃起了微弱的光，他们不再是麻木的木偶，而是活生生的人。望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冷眸彻底失神，他难以置信，那些在他严苛规矩下死气沉沉的女子，居然因为叶修的一曲一言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巨大的冲击与自我怀疑狠狠攫住了他的芳心。难道自己错了？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把他们雕琢成循规蹈矩、毫无生气的器物，便是对的吗？良久，冷眸才合上眼帘，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按教坊司旧例，男子掌印须过3关，以正才得配位。叶修平静地看着他，嘴角噙着一丝了然。哦，那我需要过这3关吗？冷眸摇头，微微欠身。不必了，这儿今后便由掌印大人做主。说完，他转身便要离开这个令他信念崩塌之地。等等，叶修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冷眸脚步一顿，并未回头。叶修注视着他的背影，继续说道：留下帮我管，作为报酬，我可以指点你乐律。没错，他乃是验孕丹计划的一员，岂能就这样跑了？冷眸的脚步微微一顿，眸子深处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叶修展现的乐理造诣已经彻底击碎了他固有的认知，以至于那句指点乐律竟如甘霖般诱人。他红唇微起，一个好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一声刺耳的嗤笑突兀间打断了他。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着月白锦袍、面容阴柔俊美的男子正倨傲地从大门处踱步而入。他手中把玩着一只翠玉笛，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好大的口气，区区一个被陛下厌弃的废黜之人，也敢妄言指点冷姑娘乐律，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污了这教坊司的清雅之地。冷眸黛眉紧蹙，眼底闪过一丝厌恶。施楚生，你为何在此？休得放肆！他认得此人，秦祖座下最受宠的关门弟子。秦季却有几分火候，但性情乖戾，仗着秦祖威名与太子叶昭的暗中支持，跋扈至极，对他更是纠缠，以久失楚生对冷眸的呵斥置若罔闻，反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叶修。乐律大道，岂是你这等货色能懂？教坊司掌印，哼，我看是昆帝一时昏聩，被你蒙蔽了。嚣张，太嚣张了，但他有嚣张的资本。他乃太子叶昭亲封的琴师，不久前他更是受于太子之命前来阻止叶修掌控教坊司，不是为了教坊司的价值，只为了不让叶修痛快，所以他来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刚一踏入便听到叶修那等狂妄之言。冷眸何等人物，一个假以时日能够超越他师尊的天才乐师，竟需一个废物皇子指点，简直荒谬。叶修抬眸，目光平静无波地落在施楚生脸上。你又算什么东西，也配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四周众人心头一凛，一个嚣张，另一人更显霸道，惹得施楚生脸色一寒。你骂谁是东西？哦，叶修恍然，嘴角勾起一丝玩味，原来你不是东西。自然，
施楚生下意识接口，旋即猛地惊醒，脸色瞬间涨红如猪肝。你竟敢辱骂本公子！你……然而，不等他将话说完，叶修已经朝前走出几步，随之在所有人一脸震惊、错愕、懵逼的表情下，一巴掌甩了下去。啪！施楚生的头猛地偏向一侧，白皙的脸颊上瞬间浮起一个鲜红的掌印。他懵了，他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着叶修：“你还敢打我？打都打了，你还问我敢不敢？”叶修甩了甩手腕，笑容温和：“你是白痴吗？入你娘的叶修！”施楚生勃然暴怒，气血上冲，指着自己另一边脸嘶吼：“你有种再打这边试试！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奇葩的要求。”叶修挑眉，动作快如闪电，反手又是一记狠抽：“那就满足你好了。”啪！两边总得匀称些，左边红了一点，右边也得补上。啪！力道没控好，有点歪了，再来。啪！这下齐整了，不过你瞪我，再瞪，信不信我继续抽你？话语伴着耳光噼啪作响，施楚生被打得连连踉跄倒退，直到背后撞上墙壁，叶修才停手。然后他活动了几下手腕，淡声问道：“还要吗？”这一刻的施楚生像是一只被暴雨蹂躏了的鹌鹑，弱小、无助、凄惨地贴着墙，两边的脸庞高高肿起，如同发面馒头，火辣辣的抽疼。他彻底懵了，口齿不清的喃喃：“你竟敢如此打我，是你自己要求的？”叶修挑了挑眉，随手指向不远处的一等罪女：“不信你问他们，是不是都听见了？”施楚生凶狠的眼神顺势扫向那群罪女，那架势，那眼神，赤裸裸的威胁啊！他就不信了，一群卑贱的罪女敢忤逆他，替那废物皇子作证。结果听见了，是施公子您自己要求的，叶直印只不过是满足您的特殊癖好而已。罪女们的声音软糯，却异常清晰，此起彼伏。施楚生，他的脸面顿时挂不住了。一群罪女何时变得如此胆大包天，居然胆敢公然站在那弃子那一边，针对自己？他怒了，他刚想发飙，施楚生冷眸的交斥再次响起，语气冰冷：“教坊司如今已是叶掌印辖制，你若再无理取闹，后果自负。”施楚生一听，那口憋在胸口的恶气几乎炸开。冷姑娘，我是担心你被这废物蒙蔽，是在帮你啊。罪女们向着叶修，尚可理解，毕竟以后是人家管的。可怜冷眸也向着叶修，这让他妒火中烧，羞愤欲狂。冷眸淡淡说道：“我的事不劳费心。”施楚生语塞，脸上仿佛又被反复抽打了好几巴掌。追求冷眸屡屡碰壁已是奇耻，如今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叶修如此羞辱，若就此罢休，颜面何存？如何在太子面前交代？如何完成师尊的任务？如何在冷眸面前抬头？想至此，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猛地转向叶修，咆哮了起来：“叶修，你敢打我？本公子要与你决生死！”叶修闻言，再次扬起巴掌：“想死？简单，你过来，我免费再送你一巴掌。”放屁！施楚生绷不住了，几乎吼破了音：“你既掌教坊司，便须有匹配的音律造诣。本公子奉太子之命，待陛下考教。你敢不敢与我以乐律决胜负？输者便要付出惨重代价。”此话一出，整个大堂陷入寂静，无数目光聚焦在施楚生那张肿胀变形的脸上。然而，这些目光里没有震惊，没有敬畏，唯有毫不掩饰的怜悯，甚至夹杂着几分在看一个傻子一样的眼神。那无声的鄙夷，比任何辱骂都更具侮辱性。施楚生只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脸皮火辣辣的更疼了。他环视四周，脸色一黑：“你们这是什么眼神？为何这般看着本公子？”厅堂内死寂一片，没人回答。施楚生的脸面更加的挂不住了，他猛地望向不南，愤怒地问道：“不思政，你来告诉本公子，方才那是什么眼神？莫非本公子所言有误不成？”不南捂着依旧疼痛的肩膀，干咳一声，硬着头皮开口：“施公子恕罪，小的意思是，您的情义造诣，怕是真比不上咱们的叶掌印啊。”说着，他脑海中已经闪过无数次施楚生为博冷眸青睐而故作姿态，弹奏着那些匠气十足、徒有华丽技巧的琴曲场景，那特意堆砌的音符，在方才那瓦罐天籁带来的灵魂冲击面前，显得苍白可笑。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施楚生的瞳孔骤然收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教坊司的阉奴竟敢当众贬低自己。然而不等发作，席间的罪女们胆子仿佛被叶修那一曲瓦罐天籁彻底点燃了。不思正说的没错啊，施公子。是啊，
叶掌印的非凡，根本不是你可以比拟的。您还是算了吧。一道道声音汇聚而来，让施楚生几乎窒息。所有的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不如叶修。冷眸望着失控的局面，以及施楚生那张因嫉妒和屈辱而扭曲的脸，眼中厌恶更深。但他终究念及秦祖救恩，发出一声警告：施楚生，收手吧，勿谓言之不预。你若执意要比，一旦输了，莫怪我未替你师尊看过你的颜面。若换作另外一人，他压根不予理会。但秦祖对他有恩，这已是他所能给予的最大情面。哈！施楚生怒极反笑，先指着叶修，再指向冷眸和那群罪女，最后狠狠戳向不难。好，好得很。尔等安敢欺我至此，竟联合这废物来羞辱本公子。没错，在他眼里，这一群人就是一伙的。他此刻更是被妒火和屈辱冲昏了头脑。冷眸的警告在他听来是赤裸裸的偏袒和轻视，众人的附和更是坐实了叶修因为成为这儿的指印才会趋炎附势。他绝不相信一个被昆帝罢黜的废物皇子能有什么真才实学，这一切定是他们串通好的圈套。众人面对这歇斯底里的指控，他们只觉得一阵无语和荒谬。他们明明说的都是真话，为何眼前的秦祖得意门生就是不信呢？当一个好人就那么难。正当众人要配合冷眸继续劝一下时，叶修施楚生猛地将猩红的双眼死死望着叶修。你休要得意，本公子偏不信邪，今日就与你赌上一切，以阅律决高下。输者不仅倾尽家财，更要当场自裁，以泄其辱。你敢不敢应战？哗！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四周的人陷入了一片震撼。不是这家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他们都好说歹说了，就是不信，还要赌财赌命，简直绝了。叶修平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跳梁小丑，淡淡说道：可以。施楚生脸上的肌肉扭曲，挤出一个狰狞如恶鬼的笑容。好，算你有种。既是乐律之争，便以乐器见真章。本公子擅笛一曲凤求凰，请君品鉴。至于你，这教坊司内琴筝色箫任你挑选，可莫要推说不会。可以。叶修神色依旧平淡无波，你既擅长，便请先奏。说罢，他竟不再理会对方，而是随意来到一张矮几旁，拂衣落座，然后提起案上温着的茶壶，为自己斟满一杯清茶，旁若无人地浅啜起来。那架势，仿佛接下来要发生的不是生死赌斗，而是一场无关紧要的风雅消遣。施楚生见状，只觉一股邪火直冲顶门，认定叶修是故作姿态，强装镇定。他冷哼一声，不再多言，深吸一口气，将翠玉笛横于唇边。下一秒，悠扬的笛声霎时流淌而出。不得不承认，施楚生师承秦祖，笛意却有精深造诣。凤求凰本是倾诉相思缠绵之曲，在他指下，高亢处如凤凰清明，穿云裂石；低回处似情人絮语，百转千回。技巧繁复华丽，气息控制精妙，每一个装饰音都恰到好处。当一曲终了，施楚生的脸上带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满足与傲然，仿佛已将自己完全带入了那一只深情而高贵的凤凰，正为求偶而倾尽华彩。他甚至微微合目，沉浸在自我营造的意境中，久久不愿睁眼。叶修差一点没笑出来，这家伙竟先把自己给感动了。纵然在场的众人皆不喜施楚生为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此曲造诣极高，技艺无可挑剔。不难等宦官面露凝重，席间醉女眼神复杂，这确实是他们难以企及的高度。就连冷眸清冷的眸光中也掠过一丝认可。抛开人品不论，施楚生在敌意上的功力却数上乘良久之后，施楚生才缓缓睁眼，环视全场，将众人反应尽收眼底，心中得意更甚。他随之望向了叶修。叶执印，该你了。教坊司内乐器齐全，请人选一样。你还没选，莫不是怕了，不敢应战？若现在认输，自断一臂，跪地求饶，本公子或可大发慈悲，饶你一命。叶修放下茶杯，淡淡说道：我若动手，你就真没机会了。狂妄！施楚生厉声呵斥，眼中鄙夷更甚，修成口舌之力。若再不选乐器，本公子便判你输。叶修不再多言，目光转向不难，随意地伸出一只手，有劳不思政，取一支唢呐来。啊！不难以为自己听差了，下意识地掏了掏耳朵。叶执印，您说是要唢呐？是的。叶修点了点头，却让全场绷不住了。唢呐，那可是响器之王，红白喜事、迎神送鬼的专属，在这风雅之地用唢呐比试乐律，这叶执印莫不是要在教坊司里直接送施楚生上路不成？众人面面相觑，
脸上写满了惊愕与荒唐，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施楚生先是一愣，随即心头狂喜，稳了，这一下彻底稳了。这废物定是黔驴技穷，破罐破摔。他生怕叶修反悔，立刻催促不难，不思政，就按他的意思，速速取来。好吧。不难头皮发麻，挥手让身旁一个同样目瞪口呆的小宦官捧来一支唢呐。叶修接住唢呐，入手冰凉，心中一阵感慨。想当年，他两手插兜，在大学不知道被绿是什么滋味，结果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他被女朋友给绿了。而为了感谢女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刻苦学了好几个月的唢呐，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站在女朋友的宿舍楼下吹响了大出殡10个多年。唢呐摸上去都有一点生疏了呢。叶修收拾了一下心情，便朝众人说道：一曲安河桥赠与诸位，记得备好纸巾。靠！施楚生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备好纸巾？入你娘的！这废物是真打算在这教坊司里给他哭丧送终不成？他肺都要气炸，刚想破口大骂，嗡，一声石破天惊的唢呐声毫无征兆的猛然炸响，紧接着一曲气势浩荡的曲调猛然荡开，直击每一个人的灵魂，震颤着他们的心脏，让所有人头皮发麻，脸露惊呆。可下一秒，那曲调猛然一个拐弯，化为了一曲悠扬连绵的悲歌，让每一颗被震撼中的心灵狠狠触动了一下，以至于无数人的内心中那一段深藏的过往、回忆、遗憾都直接被无情地扯了出来。于是一幕奇景在教坊司内上演，不难等宦官眼眶瞬间通红，席间的醉女们肩膀无声抽动，有人微微仰头，试图不让泪水滑落，还有人早已泪流满面，却只是痴痴地望着前方，一动不动，仿佛灵魂已被那悲音抽离了躯壳。空气中弥漫开浓的化不开的悲痛、不甘、苍凉以及无尽的遗憾。曲子很短，教坊司很快恢复死寂无声，可那曲子的后劲十足，竟无人从悲凉的气氛中走出来。放下唢呐的叶修暗暗叹了一声，呢喃自语了一句：安河桥一响，连路过的狗都会有遗憾，你们能没有吗？低语如同投入死水中的石子，四周猛然传出一阵失声痛哭。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哥哥，他们是被冤枉的，可无人替他们伸冤，我却只能在这里苟活。呜！畜生，我真是个畜生啊！家父年事已高，可我却竟深入了宫，连一个后代都没给他留下啊！呜！爹娘，你们在草原还好吗？孩儿回不去了。悲泣声、呜咽声、自责的低吼声，连成一片，汇成一股令人心碎的洪流，淹没了整座教坊司。冷眸沉默不语。胜负早已高下立判了。他唯一无法理解的是，叶修此人能将瓦罐化为天籁，已是匪夷所思，如今竟连这被视为俗气的唢呐也能在他手中化作勾魂摄魄的神器。自己浸淫音律多年，自认天赋卓绝，可和他一比，那差距何止是高山仰止。叶修随手将唢呐丢在一旁，望向人群中那个已经面如死灰的施楚生。我好像一不小心的赢了。此话一出，施楚生如遭雷击，僵立当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输了。没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输了。叶修那一曲唢呐石破天惊，更好像夹杂着一股摧魂蚀骨的力量，直吹得他泪眼模糊。那成为秦祖得意门生后便无情抛弃的发妻身影，居然不受控的被翻涌出来。施楚生猛地一个机灵，一脸惶恐地望着叶修：你究竟是何方妖孽？那绝非越律，是摄魂邪术，是妖法，否则怎会连你这等冷血薄情之人也想起了被你弃如敝履的旧人？叶修一脸平静，将心理学的微表情观察得淋漓尽致，像利刃戳穿了施楚生内心的隐秘。施楚生脸上的血色褪尽，一片死灰。不是这一个王八蛋那么恐怖的吗？不仅记忆碾压他，竟连他内心深处最不堪、最不愿面对的污点都洞若观火。这哪里是人，分明是能窥探他内心的鬼魅啊！叶修懒得理会他惊骇的模样，只冷冷点出结果。妖法也罢，邪术也好，结果便是你吹我不动，我吹你哭了，所以你输了，输得彻彻底底。心服口服吗？施楚生，他喉头滚动，想反驳，想怒骂，想指责叶修肯定作弊了可方才。他的泪是真实的，四周无数双泪眼也都是真实的，这是无法被磨灭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凤求凰在叶修那唢呐神鹰面前就是一坨狗屎，可他敢认输吗？不敢。一旦认输了，那输的不仅是引以为傲的乐律造诣，更是全部身家乃至性命。一想到当场自裁4个字，施楚生的双腿都止不住的发软。叶修瞥了他一眼，那眼神淡漠如是蝼蚁挣扎。
放心，你的命我不稀罕，留着吧，省得脏了我的地方。施楚生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绝处逢生的狂喜。不过，但叶修话锋一转，含义领列你名下所有田产、商铺、金银细软，包括身上值钱的物件，3日内尽数交割至教坊司库房，全当给姑娘们添件新衣。若少一闻，我便亲自去太子府讨要，连本带利。施楚生脸上的喜色瞬间凝固，被无尽的屈辱淹没。倾家荡产，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他可是秦祖高徒，太子近臣，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可如今却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吞，否则连这最后一丝体面也要在冷眸面前丢得精光。顿时间，他面如锅底，牙缝里挤出几个字：3日之内定当奉上。很好。叶修微微颔首，目光转向一旁的冷眸。还有一事，冷眸小姐，从现在起是我聘请的教坊司唯一执事总管，此地一切事务由他全权打理。现在请施公子带着你这张脸滚出我的地方，以后莫让我在此地再看见你，更不许再来烦扰冷总管，否则……叶修没有说下去，施楚生却浑身一颤，那未尽的威胁比任何言语都更令人胆寒。他死死攥紧拳头，却只能带着满身屈辱，踉跄着转身，逃也似的冲出了教坊司的大堂主人躯干。赌局惨败，他还有何颜面留下？死皮赖脸只会让冷眸更加鄙夷。人一离开，叶修舒展了下筋骨。冷总管，往后这摊子事就辛苦你了。你就那么笃定我会答应你？冷眸望着他，清冷的眸子里翻涌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绪。叶修唇角微扬，你若想拒绝，他来的时候你就会离去了。冷眸沉默数息，最终还是颔首。好，我应下了。另外，叶修眼神微动，闪过一丝深意，还需你配合我演一出戏。什么戏？一出好戏。施楚生几乎是爬着离开教坊司，脸颊虽火辣辣的疼，但比起倾家荡产的灭顶之灾，这点皮肉之苦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哪怕叶修饶了他一条命，可那刻骨的恨意却已在他心中燃成滔天烈焰。叶修，他捂着肿如猪头的脸颊，眼中的怨毒几乎要喷出火来。此仇不报，我施楚生誓不为人。他不敢回秦祖下榻之处，更无颜面对往日追捧他的权贵。此刻，他唯一能想到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位赋予他秦师名号，并暗示他阻拦叶修的靠山太子叶昭。施楚生凭着一腔怨毒戾气支撑，一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扑向东宫。然而，东宫的那一位此刻却刚从太庙归来，案头便摊开一份新到的密报：驸马府王家3年前陈州矿案的黑幕已经彻底被查清，300多条无辜矿工的性命，欺君罔上的金矿弥天大谎，铁证如山，再无丝毫转圜余地。加之王家这些年贪墨的巨额钱财，这一棵大树等于彻底倒下了，而他那一位尊贵的长姐即将成为寡妇。密报被狠狠撕碎，丢在地上。当初为北辰来使焦头烂额，无暇顾及长姐之事，不曾想只是稍一耽搁，却得到了这么一个噩耗。叶修，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眼中的怒火几乎要焚毁殿宇。又是你，又是你这该死的孽障！给本宫等着，本宫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恰在此时，殿下，殿下救我啊！伴随着凄厉的哭嚎，只见施楚生顶着那张肿胀如猪头的脸，衣衫褴褛，连滚带爬地扑倒在阶前。你怎么了？叶昭被他这一副惨状给吓了一跳。施楚生指着自己不成人形的脸，涕泪横流，哀嚎不止。太子殿下，您要为小人做主啊！那叶修他欺人太甚，简直是要将小人活活逼死啊！说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将教坊司内发生之事添油加醋地哭诉了一遍。正怒火攻心的叶昭听完后，整个人都愣住了。你说谁？叶修？他把你弄成这样，还用唢呐赢光了你全部家当？施楚生拼命点头，哭嚎道：千真万确，就是他，那个废物八皇子，他用妖法邪术胜了小人。殿下您要为小人做主。砰！一个花瓶当面狠狠砸来，当场头破血流。施楚生被砸懵了，捂着头难以置信地看向暴怒的太子。殿下，您这是为何？没错，用花瓶砸他的人就是太子。为何？叶昭豁然起身，指着施楚生鼻子，怒不可遏。施楚生，你当本宫是傻子不成？叶修那废物在乐律上能赢了你，还他娘的用了妖法，你怎么不干脆说他是秦祖的祖宗转世？殿下，属下句句属实啊！施楚生顾不得血流满面，西行上前急声辩解，
他用唢呐吹哭了所有人，真的太邪门了。住口！叶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声震殿宇。本宫难道不清楚那废物有几斤几两？他下棋10局10输，他画图只会涂鸦王八，他吹唢呐，吹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当年在宫里，他弹个琴，半个后宫的人差一点被他给弹走了。你是当本宫耳聋眼瞎，还是脑子被猪油蒙了？叶修可以说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废物，别说吹唢呐那种技术活了，恐怕唱一句小曲儿都能从宫门歪到应天城外去了。这个施楚生真是畜生，输给别人他信，输给叶修他绝不信，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施楚生，不是他说的都是真的，为何太子一个字都不信？他急得几乎要跳起来。殿下，您若不信，大可派人去问冷眸小姐，她是亲眼所见啊。好。叶昭怒极反笑，你既执意找死，本宫就让你死个明白。说完，他厉声唤来一名心腹侍卫，低声吩咐几句，侍卫领命，匆匆而去。不多时，他便返了回来。施楚生如见救命稻草，嘶声追问：快说，他是不是说叶修赢了我？是不是？侍卫面无表情，躬身回禀：回殿下，冷小姐说施公子并未输在技艺上，但施公子的却欠了叶修一笔巨债。至于缘由，冷小姐说得问施公子自己了。叶昭一听，目光不善地扫来，施楚生整个人的脸却绿了。殿下，听小的解释，定是他们串通一气，故意构陷。呵呵。叶昭一声冷笑打断，眼中杀机毕露。冷眸是何等人物？他亲娘过世都未曾落一滴泪，你觉得他会为了叶修那个废物编造这等谎言来哄骗本宫？施楚生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可他确实撒谎了啊！滚！叶昭彻底爆发，抓起手边的笔洗、镇纸、砚台，劈头盖脸的向施楚生砸去。给本宫立刻滚出去！本宫再也不想看见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再不消失，本宫就让侍卫将你剁碎了喂狗！施楚生被砸得抱头鼠窜，从东宫颠颠撞撞的摔了出来，憋屈，太憋屈了！他堂堂的秦祖最宠爱的关门弟子，竟要承受如此奇耻大辱！叶修、冷眸，你们欺人太甚！你们给我等着，等着！施楚生强忍着剧痛与屈辱，如同丧家之犬，带着一身狼狈的冲向最后的希望秦祖下榻的幽静院落。人未至，凄厉绝望的哭嚎便已穿透了门扉。师尊，救救徒儿！那叶修欺人太甚，要将徒儿逼上绝路了。幽静的庭院，古树浓荫如盖。石桌旁，两位老者对弈品茗，落子无声，唯有清茶氤氲的香气袅袅升腾。其中一位气质儒雅，身着云纹长衫，正是名满天下的秦祖刘一手；另一位鹤发童颜，目光深邃如渊，周身弥漫着一股浓郁而清苦的药香。棋盘之上，黑白焦灼，结果外面一声凄厉绝望的哭嚎，撕裂了庭院的静谧。两位老者直其一顿，愕然对视。下一秒，砰！院门被猛地撞开，一道身影踉跄滚入。施楚生，他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原本阴柔俊秀的脸庞，此刻居然肿胀扭曲，青紫交叠，血迹未干，狼狈凄惨的如同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一样。两位老者皆是吓了一跳。紧接着，刘一手看清来人，豁然起身：楚生，你这是怎么了？对面的老者也皱紧了眉头，方才那哭嚎中似乎夹杂着一个名字：叶修。未及细思，施楚生已经连滚带爬扑到刘一手脚边，指着自己那张惨不忍睹的脸，嘶声哭诉：师尊，那叶修欺人太甚，他当众辱我、殴我，更以要挟之术，凭一管唢呐破我敌音，令徒儿倾家荡产。他还让人在太子殿下面前构陷污蔑，断我前程，绝我生路啊！他刻意隐去自己挑衅在仙河赌命一事，只将叶修的暴行与己身惨状添油加醋，一股脑道出刘一手眼见爱徒如此惨状，又闻其控诉，一股护犊怒火直冲顶门。岂有此理！他猛拍石桌，勃然大怒：是哪一个叶修，竟敢如此猖狂，欺辱我刘一手的门徒？便是那被罢黜的废物八皇子叶修。施楚生急声道，眼中怨毒几乎喷薄而出。他仗着陛下旨意，在教坊司无法无天，连冷小姐都遭其压制，气煞我也！一个施氏皇子竟敢骑到他秦祖徒儿头上！刘一手须发皆张，面色铁青，正欲发作。慢！一旁静观的老者忽然抬眼，目光古井无波。叶修动手必有缘由，至于胜你敌意，也绝非邪术所能为。你算什么东西？施楚生的怒火瞬间炸开，竟忘了眼前是何人，血红的眼珠死死瞪着老者，
老狗，你不知前因后果，便在此妄断是非，那叶修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孽障！一声雷霆般的暴喝，如同冷水浇头，硬生生打断施楚生的咆哮。刘一手怒指着施楚生，满心震怒：你竟敢对华前辈如此放肆，还不跪下！施楚生被这一吼震得魂飞魄散，兀自梗着脖子：什么华前辈？他不待刘一手再次呵斥，那被辱骂为老狗的老者神色却异常平静，只是缓缓放下手中的青瓷茶盏。老夫华天年，就是那个替你师尊调理多年万疾，勉强维系他琴音不绝的华天年。轰！施楚生一听，脑中如遭重锤猛击，霎时一片空白。华天年，他刚才骂了什么？骂了这名镇九州连他师尊都需躬身相请，金针可续命，妙手活死人的神医华天年，骂了师尊爱以续命保住情义根基的再生恩人。扑通！无需留一手再吃半句，施楚生双膝一软，如烂泥一般瘫跪在地，面如死灰，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刘一手羞愤交加，无地自容，朝着华天年深深一揖：华兄！烈徒口出狂言，恶语伤人，实乃刘某管教无方，罪该万死。华兄续万之恩，刘某没齿难忘。若非华兄妙手回春，调理刘某多年痼疾，这双手早已废去，焉能抚琴弄音？这孽障！华天年微微抬手，止住了刘一手痛心疾首的告罪，些许口舌，何足挂齿。倒是刘兄，老夫有言相告。华兄请讲。刘一手肃容以待。华天年目光深邃，语出如石破天惊：以老夫之力，本无法根治你万疾，否则也不会拖延至今。方才因一副新方，短短半月不到，便彻底驱除了你积年古万劳损之痛。刘一手愕然：华兄的意思是，治好你的人非是老夫？华天年直视刘一手惊疑的双眼，而是另有其人。那药方正是从他手中所得。你徒儿方才辱骂的，正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叶修。没错，药方就是曾在魏国公府外由叶修一口作气写出的10几张药方之一。而叶修是何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少年，他乃是坊间传闻的赌圣，他更是能够治好自己束手无策病人的真正神医，还是那一个能够打败自己武道宗师老友的狂人。那样的一个神人，岂会跟一个小辈乱来？明显是施楚生撒谎，隐瞒了真相。但此言不亚于晴天霹雳。刘一手猛地瞪圆双眼，难以置信地望向华天年，又猛地转向地上狼狈不堪的施楚生。孽障！他视为珍宝，托付衣钵的爱徒，竟敢如此欺瞒于他。能开出如此神方，治好连神医都棘手的痼疾之人，岂会是如施楚生口中那般不堪入目？施楚生此刻已经全身僵硬，宛如死了3天的尸体。好家伙，他怎么都想不到，那一个被他视为废物、百般羞辱构陷的叶修，居然才是真正治好师傅痼疾的神医。他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畜生！刘一手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反手一掌狠狠掴在施楚生脸上。啪！脆响刺耳。施楚生被打得眼冒金星，却连闷哼都不敢发出一句。刘一手看也不看他，强压沸腾的心绪，再次对着华天年深揖到底：华兄，刘某汗颜无地，恳请华兄引荐，刘某当亲副教方司向叶公子负荆请罪，叩谢这再造之恩。华天年看着刘一手诚挚的神情，又瞥了眼地上如丧考妣的施楚生，然后捋了捋胡须，终是颔首。也罢，叶小友胸襟如海，当不为此计较。刘兄既有此心，老夫便陪你走上一遭。刘一手紧绷的心弦微微一松，长揖：多谢华兄。教方司临水琴室，檀香袅袅，隔绝外界的喧嚣。冷眸端坐在交尾琴前，素手轻抚琴弦，眼神却透着一丝罕见的茫然与焦躁。不久前，叶修邀他合演一出戏，所以当太子遣人查问时，他生平第一次说了谎，而代价便是此刻叶修的指点。叶修斜倚窗边软榻，呷了口清茶。开始吧。冷眸深吸一口气，指尖拨动，一曲炉火纯青的高山流水自弦上淌出，琴音清越空灵，技法圆融无缺，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镶嵌在乐里的金科玉律之中，完美的无可挑剔。一曲终了，余韵未绝。冷眸抬眸望向叶修，静待评语。这已经是他今日第3次奏此曲，前2次叶修只静听，未知一词。叶修放下茶盏，终于开口：你弹的是高山流水，可我耳中只闻高山嶙峋，不见流水潺潺。说着，他随意拨动一根琴弦，铮一声短促清明，听到了吗？叶修平静地继续说道：这只是一个单音，它可以是山石崩落，也可以是水滴石穿。
可你的曲子把所有的音都放在山石崩落之处，太硬，太冷。冷眸脸色倏然一变。秦祖曾赞他意境高远，技法通神，却从未有人敢说他情中无情。可叶修寥寥数语，却如一把无形刻刀，瞬间剖开他引以为傲的完美琴壳，露出内里那从未察觉的空洞。一股从未有过的惶惑包裹住了他。那该如何？忘掉乐谱？叶修语出惊人。冷眸愕然抬手，忘掉。对，忘掉。叶修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乐谱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高山流水的精髓在于伯牙子期，知音相遇，心弦共振，琴音方的自然流淌。他所奏的不是琴谱，乃是那一刻的知遇之情。你现在闭上眼去想，你初冬寒夜推窗忽见一只红梅凌霜出战时，心头那刹那的悸动。想你母亲病榻前紧握你的手时，掌心残留的最后一丝余温。或者就想想方才我那唢呐声起时，你心底翻江倒海的滋味。冷眸的心猛地一跳。叶修的话语仿佛带着某种魔力，瞬间将他拉入刻意压抑的记忆碎片中，各种复杂难言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现在告诉我。叶修的声音适时传来，忘了几成？大半。冷眸已合上双眸，长睫微颤。再望。片刻沉寂。叶修再问，现在如何了？尚余3段未忘。那就尽数忘光。又过片刻，叶修三问，可曾忘尽？忘尽了。冷眸缓缓睁眼，眸底似有微光流转。叶修大喜，说道：善。现在别管什么宫商角徵羽，也别管什么指法章法，给我弹他娘的。冷眸合上双眸，指尖悬于琴弦之上。初冬寒梅的惊艳，母亲病榻前掌心的余温，唢呐升起时灵魂的巨震，无数被理智深锁的画面骤然撞开心房的闸门。忘掉乐谱，忘掉技法，忘掉秦祖的赞誉以及自身的骄傲。叶修那句粗犷的弹他娘的在耳畔炸响，如重锤轰然砸碎了所有无形的枷锁，以至于冷眸的玉指猛地落下。铮，琴音不再循规蹈矩，不再是悦耳的流淌，而是蛮横的强音，如裂帛般骤然撕裂了天地的静谧。这第一声竟震得他自己指尖一颤，本能欲缩，别停，继续。叶修低沉的喝令如同强心剂，彻底点燃了冷眸的犹豫。下一秒，他那曾织奏无暇之音的玉手仿佛挣脱了无形的丝线，在七弦之上狂舞，指尖翻飞，不再是完美的高山流水，而是狂放，是挣扎，是呜咽，是压抑了太久的生命咆哮。技法偶有错漏，甚至指法凌乱，汹涌的情感却如决堤洪水，直击灵魂深处。琴音越来越急，越来越沉，如狂风暴雨席卷苍茫山林，又如一叶孤舟在滔天怒海中绝望的嘶鸣。在一声近乎失控的强音颤鸣后，一滴滚烫的泪珠竟从冷眸紧闭的眼角悄然滑落，砸在了冰冷的琴身之上。琴音戛然而止，万籁俱寂。冷眸猛地睁开双眸，酥胸剧烈起伏，大口喘息，仿佛刚从溺水中挣脱。他怔怔凝视琴身上晕开的湿痕，难以置信地轻触自己湿润的脸颊。他哭了。那个在生母离世时都未曾落泪的他，居然在弹琴时落泪了。是因为失控，因为狂放，因为那些被乐理斥为粗鄙不堪的表达。他甚至不敢去看仍在微微发麻的手指，仿佛刚刚奏出惊涛骇浪的是另一双手好。一声喝彩打破死寂，叶修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赞叹。这才叫琴音，这才叫他娘的高山流水。山有嶙峋傲骨，水有奔流不息，知音难觅，情之所至，何须拘泥于宫商角徵羽的方寸之地。冷眸啊冷眸，你方才这一曲虽起于狂乱，归于呜咽，技法更是不忍直视，错漏百出，但比你之前弹的那100遍完美无瑕的高山流水强出100倍、1000倍、万倍。高山有了魂，流水有了泪，这才是真正能撞进人心里，让人跟着哭，跟着笑，跟着五脏六腑都一起震颤的天籁之音。叶修的话语字字如击，在冷眸耳边轰然炸响，强出100倍、1000倍、万倍。仅仅因为他忘掉了乐谱，抛开了技法，任那深埋心底的情感洪流肆意奔涌。他下意识低头看向仍在轻颤的手，这双手经营琴道20载，被秦祖誉为天赋旷古烁今，早已将无数高难技法锤炼得如同呼吸般自然天成。他曾笃信技艺的极致便是完美，可现在叶修仅仅用3句话，忘掉，去想，弹他娘的，竟让他瞬间抛却那深入骨髓的匠气，第一次触摸到了以情喻音，直通人心的无上境界。这颠覆性的领悟让他停滞多年的情谊骤然跨越了数个维度。这哪里是指点，
这分明是醍醐灌顶，是再造之恩。冷眸猛地抬头望向倚窗而坐的少年，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翻涌着前所未有的波澜，是震撼，是吃惊，是拨云见日的狂喜，更是一种近乎顶礼膜拜的敬畏。扑通，一声沉闷轻响打破秦氏寂静，冷眸竟毫无征兆的屈膝跪倒在地。他素来挺直的腰背深深弯下，额头几乎触地，那身清冷孤傲荡然无存。叶师尊，再造之恩，冷眸永世不忘。自今日起，冷眸愿追随师尊左右，执弟子礼，求师尊教我。师尊，这一声称呼，其分量已然超越了他对秦祖那高山仰止的敬意。叶修却彻底绷不住了，不是用力过猛了，这剧本他妈的不对啊！老子费尽心思，又是激将又是点化，为的是啥？是为了泡妞？是为了完成验孕丹计划？收徒？收个徒弟有毛线用？到头来岂不便宜了外人？他脸一黑，刚想义正辞严拒绝谟地，砰！秦氏门被急促推开，不难那张惊惶的脸探了进来。叶直印，冷总管，不好了！秦祖刘老先生、神医华老爷子，还有那个施楚生，他们三人气势汹汹闯到前厅来了，指明要见您二位啊！话音一顿，不难的喉咙仿佛被扼住，双眼瞪得几乎脱眶。我靠！他看见了什么？堂堂秦道天才冷眸小姐居然向叶直印下跪叩首。他疯了，还是冷小姐疯了？来得好！叶修反而一喜，话音未落，人已弹射而出，如离弦之箭冲出秦氏，只留下一道残影。那速度，那姿态，分明是落荒而逃。不难又是一愣，但未及反应，跪着的冷眸已如一阵风般站起，擦肩而过，追了出去。不难，好家伙，莫不是自己疯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瞬间空了的秦氏，半晌才跌跌撞撞追出。教坊司前厅气氛凝重，神医华天年与秦祖刘一手肃然而立，施楚生则跪在两人身后，头深深埋着，身体筛糠般颤抖。叶修身影刚现，三道目光便如利剑般聚焦在他身上。华天年与他微微颔首，目光交错。下一秒，刘一手率先迎上，对着叶修便是深深一揖到底。叶公子，老朽刘一手特来拜谢公子再造之恩。若非公子神方，老朽这双废腕，这把残琴早已化作尘土。公子大恩，没齿难忘。话语真挚，姿态谦卑至极，全然不顾眼前少年不过弱冠之龄。此情此景，令紧随而至的冷眸与不难等人惊骇欲绝。秦祖，名震天下的秦祖，竟对叶修行此大礼，还口称救命之恩。不是叶修，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吧？礼毕，刘一手直身，脸色陡然转厉，朝身后断喝：孽障，还不滚过来，向叶公子叩头认罪！将你今日如何狂妄无知，忘恩负义，构陷恩人的种种恶行，从实招来，任凭叶公子发落。施楚生浑身巨震，手脚并用，爬到叶修面前，声音带着哭腔与绝望：叶公子，叶恩公，小人该死，小人有眼无珠，小人是畜生，求恩公开恩，饶小人一命，小人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语无伦次，涕泪横流，哪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气焰，剩下的都是恐惧与卑微。叶修没有作声，而是将目光落向华天年。华老，什么情况？叶小友，实不相瞒。华天年苦笑解释，刘一手乃是老朽一位古腕久治不愈的病人，后来老朽斗胆，换用了你所写的治蛊方，如今已然痊愈了。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操，不是吧？华天年都治不好的病人，居然被叶修的一个药方给治好了，他还会治人。然而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冷眸，他比谁都清楚，秦祖所患的乃是常年累积的骨腕劳损，因此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可如今的秦祖居然被治好了，这叶修到底有多逆天？指点秦医已经是惊世骇俗，如今还兼通医道，他惊呆了。叶修恍然大悟，朝刘一手微微颔首，随手所书不足挂齿，你该谢的是华老，若没有他大胆用药，你的腕骨就好不了。华天年闻言立刻摆手，叶小友此言差矣，此方精妙绝伦，直指病灶，乃再造之功，老朽不过是依方而行，岂敢贪天之功？刘老，你真正该谢的是叶小友。什么叫隔绝？这就是啊，但凡跟叶修同龄之人，能被秦祖这么感谢，早就尾巴翘天上去了，哪会那般风轻云淡？叶公子高义，老朽铭记于心。刘一手再次深深一揖，对华天年的话深以为然。然而当他的目光触及跪伏的施楚生时，脸上的感激化为了痛心。但这孽障，
他今日冒犯公子，更是忘恩负义，构陷恩人，其刑可诛。老朽将他带来恩公当前，任凭发落。施楚生闻言，面如死灰，吓得魂飞魄散。叶修瞥了施楚生一眼，淡淡道：罢了，我与他本有赌约在先，他输尽身家，东西按时送来教坊司库房，此事变了。至于他本人，看在秦祖面上，带走吧，莫让我在此地见到便是。是。施楚生如蒙大赦，叩头如捣蒜。刘一手见叶修如此宽宏大量，更是汗颜，连忙躬身道：公子放心，这孽障所欠之物，老朽必亲自督办，1日内定将所有财物分毫不差送至教坊司。叶修微微一点头，目光转向冷眸：东西到了，交由冷眸入库便是。是，师尊。冷眸回过神来，对叶修盈盈一礼。刷，前厅瞬间死寂，所有目光带着难以置信的错愕，齐刷刷落在冷眸身上。师尊，哈，他们没听错吧？冷眸，那个传说中必将超越秦祖的天才奇女子，居然口称叶修师尊，不难眼珠暴突，下颌几乎脱臼。他悟了，难怪冷眸在秦氏中对叶修虔诚跪拜，那分明是行师徒大礼。他望向叶修的目光，早已不只是肃然起敬，更添了难言的敬畏。那个孤高绝尘，谁也拿捏不住的女人，竟被这位叶直印收服了。然而最受震撼的莫过于刘一手，他猛地扭过头，死死盯住冷眸，声音都变了调：冷小姐，你刚刚喊他师尊。他记得太清楚了，当年他惜才如命，欲收冷眸为徒，却被他一句心有所向，自有情道淡然婉拒，而今日他居然拜了这一个弱冠少年为师。是。冷眸清冷颔首，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叶修绷不住了：我可没收你啊！1日为师，终身为父。冷眸言简意赅：你耍流氓啊！师尊，叶修，奶奶的，师徒误我。看来的执行 B 计划，加快拿下冷眸了，那样一来，教坊司便能顺理成章改造成自己的大本营。然而面对两人的对话，刘一手的瞳孔骤缩，仿佛眼前站着的已非他熟知的孤高情仙，而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存在，太离谱了，竟是冷眸求着拜师。刹那间，他猛地转向叶修，眼中困惑如沸水翻腾：叶公子，你当真也精通乐律？他徒儿施楚生曾说，叶修用唢呐赢了自己，他只当是猎徒诬陷的风言风语。可冷眸这一声师尊，却如惊雷劈开迷雾，将他固有的认知砸得粉碎。一个少年能被冷眸追着拜师，其造诣难道还在他之上？叶修掸了掸衣袖，神情平淡无波。略知一二，轻描淡写的4字，却似投入刘一手心湖的巨石。沉寂多年的战役，混合着强烈的好奇与求证之心，在他胸中轰然爆发。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叶修极其郑重的一到底：老朽厚颜，恳请叶公子赐教一局。无论情色萧，任公子择选，只求一闻公子天音，死而无憾。四周的人无不瞠目结舌，秦祖居然向一个少年求赐教，这一旦传出去，天下乐坛怕是要翻天了。别说是四周的阉人和罪女，就连地上如烂泥般的施楚生也害得魂飞天外。叶修看着刘一手花白的头发和眼中的执拗，无奈摇头：刘老，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不欺负老头。全场他不待众人反应，话锋一转：况且时辰不早了，我得回家生火做饭，顺便酿2坛酒。全场他又随意一指冷眸，对刘一手道：这样吧，你若实在寄养，不妨先跟冷眸切磋一下，若赢了他，再来找我不迟。全场语毕，叶修再不停留，他对着华天年微微颔首示意，便在满厅呆滞的目光中施然转身，步履从容，朝着教坊司外走去。那背影潇洒的如同饭后闲庭信步，只留下身后一地惊雷与骇浪。哈，不欺负老头，回家去做饭酿酒，先打败冷眸。这究竟是谦逊到极致，还是装逼狂傲到了骨子里？唯独冷眸清冷的眸子亮得惊人，他对着叶修离去的方向深深俯首，群居尾地，恭送师尊。无论叶修有没有答应做他的师尊，但从今以后在他心中，叶修已是唯一的师尊。刘一手望着那背影，又看向缓缓起身的冷眸，心头震撼与战意翻腾不止。他深吸一口气，转向冷眸，郑重地说道：冷姑娘，请你与老朽战一局。好家伙，秦祖非得跟叶修一较高低不成，居然真的要跟冷眸对决，这无异于是自降身份。阿蛋！冷眸颔首同意了。好，他也想验证一下成果。于是乎，两人落座，两架交尾琴置于堂前，无需言语，指尖同时落下。
刹那间，铮，琴音骤起，刘一手的琴声醇厚、磅礴、厚重，技巧更是登峰造极，如巍巍高山拔地而起，每一处转折都精准无匹，尽显数十年功力沉淀。这是正统的高山，充满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震撼力。然而，冷眸的琴音却截然不同，他的指法不再追求无瑕，甚至偶有细微的滞色，但琴声初起便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活气。他的流水不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奔涌的情，时而如幽夜泉鸣，时而又似惊涛拍岸，直撞人心。两股琴音交织，碰撞，争鸣，众人屏息凝神，目睹这一场巅峰对决。不知谁胜谁负，可刘一手却是越弹越心惊。他感到冷眸的琴音仿佛带着魔力，竟引动他沉寂多年的心湖波澜。那不再是技艺较量，对方的琴音试图共鸣他的情感，撼动他数十年构筑的乐理高墙。震撼，太令人震撼了。他试图以更强大的技巧压制，结果冷眸的琴音却如柔韧的水流，非但未被冲垮，反而在琴的牵引下越发圆融深邃，隐隐有一种包容万象、润物无声之势。铮，一声刺耳的裂帛之音炸响，刘一手心神俱震，指下失控，竟生生崩断一根琴弦。琴音戛然而止，他将在当场难以置信地看着断弦，又猛地抬头看向冷眸，可冷眸的琴声仍在继续。他不仅顺畅地弹奏起了两部分的高山流水，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指尖翻飞，那挣脱了束缚的音符愈发流畅激昂，如江河奔涌入海，再无挚爱，直至最后一个音符袅袅消散。整个前厅死寂的落针，可闻不用来人宣判，胜负已分。那一个传闻中有朝一日能够超越琴组的女子，竟真的压了琴组一头。刘一手的手都在颤抖，不是因弦断而疼痛，而是源于内心的剧烈冲击。他死死盯着冷眸，脸上充满了震撼。老夫的琴心居然被你给乱了。半月前，他刚与冷眸切磋了一番，且完美碾压了冷眸，可如今两人身份好像互换了，他败了，败得如此彻底。不是技不如人，而是那一颗浸淫乐理一生、追求极致完美的心，在对方那不讲道理、直击灵魂的情之洪流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率先崩断。冷眸指下流淌的哪里是琴谱，分明是人心啊！冷眸缓缓收手，迎上琴组惊骇的目光，平静开口：师尊说琴为心声，心若蒙尘，弦音再准都是死物。他教我忘掉乐谱，弹他娘的。全场弹他娘的，那么粗暴。全场惊掉了下巴，刘一手更是如遭雷击，踉跄后退。忘掉，弹他娘的，弹他娘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穷尽一生攀登的技艺巅峰，在叶修点化的这一条以情喻音、直指人心的通天大道面前，竟显得那般苍白而渺小。他激动了，双颊都变得一片潮红。叶公子教了你多久？一次？多少次？一次。你们来之前刚教。轰！刘一手的脑海彻底炸开。一次，仅一次点拨就让冷眸脱胎换骨，将自己这近银数10载的琴组都压了下去。叶修的乐理造诣究竟高到何等匪夷所思的地步？然而，震撼还未结束，冷眸继续说道：师尊的乐律之强，难以想象。他可以用瓦罐敲出天籁，用唢呐锤出神音。冷眸的话语再一次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刘一手的心坎上。瓦罐天籁，唢呐神音，叶修的强大已经彻底超越刘一手毕生认知的乐理疆界。这已经不是技艺高低，而是对音律本源的颠覆。这一位名震天下的琴祖在沉默了几秒后，随之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瞪裂的举动。他深吸一口气，抛开所有矜持与身段，朝冷眸极其诚恳的躬身：冷姑娘，老朽厚颜，恳请姑娘代为引荐。老朽也想拜入叶公子门下，执弟子礼，求叶公子收我为徒。整个教坊司前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不难，一众阉人、四周的醉女无不头皮炸裂。太惊人了！琴祖刘一手，名震天下的乐坛泰斗，居然要拜那一个被罢黜的八皇子为师，这世界疯了不成？跪伏在地的施楚生彻底傻了。他听到了什么？他尊崇如神明的师尊要拜他恨之入骨的仇敌叶修为师，那他算什么？他施楚生岂不是一下子从琴祖的得意门生变成了叶修的徒孙啊？正当刘一手沉浸在拜师的狂热念头中，华天年却悠悠开口，泼下一盆冷水：刘兄，这念头趁早打消了吧。华兄这是何意？满腔热忱被打断，刘一手错愕不解。叶公子之才如皓月当空，刘某非是不该想，而是想也没用啊。
华天年捋了捋胡须，语气带着一丝自嘲与无奈：老朽当初也曾如你这般如饥似渴，想求着叶小友收我为徒，钻研医道。啊！刘一手猛地瞪圆了双眼，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你，华兄，你莫不是被拒了？何止是拒了？华天年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叶小友当时看我的眼神跟看个傻，总之是干脆利落地拒绝了。这一下不只是刘一手倒吸一口冷气，整个前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难一众阉人，四周势力的醉女，包括地上瘫软的尸楚生，全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不仅惊得魂飞天外，一张张嘴更是张得能塞进拳头。秦祖刘一手欲拜叶修为师，已是石破天惊，可万万没想到，连名震大昆、活人无数的神医华天年，居然也曾卑微求拜那叶修门下。最离谱的是，还被拒绝了。两位皆是各自领域登峰造极的泰斗级人物啊！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们万万也不敢相信此等荒诞之事居然是真的。这世界究竟怎么了？刘一手彻底呆滞在原地，脸上的潮红急速褪去，只剩下难以置信的惨白，以及深不见底的失落与复杂他毕生追求的乐道巅峰，在那位叶公子眼中，竟与华天年的医道一般，皆是不值一顾，连收徒的资格都够不上吗？华天年看着老友失魂落魄的模样，叹了口气，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刘兄，看开些吧。叶小友性子虽独特，却也并非不近人情，师徒之缘强求不得，但朋友之意尚可结下。老朽与他如今也算忘年之交，相处颇为融洽。刘一手浑浊的眼眸中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光亮，下一秒他对着华天年郑重无比地施了一礼：华兄，老朽厚颜，恳请华兄日后若有机会，定要替刘某引荐一二。刘某不求拜师，只求能聆听叶公子片语点拨，便心满意足，此生无憾。好说好说。华天年含笑应下，带着几分了然。叶小友心胸开阔，只要刘兄诚心相交，想必不难，待时机合适，老朽自当引荐。多谢华兄成全。刘一手感激涕零。华天年忽然又想起什么，急忙补充，神色严肃：另外切记，叶小友最是厌烦张扬，今日厅中种种务必烂在肚里，对任何人半个字也休要提起。明白。刘一手神情一凛，重重点头，望着两人神态，听着两人言语，厅内众人只觉一阵恍惚，这二人莫不是叶修特意请来的托儿？可放眼整个大昆，谁能请得动这分属不同领域的两位巅峰人物同台作戏？这念头刚起，便被更深的震撼碾碎。太离谱了，太刺激了。唯独冷眸依旧静立原地，清冷的容颜下，芳心却在剧烈地颤动着。那并非恐惧，而是一种滚烫的激流在奔涌他所拜的这位师尊，其境界之高，早已超越了尘世的评判，莲华神医这般人物，竟也只能仰望。昆帝究竟是昏聩到了何等地步，才会将师尊这般人物给罢黜了？叶修刚踏进破败的院门，便见王允领着10余名身着飞鱼服的虎狼锦衣迎上来，躬身禀报：少主，您吩咐的鱼池已清理完毕，活水也已引入。辛苦。叶修微微颔首，目光扫过院落，红叶呢？宁姑娘方才出去了，说是要亲自为您置办几套合身的衣物，以及一些日常用品。王允解释道。叶修摆了摆手：知道了，你们下去歇着吧。是。王允等人应声退下。这院落后方本有一方小池，但荒废成了泥坑，外加叶修穿越过来时穷得叮当响，以至于没工夫去清理。如今手头早已宽裕，叶修便动了心思，一来弄个池子养养鱼虾，符合他这闲散废处皇子的人设，游手好闲才不惹人疑。二来嘛，哪个穿越来的灵魂深处没藏着点对钓鱼佬那姜太公般意境的向往？叶修哼着小曲，径直走入简陋的厨房，手脚麻利的生火颠勺，不多时便炒好了几个清爽小菜，又从角落拎出一坛自酿的酒，拍开泥封，酒香顿时散开来。然后他端着酒菜来到后院，月光下新修的鱼池粼粼波光，清澈的池水宛如明镜，倒映着漫天星辰。叶修将酒菜放置于池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慢悠悠提起一根青竹鱼竿，手指娴熟地挂上一枚鱼饵，手腕轻巧一抖，鱼线破空，划出一抹银湖，悄然没入水中，只鱼浮漂在月光下轻轻摇曳。他撩袍坐下，拎起酒坛，琥珀色的酒液倾入粗糙碗中，仰头呷了一口，辛辣中带着微甜的回甘，滑入喉中爽。这方寸之间的悠然，才他妈的是生活啊！嗖，一阵破空声骤然撕裂了夜色。叶修脖颈一凉，几乎同时抄起手边鱼竿向上一横，当，火星迸溅，一柄寒刃正巧卡在坚韧的竹节处，离他天灵盖仅剩3寸。紧接着力道如潮水般退去，鱼钩上却多了一片鲜艳的碎布。
叶修放下酒碗，懒懒抬眼，只见一名红裙刺客倒悬在头顶树梢，双腿绞着枝干，裙摆赫然缺了一角，裂口处露出的大腿嫩肉，在夜色中白的晃眼，他盯着叶修，冷冷一笑：“哼，传闻中被罢黜的八皇子，倒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叶修自顾自的又斟满一碗酒，眼皮都懒得抬一下。那是自然，本王3岁习武，5岁杀人，姑娘现在走还来得及，不然等会儿就要被扒光衣服，光着屁股跟月光争辉了。话音未落，红影翻飞，刺客已如魅影落地，九节鞭毒蛇般弹出，直视叶修咽喉：“你找死！今日便送你去见阎王。”叶修头也未回，只是脖颈随意的一偏，啪嚓，九节鞭擦着他耳畔掠过，抽在旁边的石灯笼上，激起一蓬刺目的火星。他这才将碗中酒一饮而尽，平静道：“你是在挑衅一个钓鱼佬的底线。”女刺客不是叶修居然躲开了，而且躲得那般随意，那一副全然不将他放在眼里的模样，瞬间点燃了他心头的怒火。找死！羞愤交加，他手腕急抖，鞭影霎时化作漫天暴雨，劈头盖脸照向叶修周身。叶修依旧头也不回，一手稳稳地再次倒酒，另一手却猛地一甩，那一根青竹鱼竿像活了一样，鱼线毫无章法地疯狂乱舞，如同游蛇在鞭影缝隙中诡异穿梭。嗖嗖嗖嗖嗖嗖，扑通！乱舞的鱼钩先是缠住鞭梢，一股巧劲传来，九节鞭竟脱手飞出，坠入池子中。更离谱的是，那鱼钩顺势扫过刺客身体，撕了，撕裂声荡开，刺客的外衫被无情撕裂，红裙瞬间化作褴褛破布，雪白的臂膀，精致的肚兜，绸裤暴露在夜风里，连脸上都多了几道细长的血痕。叶修打了个酒嗝，语气带着一丝得意：“这叫钓鱼佬永不空军。”刺客僵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近乎赤裸的身体和狼狈的模样。他可是堂堂的刺客啊，训练有素的那一种，可如今却遭到了这般奇耻大辱。一时间，他的耳朵瞬间充血，愤怒喷涌，彻底淹没了最后一丝冷静。淫贼，今日你必死无疑！羞愤欲绝的怒吼声中，他反手往臀后一掏，唰，鲜血混着使飞溅，一把染血沾屎的细剑竟被生生抽了出来。叶修手里的鱼竿差点脱手飞出，眼睛瞪得溜圆。卧槽，现在的刺客都这么硬核了吗？改走直肠藏剑的路线了？闭嘴啊！刺客恼羞成怒，剑光甩着血分直刺叶修面门。靠！别见着我！叶修脚底抹油，身形急闪，人躲开了，但桌案上的酒菜都中着了气。都冷，好好一桌酒菜毁了。叶修生气了，当场竹竿一甩，将鱼线勾上刺客胸前的肚兜刺绣，然后在刺客一脸震惊、错愕、崩溃的目光中，猛然一用力，将人横甩了出去，竹竿划出一道弧线，刺客如同一条被吊起的肥鱼，凌空飞起，狠狠砸向不远处的假山。砰！撞击声中尘烟滚滚，女刺客的身体以一个脑袋朝下、臀骨朝上的诡异姿态，硬生生卡进假山的嶙峋缝隙里。这一下是鲜血淋漓与月光争辉。叶修随手丢开鱼竿，从石岸上抓起一个瓷瓶，嫌弃地捏住鼻子，踱步到假山前。啧，花样挺别致啊，说吧，谁指使你来的？大半夜不睡觉派人暗杀，无非两个可能：第一，北辰使团的人自己那一顿传销洗脑失败了；第二，便是太子那帮人。不过眼前这娘们五官轮廓不似北辰人，那么答案呼之欲出了，就是太子那边伸来的爪子。至于具体是谁，就得撬开这位直肠藏剑的女勇士的嘴了。女刺客脸上糊满血污，眼中恨意滔天，在缝隙中徒劳挣扎咆哮：“做梦！我死也不会说。”叶修点了点头，指尖轻弹，瓷瓶塞子应声而飞。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什么？女刺客身体瞬间绷紧。叶修微微一笑：“本王特制的调味料，辣椒粉，专治各种嘴硬。”女刺客，叶修晃了晃瓶子，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她卡在假山里的下半身。你这儿伤得不轻吧？希望你的嘴能跟这儿一样硬朗。女刺客无视他眼中爆发的惊恐，叶修手腕一扬，鲜红的辣椒粉如天女散花，簌簌飘落。辣椒粉洒向自己，臀骨有伤。等等，啊！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嚎撕裂夜空，随即戛然而止，剧痛之下，女刺客居然硬生生疼晕了过去。恰在此时，几道身影急掠而至，ninh红叶手提几个包裹，显然是采买刚归。王允带着几名虎狼锦衣紧随其后，见状立刻拔刀环伺，警惕四周。叶修捏着鼻子，
朝假山方向嫌弃地挥挥手：“老王，来得正好，把人弄出来，要弄干净点。”遵命。王允领命，示意手下上前。2名虎狼锦衣毫不怜香惜玉，粗暴地将女刺客从石缝中拖出，置于地上，然后一桶冷水兜头泼下。女刺客一个机灵，悠悠转醒。最先映入他眼帘的却是叶修手中又一次晃动的瓷瓶，吓得他险些再次晕厥。叶修停下动作，声音平淡无波：“还嘴硬吗？本王的调味料，存货管够。”钻心烧骨的剧痛记忆瞬间复苏，女刺客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几乎是嘶吼着脱口而出：“我都说，是武阳公主，是武阳公主命我来的。”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武阳公主，叶修那位哦，是我那长姐叶兰。叶修挑眉，随即恍然大悟：王家倒了，她成了公主寡妇，这是把账算我头上了。刺客满脸恐惧，他说是你害垮了驸马一家，所以不等说完，行了，将人敲晕，找个地方关起来。叶修意兴阑珊的摆手：老王，顺便把这清理干净，饭都糟蹋了。本想小酌几杯，等宁红叶回来共进晚餐，如今满目狼藉，异味扑鼻，还吃个屁。一名锦衣卫手刀落下，女刺客再次昏迷。王允看着糟蹋的饭菜和晕死的刺客，忍不住问道：少主，咱们就这么忍了？我像忍气吞声的人。叶修眉梢一挑，反问道。宁红叶与王允皆是一怔，叶修嘴角缓缓上扬，语出惊人：老王，你去挑几个身形适中、身手利落的弟兄，去叶兰回宫主府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好，给我狠狠揍他一顿。揍完之后，记得清清楚楚告诉他，是我叶修派人揍的。这顿打就是回敬他派来的那支直长剑。宁红叶、王允，不是埋伏殴打公主，已是惊世骇俗，少主竟还要自报家门。王允绷不住了，还想再问，可叶修一个眼神扫去，照做便是。是。王允压下满腹惊疑，匆匆带人离去。一辆皇家马车碾过僻静小道的夜色，车内叶兰端坐，脸色却阴沉的能凝出水来，精心描绘的妆容都掩不住眼底怨毒与颊边未褪尽的几道浅痕。王家那曾经威名赫赫的驸马府倒了，为求自保，他不得不狠心与夫家彻底切割。上表请罪，声泪俱下撇清干系，据成分毫财产，若非身为皇后的母后力保，他这武阳公主的尊号怕也难存。而这一切的祸首正是那叶修，那个被废黜的该死前朝孽种。若非他横插一脚翻出那桩陈年旧案，王家怎会顷刻崩塌？他又怎会沦为应天城最大的笑柄，一个丈夫即将问斩，被迫与夫家划清界限的寡妇公主？他的脸因恨意而扭曲。叶修，此仇不共戴天。但想到不久前派出的那名王家豢养的王牌杀手赤练，他脸上的狰狞恨意终被一丝压不住的冷笑取代。等着吧，赤练出手，必让你血债血偿。话音未落，马车猛地一顿，随之停住。怎么回事？为何停下？叶兰扶住香壁厉喝，可车外死寂无声，无人应答。这反常的静默让叶兰心头骤然一紧，不祥预感如冰水浇下。他猛地掀开轿帘，眼前景象让他倒抽一口冷气。马车停在一条蒙阴小道上，随行的宫女、太监、护卫居然横七竖八瘫倒在地，生死不明。叶兰未等他从惊骇中回神，路旁草丛猛地窜出3、4条蒙面黑影，迅如鬼魅，直扑叶兰。啊！你们是谁？大胆放肆！本宫是宫。叶兰尖声厉喝，试图以身份震慑，却被疾风骤雨般的拳脚瞬间淹没。粗糙的拳头，坚硬的鞋底，毫不留情地砸在他身上，脸上剧痛炸裂，精心梳理的发髻散乱，珠钗崩落，宫装被撕扯，昂贵的脂粉混着泥土与鼻血，糊了满脸满身助手。我是公主，尔等贱民敢伤本宫，必诛九族。父皇不会放过你们。呜！咒骂与威胁在纯粹的暴力前苍白无力。很快，他便被揍得蜷缩在地，只能翻滚。哀嚎，涕泪横流。哭爹喊娘为首的蒙面大汉见他已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这才示意同伴停手。紧接着，他居高临下俯视着地上呻吟的叶兰，冷冷一笑：叶修少主有句话，命我等转告。这顿打是回敬你派去的那支直长剑，再敢伸手，下次就不是打，而是取你性命。话音未落，黑影如鬼魅般没入草丛，消失无踪。不知过了多久，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太子殿下驾到！一丈开道。太子叶昭坐在马车中，脸色阴沉，在一队侍卫簇拥下疾驰而至。不久前，探子来报，皇姐离开皇宫后，
并未按时回到公主府，以至于他眼皮狂跳，心中不安，急急寻来。当马车停稳，叶昭仪踏下车辕，目光扫过地上横躺的众人，皆是被迷药放倒。然而泥泞中那道蜷缩的身影却瞬间吸引住了他的视线。云鬓伞乱似风负，珠钗绫落如草芥，脸上青紫肿胀，脂粉、泥土、凝固的血迹糊成一团，惨不忍睹。华贵的宫装被撕扯得破烂不堪，更沾染着大片刺目的污秽纹，那是屎被打出来的结果，而那竟是他的同胞黄姐。可如今哪还有半分金枝玉叶的模样？叶昭瞳孔骤缩，几步冲到叶兰身边，震惊与暴怒直冲顶门。黄姐，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天子脚下竟有人敢公然劫道殴打公主，这不仅是打皇家的脸，打父皇的脸，更是将他叶昭的脸面踩在脚下。恍惚中的叶兰听到弟弟的声音，剧痛与滔天屈辱瞬间爆发，他崩溃了。是那个贱种叶修，他的人埋伏在此，将我打成这样，还猖狂地说是回敬我派去的那个直肠剑三字，他耻辱得无法出口，胸脯剧烈起伏，噗地喷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总之就是叶修，是他的人亲口承认的。快扶我去见父皇，我要他死，要他死！叶昭听罢，脸色铁青。黄姐，你派人去杀他了，他不该死吗？叶兰如同泼妇般尖声反问。叶昭的脸更黑了。黄姐，你觉得一个正常人在派人殴打了你之后，会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吗？叶兰，叶昭眼中怒火翻腾，可脑中却异常清醒。他这是故意要让你知道，要么逼你去御前告状，而他们手中若握着你的把柄，以你如今的处境，只会雪上加霜，万劫不复。叶兰，叶昭盯着他狼狈不堪的脸，一字一句道：要么就是要你打落牙齿肚里吞，忍下这奇耻大辱。叶兰，叶兰如遭雷击，脑中一片混沌，心神几近崩溃。原来如此，那个混账东西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故意暴露身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前朝孽种居然有那么重的心机。叶兰怒极攻心，喉头腥甜上冲，一口鲜血险些喷出。那我难道就这么算了？这滔天恨意叫他如何能咽下？黄姐息怒，叶昭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叶兰，眼中寒芒乍现，恨意滔天。那恶贼害你沦落至此，此仇不共戴天，必要他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代价。叶兰的声音极为嘶哑，带着一抹刻骨的怨恨。那你说如今还能如何？如何？叶昭脸上掠过一丝狰狞，却未直接作答，只是搀扶叶兰登上马车，然后待车厢隔绝了外界，他面上的阴鸷才再无遮掩。借刀杀人，北辰使团便是现成的那把快刀。叶修搅黄了他们的谋划，这仇结得够深了。黄姐，我们便与北辰联手。叶兰悚然一惊，眼底涌上惊惧。与北辰联手？你疯了！这是通敌叛国，一旦败露！叶昭粗暴地打断他，眼中只剩下孤注一掷的疯狂。他们如今最恨的正是坏其好事的叶修，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这是铲除那孽障唯一的机会。叶兰呼吸急促，惊疑不定。你打算怎么行动？叶昭凑近，声音压得极低，冷冷一笑。3天后，皇家东狩，为帝会体恤北辰使团，邀其共襄盛举，同时也会以皇室血脉同沐天恩的名义，特意邀请我们那位好八弟一同前往。届时在那茫茫山林深处，流矢无眼，猛兽无情，意外总是难免，定叫他有去无回。叶兰肿胀青紫的眼皮剧烈一跳，随之死死抓住叶昭的衣袖，从齿缝里挤出低吼：他必须死！翌日清晨，叶修在小院角落支起石臼，将宁红叶昨日采购命人扛回来的几捆甘蔗洗净去皮。他动作麻利，将一节节着干塞进石臼，让2个力大无穷的虎狼锦衣轮流抡起木锤，反复捶打。大坤的糖，叶修看着飞溅的汁液，暗自摇头。不是吸得像水的宜浆，就是价比黄金的蜂蜜，再不然就是带着怪味的粗食蜜块，连点像样的细砂糖都没有，甜度也不够，还贵得离谱，打仗运粮都嫌占地方。果然，想要丰衣足食，就得自己动手。待甘蔗榨干，叶修遣散虎狼锦衣，独自将浑浊的这只侵入陶罐架在简易灶上，火舌舔舐罐底。他耐心撇去浮沫，精准控制着火候，水分蒸腾，汁液渐稠，色泽转为金黄，翻滚着细密的气泡，一股奇异的焦甜香气弥漫开来。宁红叶跟王云等人被香气吸引，纷纷围拢过来。
见火候差不多了，叶修便示意王允撤去柴火。紧接着，他将浓稠滚烫的糖浆倒入一个铺了细密竹筛的浅木盘里。等取过几根削尖的竹片，在糖浆尚未完全凝固时，他手腕翻飞，快速切割，刮动宁红叶等人正看得一头雾水。奇迹却发生了，原本粘稠的一团，在叶修精妙的动作下，渐渐吸出无数细小的晶莹颗粒，如同最纯净的金色细沙，铺满了盘底。细砂糖成了。叶修用小勺舀起一点，唇角微扬。各位尝尝。宁红叶闻言，心中好奇更甚了。每一次叶修捣鼓新事物，总能给他带来震撼。这一次直觉告诉他，也不例外。于是，他伸出仙指，小心拈起一小撮糖粒，含入口中，颗粒瞬间融化，一股猛烈、纯粹、毫无杂质的甘甜，如同汹涌的浪潮，在他舌尖轰然炸开。这甜度远超蜂蜜的温润，更是将宜姜和石蜜甩出了18条街。他清冷的面容瞬间凝固，眸中满是难以置信，下意识地抿紧了唇瓣。果然，上一次是盐，这一次是糖。少主所为看似微小，却每每如惊雷撼世。王允也小心翼翼尝了一点，眼睛猛地瞪圆。这甜，少主，这是金子啊！他绷不住了，他脑中甚至闪过无数念头：军粮保存、医药配伍，乃至掌控某些权贵的命脉。此物一旦量产，价值难以估量。就连旁边的虾蚱品尝过后，也是激动的语无伦次。甜到心坎里去了，比俺过年啃的饴糖块甜100倍。这真是糖，这他娘的是神仙吃的吧？扫过众人震惊失语的模样，叶修随手捏起一点糖粒，任由其在指间如流沙般滑落。纯度尚可，给某些贵客准备的糖衣总算有像样的材料了。众人面面相觑，对糖衣一词仍是云里雾里。难道是糖制的衣服？那玩意能穿？恰在此时，嘟，一阵突兀的敲门声响起，打破了小院的惊叹与疑惑。来了！离院门最近的虾蚱普摸索着前去开门。吱呀！门开处，一个全身裹在黑袍中的女子立在风中。她俏脸线条冷硬如刀削，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孤高与野性，仿佛一头随时准备撕碎猎物的母狼。正是拓跋月。当看清开门的是一个摸索门框的瞎子，他明显一怔。不是叶修竟用瞎子守门，不怕被搬空吗？压下错愕，拓跋月在虾蚱普的引导下踏入小院，目光锁定了被众人簇拥的叶修。他脚步不停，径直走到叶修面前站定，干脆利落地说道：太子派人找我，2日后东狩，邀北辰联手杀你。叶修眼皮都未抬，你答应了？这女人经他一番传销洗脑，又给了1日思考，如今带来的却是这消息倒是有趣。没有，拓跋月下颌微扬，他们也给了我1天时间考虑。哦，叶修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玩味。那你此刻前来是有了决断？气氛骤然一凝，王允一等人随之警惕了起来。但是拓跋月的脸上闪过一丝挣扎之后，便在宁红叶、王允一等人惊骇的目光注视下，双膝一屈，跪在了院中。所有人惊呆了，北辰公主竟向一个被罢黜的皇子下跪，这简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王允几人肃然起敬，果然少主的魅力无人能及，一国公主都得卑躬屈膝。唯有宁红叶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拓跋月已经做出了抉择。叶修眼中毫无意外，只有一片深潭般的平静。看来你的选择很明确了。没错。拓跋月的眼底翻涌着绝望，却又像在绝望深渊中死死抓住一根浮木。叶修，我今日跪在这里，赌上的是整个拓跋月，望你莫要让我这绝望一搏沦为更大的笑话。拿去吧。叶修随手将一袋刚制好的细砂糖丢在拓跋月面前，将此物命人火速送回北辰，告诉你父皇，你已掌握此物的稳定供应渠道，且价格低廉，他自会对你刮目相看。望着脚边的布袋，拓跋月满脸错愕，就凭这一袋东西便能撬动父皇那铁石般的心肠，改变他根深蒂固的偏见。北辰皇庭的冷酷与偏执他再清楚不过，一袋不明之物就想扭转乾坤，简直荒谬绝伦。疑虑翻腾，他忍不住捡起袋子，扯开细绳。下一秒，细如金沙、晶莹洁白的晶体暴露在空气中。拓跋月黛眉紧蹙，这是何物？尝尝就知道了。叶修语气淡然。拓跋月迟疑一瞬，终是捻起一小撮送入口中，轰！一股甘甜如同汹涌的狂潮瞬间席卷了他的味蕾。下一刻，他双眸骤然瞪得滚圆，瞳孔深处掀起滔天巨浪。身为北辰公主，她尝遍世间顶级珍馐，价值千金的石蜜、玉宴上的饴糖不过是寻常点缀，可此刻口中这细小的颗粒，其纯粹，其浓烈，
其口感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这简直是神赐之味。他猛地抬头望向叶修那张波澜不惊的脸，震撼失声：“这糖出自你手？”叶修颔首：“刚出炉，便宜你了。”拓跋月彻底失语，所有的质疑、抗拒、被胁迫臣服的不甘，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眼前这一个被大坤罢黜的皇子，不仅医术通神，智谋如妖，居然还能信手拈来如此足以颠覆邦国贸易，甚至影响国事的神物。操！大坤皇帝脑子抽了。拓跋月紧紧攥住那袋细糖，指尖因用力而发白，芳心却在剧烈的狂跳。一条他从未敢奢望的通天之路，似乎正在眼前缓缓铺开。你可以先回去了。叶修下了逐客令。拓跋月回过神来，那东狩之事，不等说完，读。院门外敲门声再次响起。虾蚱普熟练地摸索着门栓，拉开院门，片刻后返回，将一张烫金请帖递到叶修手中。少主，有人送来帖子。叶修接过，目光随意一扫。太子仁德念及手足之情，特邀庶人叶修2日后共赴西山皇家猎院参与东狩盛典，此乃天恩浩荡，庶人叶修务必准时赴约。东狩。叶修轻笑出声，目光转向跪在地上的拓跋月，眼中闪烁着近乎孩童发现新玩具般的兴奋光芒。答应太子合作，这么好玩的事情，我叶修岂能缺席？望着叶修眼中的兴奋，院中众人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起，头皮一片发麻，强烈的预感笼罩心头，有人怕是要倒血霉了。西山皇家猎院盘踞于龙虎山脉，那是距离大坤帝都最近的山峦，其中猛兽盘踞不计其数，山脉外围已被大坤皇室用连绵的木栏围栏圈起，开辟出直通深处的狩猎通道。每逢狩猎盛会或春夏秋冬季，便有重兵驻守于此，严防大型猛兽侵袭。此刻猎院入口处早已人头攒动，喧嚣鼎沸。应天城中叫得上名号的勋贵子弟，精于骑射的武将之后，乃至几位受圣上亲眼的藩王世子，尽数汇聚于此。他们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簇拥着今日的主角太子叶昭。阿谀奉承之声此起彼伏，将太子烘托得如同众星捧月。殿下神武，此番狩猎定能拔得头筹，能随殿下东狩，实乃我等荣幸。殿下可否允在下一同随行，也好沾沾殿下的神威？叶昭面带矜持微笑，一一颔首回应，目光却在人群中逡巡，最终定格在不远处一道略显孤清的倩影上。李师师。今日他一身利落的绯红旗装，勾勒出的身段愈发玲珑有致。虽然依旧是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眉宇间却似褪去了几分少女的青涩，悄然多了一抹成熟女子的妩媚风韵，动人心魄着微妙的变化，像一根细刺扎进叶昭心底，勾起莫名的烦躁与不快。他强压心绪，拨开围拢的众人，策马夺至李师师近前。师师姑娘，今日猎院风光正好，姑娘可愿与本宫同行，也好有个照应。李师师闻声缓缓侧手，那双妩媚的眸子看向叶昭，平静无波。太子殿下有心了，不过在殿下套近乎之前，是否该先把醉仙楼那日的赌约了结？小女子还在等殿下兑现承诺，当众认输呢。毫无顾忌，直接打脸。夜郎的敌人便是他李师师的敌人。叶昭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继而变得忽青忽白。他万万没想到李师师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不留情面地撕开他那块遮羞布。四周喧闹的奉承声戛然而止，一道道目光齐刷刷落来，充满了古怪。醉仙楼火锅赌局，太子输给废皇子叶修，却赖账这些早已在应天权贵圈子里悄然流传的译文，此刻被当事人如此直白的点破，无异于当众狠狠扇了太子一记响亮的耳光。靠！魏国公的掌上明珠果然够辣够烈，众人心中无不啧舌。叶昭却只觉一股邪火直冲顶门，俊朗面容因羞怒而微微扭曲，但为了面子，他强压怒火，阴沉道：师师姑娘此言差矣，那日分明是叶修那孽障与醉仙楼女厨神串通设下的无耻圈套，本宫岂会上当？他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放，才能挽回一点尊严。李师师唇角微扬，绽开一抹嫣然笑意。殿下说是串通，那便是串通吧，其中真相几何，小女子一介女流，无心也无力深究。小女子关心的只是殿下身为储君，金口玉言，当日在醉仙楼众目睽睽之下许下的赌约何时能兑现？殿下总不会想让天下人耻笑，说我大坤储君是一个输不起的小人吧？四周荡开一片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叶昭更是被噎得胸口发闷，他都想到了这娘们了，面子是一点都不给，损人是一点不留情。他的脸色彻底阴沉下去，阴鸷的几乎能滴出水来，眼看就要发作。蓦地，
李师师眼波流转，目光似乎被烈焰入口处的动静吸引。下一秒，他眼中清冷褪去，漾开惊喜的涟漪。甚至不等夜招发作，他便猛地一拉缰绳，策动坐骑，轻盈地错开拦在面前的太子，径直朝着入口方向疾驰而去。夜招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又被李师师这判若两人的态度转变搞得一愣，心头憋屈和不爽几乎要炸裂了。他下意识顺着李师师奔去的方向回头望去，只见烈苑入口一辆普通马车正缓缓停下，赶车的竟是一个瞎子。他摸索着放下脚蹬的动作惊呆了无数围观者，不是哪路神仙，居然用一个瞎子赶车。可答案很快揭晓，车帘掀开，叶修走下马车，一身青衣在满场鲜衣怒马、珠光宝气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透着一股平淡的从容。他随意伸了个懒腰，仿佛刚从一场好梦中醒来。然而未及环顾四周，那团炽烈的绯红身影已席卷而至。李师师翻身下马，动作行云流水，带着飒爽英姿。他几步上前，极其自然地伸出纤纤玉手，亲昵地挽住叶修胳膊，扬起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娇嗔道：叶哥哥，你怎么才来啊？人家等你好久了。这亲昵的姿态，这熟稔的语气，与方才面对太子时的冷冽疏离判若两人。叶修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指了指正摸索着拴马绳的虾蚱普，淡然解释：哦，虾蚱普眼睛不好使，走岔了路。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眼前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震得说不出话来。堂堂魏国公府的千金，应天成无数勋贵子弟心中的女神，居然如此主动亲昵地挽着那一个被罢黜的废皇子叶修，还撒娇娇嗔：靠，这还是传闻中豪赌、好酒、好打人的女魔头吗？最离谱的是，叶修竟用一个瞎子赶车走错路这种荒诞至极的理由来搪塞，偏偏还理所当然。再联想到刚才太子被李师师当众追债，此刻又被彻底无视的窘迫，这巨大的反差与戏剧性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我去这两人的待遇不应该反着来才对吗？叶昭双眼喷火，死死盯着那挽在一起的两人，嫉妒、愤怒、屈辱化为烈焰，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焚烧殆尽。王八蛋，臭婊子，你们给本宫等着！可李师师根本不屑理会，反而将叶修的胳膊挽得更紧，巧笑倩兮：走错就走错吧，来了就好。我的踏雪脚力最健，在我们两人绰绰有余。走，我带你进去。说罢，不由分说，拉着叶修便朝他那匹神骏白马走去。叶修人由李师师拉着，在无数道呆滞、惊愕、难以置信的目光下，施施然走向烈苑深处，只留下一脸铁青，几乎要原地爆炸的叶昭，以及气氛诡异到凝固的烈苑入口。叶昭猛然惊醒，刚要破口大骂，若让这两人就这样扬长而去，他的太子脸面往哪搁？就在他即将失控怒吼的瞬间，他的眼角余光瞥见烈苑入口处又一阵骚动，一队异域装束的人马正缓缓驶入，为首者身姿挺拔，正是北辰公主拓跋月。他高坐马上，目光扫视全场，最终落在太子身上，微微颔首示意。拓跋月的出现像一盆冰水浇下，让叶昭一个机灵，强行压住翻腾的怒火。大局为重，他瞬间换上得体的笑容，策马朝拓跋月迎去，朗声道：拓跋公主驾临，烈苑蓬荜生辉，请。只是在策马转身的刹那，他的目光扫了一眼叶修消失的方向，心中渐渐狰狞。叶修，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风光吧，今日这茫茫西山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好戏就要开场了。西山烈苑，林木参天，李师师策马踏雪，叶修坐于其后，骏马步伐轻快，颠簸着两人相撞的身体，踏过松软的林地，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李师师微微侧身，依偎在叶修怀中，他扬起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吐气如兰地说道：叶郎，太子今日来者不善呢。我外祖父的线人留意到，他手下这几日与北辰使团密会频繁，恐有阴谋，你千万小心。自从成为叶修的女人那一刻起，他便倾尽全力为叶修捕捉任何一丝不利的风吹草动。然而叶修手臂揽着他的腰肢，唇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他以为他的人早就是我的人了。李师师，叶修低下头靠近他耳畔继续说道：而且他这两日谋划的细节我已经都知晓了。李师师，叶修抬眼望向灵犀间的天色，目光深邃。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现在该轮到我狩猎他了。李师师，叶郎，你莫不是在说笑？李师师猛地仰起脸，眸中水光潋滟，盛满了难以置信。你的人，太子谋划的细节，你也尽在掌握。这消息的冲击力远比他预想的还要骇人。本以为太子勾结北辰已是杀局，未曾想叶郎竟早已反客为主，
将钉子埋到对方心腹之中。这般手段当真是翻云覆雨，鬼神皆惊。昨日得知消息，他不惜软磨硬泡，甚至使了小性子，才从外祖父那里讨来些许情报组织的权限，只为今日能助叶修一臂之力。结果倒显得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了。叶修低低应了一声，身下马背颠簸起伏，每一次震动都让怀中温软丰腴的娇躯与他贴得更紧实一分。那惊人的弹性隔着薄薄衣料传来，每一次背部相触都像在他紧绷的心弦上重重撩拨。所以他那点把戏掀不起风浪。那李师师压下心头惊涛，急切追问：你打算如何？这烈焰步步杀机，他们定不下了天罗地网。叶修未答，微微扶手，温热的鼻息带着他独有的气息，先一步拂过他光洁的额头，激起肌肤一阵微微战栗。你怕不怕？李师师猛地昂首，两人鼻尖瞬间相抵，呼吸霎时纠缠在一处。他挺直腰肢，俏脸上再无半分妩媚，止于一片赤脸。怕？我李师师既然已经是你的人，生便在你掌心，死亦在你怀中，认定了你便是一生一世，刀山火海我随你踏平。莫说今日太子设下这杀局，便是你现在要挥剑斩向叶昭，我也必策马为你开道，纵死不回头。天若塌下，我便与你一同撑起这苍穹。这毫无保留，近乎叛逆的宣言，居然让叶修微微失神奶奶的，怪感人的。就是有一点恋爱脑，不过这样也好，唯有将他更深的卷入漩涡，那魏国公府秘密隐藏的情报网络才可能真正为自己所用。他凝视着怀中女子的容颜，微微一笑。好，既如此，那就去西边那片翰林。李师师眼中再无半分迟疑，玉臂一震，用力抖将。驾！踏雪长丝，四蹄翻腾，载着两人一路向西。当然，叶修此行翰林并非无的放矢。2日勘图，他发现大昆这一处山脉的翰林之主正是狮子。没错，叶修的目标就是那翰林霸主，而那将是这一场猎人与猎物的游戏最重要的一环。突然，嗖！一支箭矢破空而至，钉入踏雪前方的地面。淅沥沥，踏雪受惊，前蹄猛扬。李师师花容失色，紧勒缰绳才堪堪稳住。有人偷袭！别慌，你继续骑马，剩下的交给我。叶修的声音平静无波，仿佛早有预料。李师师急道：怎么骑？想怎么骑就怎么骑。话音未落，叶修已经从他身后探出，反手抓过马鞍旁的硬弓，搭箭上弦。李师师整个人都懵了，不是夜郎想干嘛，要与对方对射不成。然而不容他多想，嗖嗖嗖，又是数道冷芒从侧方密林射来。叶修眼神锐利如鹰，捕捉箭矢，预判诡计，弓弦连响。叮叮噗，一支袭向踏雪脖颈的箭被精准击飞，一支射向他后心的箭被凌空撞碎木杆，第3支反击箭则如电没入林中。闷哼荡开，一道黑影自树冠栽落，咽喉洞穿。李师师，妈了，彻底麻了。他唯一能感觉到的是耳边劲风呼啸，眼角的余光瞥见叶修动作快得惊人。拉弓，搭箭，射出，动作一气呵成，毫无滞色。每一次弓弦震颤，必有一道寒光没入林间阴影。噗噗嗤，林中不断传来坠地闷响与短促惨嚎，每一箭必夺一命。7箭过后，林间死寂。李师师紧握缰绳的手心全是冷汗，心头掀起滔天巨浪。他见识过大昆第一神射手的本事，因为那人正是他外祖父魏国公龙隼。可即便是外祖父，都没有像叶修那么畅想丝滑。可刚刚他居然亲眼看着一枚枚致命的冷箭被叶修或格挡或拦截，而他反击的每一箭都能带走一个潜伏的杀手，太强了，太惊人了。这就是他的男人吗？叶修对此毫不意外，因为穿越前他特意苦练复古功，就为了在穿越之后能够在爷爷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存下来。而如今这一具身体的力气，在五禽戏一等功法以及药物调理下，已是超越了常人。再搭配上精妙的剑术，直接把杀伤力拉满。叶修也不废话，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冷不丁说道：师师，停下。李师师惊醒过来，依言勒马。下一秒，踏雪在翰林边缘停下，不安地刨着蹄子。未等李师师开口，10余道灰褐色身影已无声自密林踏出，他们面覆黑金，只露出一双冰冷眸子，手中冰刃寒光闪烁，为首一人身形魁梧，双眼落在马背上的叶修，声音带着凝重杀机：好剑法！真没想到，传说中被罢黜的废皇子竟有这等神乎其技的射术。剑，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够拉开的。
从入门到熟练并实战，需要1到3年之久。若是想要百步穿杨，更是需要3、5载，更别说叶修方才所施展的，简直是神鬼之技。有何感想？叶修翻身下马，淡然问道。全场不是看杀神表演，还得发表感想。为首的杀手脸色一黑，看来你被罢黜，果然不冤。多谢夸奖。叶修微微颔首，你们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个来？我们赶时间。全场，好家伙，人都被他们给包围了，居然还敢那么嚣张。杀手头目眼中凶光爆射，杀！命令急出，10数道寒芒暴起，直扑叶修。叶修手腕一翻，马背长剑瞬间出鞘，寒光乍现。他身形如风，不退反进，悍然撞入杀手阵中，刀光剑影，每一次寒芒掠过，都精准地带走一道生命。快、狠、准，没有一丝多余动作，只有最精准、最致命的杀戮效率。夜郎、李师师惊呼，欲下马相助，可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血花飞溅，惨叫连连。仅仅几个呼吸，场中已倒下一片，连那杀手头目也被一剑穿心窒息，太令人窒息了。李师师彻底猛了叶修之强，远超想象。外祖父全盛之时，怕也难有这般令人胆寒的果决与准度。当最后一名杀手目睹同伴惨状，叶修染血的剑尖已抵至其喉前3寸。饶命！公子饶命！杀手亡魂皆冒，扑通跪倒，声音因恐惧而扭曲。小人是北辰人，奉拓跋公主密令在此配合，是自己人。自己人啊！他快吓死了。若再晚一点，估计也会跟着那一群人一块儿下黄泉了叶修剑士一顿。摘下！杀手慌忙扯下黑巾，露出惶恐的面容，又手忙脚乱掏出怀中一枚小巧狼头银饰。公主信物在此，说猎物已入笼了。叶修扫了杀手一眼，确认过眼神，是北辰人没错了。至于信物，正是他与拓跋月约定的信物。他转身回到马边，手腕轻转，收剑入鞘，动作流畅自然，仿佛方才的修罗场从未发生。按计划行事。是。那北辰暗叹如蒙大赦，不敢耽搁，身影迅速没入林中阴影。叶修看也未看满地尸骸，径直翻身上马，落于李师师身后。吓到了。李师师这才回神，眼里满是小星星。吓？不是被你给帅到了。若谁敢再说我男人是废皇子，我第一个打碎他满口牙。哈哈，继续出发吧。叶修忍俊不禁，咱们也该去找狮子了。李师师心绪未平，再起波澜。狮子？不是，你找狮子做什么？当然是。叶修唇角勾起一抹玩味，送太子一份大礼。李师师，狮子，礼物。他顿感刺激，压下翻腾的心绪，用力一抖缰绳。驾！踏雪长丝载着两人踏过尸骸，如离弦之箭一般射向翰林深处。很快，两人抵达地图标注的翰林边缘，先将踏雪拴在一块巨石旁后，叶修迅速扫了一眼地图确认方位，便领着李师师悄然前向锁定的狮群领地。结果远远望去，狮群赫然在目，规模不小。李师师心口如鹿撞，既紧张又兴奋。接下来呢？观察。叶修言简意赅，两人伏低身形，屏息凝神，仔细摸清狮群的领地范围和核心区域，才悄无声息地退开。撤出一段安全距离后，叶修挽弓如满月，咻咻数声破空，7、8只散落的麋鹿应声倒地。他亲自上前，拔出剑矢，取出一件特意打造、带有密集利齿凹槽的陶瓷模具，对着剑孔反复碾压、搅动，将剑伤破坏，伪装成猛兽撕咬留下的窗口。一切准备就绪，两人合力将鹿狮拖拽到狮群领地边缘几处精心计算过的点位，足够深入隐尸，又不至于立刻惊动狮群，且精准卡在叶昭一行必经的路线上。完事后，叶修舒展筋骨，走，太子那帮人快到了，咱们找个地方烤2只野兔，留下点悠闲狩猎的证据，免得他们起疑。可李师师感觉很不可思议，这样就行了？目标不是狮子吗？怎么看都像是给狮群送大餐。放心，叶修笃定点头，投放时机、尸体位置、血腥味的扩散路径、狮群可能的反应区域，我都算好了，剩下的就看叶昭那边能否按计划行事了。这份对猛兽习性的精准把握，并非凭空而来。穿越前，他曾不惜重金，特意聘请了那位已站在食物链顶端闻名的野外生存专家贝爷，进行了为期数周的沉浸式野外特训。那段如毛饮血与猛兽周旋的经历，让他积累了远超常人的荒野生存知识。我明白了。李师师恍然大悟，你想借狮子对付太子？他很是好奇，一个人如何操控野兽去精准攻击想要攻击的目标。然而，叶修却摇头，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不，狮子只是陪衬，主角另有其受，得看太子的配合程度以及拓跋月的悟性了。啊！李师师彻底糊涂了。叶修却不再解释，而是拉起他，迅速撤离这片即将成为风暴之眼的翰林边缘。灌木丛生的山路上，一行人策马疾行，叶昭与拓跋月并骑在前，身后簇拥着勋贵子弟与藩王世子，他们人人安侧都挂着猎物，野兔、獐子，甚至一头半大的野猪。大多出自太子神社，当然也少不了世子们为博楚君一笑的刻意放水。殿下神社无双，今日头筹非您莫属。一名世子谄笑着，将太子刚射落的锦鸡殷勤挂上他的马鞍。叶昭矜持颔首，享受着众星捧月，目光却不时瞥向身侧的拓跋月。这位北辰公主策马稍前，身姿挺直，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林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叶昭心中冷笑，他知道他在等什么，而他也在等一场好戏。蓦地，一名黑衣人仓皇从侧前方密林钻出，踉跄奔至队伍前，单膝跪地。禀公主，禀殿下。那猎物受了惊，慌不择路，逃进前方翰林深处了。属下无能，未能拦截。队伍中的众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只当是难缠的猛兽逃脱了。叶昭与拓跋月却心照不宣，逃进翰林。叶昭双眼一眯，寒光乍现，哼，以为躲进险地就能逃出升天，痴心妄想。众卿，随本宫追，今日定要将这猎物手到擒来，剥皮拆骨。他大手一挥，率先催动坐骑，冲向翰林。世子们虽一头雾水，可见太子如此神勇，立刻爆发出震天附和，纷纷策马紧随，如同一群嗜血的猎犬扑向目标。很快，队伍一头扎进翰林，前行不过100丈，一名侍卫勒马惊呼：“殿下快看！”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灌木丛旁赫然躺着一具硕大的麋鹿尸体，脖颈处被撕裂开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窗口，血肉模糊，深可见骨。几名胆大的士子策马上前细看，脸色骤变：“殿下，这伤口绝非刀剑所伤，倒像是被猛兽利齿生丝咬开的。”哦，叶昭勒住缰绳，眉头紧锁。猛兽？这鸟不拉屎的翰林哪会有猛兽？就在众人惊疑之际，拓跋月忽然开口，语气充满担忧：“太子殿下，此地血腥味浓重，恐已惊动林中猛兽。这伤口狰狞，绝非寻常野兽所为。大坤毕竟不善狩猎，为殿下及诸位安全，不如先行撤退。”大坤不善狩猎几个字，刺中叶昭最敏感的神经。不久前才被李师师当众羞辱，如今又被一国公主质疑胆量，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顿时间，一股被轻视的怒火轰然腾起。叶昭爆发出一阵狂傲大笑。拓跋公主未免太过谨慎，区区猛兽何足道哉？我大坤儿郎有手就行，猛兽又如何？遇虎杀虎，遇狮屠狮，正好让尔等见识本宫的神威。众卿，随本宫继续前行，本宫倒要看看是什么畜生敢在本宫面前逞凶。言罢，他猛加马腹，坐下骏马，吃痛长嘶，再次冲向翰林更深处。望着这一幕，拓跋月眼底掠过一丝异色。这2天来，叶修教他一种窥探人心的能力，如今算是小试牛刀，却一次奏效了。不过是激将了一下，太子就如叶修预料一般的深入了。叶修此人深不可测，他压下心绪，策马跟上，而四周的世子权贵也只得硬着头皮紧随。然而更令人心悸的是，沿途竟又接连发现数具同样惨状的麋鹿尸体。殿下，这太邪门了，这么多猛兽啃咬的痕迹，此地恐有大凶之物盘踞啊。是啊，殿下，看伤口怕是狮虎之属，万一被偷袭，后果不堪设想啊。殿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还请三思啊。见势不妙，世子权贵们纷纷出言劝阻。住口！叶昭勃然大怒，他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了。他想退，可此刻一退，不仅颜面扫地，更坐实了拓跋月之言。他绝不容忍，区区几具鹿尸就把尔等吓破了胆。我叶昭乃真龙血脉，天命所归，什么狮虎猛兽，在本宫面前不过土鸡瓦狗。都给本宫听好了，今日这翰林，本宫静定了，谁再敢言退，动摇军心，休怪本宫剑下无情。即刻顺着血迹给本宫追，本宫要亲手宰了那伤戮的畜生，更要揪出那只逃窜的孽畜。话音未落，他已猛加马腹，骏马嘶鸣着再次冲出。众人无奈，只得提心吊胆跟上。就在他们踏入一片尸骸遍布的翰林核心地带时，吼一声低沉雄浑的咆哮骤然撕裂林间的死寂。紧接着，一道雄壮的金色身影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从一块巨岩后猛地窜出，金宗在阳光下闪耀，一双兽瞳死死锁定闯入者，凶光毕露。雄狮会，叶昭胯下的骏马受惊，人力而起，电光火石间，雄狮化为金色闪电扑至，前掌拍击而下，利爪一下子嵌入马颈，然后身躯顺势一甩，砰！沉闷的撞击将高大的骏马生生掀翻，尘土飞扬。叶昭惊叫着滚落马下，快，保护殿下啊！世子权贵们魂飞魄散，尖叫着拔出武器，但他们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猛虎独行，狮王必有狮群。果不其然，吼吼吼！四周骤然响彻连绵的狮啸，一只只目光凶残的母狮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将整支队伍死死困在中央。这一刻的拓跋月心跳骤然加速，眼前这一幕居然与叶修的推演严丝合缝，他竟真能预演操控这猛兽入局。然而来不及细想，滚落在地的叶昭刚挣扎起身，便对上了雄狮的兽瞳。他松开垂死的马匹，正一步步向叶昭逼近，浓厚的血腥扑面而来。雄狮的眼神像在审视一只猎物。该死的畜生！叶昭惊怒交加，胡乱挥舞着长剑，试图驱赶。这疯狂的动作在狮王眼中无异于最直接的挑衅。吼！雄狮后肢猛然发力，庞大的身躯如同炮弹一般腾空扑下。因为距离太近，所以叶昭根本无从闪避，当场被扑倒在地。就殿下！世子们肝胆俱裂，挥剑冲向雄狮。可他们的举动是对侵犯了狮子领地后的再一次挑衅，宛如捅了马蜂窝，以至于狮吼连天。母狮们咆哮着，化作索命的金色旋风扑向惊慌失措的人群，场面陷入了一片混乱。怒吼声、兽吼声，人兽大战的序幕被拉开了，叶昭却绷不住了。雄狮的身躯死死将其压住，巨爪按住他横挡身前的剑刃，一点点下压。那一张血盆大口带着森白獠牙也一寸寸逼近他的面门。叶昭道心破碎，恐惧席卷全身，让他几近崩溃。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嗷呜！翰林更深处，一阵诡异阴森的鬼嗷声由远及近，急速传来。紧接着，一群丑陋猥琐的猎狗带着贪婪的凶光，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冲了出来。猎狗，密密麻麻的猎狗。叶昭被雄狮死死按在尘土中，腥臭的口水滴落脸庞，森然利齿近在咫尺。如今视线中又出现了猎狗的踪迹，恐惧蔓延，瞬间冲垮了他最后的心防。啊！一声不似人的凄厉尖叫撕裂空气，一股温热的液体猛地浸透了他那紧缎裤裆，尿骚味混合着血腥气，在混乱的翰林中弥漫开来。殿下！几个忠心护主的世子目眦欲裂，拼命想冲破母狮的纠缠，扑向太子。吼！三头母狮如影随形，獠牙交错，瞬间撕开了冲在最前那人的大腿，鲜血狂喷。惨嚎声中，那人翻滚倒地，另一人刚挥剑隔开一只狮爪，侧翼便被另一头母狮狠狠撞飞，身躯砸在地上，尘土飞扬，再难爬起。而那群迈着罗圈布的猎狗当场嗅到了风中浓烈的血腥以及新鲜的尿骚味时，一双双三角眼里瞬间爆发出贪婪到极致的凶光。那气味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最顶级的兴奋剂。哇！嗷嗷嗷呜！猎狗群发出一阵亢奋癫狂的怪叫，如同打了鸡血，速度骤然飙升。他们不再是猥琐的试探，反而目标明确的令人心胆俱裂。他们无视狮群，所有贪婪的视线死死锁定在那美味气息的源头。瘫软在地的叶昭当下滚开！畜生，滚开啊！叶昭吓得魂飞魄散，徒劳地挥舞着被狮爪压住的手臂，试图驱赶。然而猎狗的战术原始简单却致命，他们不屑正面强攻，而是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下，前仆后继地窜至叶昭身后，猛地张口狠狠咬住了叶昭的下面。嗷！叶昭的惨嚎凄厉得如同被活剐的牲畜，一下子响彻云霄，在空旷的猎院中反复回荡，震得人耳膜生疼。全场惊愕、呆滞、难以置信，所有人如同被施了定身咒，大脑一片空白。唯独拓跋月脑中清晰地闪过叶修当日的交代，电光石火间，他拉弓搭箭，箭足锁定雄狮的眼珠。下一秒，咻！箭矢破空，扑哧，精准贯穿。吼！剧痛让雄狮发出震天怒吼，猛地撇开爪下的叶昭，疯狂甩动硕大的头颅，试图甩掉眼中那要命的异物。结果砰砰砰，狮头如同攻城锤，狠狠撞在后方正埋头工作的猎狗身上，伴随着闷响和猎狗的尖嚎，
几道身影翻滚着被撞飞出去，所有人随之惊心动魄地看到一片猩红四溅，一块血肉模糊、形状难辨的肉块赫然卡在一只倒飞出去的猎狗嘴里。至于叶昭，下体一片狼藉，鲜血汩汩涌出，早已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彻底昏死过去。四周的狮子被猎狗的捣乱彻底激怒，咆哮着撇下其他人，转身便向抢食的猎狗群扑去。猎狗发出一阵狼嚎，叼着战利品，夹着尾巴，撒丫子便四散奔逃。那场面透露着一股欢快。世子权贵，不是太子殿下被猎狗给掏肛了？完了，彻底完了。那不就是说楚军的命根子没了？所有人的脸血色褪尽，惨白如纸，一股寒气从他们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楚军变太监，这是从古未闻的奇耻大辱啊，是赤裸裸对天界的亵渎啊！若坤帝知晓他们这些随行之人有几个脑袋够砍。突然，沙沙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终于响起，一群黑衣人如疾风一般从密林深处冲出，正是收到求救信号后拼命赶来的护卫。当他们一眼望见地上那下体血肉模糊、浑身抽搐、气息奄奄的叶昭时，所有人的心猛地沉入了谷底。他们来迟了夜幕降临。叶修带着李师师策马缓缓回到烈苑大本营，刚踏入营地，两人便察觉出不对劲。原本熙熙攘攘、车马喧嚣的营地，此刻居然显得一片空荡寂寥。偶有碰面的人也都在神色匆匆地收拾行装，急急撤离。叶修不动声色地唤来留守营地的虾诈普，询问了一下情况，才知道叶昭被猎狗给掏肛，导致子孙跟废了的事情。而目前的所有知情人被严令封口，违者将会掉脑袋。所以许多人为了不引火烧身，已经陆陆续续的撤离了。听完后，叶修脸上波澜不惊，只是淡淡吩咐虾诈普准备启程。待其离去，原地只剩他与李师师两人。下一秒，李师师再也绷不住了，他美眸圆睁，脸上写满错愕与难以置信，小手紧紧抓住叶修的衣袖。叶郎，你说的另有其兽，指的就是猎狗？没错。叶修平静颔首。李师师的好奇心如同沸腾的开水，几乎要炸开。天啊，叶郎，你究竟是如何算准这一点的？一个人居然能利用不可控的野兽设下如此精准的一场杀局，而且还真的成功了，这简直匪夷所思。叶修牵起他的小手，朝马车走去，语气平淡地解释道：动物间的生态。李师师待两人弯腰坐进马车，叶修靠向箱壁，才继续解释道：狮子与猎狗是天生的死敌，而猎狗最臭名昭著的便是他们的下作手段，偷抢以及专攻下三路。李师师，叶修的目光投向车窗外沉沉的夜色，嘴角勾起一丝玩味。但凡有狮子存在的地方，必然会有猎狗出没，这叫天敌。你真以为我费尽心机是指望一头狮子去咬掉叶昭的命根子？若指望他，还不如我自己动手一刀切了来的痛快。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叶修居然懂得那么多，竟连猛兽之间的习性与敌对关系都给摸清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了。不过震惊之余，他忽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忍不住又问道：可叶郎，你就不怕失控？万一狮子真把叶昭给……所以我准备了麋鹿。叶修语出惊人，仿佛一切尽在掌握。那不仅是引他上钩的坐标，更是用来喂饱狮子的口粮。狮子吃饱了，自然就懒得费劲去吃人。当然，他没说的是，布局的关键之处在于心理战术上。先是利用叶昭骨子里的傲慢与冲动，再配合性格上的弱点，给予致命一击，才能将整个局势完美串联，随之引爆。若换作心思深沉如二皇子叶天那种老鹰比，此计恐怕难成。所以说啊，玩心理战术的人心是真的脏。李师师彻底呆住了，阴唇微张，震撼得无以复加。好家伙，真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居然将一切可能的变量都牢牢掌控于股掌之间。叶郎，李师师再也按捺不住，双眸放光，猛地扑进叶修怀里，双臂紧环他的脖颈，吧唧一声，响亮的吻便印在叶修脸上。你太厉害了，简直是奴家的神。温香软玉撞了个满怀，脸上还带着湿润触感。叶修哭笑不得，忙扶住他。好了好了，别闹，这还在外头呢，动静小点，马上就回去了，低调，懂不懂低调？哦，李师师这才惊觉失态，吐了吐舌尖，慌忙作证。可脸上兴奋的红晕与眼底的崇拜，却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恰在此时，车厢外传来虾诈普的声音：少主您放心，属下耳背得很，绝不会打扰您和李小姐的好事，更不会告诉您姑娘。李师师俏脸霎时酡红一片，叶修的脸色却黑如锅底。你闭嘴！啥？
虾乍普的声音又钻了进来，透着股憨劲儿：“您说要插花？”李师师先是一怔，随即死死捂住嘴，肩膀疯狂抖动，整个人憋笑缩成一团，眼泪都快飙出来了。叶修一手扶额，几乎吼出来：“我插你个头啊！赶你的车！”驾！虾乍普响亮应声，鞭子甩得格外起劲，仿佛已经看到少主插满一屋子鲜花的盛景。亥时，应天皇宫乾清宫，砰！昆帝看完东寿大会急报，怒不可遏，一掌将砚台灌得粉碎。莫之四见，见了跪伏在地，连夜闻讯赶来的文武百官满身殿内死寂，无人敢动，因为昆帝真的怒了。